末法时代，九荒大陆天地崩坏，崩裂的山脊如同垂死的龙脊，擎天的神木只剩焦黑的残枝，无尽大地渗出暗红如血的泥浆。玄天神山中藏着大陆最后一条灵脉，九荒大陆残存的修炼者皆汇聚在神山之下，神情恐慌，显得焦躁不安。不知何时，就看到远处虚空中一座天地神舟破空而来，神舟顷刻降临，走下来10几名衣着华丽、谈笑风生的男女。青仙师姐，看来你推测的没错，九荒大陆这些卑贱的东西都聚在这里，玄天神山必然藏着灵脉。一名华服青年扫了前方一眼，笑着开口：收取这条灵脉，尽快离开。一名身躯窈窕、黑衣裹身的女子淡漠开口：是，师姐。一众男女纷纷迈步。终究还是找到了这里。林颖心中叹息，拖着衰败不堪、气息羸弱的身子也从神舟中走下来。求各位上神开恩，放过九荒吧。几乎顷刻间，聚在神山之下的人们露出讨好之色，顿时开口：都滚开！刚才的华服青年皱眉，厉声道：挡道者死！不，这条灵脉若是消失，九荒就彻底完了。有人跪在地上，一边磕着头，一边哀求着：那就去死吧。青年冷笑着，一鞭子毫无征兆抽出去，啪！一片血雾迸开，跪在眼前的2道身影惨叫着倒下，抽搐几下便彻底不动。看到这一幕，青年笑得更加肆意，似在享受这种一如往昔般的杀戮快感。一颗颗脑袋不断滚落，跪在地上的身躯不停倒下。一群神舟走下来的男女谈笑间前行，一边出手着随意猎杀跪在地上的人们，好像在做一件普通寻常的事。我和你们拼了！有人绝望大吼，扑了出来。可惜只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戮。虚弱病残多年，面对这10几尊生灵的出手，九荒众生连拼命的资格都没有。够了，300年来你们带走够多了，若这最后一条灵脉消失，九荒化作废土，众生迟早要灭绝。林隐忍不住开口：何必做得这么绝？一尊执刀青年大笑：一群卑贱的东西，九荒是生是死，与我等何干？岳青仙，你答应过我。林隐不禁握紧了拳头，看向为首的窈窕黑衣女子：只要我帮你们寻遍上古神木，就留九荒一条生路，带我们离开九荒。带你们离开？逗你的呀！执刀青年戏谑看了林隐一眼，然后转过身：青仙，你说是不是？黑衣女子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几分笑意。哈哈！另一名青年忍俊不禁：要不真带上他离开，以后当个奴才也行。卑贱如畜的东西，300年还停留在炼体境的废物，潜力尽失。黑衣女子岳青仙冷漠扫了林隐一眼，当奴才她也配？话音落下，黑衣女子凌空而过，来到了神山入口，稍稍感应片刻，便五指探出，隔空一抓，便如抓起一条银白色的苍龙，眨眼将之收入空间体内。九荒最后一条灵脉彻底枯竭。完成这一切，女子转身归来，绝美的面容之上，极度凌厉的目光当空压迫下来。还是很好奇，你这废物究竟有什么特殊？这些年来居然能带我们找到那么多神木，你身上能藏物的地方便只有体内了。下一刻，岳青仙如自言自语，来不及反应，岳青仙出手，一指从天而降。不！林隐神情大变，枯败的身躯根本无力反抗。噗！一口血剑喷洒，林隐的胸膛顿时塌陷下去。在哪里呢？岳青仙自言自语，说着双手隔空一拨，刹那间林隐倒在血泊之中，塌陷的胸膛如从中间撕裂开来。岳青仙目光扫过，神念涌动，似乎要寻找出什么。寻找片刻，不禁有些失望。岳青仙，其实你猜的没错，我身上的确有至宝存在，否则区炼体境，怎可能带你们寻遍神木？林隐笑容惨烈，用力呼吸着，露出即将解脱般的肆意。但可惜，我身上的宝物，你永远也别想找到。是吗？那便留着下辈子用吧。岳青仙符现出嫌弃之色，转身踏入神舟。便在即刻间，神舟将天空剖开一道缺口，载着一群男女破天而去。林隐奄奄一息躺在此间，逐渐空洞的眼窝中留着最后一抹不甘。300年苟延残喘，终究一切成空，可我不想死。畜生！林隐，你真是畜生啊！我如今可是剑宗圣女，就算你是我夫君，也没资格捂我身子。林隐是被一道凄惨的哭泣声吵醒的，脑袋昏沉，林隐用力睁开眼睛，朦胧中顿时看到一双修长浑圆、白玉无瑕的玉腿，一路看上去赫然是一具若隐若现、极其傲人的娇躯，以及那张妩媚紧致、风韵天成的面容。什么？索尼儿？林隐心中猛烈一震，顿时变得清醒起来。
两人成亲之后，从未圆房，共同加入清玄剑宗后，苏宁儿天赋2次觉醒，一跃成为让无数弟子倾慕至极的3大圣女之一。后来又沦为那些上神的玩物，被折磨得香消玉殒。不对，这个贱人不是死了好多年了，怎么还活着？我不是被月清仙杀了吗？随后林颖再度反应过来，心灵狠狠一震，顿时卷起惊涛骇浪，低头一看，就看到被打碎的胸膛完好无损。不等林颖多想，脑海一胀，无数驳杂的记忆涌现。荒历元年，天门大开，一群自称上神的修炼者踏出天门，号称前来寻找神木。诸多大宗大族卑躬屈膝，将之奉为座上宾时，才发现灾难就此降临。无数势力皆被掠夺、残害，甚至奴役各种福地被毁，灵脉被夺。九荒的生灵逐渐意识到，对这些天外降临的修炼者而言，九荒只是他们的禁足地、历练场，乃至杀戮场。自己因为运气好寻到一处古墓，而被月清仙选中，被打入一道生死印，从此再无自由身。区区炼体境，不过寿命100年，但却被月清仙府以毒丹、药液强行吊命300年。300年时光，师兄师姐早已化作坟冢，清玄剑宗早已破败，而自己苟延残喘，忍辱偷生，凭借着在第一个古墓中获得手段，帮那些所谓的上神找到诸多神木，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翻身。自己不想死，活着才有希望。即便身为蝼蚁，面对这些完全无法抗衡的庞然大物，他也期待着有朝一日向他们亮剑，但最终还是死在月清仙手中。可笑自己还妄想跨越天堑般的阶层，挑战天上的神，这种事对于底层蝼蚁而言，或许只有在梦中才能实现。梦吗？那是一场持续300年的噩梦吗？前世今生记忆交错，灵隐迷茫。如果是的话，挺可悲的，自己连做梦都无法是翻不了身的奴才。不是梦。下一刻，林隐狠狠攥紧拳头，心中大吼：我林隐没有死，我居然回到了300年前，末法时代前夕，天门开启的3天前。天门未开，那些神还未降临，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姐他们还活着。九荒大陆内部那些古老遗迹、上古神木还未曾被打开过。林隐眼中神光爆射，那些神木的位置、出世时间，只有我知道。当年至少1半神木都是我带领月清仙他们找到的。林隐，你侮我身子，若不给个交代，我就……这时见林隐半晌没有回应，妩媚女子苏宁儿再度开口：哦。林隐转身看向对方：你就如何？苏宁儿一愣，林隐的气质和眼神仿佛在一瞬间发生了骤变，隐隐散发一股危险的感觉。但他依旧挺了挺傲人的身子，冷笑着说道：我就告诉师尊，对你门规处置，打入死狱。啪！林隐一巴掌抽过去，耳光声响亮，让苏宁儿顿时懵了一瞬，发出厉叫声：林隐，你贱人！林隐又是狠狠一耳光：你疯了！我可是星光峰圣女，剑宗3大圣女之一。苏宁儿捂着肿起的脸庞，死死盯着林隐，体内灵力疯狂爆发。林隐冷哼一声，一股强大的神念轰出。苏宁儿双目迷茫，顿时无力。这一瞬，林隐猛地锁住了苏宁儿的脖子。苏宁儿，我的好妻子，你敢将主意打到我林隐身上，那我就如你所愿。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苏宁儿干咳着，一边挣扎：放开我！可林隐另一只手不断照顾间，苏宁儿很快身子酥软，挣扎无力。叫大声点，让清玄剑宗所有人都来，看看你这个剑宗圣女是如何用那杯茶水迷晕我，又如何用未破之身诬陷我玷污。林隐并不阻止，再度开口：你……苏宁儿缓过来，不可置信地看着林隐：你不过炼体境，怎么神念如此强大？让我滚开是吗？好啊，我替你叫人。林隐懒得回应苏宁儿，而是直接转身。不！苏宁儿顿时脸色苍白，死死抱住林隐的胳膊。那你知道该怎么做吧？林隐冷笑着开口。苏宁儿迟疑了片刻，脸上不禁涌现屈辱羞愤之意，缓缓褪去自己身上的衣纱。啊，不要！猛然间，苏宁儿惊叫，身躯被一下子摁倒，想要反抗，可惜很快身子就变得不争气起来。痛！求你了，轻点！我可是剑宗圣女，你敢以下犯上？啊痛！苏宁儿发抖的哀求声时而响起。不知过了多久，挂满泪痕的苏宁儿缩在角落，怔怔看着一片狼藉的床榻，雪白的肌肤上道道醒目的伤痕无比显眼，显示着刚刚经历过一场粗暴的摧残。哼！林隐冷哼一声，前世300年的噩梦，可以说就是从此女开始的。当年的自己年少无知，被几位师兄师姐庇佑温室之中，哪里经历过这种事，免不了六神无主，心生恐惧。
不得不受苏宁儿胁迫，成为了那些上神降临清玄剑宗之后率先站出来表态恭迎的几人之一。而4位师兄师姐惯着自己，疼爱自己，也便导致自己所属的神影峰一脉率先站出来表态，替自己站台。虽说那些畜生迟早都会降临清玄剑宗，区区一个苏宁儿影响不了什么，但再次看到此女，林颖依旧不爽。看着缩在床角委屈可怜的苏宁儿，林颖没有丝毫的怜悯，这是她应得的。一边走向圣女殿的内殿洗漱，林颖一边思忖，若记忆没有错乱，这个时候的苏宁儿恐怕已经提前搭上了那些降临者的线吧。3天，还有3天就是天门开启，那些神降临9荒之时。想到这里，林颖的目光逐渐森寒。前世噩梦300年，今生棋盘将现，执子者当换人了。片刻后，内殿，林颖泡在浴池中，感受着体内旺盛的气血，简直无比惬意。这是18岁的身躯，风华年少，未来无限，不再气血衰败，也无需再祈求月清仙赐下药液来强行续命，苟延残喘。渐渐的，林颖开始运转功法，灵气入体，于经脉之间游走，滋养着每一寸血肉与根骨，好舒服。呼吸吐纳间，林颖只感觉浑身无数毛孔都在舒张。300年蝼蚁般卑微苟活时，如此正常修炼都是最大的奢求。修炼片刻，林颖心神沉寂于魂海之中，便顿时看到魂海中悬浮着一颗神秘的晶体，晶体里面赫然浮现出无数细小纹路与光芒，如宇宙星河，万界诸天，这便是他众生前在第一处古墓获得的秘密。这块晶体总能将他引向那些神墓遗迹所在的位置，自己的重生或许就是因他所致。这块神奇的晶体如今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一道信息涌入识海，林颖浮至心灵。他睁开眼，看向旁边的一柄剑，掌心拂过，诡异的一幕出现。只见剑体之中有清气涌出，不断涌入林颖的掌心。片刻间，这一柄出自神兵殿之手，融合百种天外精铁，以地雷之火锻造而成的魂兵，竟然失去了所有光泽，如被吞噬掉内部的精华。随即，林颖手只轻轻一摁，竟碎成一堆无用的废料。而与此同时，魂海之中，那晶体之中居然缓缓渗出一滴液体，晶莹剔透，宛如天露。这滴液体滴落，顷刻融入林颖的身躯血肉之间。轰！林颖的本体陡然一震，体内灵力如瞬间沸腾暴走，在四肢百骸间冲击。仅20个呼吸，林颖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从炼体3重突破至炼体4重。原来你叫万界神识。感受着突破的美妙，林颖吐出一口浊气，目光深邃。开诸天之路，视万物精华。思绪收回，林颖看着眼前的一堆废料，摇了摇头。区区一重天的突破，却要浪费一件魂兵。即便自己是清玄剑宗神影峰之中最受宠爱的小师弟，并不缺资源，也不免有些肉疼。毕竟聚气、炼体、燃血、血魂、神窍、金刚、元体、金丹，自己哪怕天赋并不强，但在炼体9重天内想要突破1重，苦修1-2个月也是可以做到的。好在浪费的魂兵很快就可以补充回来。林颖眼中猛然杀意涌动。3天后，第一批降临者中前来青莲剑宗的有2位。第一批降临者只是探路的，境界都不算高，但也是燃血9重天，可不是自己刚突破的炼体4重所能轻易宰掉的。就在林颖思忖之间，苏宁儿趔趔趄趄来到了内殿，脸上的泪痕还未擦干，看向林颖时有些羞愤又无奈之色。林颖，你快走吧，再不走会被师尊发现的。苏宁儿开口道。被发现？林颖戏谑地看着苏宁儿，那不正是你要的结果吗？你可要如意了，正好闹大此事，对我门规处置。说罢，林颖就闭上了眼睛，在温热的浴水中惬意躺着。前世自己实在是太傻了，回头看来，这苏宁儿哪敢对这种事声张半点。剑宗圣女，神圣与贞洁的象征，若今日之事真有半点消息泄露出去，以几位师兄师姐护短的习惯，自己压根不会有事，反而他苏宁儿要完蛋，很快就会被各种弹劾。要知道，圣女之位只有3个，诸多天赋只若她一丝的女弟子都盯着呢。这苏宁儿贪名逐利之心颇重，无一日不想着能够上位，去竞争未来的剑子身份，否则也不至于早早被选中，搭上那些降临者的线，就是希望能借助那些降临者而站起来。他宁可打碎牙狠狠咽下去，也不舍得现在的位置有半点动摇。求你了，快走吧。看着满不在乎的林颖，苏宁儿露出一抹哀求之色，简直要哭出来了。让我走？可以，不过苏宁儿，你可要乖乖听话。林颖慢悠悠睁开了眼睛。听话？我听。苏宁儿楚楚可怜，
过来。林颖招了招手，苏宁儿无奈走到浴池旁，回想刚才的一切，不禁闭上了眼睛，只想着能让林颖满意，好尽快离开自己的圣女殿。想什么呢？林颖一只手托着苏宁儿滑嫩的下巴，苏宁儿不敢抬眼直视林颖，羞愤更浓，俏脸红润。在想3天之后上神降临，扶你青云直上吗？林颖不疾不徐地说道。你怎么知道？苏宁儿猛地睁开眼睛，震惊看向林颖。林颖没有回应，而是淡淡开口：3天后天门开启，你让他们前往天葬山脉，就说天葬山脉发现一处古墓，你手段不够，正好让他们2位帮忙开启。天葬山脉那是禁地。苏宁儿眼中掠过一抹惊悸，消息传给他们就行了，其他不用管。林颖说完起身擦干身子，深深看了苏宁儿一眼。3天后别让我失望。随着林颖离开，苏宁儿紧咬下唇，复杂到极点。神隐峰，清玄剑宗9脉之一，与清玄其他诸脉弟子无数，繁荣至极的景象截然不同。整座神隐峰颇为寂寥，林颖推开一处触门户，皆空空如也。果然，林颖看着这一幕，记忆没有错，这个时候几位师兄师姐都不在，哪怕最快的3师姐出去历练破境，半个月后才会回来。至于师尊，虽是清玄剑宗的神隐峰主，但也担任当朝蛮师，坐镇大蛮王朝之王都，本就诸事繁忙，已有8年未归。前世最终未曾见到他老人家，便已迎来九荒衰败，天下大乱，自己也被奴役，前往九荒各地寻找神木。算起来已有8年不300多年未见。林颖眼中浮现一抹想念，那是前世最大的遗憾之一。但庆幸阴阳逆乱，自己回到了末法岁月之前，一切遗憾都可以弥补。这一世九荒天地绝不可能化作废土。林颖一边喃喃，一边朝着神隐大殿走去。进入大殿深处，打开一座内殿，顿时之间神光交织，蓬荜生辉。墙角立着2柄黑金古剑，比之前吞噬的那柄剑更珍贵。桌上还随意摆着3把兵刃，同样散发着特殊的波动。床头坠落着一柄断刃，虽是断裂状态，然而残刃有锋芒吞吐，极其不凡。目光扫过，不远处更有诸多特殊的晶石，一些古药、神液、丹药等等。自己境界不高，但资源不缺。师兄师姐他们每次回来都会给自己带不少东西，但这内殿的一切很快就被聚在一起，顾不得那么多了。万界神石，给我吞噬！林颖引动万界神石，掌指金光浮现，渐渐的各种武器相继失去光泽，那诸多的古药、丹药、药液，甚至包括各种晶石，便在不久之后全部都被吞噬了神性精华，尽数化作废料。哒哒哒，魂海之中一滴滴天露从万界神石中渗出，足足20滴天露。带着这些天露，林颖这才起身走出大殿，很快就来到神隐峰后方的传送阵前。灵力渡入，传送阵开启，林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半刻钟之后，清玄剑宗以北300里，放眼望去，黑沉沉的山脉被密林包裹，如同一只洪荒巨兽蛰伏，充满阴森与恐怖。天葬山脉，大蛮王朝境内禁地之一，常年鬼物充斥，生灵绝迹。传说此地乃神明染血降下天罚之处，隐藏着足以葬灭众生的恐怖伟力与诅咒。寻常生灵别说踏入，10里之外都无人敢路过。林颖降临此地，却浮现出浓浓的期待，无声无息间消失在山脉之中。山脉深处，林颖徒步丈量大地，按着记忆中的方位不断前行着，时而有瘴气涌动，不断没入林颖体内。然而这足以将人血液腐蚀的瘴气，却对林颖没有半点威胁，全部都被万界神石吸收进去。半个时辰后，一块古旧的石碑映入眼帘，碑体半截埋入泥土中，上面古老繁复的神文若隐若现。这一刹，林颖心灵激荡，双手微颤。入天葬山脉，若说兴奋至于没有紧张，那是假的。直到这一刻，林颖才有一种重生的真实感。尽力稳住心绪，林颖探手按在古碑之上，灵力源源不断融入其中。随着灵力的融入，很快面前的古碑轰隆隆震动起来，碑体上面的神文突然亮起，一片神光蔓延，将林颖包裹其中。只在下一个念头，林颖便出现在了一处地下石室中，居然并无观众，反而只有几张石凳、一张石桌、石床。说是墓室，倒更像一处某位生灵晚年闭关之地。墓室实在简陋，林颖目光扫过，几乎瞬间就落在了石桌正中心。那里赫然是一部古老的书册。找到了，林颖几乎是一个箭步冲过去，只见书册上面赫然印着5个字：神魔炼体诀。林颖看着眼前的一幕，心中肆意大笑。果然找到了，前世九荒出世的古老神木不少，
与那些气势恢宏或雕栏玉砌的神墓相比，这座极易开启的无名神墓并不起眼。但也正是这座无名神墓中，却出世了一部神秘功法——神魔炼体诀。得到这功法的是一个境界低下、天赋平庸的降临者。然而数年之后，已成了那批降临者中最为恐怖的存在。据说加入了上界之中一个强大的圣地，这是一部足以让人逆天改命的绝世神功。林颖拿起书册，刚翻开第一页，书册竟然消失，眨眼化作一道光影进入眉心之中。林颖脑海一震，功法的篇章记忆立刻出现：人体如宇宙，窍穴如星辰，引诸天之力，可开辟无限窍穴，凝聚亿万神魔种子。许久后，林颖呆若木鸡，心灵震动到无以复加。这功法居然将人体当成宇宙星河，可不断开辟无数窍穴，在每个窍穴中都会诞生一颗神魔种子。神魔种子涅槃蜕变，将比肩太古神魔。功法修至极处，体内如有亿万神魔蛰伏，伟力无边，可气吞寰宇，俯瞰诸天。最逆天的是，这世上大部分武者体内只有一个气海来储藏力量，而这功法每开辟一个窍穴，便如多出一个小气海。不说诞生亿万气海，就算只是随意开启10个8个窍穴，单单灵力都雄浑无边，战力无敌，真是闻所未闻。这功法何止能够改命，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盖世奇功，逆天大术。怪不得前世那尊生灵最终能成为月清仙都只能仰望的可怕存在。很快，林颖盘坐此地，进入修炼状态。神魔炼体诀运转的同时，立刻开始吸收临行前准备好的20滴天路。轰！片刻之后，林颖身躯一震，这一刹，强大的灵力在体内繁衍，冲过无数窍穴与经脉，贯通全身。四肢百骸受这股灵力一遍遍滋养、淬炼。淬体5次，炼体5重；淬体6次，炼体6重；淬体9次，炼体9重。不知何时，林颖体内一股强大的气血激荡，顷刻间，林颖双瞳暴睁，燃血境成了！这是超乎意料的惊喜。自己的修炼天赋和几个师兄师姐比起来极其普通，正常来说，想迈入燃血境，没个1-2年根本不可能做到。没想到，只需20滴天路，加上神魔炼体诀的玄妙，竟让自己一口气突破完成，未免有些太夸张了。清玄剑宗那位凌驾众弟子之上、颇为神秘的剑徒，当初再炼体境都没这么快的突破速度。我有万界神石帮助我修炼神魔炼体诀，岂止是事半功倍？这功法就该我林颖来修炼。林颖暗暗想着。不过境界蜕变不算什么，能成功开辟窍穴才是这神魔炼体诀的精髓。很快，林颖再度陷入沉寂，享受着修炼带来的快感，开始着手开辟窍穴。便在林颖修炼时，不知不觉弹指3日已过，天色蒙蒙亮，九荒大陆天生异象，毫无征兆，风云涌动，天象异变。九荒众生皆被惊动，仰首望天，却都一脸茫然。唯有少数强大的生灵浮现惊悚之意。在恍惚之中，他们似乎看到九荒上方至高天穹中一座门户出现。近乎于虚无的门户很快显现出完整的轮廓，高悬9天，如同一座苍天之门。门户凝聚半晌，缓缓打开。自那门户中，一道道身影踏出，沐浴在金光之中，如一轮又一轮神日。足足千百道金光相继出现，从天空坠落而下，分别坠入九荒大地中。天门出现，这等诡异的一幕，万古至今从未听说过。蛮荒、大荒、天荒、神荒、元荒、魔荒、妖荒、道荒、冥荒，天下9荒，众生各异。有人好奇，有人茫然恐惧。天生异象，天门开启，这是祥瑞，有天外上神降临九荒。有人却惊喜开口：快恭迎上神！九荒大陆万古至今，偶有绝世强者打破樊笼，逆天飞升而去的例子，但从未有过天外生灵降临的先例。那些离开九荒的生灵从未归来过。天外的一切总是神秘，令人好奇。如今这一幕出现，很多人惶恐的同时，又不得不让另一些势力兴奋。天葬山脉，林颖踏出五木，静静看着天空。恍惚间，能看到有约莫10几道金光降临着大蛮王朝区域。第一批多是探路者，还算低调。但是等他们完成对九荒势力的初步渗透，真正的麻烦才会到来。终于来了。某一刻，林颖瞥了远处一眼，眼中掠过一抹杀机。林颖转身，手掌气血与灵力同时爆发，打入古旧石碑中。碑体上面神纹突兀亮起，一道神光破空射出，直入云霄。在这暗沉沉的天葬山脉中，无比醒目。山脉外围2道身影正在交谈，神圣的光柱猛然映入视线。神纹，上古神纹的气息。
被苏宁儿传递出的消息引导来的赵师兄立刻惊喜道：“有了方向！”两人步履快了数倍。山脉深处，林隐静静站在这里，神目被开启了。很快来到此间的两人对视一眼，目光精准锁定了林隐与古旧石碑，杀机浮现。两位是苏宁儿师姐口中的上神。林隐率先开口：“可让我好等。”赵师兄，这家伙染血一重天。其中一名青年道。那赵师兄未曾理会，而是死死盯着一侧的石碑。没错了，是上古神文。赵师兄念叨着，眼中蔓延出觊觎的光芒。定是神木无疑。神木，师兄，我们要发财了。另一尊青年同样被吸引了视线。赵师兄压抑着心中的激动，这才正视林隐，神情倨傲。苏宁儿呢？师姐马上就来，两位上神稍等片刻。林隐笑着道：“哼，牵扯神木，这么大的事，苏宁儿这该死的东西，居然让这么一个废物知晓。”赵师兄冷哼一声，看了旁边的青年一眼：“周野，杀了他吧。”是，师兄。叫周野的青年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点头。苏师姐，你来了。林隐突然看向一侧，周野和赵师兄本能地转过视线。嗡！林隐强大的神念爆发，如虚无的风暴贯穿真空，眼前的两人身躯巨震，魂魄激荡，僵直当场。趁这一瞬，林隐双拳轰出，身躯似猛虎扑杀，凶力到极致。那周野身躯横飞10米，心脏裂开。混账，你找死！赵师兄被轰退数米，怒吼开口：“去死！”林隐瞬间再度扑杀出去，忍着魂魄撕裂般的痛，赵师兄勉强引动灵力，同样双拳探出，两道身影狠狠撞击在一起。轰隆隆，气浪炸开，林隐气血狂暴，灵力沸腾，一拳比一拳凶狠狂暴。旋即武技血爆拳，电光石火间，两人碰撞数十次，赵师兄不断被轰退，双手双臂五脏六腑皆已裂开，鲜血渗出。误会！赵师兄急忙开口，可惜在这一刹那间爆9次血爆，9爆合一。赵师兄身躯被砸飞数米，狠狠撞击在前方墓碑之下，全身满是裂痕，到处都在飙血。随着周野的暴毙，这位刚降临9荒的赵师兄此刻也摊成了一堆人形烂泥，只能抽搐。天级神念师！赵师兄的心脏狠狠颤抖。说完这句话，赵师兄五脏碎裂，六腑坍塌，抽搐了一瞬，便彻底失去了生机，死不瞑目。是啊，我可是天级神念师。林隐神情漠然，死在我手里不冤。芸芸众生，天赋不同，能够成功聚气炼体，成为灵武者的已是少数。能跨过聚气炼体，染血血魂四尽，成功开启神窍，诞生神念者更是千中无一。但大道3000，皆可登天。灵武者的天赋不够，也未必不能走其他的路。魂魄天生强大者，无需踏入神窍境，便提前诞生神念。这样的生灵，苦修神念，未必不能达到极限。这便是神念师。强大的神念师，手段莫测，一念通天，在这9荒大陆中，比灵武者更尊贵。神隐峰师尊座下5位弟子，几位师兄师姐，皆是灵武者天赋强大至极的存在。只有自己这个小师弟，天赋普通平庸，18岁还停留在炼体境。但就算是8年未归的师尊，恐怕都还不知道他这个最小的弟子，当初年仅16岁，已成为天级神念师。便在随后，林隐无比期待地走向2具尸体，似乎这2具尸体中蕴藏着至宝一般。尸体旁边，林隐隔空一抓，顿时有2道淡金色的印记被拘禁出来。记忆果然没有错，林隐喃喃开口：“这是圣者印记。”这些降临者体内都有这种所谓的圣者印记。前世偶尔有9荒生灵得到1、2道圣者印记，似乎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记忆涌动间，林隐一口将2道印记吞掉，逐渐浮现浓浓的期待之色。2道圣者印记入体，万界神石顿时震动起来。圣者印记眨眼消失不见，融入万界神石之中。不多时，林隐身躯一震，满是震惊。50滴天路。来天葬山脉之前，自己耗费那么多的武器、丹药、蛊药，也才勉强诞生出20滴天路，而仅吞噬2道圣者印记，居然让万界神石诞生50滴天路。林隐知道这圣者印记是好东西，但也没想到圣者印记能给自己这么大的惊喜。念头涌动间，林隐手掌贴在墓碑之上，墓碑光芒一闪，林隐消失，回到了地下石室，立刻盘坐此间，立刻开始炼化50滴天路。前世300年经历，让林隐根本无法拒绝这么多天路带来的变强诱惑。而且
清玄剑宗虽强，但只是大蛮王朝境内的大宗门。然而，大蛮王朝也只是这9荒之一，蛮荒之中的诸多王朝之一而已。但蛮荒大地内，这些王朝也只能各自偏安一隅。蛮荒真正的主宰乃是7大圣地。半年之后，乃是7大圣地从各大王朝收徒之时，林隐的目标便是7大圣地之一的清玄道门。不错，同样是清玄为名。传说昔年清玄剑宗的创宗老祖便是从清玄道门走出来的一位弟子。两大势力还是有一些渊源的，这无数年来并未断了联系。每当圣地收徒时，清玄道门上有一个直通名额，林隐怎么都是要竞争到的。前世的记忆中，末法时代彻底降临后，蛮荒大地凡人几乎死尽，灵武者百不存一。清玄剑宗这种屹立一方王朝的大势力都相继破灭，但7大圣地却并未受到太大波及，最终全部消失。有传言说7大圣地遁隐暗中，也有传言7大圣的离开了9荒。不论如何，已能推测出7大圣地的强大。对林隐而言，进入圣地之一，未来行事会少去许多后顾之忧。仅凭自己天级神念师的身份要加入清玄道门，未必能够完全如愿。神念师还有什么炼器师、炼丹师等等，哪怕再尊贵，但这终究是灵武者的世界，看的是修炼的境界。所以林隐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要做的就只有一件事：搞天路，借助万界神石搞大量的天路来炼化，弥补自己在修炼境界上的不足。地下神墓中，半个时辰之后，盘坐在此的林隐从修炼中醒来，目射金光，屈指一弹，一股强大的灵力就此轰出，引起真空音爆。舒服。林隐忍不住开口，借助50滴天路之力，终于冲开神魔炼体诀的第一道窍穴。这相当于体内多了一个气海，虽然只能算是辅气海，但灵力的雄浑程度至少是其他同境界高手的2倍。刚苏醒时只是炼体3重，不过数日时光，踏入燃血境，甚至拥有双气海，简直如梦似幻。心情畅快，林隐神念扫了一圈，确定无遗漏，便才踏出这处神墓。离开天葬山脉前，回头看了一眼山脉深处。天葬山脉乃是9荒隐藏神墓较多的地方之一，一些无上大墓比这里大了千百倍不止，那才是真正的旷世神墓，隐藏着大祸。但可惜，未来岁月诸多神墓的封印陆续才会松开，不少大墓隐藏的封印、禁制、杀阵颇为可怕，没几个降临者去献祭。现在的林隐是没把握去开启的。翌日临近午时，林隐才回到清玄剑宗。这趟出来并未乘坐清玄剑宗饲养的妖兽坐骑，回来一路也是徒步丈量大地，不疾不徐，观9荒天地之变化，看着昔日记忆中熟悉的一切，确定了一切与记忆无差，林隐便彻底放心几分。清玄剑宗，林隐一路回到神隐峰。刚刚回来，林隐便皱起眉头。与往日幽静的神隐峰比起来，今日热闹了不少。在林隐看来，更应该是嘈杂。珠峰弟子来了不少，诸多目光第一时间凝聚在林隐身上，议论纷纷。进入神隐大殿后，立刻就看到大殿内居然坐着几道身影。哭得梨花带雨般的苏妮儿，以及星光峰主，也便是苏妮儿的师尊，一名陌生的青年，还有苏博。看到一侧坐着的另一道身影，林隐面容缓和了不少。苏灵川，苏妮儿的父亲。昔年的林隐在加入清玄剑宗之前，境遇并不好，流落至苏家所在地界，在苏家麾下的武院生活了一段时间，相处还算融洽。尤其在自己被外出历练的3师姐看好，对自己伸出加入清玄剑宗的橄榄之后，那段时间苏灵川便更是态度不错，甚至还为自己和苏宁儿定下了亲事。若非当初在苏家武院生活的那段记忆此次重生而来，这苏宁儿今天即便能活着，林隐也要废掉他的一切，以解上一世之怒。苏博前来清玄剑宗，应该提前带信的，我也好准备准备。林隐笑着开口，不过他的态度温和，这苏灵川就显得冷淡不少了。未曾接着林隐的话茬，苏灵川复杂看着林隐，你终于回来了，让我们好等。说着，只见苏灵川从怀中拿出一只信封，看到这信封，林隐瞳孔不禁一缩。此次来清玄剑宗，特来找你。苏灵川道：小隐，当年你年幼不懂事，流落而来，伯父于心不忍，便为你和宁儿定下亲事。不过，你加入清玄剑宗这么多年，如今一切也稳定了，伯父也不用再操心了。苏灵川随后道：今日你和宁儿一同在此，这场闹剧便也了结了吧？闹剧？林隐的面容彻底冰冷下来。不错，那时你还小，一切自然算不得数。这婚书，今日伯父便还给你。苏灵川说着，便将信封递过来。不，我不答应。本就挂满泪痕的苏宁儿一下子扑过来，将信封抢夺过去。宁儿，你糊涂！苏灵川眉头紧蹙，不怒而威。拿过来。
我不。苏宁儿紧紧抱着信封，本能的摇头。爹，你还是回去吧，我待在清玄剑宗挺好的。混账！苏林川怒声道：退婚书入龙阁，平步青云。至于你和林颖，只是当年的一场闹剧。一侧的陌生青年则已经不耐烦，扫了苏宁儿一眼，随后淡淡道：能被龙子看中是你的福分，苏宁儿，你可不要目光短浅，因小失大，让龙子不满。我未曾见过那萧龙子一面。苏宁儿开口：阁下还是请回吧，不识抬举。青年愠怒开口。苏宁儿紧咬红唇，不再说话。龙阁。林颖闭上了眼睛，昔日的记忆浮现出来。龙阁，大蛮王朝所设立的妖孽机构，相当于王朝直属的武院。若非擅长诸道的天才妖孽，寻常人轻易不可能入龙阁。入了龙阁，的确是平步青云。从龙阁走出的天才，除非主动退出，否则最差都能入朝为官，乃至封后拜将。背后若有家族宗门，自然因此鸡犬升天。林颖，你看。苏林川打破了林颖的沉思，便当伯父麻烦你了，还请帮忙劝说宁儿。劝说？林颖眼瞳暴睁。苏林川，当初我的确年幼，不能左右一切，但要订婚的是你，要退婚的也是你，这份婚书也是你亲手所写，当我林颖是什么？林颖，你怎么和伯父说话呢？听林颖直呼名讳，苏林川皱眉，念及旧情，叫你一声伯父罢了，便是不给你面子又如何呢？林颖盯着苏林川，你想带苏宁儿走，不关我事，但你居然让我林颖劝说苏宁儿交出婚书，不然呢？苏林川哼了一声，既然已撕破脸皮，也便沉声开口。宁儿早已是你们清玄剑宗3大圣女之一，如今更要踏入龙阁修炼，而林颖，你算什么？你真觉得自己配得上我女儿？圣女很尊贵吗？林颖浮现一抹玩味之色，瞥了苏宁儿一眼，不够尊贵吗？那陌生青年踏出一步，戏谑盯视着林颖，这清玄剑宗，你可是剑徒身份？林颖摇头，不是。那你可是剑子身份？青年再度开口，不是。林颖依旧摇头，可是真传弟子？青年继续道，不是。林颖平静道，那便将婚书收了滚。陌生青年不屑道，那这婚书我若是不收呢？林颖深深看着苏林川，不收，你想死吗？那陌生青年顿时踏出一步，冰冷的眼睛凝聚在林颖身上，如同一头凶狠的恶狼。萧龙子希望苏宁儿清清白白去见他罢了，一封婚书而已，你不收又何妨？只不过龙子怪罪下来，以你的身份，这条小命还保得住吗？林颖，伯父不想为难你。苏林川也沉冷开口，希望你不要耽误宁儿。林颖突然肆意冷笑起来，你笑什么？陌生青年冷漠道，萧无望，天生魂体，龙阁4大龙子之一，19岁便开启星辰塔第5层，晋升天级神念师，号称龙阁诞生以来史上最年轻、最妖孽的天级神念师。林颖冷漠开口，你知道便好。陌生青年同样冷笑，但这不该是今日你们擅闯神隐峰，妄图羞辱我林颖的底气。林颖慢条斯理的开口，你用萧无望来威胁我，我林颖这条命保不保得住先不说，但你这条萧无望身边的狗，今天只能横尸于此。林颖灵力沸腾，一拳骤然轰杀而出，不知死活。青年暴喝，大手探出，一掌轰向林颖，轰隆，真空都在震动，沸腾的灵力与磅礴气血散溢炸开，二人的拳掌猛烈撞击在一起。就在这一个照面之间，青年神情大变，根本来不及抽身，整条手臂已经颤抖起来，那展开的掌心血光溅飞，赫然被一拳生生轰穿。咔嚓，一连串的裂响声传递，在场众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就看到殿内大地染血，青年无力躺在地上，胸膛被林颖狠狠践踏在脚下，只能够用力呼吸着。我是龙子身边的武士，你敢动我，清玄剑宗保不住你。沙哑的声音响起，青年怒目盯着林颖，极其不甘，根本未曾想到这位只有燃血一重天的清玄剑宗弟子，居然能强到这种程度。林颖，快住手，你疯了，这可是龙阁弟子。一侧的星光峰主也厉声说道，我讨厌别人威胁我，非常讨厌。林颖未曾理会一切，而是如同自言自语般开口，你威胁了我，那就去死吧。前世300年，不管是真还是梦，林颖受够了那种日子，这一世没有谁能真正牵绊他，更没有谁能威胁他。你敢？青年再度开口。咔，清脆的断裂声下一瞬响起，青年双目瞪大，发出几声呵呵呵的喘息声，然后脑袋一偏，再也不能动弹，死不瞑目。
扫了一眼脚下的尸体，林颖转身看向苏林川。现在他去不了龙阁了。你！苏林川指着林颖，连连开口，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你没有说错。林颖看着苏林川，我林颖，沈影峰小师弟，当今蛮师座下第5弟子，你的女儿的确配不上我。不等一脸震惊的苏林川回应，林颖走向大殿一侧，一边开口：师尊身为蛮师，位极人臣，坐镇王都，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乃是大蛮之主，别说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今日哪怕萧无望亲自前来，我又岂会放在心上？话音落下时，林颖转身，手中一张白纸展开，上面赫然浮现出一个大大的字体：休！不！苏尼儿急忙扑过来，死死抱住林颖的右腿。不要休我！林颖，我错了，这些年我不该对你疏离。苏尼儿死不放手，眼泪哗哗，以后我一定对你很好很好。宁儿，起来！你是我清玄剑宗圣女，何必如此卑微？星光峰主不忍地开口，随后又看向林颖，同为剑宗弟子，林颖你何必如此羞辱于他？是吗？今日外人前来逼我退婚，甚至让我劝说苏宁儿交出婚书，让他前往那萧无望身边，以此来羞辱我时，怎不见星光峰主说一句公道话？林颖冷漠扫了星光峰主一眼，并无任何敬畏。你与宁儿之间并无情分，此次退婚不是正好吗？星光峰主蹙眉，我林颖的一切，纵使毫无价值，可以自己扔了，也容不得他人来抢。林颖沉声道：谁妄图染指，就去死！苏宁儿听闻，脸色发白，娇躯顿时一颤。萧爷，今日是伯父不对，只是被龙阁此人逼迫，不得不前来剑宗一趟。伯父答应你，以后不再干涉你和宁儿。苏林川神情变换数次，随后浮现出一抹温和的笑容。滚出去！此刻过后，我与苏家再无瓜葛。林颖打断苏林川，手中浮现一道令牌，灵力打入令牌，整座大殿顿时被神光笼罩，无数纹路闪烁的阵法结界似乎在诞生。同时，冰冷彻骨的声音响彻神影峰，半盏茶内都不滚下去，暗擅闯神影峰处置，全部废掉境界。走，快走！殿外看热闹的各种弟子都浮现出惊惧之色，脸色难看至极。感应着神影峰上的大阵将要开启，一个个诚惶诚恐逃离此间。按着清玄剑宗的规矩，林颖要是借助此地的大阵，真将在场所有人都镇压废掉，根本无需担责。况且剑宗九脉，谁又敢让这位神影峰最小的弟子担责？只是谁都没想到林颖会如此强势，和昔日天真的姿态完全不同。苏林川看着跪在那里的女儿，紧紧握着林颖扔过来的休书，脸上满是懊悔和茫然。林颖的确是这神影峰一脉的普通弟子，可他也是当朝蛮师那位大人的亲传弟子，这层身份加持，在这清玄剑宗没有剑子甚至剑徒的身份又何妨？可惜这一刻看着冷漠至极无比陌生的林颖，苏林川毫无办法。感应到神影峰上大阵乃至杀阵将要开启的气息，苏林川甚至心中莫名发悚。宁儿，你要好好与小颖说话。苏林川踏出大殿前，对苏宁儿百般示意，尸体收拾干净，你也走吧。看在你今日这般态度上，以后你依旧是圣女。林颖挣脱苏宁儿，朝着内殿走去，同时冷笑着扫了旁边一眼。至于你，星光峰主，今日带着外人前来神影峰闹事，我会详细说给师尊他老人家。林颖，以前真是小看了你。星光峰主脸色难看，沉声开口，没想到你如此伶牙俐齿。我林颖如何就不劳关心了。星光峰主还是想一想，如何帮他保住圣女身份吧。失了身的圣女还能得到多少弟子幸福呢？林颖神情冰冷，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是，宁儿，你……星光峰主秀眉紧皱，顿时看向苏宁儿。苏宁儿抿着嘴唇沉默。好，真是好样的。星光峰主怒不可遏，却也只能强行压制着情绪，转身离开神影大殿。哼，师尊不在，几位师兄师姐没有回来，真当我林颖是软柿子。林颖心中冷哼，清玄剑宗9脉，其他8脉共享5条灵脉，而神影峰独享1条灵脉。昔年师尊境界蜕变之后，手段不凡，曾动用神念师的无上手段，从9荒大陆深处引来1条独特的灵脉，打入了神影峰之下，导致神影峰的灵气无比充沛。一开始自然没事，但师尊前去做阵王都多年未归，日子久了就有不少觊觎的目光。很多弟子也好，甚至清玄剑宗的长老高层都不免对神影峰多了一些想法。这些年来屡次前来，妄图染指神影峰，或想让一些弟子搬来神影峰修炼，这便导致神影峰一脉林颖师兄弟5人与其他诸脉的关系并没有那么亲近。以前头上有大师兄、2师兄、3师姐、4师兄，他们4个罩着，这些麻烦事根本影响不到林颖。不过如今
带着300年记忆而来，林隐早已不是数日之前那个心智单纯、能被随意欺骗的沈影峰小师弟。师兄师姐他们不在，林隐自然要护住沈影峰一片安宁。毕竟师尊当年动用大手段自己搬来的一条灵脉，可不是占了宗门的资源。分享给其他诸脉是情分，不分享是本分。便在苏宁儿收拾此地的时候，林隐来到神隐大殿深处，盘坐在这内殿之中。林隐安心下来，他的手掌探出，渐渐的掌心之上浮现出一道光芒，光芒变化之间很快就凝聚成一道印记。不知道这是什么级别的神印，林隐的目光期待起来。隐藏在九荒之中的那些上古神木价值非凡，除却神木中本身可能出世的宝物，如自己得到的神魔炼体诀这种之外，每一座神木的墓碑中其实都藏着一种特殊之物，那便是神之印记、神印，甚至诸多神木一半的价值都在这神印之上。得到这种神印，将之慢慢掌控，融入自身体内，就可能诞生出特殊的血脉或顶级的神体、皇体、战体。神印品质也是不同的，乃是1级至9级，在往上还有皇级、神级、地级，总共便是12种品质不同的神印。品质越高，炼化之后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前世林隐做梦都想得到一道神印，可惜这东西和诸多宝物材料不同，不知为何万界神识并不会将之吞噬。加上每一座神木一旦开启，很多人往往第一时间先寻找神印，被无数眼睛盯着，林隐自然就没有机会去获取。念头变化间，林隐的神念与灵力不断打入这神印之中，神印上面逐渐出现1道纹痕、2道纹痕、3道纹痕。看着纹痕数量增加，林隐目光越来越亮，直到片刻之后，纹痕的数量终于增加到第9道，居然是9级神印。林隐颇为惊喜，但随后瞳孔微微扩张。不对，原本白色的神印隐隐透出几分淡金色，淡金色的光芒不断加深，直到10几个呼吸后，9道纹痕彻底变成了黄金之色，变化才停止。神印为白，9纹为金。林隐自语道：“这是半步黄级，可惜只是9道纹痕变化，神印本身未曾变成金色，否则那就是真正的黄级神印。但即便如此，这1道神印已经极其珍贵了。记忆中前世出现的神印之中，能达到这个级别的很少。圣者印记、神之印记，2种印记，一种存在于那些降临者身上，一种出现在上古神木之中。林隐不知道这2种印记是否有什么关联，但他却明白自己想要逆天改命，将修炼天赋提升上来，达到比肩自己神念师天赋的程度，这2种印记尤为关键。那些降临者虽可怕，但并非不可对抗。前世九荒也是被逐渐渗透，最终才宗门崩溃，种族凋零，直至末法时代降临，彻底崩盘。而这一世，一切都来得及。此刻的林隐心情极佳，涌现出强大的信念。这时敲门声响起，进来吧。林隐手臂一挥，隔空打开内殿的门户，就看到打扫好神隐大殿的苏宁儿走了进来。深深看着苏宁儿，林隐念头涌动。那龙阁的龙子萧无望似乎与苏宁儿一面未曾见过，就让人指定苏宁儿前去见他，还偏偏就是苏宁儿，倒是有些奇怪。这一念之间，苏宁儿怯生生递过来一张纸，这是……林隐扫了一眼，并不是刚刚那一纸婚书，三师姐给你的信。苏宁儿低声道：“信鸟带回来的，你不在宗门，信鸟便送到我手里了。”三师姐的信。林隐一把将信纸拿过来，记忆中似乎并没有这封信。不过上一世涉世未深，心思单纯，受制于苏宁儿，或许三师姐的信便被这苏宁儿给藏着了。重生而来，天下大势还未变化，但随着自己在天葬山脉斩杀那2个该死的东西，身边的很多事情已经变了。急忙打开信纸，目光一扫，林隐的脸色不禁一变。你确定这是三师姐给我的信？苏宁儿点了点头。林隐眉头紧蹙，信的内容很简单，小隐若必要之时，可打开神隐峰，弓箭宗珠峰弟子前来修炼，保护好自己，师姐尽快回来。只是因那条灵脉的缘故，神隐峰一脉向来和其他诸脉关系不睦，虽同属清玄剑宗，但很多时候界限还是画得很清楚，但碍于师尊这位神隐峰主的强大，哪怕8年未归，但其他诸峰也顶多是不满，怨言不少。事实上，别说真正染指神隐峰了，就算是暗中穿小鞋，针对神隐峰一脉都不敢。毕竟剑宗众人的眼中，林隐这个神隐峰小师弟虽然不起眼，但他头顶上的那4位可都是真正恐怖的存在。如大师兄常年在大蛮王朝的战场中厮杀，年纪轻轻便战功赫赫，被封为天武侯。二师兄天纵无双，是师兄弟5人里面武道天赋最强的存在。
22岁已杀入蛮荒地榜前10，有望在数年内杀入蛮荒天榜。3师姐、4师兄也都是武道天赋强横至极的存在，否则林颖也至于那般不给星光峰主面子。而现在，这封信3师姐是什么意思？必要之时可打开神隐峰，让其他8脉的弟子可以入峰前来神隐峰修炼。发生了什么事？林颖沉吟，但这封信简短，3师姐并未提及其他，但很不对劲。这些年向来都是如此，各种事情诸般压力有师兄师姐他们顶着，肯定是和自己这个小师弟无关的。林颖，我听父亲带来一些消息。苏妮儿犹豫了一下，道：不知道真假。说。林颖立即看向苏妮儿，说是天门开启之日，穆师兄在战场中战败，天武侯身份被降，成了第5侯。还有同一日，王都发生了某些大事，陆峰主身受重伤，但发生在王都之中的事情具体未知。苏妮儿说道。什么？林颖豁然起身。苏妮儿口中的穆师兄、陆峰主，正是大师兄穆苍生和师尊陆长空。他们一个战败降为的5侯，一个身受重伤，这都是记忆中没有的，自己从不知晓。看着3师姐的信，想到此次那位来自龙阁的青年突然带着苏林川来退婚，林颖面容凝重起来。这些事情之间不知有何联系。王都，林颖喃喃。你不要急。苏妮儿低声道。陆峰主暂时无恙，似乎进入了太医殿疗伤。太医殿？林颖本能地摇了摇头。能坐镇王都，坐上当朝蛮师的位置，师尊不只是一尊强大的皇级神念师，武道领域更是元神之境的绝世高手。出了是什么事，能让师尊这样的高手身受重伤？大蛮王朝太医殿之中的确有一些医道非凡之辈，但若是师尊的伤势真与天门开启有关，恐怕不是太医殿那些家伙所能救治的。行了，你回去吧。林颖随后对苏妮儿挥了挥手。能不能？苏妮儿抿着嘴唇。不休我。不能。林颖沉声开口。那一纸婚书本就毫无意义，你要攥着也无所谓。从你爹带着龙阁弟子前来找我那一刻起，你我便再无关系。顿了顿，林颖深深看了苏宁儿一眼，倒是你，若加入龙阁，不是正如你意，届时身份尊贵，岂是在这清玄剑宗当一个圣女所能比的？萧无望可是堂堂龙阁的4大龙子之一。苏宁儿道，那种身份，身边不会缺各种倾城女子，而且我与她素未谋面，怎么会突然让人带我去见她？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呵呵，林颖笑了笑。行了，你回去吧，看在这封信的面子上，我会保你在清玄剑宗身份稳固，其他的你就别想了。话音落下，林颖朝着殿外走去，看来自己要去一趟王都才行。太医殿万一不能治得伤，或许自己能想办法，比如借助圣者印记，借助天路而治。不过就在踏出神隐大殿的一瞬间，林颖的瞳孔一缩，眼中戾气顿时浮现。本已安静下来的神隐峰，不知何时居然又出现了一道道身影，一些刚开启的大阵居然在悄然间陷入沉寂。林颖，你杀了龙阁弟子，跟我们走一趟吧。一道冰冷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入眼所及，正好是4个身穿黑色战衣的男子，身上散发着森森气息，来到了峰顶。剑律使，林颖目光一扫，你们想做什么？这4位气息冰冷彻骨，杀气腾腾，不是剑宗寻常弟子，而是来自剑律大殿的剑律使。剑律大殿执掌律令刑罚，甚至生杀大权，没想到居然闯入了这神隐峰。一眨眼，4名黑衣男子来到面前，气息锁定了林颖。其中一人道冷漠道，林颖，你斩杀龙阁弟子，为我剑宗招惹麻烦，前去剑律大殿受审吧。不由分说，4只大手同时探出，林颖的身躯一震，双肩双臂立刻被这4人锁住。住手！苏宁儿从神隐大殿匆匆走出。苏圣女，你有何事？4人转过视线，放开他！你们剑律大殿凭什么抓人？苏宁儿一改在林颖面前的柔弱，厉声开口。凭什么？林颖杀死龙阁弟子，还是圣女收的尸，此事圣女不会假装不知吧？其中一尊剑律使冷笑，他杀的是龙阁弟子，又未曾触犯剑宗律令。苏宁儿本能地说道。可惜4大剑律使不再理会苏宁儿这个圣女，直接带着林颖离开。长老犯错都要被剑律使带走，整个清玄剑宗也就那位闭关已久、天赋与境界可怕至极的剑徒才能够无视规矩，横行无忌。看着林颖被带走，再度踏上神隐峰的一些弟子面露戏谑之色，指指点点。一路走下神隐峰，林颖的神色平静，然而眼瞳深处的戾气愈发浓烈。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还在不断涌来神隐峰，其他8脉弟子皆有之，只是神隐峰开启的大阵全部沉寂，除非自己亲自关闭这些大阵，否则便是这剑宗之中
某位身份极高的存在亲自出手破了阵法。林颖知道这件事不简单，现在多说无益，而且正常而言，剑律使可以不将苏宁儿这个圣女放在眼里，但也不敢擅闯神隐峰。不一会儿，清玄剑宗剑律大殿，大殿森严至极，两侧足足10几人正襟危坐，面色冷漠。林颖被带入大殿，顿时感受到一股寒冷的气息涌来，威慑极大。寻常弟子被抓来，怕是还未受审，便已不寒而栗，胆战心惊。不过前世300年，九荒天崩都经历过，林颖倒是根本不受影响。跪下，候审。来到剑律大殿中间，扣押林颖而来的一尊剑律使厉声开口：真要迫使我这个神隐峰小师弟跪下，你们会没命的。林颖转过身，笑容灿烂。你4名剑律使彼此对视一眼，莫名的心惊。林颖能笑得出来，这还是昔日那个未经世事、纯粹无知的神隐峰小师弟。行了，你们先退下吧。大殿上方，从始至终沉默的一名中年人开口。4名剑律使这才低头转身，退至殿门口。剑律大长老。林颖看着上方的男子，深深开口：审我林颖，居然要你这个剑律大长老亲自出面。哼，林颖，你可知罪？剑律大长老冷哼，声如洪钟，摄人心魄。什么罪？林颖看着对方。剑律大长老沉声道：你斩杀龙阁弟子，此事承认否？我斩杀的是龙阁弟子，触犯的是剑宗律令。林颖盯着剑律大长老：我们清玄剑宗的律令似乎没有这一条吧？剑律大长老眉头微皱，一时间却难以回应林颖。行了，林颖，你不要巧舌如簧。大殿右侧坐在那里的一名老者开口了：龙阁代表的就是大蛮王朝，你无缘无故杀龙阁弟子，是要挑起剑宗与大蛮王朝纷争吗？不错，来者是客，你居然当众斩杀龙阁弟子，简直无法无天，真当整个剑宗都是你们神隐峰做主了。诸多声音纷纷响起，义正言辞，凌厉的刻意加持下，有些振聋发聩。林颖转过视线，两侧开口的几乎都是属于剑宗朱脉的长老之流，便不禁冷笑了起来。说吧，剑律大长老。林颖看向大殿上方，搞出这么大阵势，到底想如何呢？林颖，你犯下大错，本该打入死狱。剑律大长老冷厉道。林颖笑容不禁再度浮现，略微摇了摇头。昔日的自己什么都不用操心，确实是有些单纯无知了。原来不只是之前苏宁儿妄图用那点破事恐吓自己，剑宗其他人也把自己这个神隐峰小师弟当白痴。果然，剑律大长老随后再度道：但鉴于你是初犯，昔日也未曾有劣迹在案，本长老便给你一个机会，打入死狱便免了，前去剑堂面壁思过10日。剑堂。林颖目光一闪，随后深深看了一眼上方。打入死狱变成思过10日，剑律大长老还真是仁慈。听着林颖带刺的话语，剑律大长老面色不善，却也不多说什么。行了，带他去剑堂，10日内不得踏出一步。随后剑律大长老挥了挥手，4大剑律使再度走向林颖。慢着！剑律大殿的门户居然被直接推开，一尊身穿黑金龙纹战袍的青年便走了进来，旁若无人。青年身形修长，战袍遮盖的身躯之下，气血浑厚而霸道，每一寸肌肤都似乎经过了千锤百炼般，浮现出若有若无的道痕，分明是神窍圆满，即将步入金刚之境的顶级天才。聚气、炼体、燃血、血魂、神窍、金刚。刚步入燃血境的林颖，与之相差了几乎3重大境。但最惹人注目的，并非其武道境界，而是神念。青年目光深邃，双瞳神芒汇聚，目光扫过的一刹那，如有虚无雷霆闪电在真空蔓延。在场诸多清玄剑宗的长老级人物，居然隐有一种心颤之感。这还是一尊天级神念师。大殿两侧，众人变得严肃。龙阁4大龙子之一，萧无望。萧龙子居然亲自前来清玄剑宗。上方见绿大长老都不禁起身。萧无望摆了摆手，示意在场众人重新入座，然后直接来到大殿上方，坐在了剑律大长老身侧。淡淡扫了下方的林颖一眼，萧无望慢条斯理地开口：此子斩我身边奴仆，便只需面壁10日。清玄剑宗的律令是儿戏吗？面壁10日不够。剑律大长老笑了笑，随意道：那便面壁30日如何？人死不能复生，面壁10年又有何意义？萧无望冷哼，显然依旧是不满。剑律大长老则是道：剑堂之内镇压着剑宗历代先祖遗留的佩剑，剑气一出，损伤魂魄，若更久时间，恐怕会死在剑堂，无法给蛮师交代。蛮师？萧无望深深开口。陆长空能否自保，还是未知。若真成废人，岂能做我大蛮王朝蛮师之位？废人？陆峰主的伤。剑律大长老惊疑不定地看向萧无望。
太医殿怕是回天乏术。萧无望眯起眼睛，诸位可要做好准备啊！见绿大殿内众人神情骤变，阴晴不定，便在这一瞬间，萧无望猛地看向林隐，说吧，谁给你的胆子，敢杀本龙子身边的奴仆？你也说了，一尊奴仆而已。林隐淡淡道，敢闯入神隐峰，妄图压迫，羞辱我这位当朝蛮师的弟子，那就该死，杀就杀了。你放肆！萧无望瞳孔暴睁，给我跪下！嗡！一股霸道的神念当空碾压而下，真空都在震动。殿内众人面面相觑，皆耳膜发颤，心神激荡，连他们都受到了不轻的冲击。天级神念师，恐怖如斯！哼！林隐身躯一震，强行撑起的脊梁，如大龙般挺立。萧无望露出意外之色，看到林隐不曾下跪，略微不满。顷刻间，神念再度爆发，无边威势倾泻而来，要淹没林隐。巨大的压力降临，林隐只感觉头顶真空之上，如同有一座虚无的山峰镇压下来，要让自己跪伏当场。虽然都是天级神念师，但武道的境界差距过大，足足3重天的境界差距下，林隐几乎能够感应到，这萧无望的神念等级至少是自己的100倍往上。绝对的压迫让林隐身躯隐隐发颤，四肢百骸都无比疼痛，难以坚持，几乎有一种真要跪拜当场的冲动。绝世高手以势压人，最强大的神念师一念之间杀戮于千里之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噗！便在10多个呼吸之后，林隐猛然一口血剑喷洒，身躯踉踉跄跄，一下子变得虚弱至极。只是这一刻，林隐体内灵力震荡，气血仿佛开始燃烧沸腾，死死坚持在此，双膝未曾软掉。前世那般凄惨的300年时光，他都不曾对那些所谓的上神下跪。今日在此，若舍弃尊严，对着萧无望低头，那这一世又有何意义？这里是清玄剑宗，不是你们龙阁。林隐冷冷盯着萧无望，不说你这位龙子，就算是龙阁之主，也干涉不了清玄剑宗之事，是吗？萧无望浮现出一抹冷傲不羁的笑，朝着旁边剑律大长老扫了一眼。萧无望道：我若偏要干涉呢？林隐胆大包天，敢斩杀龙子身边奴仆，龙子今日前来协助我们对他裁决，自然是没问题的。剑律大长老道：如何惩罚此子，便看龙子的意思，如何？萧无望大笑，听到了吗？林隐，你这区然血尽的废物，是生是死，不过本龙子一念罢了，是吗？但是你不敢杀我，今天在场所有人都不敢。林隐咧嘴，笑容同样灿烂至极。你说什么？萧无望踏出一大步，目光如刀般锋利。杀了我，神隐峰一脉不会放过你。林隐扫了萧无望一眼，随后又不屑扫过那件绿大长老，包括他，包括他们，不知死活的东西。我萧无望15岁觉醒神念师身份，16岁受邀加入龙阁，17岁晋升地级神念师，19岁便已开启星辰塔第5层，晋升天级神念师，打破龙阁规则，直接成为龙阁第4龙子。萧无望的目光变得阴沉起来，从来没有人敢如此威胁本龙子。不错，龙阁龙子生杀予夺一念之间，能让这些家伙对你如此恭敬。林隐淡然道，但你还是不敢杀我，除非你也不想活了。轰！萧无望灵力激荡，怒火焚天。死了，你死了，知道吗？林隐，你已经死了。极度的怒火涌动，让萧无望声音变得沙哑几分。半年，最多半年，我避免你神隐峰一脉。半年。林隐的脑海中记忆涌动，随后看着萧无望，笑容再现。最多半年，我必亲手宰了你。血！动手，快动手！萧无望骤然转身看向剑律大长老，我要他一滴本命之血，一滴本命之血而已，有何难？龙子稍等。剑律大长老面容冷漠，从上方走下。你敢？林隐眼瞳暴睁，有何不敢？剑律大长老开口，你斩杀龙子身侧一尊奴仆，现在一滴血来还债，已是对你的恩赐。轰隆！话音落下，剑律大长老手臂抬起，灵力瞬间压制了林隐，随后隔空一抓，一滴无比纯粹嫣红的血从林隐胸膛中飞出。林隐身躯颤抖，面容因痛苦而有些扭曲，眼睁睁看着那一滴血被送到了萧无望手中。本命之血无比珍贵，哪怕被夺走一滴，生命元气便损失大量。那种痛刹那深入灵魂，林隐未曾直接晕厥，已是意志足够强大。蝼蚁！萧无望收起那一滴血，直接踏出剑律大殿，恭送龙子。大殿两侧众人急忙追了出去，只剩林隐站在此间，手指攒入掌心，用力强行忍着胸膛的剧痛，带他前去剑堂，面壁10日，好好反省。
剑律大长老扫了林隐一眼，随后说道：“是。”门口待命的4大剑律使一起走来，驾着林隐离开剑律大殿。剑堂，藏剑之地，清玄剑宗所有天级之下的武器皆放在这剑堂之内。平日里有内门弟子、真传弟子晋升，皆可前来这剑堂选择一柄属于自己的剑。时间久了，导致剑堂内部始终有驳杂的剑气在真空中游走。林隐被丢进来，眉心挤在一起，无形剑气涌入伤口，让林隐尤为痛苦。不过林隐一瞬间就奔走到了剑堂的一侧，掌指贴在一柄剑的剑体之上，万界神石吞，万界神石被引动，手掌之下，这柄剑迅速变得暗淡无光，被吞噬了神性精华。一滴崭新的天露从万界神石内渗出，再吞。林隐立刻锁定第2柄剑，一个个呼吸过去，吞，继续吞噬，一不做二不休。林隐握住了第3柄、第4柄、第5柄剑。时间流逝，一柄柄灵剑不断化为废料。半个时辰过去，林隐一口气吞掉了上百柄剑。至于天露，则足足积累了将近200滴。炼化，林隐目光冰冷，运转神魔炼体诀。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实力才是真的。怪不得前世师尊身为大蛮王朝的蛮师，到最后无声无息消失，自己再也未曾遇到过。如今看来，这段时间师尊在大蛮王朝内或许真的出了什么事，否则给剑律大长老100个胆子都不敢动自己一根毛发，甚至还要对自己百般示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师尊没有死，不然今日这萧无望就不是带走自己一滴血那么简单了天生魂体，血脉比我强大100倍不止，带走我一滴血，怕是拿去给师尊看的，不好。林隐念头涌动，神情愈发沉冷。重伤者最忌情绪激动，气血攻心。萧无望是不想让师尊恢复。龙哥龙子，一个后辈怎会与当朝蛮师有恩怨？萧无望背后还有他人。想到这里，林隐更加疯狂地吸收天露，仅仅20滴天露下去，损失1滴本命之血带来的伤势完全恢复。继续吸收30滴天露。轰！林隐体内灵力与气血同时沸腾，境界突破，燃血2重天，境界突破，燃血3重天，境界突破，燃血4重天。5个时辰过去，境界突破，燃血9重天。然而天露已经消耗殆尽，不够。林隐起身，再度握住了一柄剑，继续吞噬。万界神石中，一滴滴崭新的天露再度渗出。林隐顾不得什么后果了，哪怕毁了这剑堂都在所不惜。只要师尊无恙，那自己根本不用怕。师尊若是倒了，神隐峰一脉从此落幕，自己怎么做都会被某些人想方设法解决掉。翌日凌晨，天色蒙蒙亮，紫霞腾升，剑堂之中足足3000多柄剑早已化作废料。林隐盘坐在剑堂中间，全力炼化着。不知不觉，大日高悬。轰！沉寂在此的林隐体内轰然震动，这一刹那，气血上冲，冲入魂海之中，气血之力与魂魄融合一体，气血通神，滋养魂魄。修炼第4大境，血魂境，突破成功。呼！林隐吐出一口浊气，爽！能修炼、蜕变，感受生命的升华，这简直是世间最极致的享受。天露，这是天露带来的好处。武者在修炼、突破时，往往需借助丹药、药液等，但丹药只是辅助，只能有必要时炼化，否则副作用极大，必定走火入魔而死。而天露便如同是没有任何副作用，可无限炼化的丹药。天露可以当饭吃，唯一遗憾的是，此刻天露所剩无几，境界越强，对天露的消耗量越大。这次一口气踏入血魂境，足足消耗了数千滴天露。而这座剑堂，林隐环顾四周，摇了摇头，3000多柄剑几乎全部废掉，只留了最后一柄剑。九荒大陆的功法、武技、武器、丹药等，皆是人级、玄级、地级、天级、皇级划分。剑堂内的虽然都是天级之下的武器，吞噬后所能得到的天漏不算多，但看到这满地废料，林隐依旧觉得夸张。相比较吞噬圣者印记，性价比太低。猎杀一尊降临者，捕获1道圣者印记，就相当于好几十滴天露。收工，起身，林隐持剑推开剑堂的大门，滚回去。门外不远处，4大剑律使同时转过身来，得见律大长老命令，他们在此看守10日，防止林隐提前脱困。此刻看向林隐的眼中不免充满怨气。林隐面无表情，一剑如闪电横空吃，赶过来的一尊剑律使身躯踉跄，眉心中间一道血线蔓延而下，轰然倒地。
其他3大剑律使神情骤变。林隐，你敢！其中一尊剑律使厉声开口。是。林隐一剑划过，眼前的剑律使话音刚落，身躯一僵。你！剑律使一手捂着自己的脖颈，死死盯着林隐。林隐来到面前，笑容灿烂。我说过了，你们会没命的呀！咔嚓，林隐左手探出，眼前的剑律使脖颈碎裂。血魂镜，1天1夜，血魂镜。剩下2尊剑律使对视一眼，猛然大吼：逃！争！林隐手中剑迎，一剑破空，瞬间轰入第3尊剑律使后背。那剑律使身躯踉跄几步，轰然倒地，被钉死当场。招了招手，剑体居然诡异抽离开来，隔空回到了林隐手中。神念师。地上的剑律使沙哑道：神窍境之前能做到神念御剑，唯有天级神念师。可惜一切都迟了。挣扎的身躯顷刻将死，瞪大的眼瞳涌现无尽悔意，死不瞑目。林隐看着那仅剩的剑律，使以死命逃出几十米，笑容依旧。逃吧！林隐开口着，不紧不慢跟上。100米，200米，1000米，那剑律使已逃出剑堂范围。不远处已能看到不少清玄剑宗弟子。救命！疯狂的吼声顿时引来无数弟子转身，随之求救声又戛然而止。诸多弟子骇然，一些女弟子发出惊恐尖叫。只见一颗脑袋在地上滚出去，留下足足几十米的血印。你运气真好！林隐瞥了那脑袋一眼，能多活一会儿。他有意让这尊剑律使逃至此处再死。林隐是血魂镜，才过去1天，怎么可能？无数弟子惊悚开口。林隐朝着沈隐峰走去，手中的剑在滴血。他对这一幕非常满意。血魂镜与那萧无望相比，依旧有不少差距，但18岁的血魂镜放在这清玄剑宗，堪称顶级天才。剑律大殿那边该好好掂量掂量。昨日剑律大长老赶那般行事，除却师尊那边出了大事外，自然也是看自己境界平庸好欺负。沈隐峰热闹非凡。林隐回来的时候，便已发现各种大阵封印阻碍彻底沉寂，入峰的路畅通无阻。诸峰弟子尽居于此，有的于半山腰而居，有的在风中徘徊，似在寻找沈隐峰栽种的药草，有的则在搬各种东西，似要迁居沈隐峰。好得很。林隐咧开嘴，怒极反笑。林隐，他不是被镇压剑堂吗？怎么会回来？沈隐峰中不少弟子色变，浮现出几分惊惧，但不知道想到什么，又挺了挺胸膛，有了胆气。站住！有声音传来。林隐转过视线，九脉之一，韩玉峰内门弟子严峰。谁允许你入峰的？你被罚剑堂面壁10日，是不是偷跑出来的？回答我。严峰走了过来，面容冷厉，语气不容置疑。不错，谁允许你偷跑出来的？嘿，林隐，敢偷跑出来，你完了，知道吗？不远处，其他一些弟子也冷笑起来，好像抓住了林隐的把柄。是，林隐一剑挥过，这一刹，前方嫣红的鲜血溅落大地，触目惊心。你，呵呵。躺在地上的严峰恐惧看着林隐，他捂着自己的脖子，发出呵呵的声音，想开口，却始终说不出一句话。鸠占鹊巢，我理解。林隐蹲下身子，静静看着严峰，可不让我这个神隐峰主人回来，你真该死啊！咔嚓，毫无征兆，林隐手臂一挥，被一剑割开的脖颈当场断裂。燃血五重天，内门弟子。看着严峰的尸体，林隐淡淡道：以前连巴结我的资格都没有，你也配在我面前狗叫？杀人了！林隐疯了，他是血魂镜。四周诸多弟子心灵狠狠一颤，而后全部惊恐大叫，脸色惨白，拼了命的逃窜。诸多弟子平日修炼，恩怨争吵很常见，极少见血。什么时候看到过这种血色画面？堂堂一尊内门弟子，前一刻还在质问林隐，转眼变成一具尸体，太过恐怖。逃吧，动了神隐峰一草一木，你们八脉都要还回来的。林隐自言自语，扫了一眼那些仓皇逃窜的身影，继续朝着峰顶走去。峰顶，神隐大殿内外足足10几人汇聚，有资格在峰顶这灵气最为充裕之地修炼的，都是其他八脉有名有姓、身份颇高的内门甚至真传弟子。基本上最差的都是燃血8重天、9重天，甚至好几位都和林隐一般步入了血魂境内。目光扫过，陡然间锁定了神隐大殿右侧不远处。你们该死！瞳孔猛地一缩，林隐怒吼。那里是神隐峰的一片药田，原本生长旺盛，师尊他们不在的时候，经常是自己和三师姐悉心照料。可现在放眼一片狼藉，
里面的各种珍贵药草都已成残枝碎叶，不少早已被连根拔起，甚至此刻还有2名弟子在药田中到处挖掘，似在寻找遗漏。嗡！灵隐的神念夹杂着怒火，顷刻席卷，如风暴般散开。随之，灵隐直接拿出神隐封令牌，手持令牌，神念沟通天地，起阵。整座神隐峰轰隆一阵，四方之间无数道神光破天而起，诸多沉寂的大阵再度复苏，层层阵法结界守护神隐峰。不够，苍龙大阵，给我开！灵隐再度大吼，霎时间似有龙吟声响彻，东西南北四方同时冲出璀璨的光柱，恍惚间4道光柱变成了4条银白色的天地龙影，从远处看便是4龙护山，阻断天地。这是昔日师尊引来那条灵脉之后亲自刻印的大阵，自从诞生之后从未开启过，也无需开启，但今日灵隐顾不得其他了。天地的动静立即引起神隐峰上众人的注意，诸多目光顿时锁定在灵隐身上。灵隐，众人脸色微变，看到灵隐这个神隐峰的主人回来，不免有些心虚。灵隐，你不是要在剑堂面壁10日？谁给你的胆子从剑堂偷跑出来？有一名真传弟子如那死去的严峰一样，顿时训斥道：你们敢回我神隐峰药田？灵隐无视此人，而是盯着药田暴喝。药田之中，2人对视一眼，看到灵隐孤身站在那里，顿时浮现玩味之意。灵隐，你说什么？其中一人笑了笑，随之沉冷道：你一个普通弟子，敢用这种语气和我们2个内门弟子说话？不错，灵隐，任何宗族之内，以下犯上都是大罪。看来剑律大长老罚你面壁10日，罚得太轻了。你是真想被打入剑牢？另一人同样冷笑，威胁般开口：都吵什么？便在这时，眼前的神隐大殿打开，伴随着不满的声音，再度几人出现。灵隐。几人看到回归神隐峰的灵隐，都不禁蹙眉。然而这一刻，看着领头那人身上穿着的战甲，灵隐双手握拳，简直气得发抖。那是大师兄当年刚加入大蛮王朝战场厮杀，便建立战功，得到封赏，回来报喜而褪下的旧甲，有重要的纪念意义。没想到居然被这该死的东西给翻出来穿在身上了。木青，你敢动我神隐峰的东西？极致的愤怒让灵隐声音沙哑低沉。清玄剑宗9脉主峰问道峰真传弟子木青，没想到连宗主所在的问道峰一脉都妄图染指神隐峰的一切，一件破战甲而已，何必小题大做？那木青随意开口着，便朝着四周天地扫了一眼。苍龙大阵，旋即木青皱眉：灵隐，你这是何意？开启苍龙大阵，阻挡入山之路，你让朱脉师兄弟如何上来修炼？不错，灵隐，我警告你不要乱来。木青身旁另一人冷厉道：这次有好几位真传弟子都前来神隐峰闭关破境，若是你打扰了他们的突破，这罪责就不是在剑堂面壁10日所能抵的了。乖乖在侧殿待着吧，敢打扰我清修，要你好看，知道吗？木青说完，便带着几名弟子转身再度进入神隐大殿。而就在这一刻，整个清玄剑宗风云变幻，神隐峰外已变得无比热闹，千百名弟子都汇聚过来。远处天空中，诸多身影御空而行，迅速接近神隐峰。那是朱脉的长老，甚至峰主在接近此地。灵隐，你在寻死吗？胆敢闯出剑堂，斩杀剑律使，简直无法无天，给我滚出来！虚空一侧，剑律大长老已率先赶来，怒火焚天，目光隔空死死盯着灵隐。斩杀剑律使！刚踏入神隐大殿的木青等人立即转身走出来，看向灵隐的眼中充满了惊悸。严峰师兄也被他杀了。下方有弟子大喊道。顷刻之间，无数目光汇聚在半山腰，那里有几名未曾来得及逃走的弟子护着严峰的尸体。严峰！神隐山内外，众人脸色煞白。你竟敢杀我韩玉峰弟子！半空中，韩玉峰主出现，怒不可恕。严峰算是韩玉峰很出众的弟子，未来很有希望完成气血通神，迈入血魂境，为神隐峰添一尊真传弟子席位，但就这样死在了神隐峰中。一眨眼，其他朱脉长老、峰主到来，看着那具尸体，再回想方才死去的那4大剑律使，皆不可置信地看向山顶的灵隐。怎么可能？神隐峰人人如龙，但就这位神隐峰小师弟天真无知，境界低微，并无存在感。不对，此子气血充盈，血魂合一，竟然是血魂境。不少昨日见过灵隐的人大惊失色。灵隐被压制剑律大殿时，乃是燃血境而已，不值一提。可现在1天1夜，灵隐跨越了9重天地，踏入了血魂境。
他觉醒了。无数弟子在议论，不少人露出浓浓羡慕之色。有人生来愚钝，资质平庸，可在后来修炼中会突然产生逆天改命般的蜕变，这是突然开悟，也叫觉醒。但如林颖这般突破，未免也太夸张了。林颖，你先打开神影峰。剑律大长老皱眉，怒火莫名吸了不少。犯我神影峰，死罪难逃。林颖沉声开口，看向神影峰外的诸多身影。大阵被毁9座，药田被毁，新开10座修炼道场，导致我神影峰山体根基被毁。顿了顿，林颖目光凝聚在朱脉峰主身上。你们怎么赔？赔！剑宗朱脉场地有限，而你们不过弟子数人，独占神影峰一条灵脉。韩玉峰主沉声道。不过开辟10座修炼道场而已，却有望多出不少真传弟子立在宗门。不错，神影峰整条灵脉属实浪费，距离7大圣地收徒不足半年，让他们入主神影峰苦修。若能因此多几个进入7大圣地的资格，你们神影峰大功一件。9脉之一，惊雷峰主点头开口。诸位也是这样想的。林颖笑了起来。不错，林颖，神影峰这条灵脉的确该分享出来。不少声音同时响起。懂了。林颖点头。那就偿命吧。话音落下，林颖刹那转身，嗡，剑迎天地，剑气猛烈激荡，贯穿真空。赤，方才从药田中走出的一人，胸膛鲜血飞溅。你想杀我？这名弟子惊怒交加，触电般暴退。林颖大步踏出，长剑横空，分明简单随意的剑招，却封住了这名弟子所有的生路。狼狈的身影踉跄退避，同时灵力疯狂运转，妄图挡住林颖，可惜差距太大了。足足9道剑气瞬间贯穿而来，嗤然一声穿透了这名弟子的胸膛。剑体转动，抽离，砰！胸膛鲜血炸开，出现一道醒目的血窟窿。这名燃血9重天的内门弟子命绝当场。你杀了亡灵！在场几名弟子大吼，谁都没有反应过来，数个呼吸前还活生生的亡灵，眨眼成了一具尸体。别急！林颖转身，顷刻间再度刺杀而出。身躯奔走大地间，足够雄厚的气血与灵力支撑下，一剑如奔雷。不，放过我！从药田走出的另一人绝望开口，灵力却本能的疯狂催动起来，手中同样是一柄剑，妄图挡住林颖。当，双剑对撞，这名弟子只感觉到一股凶狠至极的剑气强行透过剑体而来。不！惨叫声响彻，这名弟子整条手臂寸寸碎裂，伴随着狂暴的剑气，劲气当场炸成了血雾。住手！不远处站着的穆青怒声训斥，山外虚空中汇聚的诸多身影纷纷震怒，然而没有用。转瞬间，林颖出现在这名弟子面前，看着那张充满恐惧的面容，林颖却毫无怜悯之意，一剑无比精准，刺杀在其心脏之上。砰！随着心脏炸碎，一具尸体轰然倒在地上。一下子，四周天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诸多目光死盯着那2具尸体，还未回过神来。前后不到20个呼吸，2个潜力极大的内门弟子就这样死了。这里是清玄剑宗，剑宗内部这等场面10年都难遇一次，无数弟子简直做梦都想不到，这一切都是林颖干的。远处一些境界稍弱的弟子被吓得脸色苍白，四肢无力，莫名的颤抖。混账！剑律大长老凌空踏出，给我住手！林颖默然看着那一道身影，没有任何的忌惮。下一刻，龙迎天地间，轰隆！一道粗大的龙爪降落，恐怖的力量贯穿下来，惊天动地，凶狠镇压在了剑律大长老的头顶。血染青天，剑律大长老半边身躯都快裂开，从虚空坠落大地，惨烈至极。只是一瞬间而已，谁都没有料到，那些站在虚空一侧的朱脉高手面容不禁抽搐了一下，无数目光汇聚在那虚空中的4条银白龙影身上，内心颤抖，充满恐惧。这便是那位神影峰主当初亲自布置的苍龙大阵吗？怎会如此可怕？剑律大长老可是修成强大元体，只差一步便可凝聚金丹的大高手，竟被那龙影一爪子打个半死。喜欢传我神影峰吗？林颖福现出冷酷至极的笑容。有着苍龙大阵开启，可保神影峰无忧。神影峰下整条龙脉支撑大阵运转，足够坚持几个月时间。而三师姐数日之后就回来了。林颖，你收起大阵，我们好好说。惊雷峰主一反常态，露出和蔼之色。你误会了，我们没有恶意，只是不想让你失足酿成大错。飞羽峰主立即开口。林颖只觉得讽刺至极，他总算知道为何那萧无望已带走自己一滴本命之血，剑律大长老依旧要罚自己去见唐面壁10日，不过是将自己移开，让其他朱脉弟子入主神影峰罢了。但
若是没有朱脉峰主级别的人物亲自授意，给这些家伙10个胆子也不敢在神隐峰乱来。最坏的就是这些家伙，一群老狗。林颖冷笑，今天我就陪你们好好玩，既不想让我误会。那边，林颖戏谑地望着前方虚空，说说如何赔偿我神隐峰的损失吧。损失？神隐峰有什么损失？你是说被他们吸收的灵气吗？飞羽峰主语气顿了顿，然后道：这样吧，林颖，你若是不满意，我代表自己私自赠你3枚地级丹药。喜欢装傻？林颖笑了笑，深深开口：事不过三，我给过你们2次机会了，你到底想如何？飞羽峰主开口。林颖，一步错，步步错。轰！就在这顷刻间，林颖转身，气血爆发，手中的剑瞬间刺出，直接轰向站在神隐大殿前的一人。洛尘风，真传弟子李岩。铮！剑体铮鸣，李岩瞬间拔剑，强行挡住林颖的一击。林颖，你真的疯了？李岩脸色难看。今日你手染数条人命，这已是死罪，敢动我这真传弟子，就算你是神隐峰小师弟，也要付出代价。尽管很难相信，但一个照面，李岩已明白和林颖的差距。敢闯神隐大殿，你已经死了。林颖神情平静，体内双气海同时震动，刹那一剑如闪电，风雨剑术。李岩避无可避，当场暴喝，剑气激荡，挥洒天地间，如同一片雨幕在前方，连连阻挡林颖的进攻。然而只是3个呼吸，赤一剑点杀在李岩眉心中间，鲜血涌现，李岩发出绝望的狂吼，手中的剑脱手飞出，一道身影砸落在地上，颤抖抽搐着。木青，救我！地上的身影艰难转过头，看向站在神隐大殿前方的木青。林隐，你敢杀他，就是在挑衅我木青。木青脸色沉郁，寒声开口。林隐无视其他，一步踏出前方，一脚狠狠践踏下去。咔嚓！李岩胸膛肋骨全部碎裂，一口血溅喷出10米远，眼皮动了动，瞳光彻底涣散，血魂镜3重天暴毙。神隐峰外彻底炸锅，千百人聚集，却只能瞪大眼看着林隐杀死李岩。诸多弟子就罢了，站在半空中的一众剑宗高层皆神情复杂，大多阴沉至极。清玄剑宗建立无数年，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这尊神隐峰小师弟简直无法无天，比他那几位师兄师姐更加乖张。再敢动手，你死罪难逃。韩玉峰主再度变脸。你放心，他们一个都活不了。林隐回应着韩玉峰主，已再度锁定一人，废了他。木青震怒，四周11道身影同时冲了上来，尚且活着的基本上全部都是真传弟子，你们一起死吧。林隐神色淡然，无形无质的神念笼罩八方，天地四周真空一切全部都呈现在了他的脑海中。11尊真传弟子联手围剿，何等的强大。然而这一瞬，林隐踏出一步，砰！刚才立足之地真空震荡，众人的武技轰杀在了虚无之中。吃了！转瞬间，林隐转身便是一剑，剑气锋锐至极，切割真空。一名弟子惨叫，整条手臂已经被斩断，鲜血扬起，其他10大弟子莫名的心神颤动。嗡！一名弟子耳旁传来剑气嗡鸣声。不！这弟子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声，声音转瞬间戛然而止。太阳穴出现了血洞，鲜血汩汩，身躯当场砸在地上。神隐山下隐约看到这一幕，人群骚动，不少女弟子以及一些新人弟子发出惊恐尖叫，大部分都是聚气、炼体、燃血之境的弟子，待在宗门甚至很少出去历练，如同被养在温室之中，平日里争执也就是互相比拼打一架罢了。他们何曾见过这等血腥场面？活生生的真传弟子啊，就这样死了。然而不过片刻间，无数弟子脸色惨白，彻底呆滞，从最初的惊悚恐惧变得有些麻木。那神隐山上前所未有的惨剧发生，林隐身躯游走变幻，从始至终没有一丁点伤势，但几乎每一剑杀出，都有一名弟子出现致命的伤，一具具身体相继倒下，基本上宣布死亡，根本没有挣扎的机会。10几名真传弟子眨眼剩下了最后一人，众人眼中林隐仿佛在戏耍着一切。不知何时，天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山下无数弟子心跳急促，看得头皮发麻。有弟子余光朝着虚空一侧看去，站在那片虚空中的诸多清玄剑宗长老、峰主不知何时全部沉默了。一群废物！神隐山上，林隐冷漠道：几日时间，虽然没来得及修炼太多武技，不过身为天级神念师，10几尊弟子的出手轨迹
根本就避不开他神念的锁定，不可能带给林隐任何威胁。神窍境之下，除非人山人海，否则不过是林隐单方面的屠戮罢了。神念师不见得可怕，境界强大也不见得可怕。可境界强大的神念师一旦开启战斗，简直就是极度恐怖的人形杀戮武器。如当今蛮师清玄剑宗第一高手神隐峰主陆长空，如林隐，该你了，木青。林隐一边擦拭剑体上的血，不急不缓地说道：脱下这套战甲，我答应给你个痛快加全尸。你真敢杀我不成？木青神情难看，盯着林隐。我是宗主一脉，问道峰弟子。20个呼吸。林隐说完便不再理会木青我大哥，是牧尘。木青声音高涨几分，无形中多了几分威胁。10个呼吸。林隐手中的剑已经抬起。林隐，住手！你杀了他也会死的。神隐山外的虚空中，星光峰主神色复杂，终究忍不住开口：牧尘出关，必要杀你。按照规矩，弟子之战，陆峰主回来都不能插手。牧尘。林隐扫了星光峰主一眼。牧尘，众弟子之首，清玄剑徒，当今清玄剑宗唯一传人，最强天才。也不怪这木青如此胆大，敢毁坏神隐峰的一切。记忆中那位清玄剑徒的确是不简单，乃是真正具天赋、气运、荣耀于一身的人物。不过连萧无望这位龙哥龙子，林隐都敢惹，牧尘算什么东西？刹那间，林隐一剑落下，轰隆，一股极其强大的反震之力出现。林隐瞳孔一缩，就看到木青身躯被一道淡金色的光芒守护其中，挡住自己一剑。不破王符。林隐看向木青手中握着的一块符箓，这是剑宗神兵殿铸造出的顶级宝物，虽不是武器，但镀入灵力催动起来，防御强大至极，连金刚境高手的攻击都能挡住。嘿，林隐，你杀不了我。木青森森冷笑，目光有些怨毒，害我浪费了不破王符，你会付出代价的。我大哥出关必会杀你。话音落下，木青手持符箓朝着前方走去。林隐平竟拿出了神隐封令牌。林隐，你不要冲动。星光峰主身侧，苏宁儿不知何时出现，大惊失色。轰！虚空天爆，银白色的龙爪如天地大印轰落下来，10米外一片血雾随之炸开。木青死了，尸体成了破烂口袋，不成人形，简直惨烈到极点。伴随着血雾散去，天地静悄悄一片，便是站在虚空中的那些清玄剑宗高层，有些都闭上了眼睛，不忍直视。没有人想到这样的结果，百无禁忌，无法无天。韩愈峰主声音沉冷彻骨，打破寂静。自从我们清玄剑宗建立以来，从未出现过你这样的弟子，现在出现了。林隐扫了韩愈峰主一眼，诸位还不滚，是自找没趣吗？苍龙大阵护你一时，护不了你一世，哪怕陆长空活着回来，你也要死在牧尘手中。韩愈峰主厉声道。牧尘，拭目以待吧。林隐耸了耸肩，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无钢骨，安身不牢。因为忌惮牧尘，而今日选择忍气吞声，任凭这木青安然离开。林隐做不到，前世的一切委曲求全不可能在今生重演。随后林隐看向了半山腰，不想死就滚上来。几名弟子闻声悄然松了半口气，急忙朝着山顶而来。尸体收拾一下，然后滚。林隐冷漠道。是，林师兄。几名弟子战战兢兢，很快将殿前清扫得干干净净，几趟就把尸体搬至山脚。在林隐的默许之下，急忙离开了神隐峰。林隐，你没有几天可活，陆长空已经倒了，境界恐怕都废了，看后面谁能护着你。虚空中，韩愈峰主大袖一甩，阴沉着脸踏空而去。我们走。其他飞羽峰主、惊雷峰主等朱脉峰主，让人抬着重伤的剑律大长老也很快离开此地。林隐撇嘴，这么多年，神隐峰与珠峰相安无事，清玄剑宗借着师尊这位清玄第一高手乃至当朝蛮师的身份，享受了多少好处。如今师尊出事，清玄剑宗不但没想着去解救，竟然先来染指神隐峰，墙倒众人推，这吃相也太难看，太现实了。不过今日惹了朱脉峰主、长老，林隐也并不在乎。从朱脉高手齐聚剑律大殿，配合剑律大长老审判自己，从他们放任萧无望降临清玄剑宗，带走自己一滴本命之血开始，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对林隐而言，在乎的只是神隐峰的人与物而已。林隐，我可以入山吗？就在众人相继离开时，星光峰主身侧，苏宁儿突然开口。宁儿。星光峰主秀眉皱起，低声开口。你也疯了？林隐已经是个死人了，你还要和他沾边？跟我回去。不，师尊。苏宁儿神情复杂。
弟子已经是他的人了，那又如何？婚约已经退了，你们再无关系。凭你的身份与样貌，未来别说剑宗内部，便是整个大蛮王朝境内的天才妖孽都随你挑。星光封主拉起苏妮儿的胳膊，我不回去。苏妮儿挣扎着，再度看向沈影峰。林隐，我要入封。起开，离我沈影峰远点。林隐忍不住转身开口，我再说一遍，你我婚约已经解除了。昔日婚约在身，这苏宁儿怕自己圣女身份受影响，疏远自己。如今一切敞开了，婚约解除，这苏宁儿反而缠上自己了，又想入山，有毛病。我可以帮你打听陆封主和他们的消息。见林隐如此冷漠，苏宁儿急忙道。林隐沉吟瞬息，看了苏宁儿一眼，打听到了再说吧。说完就直接进入了神隐大殿。真让其入封，那还了得？谁知道这苏宁儿安的什么心？万一缠自己这修炼了神魔炼体诀后，年轻健壮气血旺盛的身子呢？不得不承认，苏宁儿样貌身姿足以傲视大蛮王朝，但那又如何？红粉骷髅，白骨皮肉，怎及逆道长生，千秋不灭？七情六欲，众生难免。但孰轻孰重，林隐还是分得清的。那林隐根本不将你放在心上，你这是何必呢？星光封主叹息一声，看着自己这个执拗的弟子。苏宁儿抿着嘴，神色黯然，不再说话。神隐大殿中，回到了内殿，林隐盘坐在此，皱起了眉头。清玄珠峰的嘴脸如此丑陋，恐怕是心里没有太多忌惮了。看来师尊的情况比想象中的更差，难道真的如那萧无望所说，师尊将要变成废人？只是现在自己如同被困在神隐峰，动不了身。事实上，就算真的前去王都，也进不去太医殿。只有大师兄能见到师尊，但现在大师兄因战败而被降职，恐怕还有其他惩罚，一时半会同样见不到。还有数日，等三师姐回来再说。念及至此，林隐进入修炼状态，神念涌动之间，立刻就从体内引出了一道印记。白色的印记上面9道黄金之色的纹痕显化，散发着神秘特殊的气息，正是当日那一道得自神木之中的神印。不过当时因为苏宁儿带着三师姐的信进来，并没有机会将之炼化。半部黄级神印，林隐自言自语，不要让我失望。催动神魔炼体诀，一股灵力顿时将神印包裹，开始了炼化。炼化之间，渐渐的这9道纹路不断变化了起来。上面的一道金色纹路突然间扭曲变换，然后融入林隐掌心血肉之间。顿时林隐身躯猛烈一震，一下子血脉如同复苏一般，突然变得活跃起来。那印记在四肢百骸中游走，逐渐融入了血脉之间。随着几十个呼吸后，身躯居然蔓延出一道血红色的光晕。这是气血光晕，是体内的气血突然壮大，同时血脉本质提升而产生的变化。舒服，我的血脉之力增强了至少2倍。林隐心中自语，然后便开始炼化第2道金色纹路。片刻后，笼罩林隐的光晕变得更加浓烈，又提升了，已增强至3倍。林隐心惊。第3道纹路，第4道纹路不到半个时辰的时间，已炼化神印之上的9道纹路轰。伴随着第9道纹路炼化，林隐一口吞掉剩下的神印本身，一下子体内传出轰隆隆的震荡，气血充盈，血脉之力蜕变，在片刻之间已增强10倍。这，林隐心灵狠狠跳动了起来，不可思议，不到半个时辰而已，自己都没有吞服丹药、灵液，甚至天露等各种进补之物，然而血脉之力赫然足足变强了10倍，这是何等的夸张！如果传出去，必定惊世骇俗。神印，神之印记，这印记居然如此吓人，前世那些家伙究竟享受了怎样的好处？林隐喃喃，前世300年，虽对那些上古神木熟悉至极，但毕竟没有亲自炼化过神印，哪怕最垃圾的神印都没有炼化过。这一刻才感受到神之印记的强大与逆天，怪不得前世伴随着诸多上古神木的相继开启，这9荒大陆中冒出了诸多强大骇人的血脉、体质等等。自己得到的这一道神印虽然已经很珍贵了，但也只是半部黄级神印，上面还有真正的黄级神印、神级神印、地级神印。若能得到其中之一，自己的血脉、体质会产生怎样的变化，简直不可想象。我没记错的话，那些降临者最开始近1年都只是开启神木，搜刮其中的各种无上神物与传承，并未发现神之印记的玄妙。林隐目光闪烁，念头涌动，毕竟当古老的神木开启，里面可能存在着惊世至宝、无敌功法、顶级传承，自然没有人会注意到神木外面那大多古旧破烂般的墓碑。但这是天大的好事，这代表着自己拥有绝佳的机会，能够提前近1年搜刮神印。
哪怕某些神木并不是自己开启的，都可以前去捕获墓碑中隐藏的神之印记。念头运转之间，灵隐便脱离修炼状态，突然站起身来。念头随意移动，噼里啪啦，体内的一股股强大气血涌动，筋骨同时发出爆鸣之音，四肢之间力量滚滚，本能的一拳打出，砰！真空出现了音爆之声。境界未曾蜕变，依旧是血魂境一重天，但灵隐感觉到自己的战力至少增强了数倍，哪怕不动用神念，都仿佛能够一拳打爆血魂境6重天、7重天的高手。舒服！灵隐收功，同时探出手掌心，掌心之上一团血脉神光浮现出来。但诡异的是，这血脉神光竟然不是纯粹的嫣红之色，而是在红色之间夹杂着缕缕金光，诸多金光如同星光一般点缀在血光之中，蔓延出一缕缕神性精华。特殊血脉终于诞生，灵隐心情畅快至极。这是星辰霸血，血脉榜上万排名，星辰霸血排名9560，只是吊着血脉榜的尾巴，但够了。只要入了血脉榜，哪怕倒数第一的血脉放在9荒天地间都已是顶级血脉了。当今清玄剑宗9脉弟子加起来足有数万，但拥有特殊血脉者不足10人，而其中能登上血脉榜的，算上灵隐的星辰霸血，也只有3种而已。修炼不可能一蹴而就，灵隐很清楚自己已经完成了初步逆天改命，武道天赋已经超越了清玄剑宗9成9的弟子。最重要的是，这种血脉只是暂时的，只要能开启其他上古神木，得到神印，那么让星辰霸血蜕变上去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霸血不止1、2种，什么雷霆霸血、虚空霸血、万象霸血、烈焰霸血等等。灵隐记忆中前世9荒天地出现过的霸血就有足足上百种，尤其有一尊降临者，不知道得到了怎样的机缘，诞生出了一种至强血脉天地霸血，因此而成为了前世降临者中的最强妖孽，天赋、战力甚至不在月清仙之下。让我想想，下个月蛮荒之中会有2座新的神木出世，其中一座就在大蛮王朝境内。灵隐陷入思忖，在何处呢？具体在哪儿出世的？一时间灵隐还真想不起来。前世灵隐是在第2次天门开启之后，那些真正的上神降临下来，被月清仙打入生死印，从而失去自由身，才跟着那些家伙前往9荒各地寻找神木的。在此之前出世的一些神木，其中一部分灵隐并不熟悉，只能凭记忆推演地点。而就在灵隐不断推演之时，灵隐，给我滚出来！一道极尽愤怒的怒吼声如雷霆炸动，震龙发聩，传入神隐大殿。思绪被打断，灵隐冷漠看向神隐大殿之外，居然还有人找死。片刻之间，灵隐踏出殿外，远处一尊青年踏天而行，徒步丈量虚空。青年长发垂落，面容威严，身穿银色长袍，每一步踏出都让虚空传出隐隐的震动。一眨眼，青年已经来到了神隐峰外，气势之强盛、凌厉、霸道，简直是灵隐在这清玄剑宗众弟子中所仅见。其身躯四周缠绕着一道道真空剑气，将其本体包裹在其中。莅临此间，简直如一尊年轻的剑神当面，强盛的气势可以将无数弟子都压制下去。清玄剑宗传人，唯一剑徒牧尘。灵隐有些意外，记忆中这个时候牧尘还在闭关之中才对。不过这是化身，不对，这家伙是神窍境，这是神魂出窍。灵隐，谁给你的胆子？就在这一念间，牧尘冷酷的眸子锁定灵隐，你居然敢杀死穆青，杀死我的亲弟弟！灵隐冷漠开口，你弟弟穆青自作孽不可活，敢闯入神隐峰乱来，死不足惜。好一个死不足惜，你好大的狗胆！牧尘滔天的杀机蔓延，怒火汹涌，不过勉强踏入血魂境，依旧是废物一般，便行事如此乖张。顿了顿，牧尘声音森森，再度开口，滚出来，我要你死！不，我死了弟弟，用你们神隐峰所有人的命来偿！你说什么？灵隐双瞳扩张，猛然踏出一步，不知死活的东西！牧尘厉声道：这些年神隐峰一脉不将我剑宗规矩放在眼中，行事皆无法无天，真当清玄剑宗是你们神隐峰开的，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身为剑徒，未来宗主，今天我就先宰了你这个小废物，改日再将你那老废物师尊也驱逐出去。够了，牧尘！星光峰主的声音传来，眉头紧皱。这些年若无陆峰主存在，我们清玄剑宗也不可能成为大蛮王朝的顶级大宗。你身为剑徒，说话怎能如此恶毒？随着牧尘这位剑徒出现，不远处半空中一些清玄剑宗的长老、峰主再度前来了。便在顷刻间，星光峰主再度开口：牧尘，
你弟弟的事情后面再说，你先回去安心闭关，未来7大圣地收徒。我们清玄剑宗虽有一个直接加入清玄道门的名额，但你若能通过考核，那么剑宗将有2名弟子能加入清玄道门。闭嘴！沐尘转过身，当即冷漠开口：星光峰主，你在叫我做事？你说什么？星光峰主脸色顿时冰冷，散发出不可抑制的怒意。刹那间，天地寂静，远处无数弟子瞠目结舌。沐尘，这位清玄剑宗的当世传人、当世剑徒，竟连9脉峰主之一的星光峰主都敢训斥，你放肆！星光峰主厉声道：你虽为剑徒，但敢如此挑衅本座，想拉偏架，你算什么东西？我死了弟弟，知道吗？你让我回去安心闭关。沐尘当即打断星光峰主，露出不屑的笑。还有，我已加入清玄道门，至于未来7大圣地收徒，清玄剑宗众弟子若无法通过考核，便是自己废物，实力不济，与我何干？你说什么？星光峰主脸色一变，你已加入清玄道门？不只是星光峰主，远处那些看热闹的弟子也炸开了锅，尤其一些真传弟子脸色煞白。正如星光峰主所说，在清玄剑宗所有人看来，沐尘这位剑徒的天赋足够强大，未来可以直接通过清玄道门的考核，那么属于清玄剑宗的那个名额自然就空了出来，其他弟子也有机会争夺。沐尘这一句话便如同宣判了其他所有弟子的命运，阻断了这些真传弟子的上升之路。可惜再不爽也没办法，谁让自己实力不济。不错，不日之间，使者大人将会前来接引我去清玄道门修炼。沐尘面容冷傲，至于你再敢多嘴，阻拦我杀林隐这该死的东西，那就从峰主的位置上滚下去。星光峰主这位置有的是人坐。众目睽睽下，星光峰主的表情僵硬，终究选择了彻底闭嘴。所有人都明白，沐尘如果真的已经加入了清玄道门，未来就真的是这清玄剑宗之主。宗主之位20年一换，距离下次继任还有4年，没有人能和沐尘争了。滚出来，受死吧，林隐！沐尘不再理会星光峰主，转身看向林隐。嗡！林隐目光一闭，一睁，四周真空发出嗡鸣颤音，原本平静的空间中荡起无形的涟漪，神念涌动，宛如虚无的风暴。只是隔着苍龙大阵，任何人都发现不了。便在顷刻间，林隐探手而出，空荡荡的掌心之中，淡金色的光芒赫然浮现，一柄淡金色的剑体居然缓缓凝聚出来。血魂境，气血足够强大，可凝聚魂冰。魂冰神剑在手，杀！吃了！眼前的空间发出一声刺耳的音爆，简直没有任何的预兆。林隐一剑当空刺出，如一剑破碎虚空。没有人能反应过来，这一剑已经穿过大阵，来到沐尘的面前，一剑狠狠轰杀在了沐尘的胸膛之上，就这样直接穿透了过去。你！沐尘气息顷刻混乱，当即低头看着洞穿自己胸膛的剑体，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只在下一个瞬间，轰！剑体内部便有一股极其狂暴的神念炸开。此刻的沐尘乃是神魂出窍，神魂之体。一瞬间，伴随这股神念的爆炸，沐尘的半边身子便在剑宗无数人的震惊目光中直接炸碎，无数碎片眨眼烟消云散。这尊前一刻还目空一切，连星光峰主都敢训斥的剑徒，一下子身躯摇曳，在虚空中颤抖起来。无法形容的危机已经侵占了心头。趁你病，要你命！林隐冷笑，虚无的神念疯狂涌动，就这样隔空一抓。在清玄剑宗无数人的眼中，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大手探出神影锋，便在这顷刻间，这大手握住了半空中狼狈的沐尘。砰！只见那沐尘残破的神魂在坚持了不到1/10个呼吸后，砰然爆开，成了漫天碎片。不，林隐，你放肆，快住手！远处足足10几道声音同时惊惧开口，但是已经迟了。诸多踏空而来的清玄剑宗峰主、长老，连沐尘的神魂碎片都没有抓住。抵达神影峰前方的时候，已经空空如也。几乎与此同时，清玄剑宗深处，一座静寂森严的大殿之中，噗！盘坐在大殿内正在打坐修炼的一道身影闷哼一声，喷出一口血剑，正是沐尘的本体。神魂被林隐轰碎，本体受到了不可逆的重伤反噬。该死！沐尘狂吼，言语之间又是一口鲜血喷洒，一下子变得无比虚弱，摇摇欲坠。而此刻的神影峰前，无数怨毒般的目光全部都死盯着林隐。神念师，林隐，你居然是神念师！寒玉峰主简直在大吼：你敢动沐尘的神魂，死罪，死罪难逃！动他又如何？林隐看着气急败坏的朱脉峰主，当即露出讽刺的笑。若是本尊前来，
我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不过，顿了顿，林颖冷傲开口：“神魂出窍，妄图前来杀我林颖，简直是死不足惜！你怎么敢的？”虚空另一侧，惊雷峰主震怒连连，一群清玄剑宗的高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几日之间，林颖杀了多少弟子了？牧尘行事狂傲，敢训斥一峰之主，那是因为人家是剑徒，是剑宗传人。关键是牧尘已经加入了清玄道门，有这层身份，就算是在宗内掀翻了天，都不用受到任何惩罚。可林颖凭什么敢如此行事？有何不敢？林颖显得风轻云淡。前世被岳清仙用生死印记掌控后，从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到最终眼睁睁看着生灵涂炭，酒荒崩溃。什么血腥场面，什么生离死别没见过。重活而来，他的内心无比强大。滚出来，林颖，你犯大事了，死罪难逃。我们清玄剑宗绝不可能被你一个小小的血魂境弟子搅混。九峰之一飞羽峰主怒声开口：“给你一盏茶时间，不滚出来受罚。今天我们这些老骨头，大不了浪费一些心思，也要掀了这苍龙大阵，是吗？那我倒是好奇，凭苍龙大阵的力量，能否把你们几个老家伙杀干净？”林颖平静看着飞羽峰主，这朱脉峰主与长老，自己的确是奈何不了他们，但若是真敢强闯神隐峰，惨死一大半都是少的。飞羽峰8大长老听令，即刻前来神隐峰，与我联手破阵。飞羽峰主当即震怒。惊雷峰7大长老听令，即刻前来神隐峰。惊雷峰主随之开口。寒玉峰众长老听令。寒玉峰主再度道。清玄九脉各大峰主相继开口。顷刻间，诸脉长老纷纷朝着神隐峰破空而来。不知不觉，神隐峰前天的充斥一片肃杀之气。那就你们也去死！见状，林颖很干脆拿出了神隐峰令牌，准备引动诸多杀阵。轰！就在这一刹，虚空轰隆震颤，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就见一杆染血的长枪从天空贯穿下来。吃了！长枪直接洞穿一尊寒玉峰长老的肩膀。啊！这尊长老惨叫着坠落大地。谁敢动我师弟？死！随着霸道十足的声音传来，一尊青年从虚空急剧降落。砰！不偏不倚，降落在那尊长老身侧，狠狠一脚践踏下去。这尊寒玉峰长老胸膛坍塌。是！青年一把拔出长枪，嫣红鲜血喷射大地，触目惊心。堂堂一尊长老，竟当场暴毙。远处无数弟子眼睛抽搐，心脏跳动，浑身发冷。敢围攻我神隐峰，那你们就一起去死！青年浑身蔓延着铁血杀戮的气机，长枪抬起，一滴滴鲜血滴落，无比可怖。二师兄！林颖看着突然出现的身影，简直又惊又喜。二师兄聂青云，算起来也得300多年未见了。此刻看着二师兄的身影，那熟悉而又仿佛陌生的面孔，林颖的目光闪烁，一时百感交集。前世九荒开始崩溃的时候，自己无数次想见二师兄一面，哪怕只是一面，可惜根本没有自由。只在数年后，从岳清仙口中听到二师兄被一群降临者一起围杀而战死的消息，可惜最终连亲自送二师兄一程的机会都没有。哈哈哈哈！林颖心中大笑，突然心情畅快至极。这一世，二师兄还没有死，这就够了。同样的悲剧不可能重演，便在林颖这一念之间。元体！寒玉峰主惊怒连连，骇然开口：“聂青云，你外出历练不足1年，居然踏入了元体境，这不可能！”无数双眼睛皆凝聚在那片大地间，一些眼力非凡的剑宗长老、峰主同样充满震惊。不只是出入元体境，而是元体境8重天。今年勉强不到23岁的元体境8重天，这是什么概念？那尊执掌刑罚、身份极高的剑律大长老，也不过元体9重天罢了。今日在场的大部分剑宗长老，皆修炼近100年，都只是在元体境2、3重天徘徊。神隐峰5大弟子，武道天赋最强的一位，真能强到这种地步？聂青云没有回应寒玉峰主，而是眸光扫过前方众人。听说你们对我神隐峰很不满，方才还匆匆聚集过来的诸脉长老，全部都死死闭着嘴巴，完全变成哑巴。这些天，不少关于神隐峰主陆长空废掉的准确消息传来，加上神隐峰上只有一个灵隐，很多人潜意识记忆中行事低调、单纯无知、毫无威胁的灵隐，不禁让清玄剑宗内很多人蠢蠢欲动。可这一刹，看着尊被杀死的长老，感受着眼前这位神隐峰2弟子的恐怖，他们心中的恐惧再度浮现，仿佛这一刻才醒了过来。或许神隐峰主陆长空真的废了，可其身边的5大弟子，哪个是肯轻易吃亏、任人宰割的主？今日是误会。有长老开口，说完居然头也不回，匆匆离去。
刚刚最为激进的飞羽封主、惊雷封主、寒玉封主脸色铁青，一时间进退两难。师兄，林颖已经走下了神影峰，来到二师兄身边，笑容灿烂。小颖，聂青云转过身来，看到林颖，冷酷的面容顿时温和起来，立即上下打量着林颖的一切。师兄，我没事。林颖顿时开口，没事就好。我收到了苏妮儿传来的消息，就赶回来了。聂青云抬头看了一眼开启的苍龙大阵，又欣慰看着林颖，小颖真是长大了。你们不在，我自然要看好神影峰，可惜药田已经毁了，还有大师兄的那副战甲也碎掉了。林颖说着，脸色变得沉冷下来。都是身外之物，你没事就行。聂青云冷冷扫了陆续离去的朱脉高手一眼。我们先回峰慢慢说。林颖摇了摇头，眼中浮现一抹杀机。二师兄，我先去宰了牧尘。剑屠。聂青云耸了耸肩，人在何处？我去杀了。在悟心殿闭关，刚被我重伤了神魂。林颖开口，师兄既然回来了，正好帮我拦住这些老东西，我去动手也好。聂青云沉吟瞬息，抓起林颖的胳膊，一步踏空而起，师兄弟二人直接朝着剑宗深处悟心殿的方向而去。不过数个呼吸，看到林颖二人的身影，诸多未散尽的清玄剑宗高手惊疑不定。飞羽峰主面色微变，站住！你们要做什么？前面是悟心殿禁区，禁止踏入。虚空之中，剑如流光。未曾理会飞羽殿主等人，师兄弟二人很快来到剑宗珠峰后方。这片区域如剑堂所在之地，颇为幽静，无任何弟子噪杂喧哗，的却算是剑宗的禁忌区域。从二师兄的剑上跳下，林颖目光扫过，100米之外便是一座孤零零的大殿，上面刻印着3个字：悟心殿。算不上雄伟壮观，但在这清玄剑宗内却是人人趋之若鹜的宝殿。据说悟心殿在建立之初融入了一种珍贵的神石悟道石，在其中修炼能很快凝神静心，修炼起来事半功倍。往往是珠峰之主一些特殊的长老在需要破境或修炼关键之时才有资格进入悟心殿中，不过如今却是牧尘这位当世剑徒剑宗传人的闭关地，师弟要小心一些。聂青云开口，同时以剑站在此地。林颖点头，直接朝着悟心殿走去。几乎与此同时，诸多身影已迅速赶来此地，见聂青云站在这里未动，皆悄然松一口气。至于林颖，一道道目光扫过，看着林颖走向悟心殿，有几名长老甚至冷笑起来。飞羽峰主也降临了，眼中闪过一缕杀机，反而有些期待。林颖，那是悟心殿。飞羽峰主突兀开口，声音洪亮，有些戏谑。你前去做什么？赎罪吗？林颖置若罔闻，依旧不疾不徐走向前方。悟心殿内，林颖，赎罪。牧尘盘坐此间，双瞳陡然暴睁，目光透过殿门窗户，已看到不远处走来的林颖，双拳紧捏，咔嚓裂响。找死的东西！牧尘目光阴翳，凄寒彻骨，神魂出窍，若被打碎，必定垂危。但所幸之前因在此苦修的缘故，不能神魂彻底离体，本就是一半神魂出窍，也因此保住半条命。此刻吞下几枚续命丹药，以勉强稳住气息，战力只剩5成，但5成战力斩杀一尊血魂境，绰绰有余。地狱无门，你闯进来！牧尘声音凄寒彻骨，咯吱，悟心殿就这样被推开。林隐，你真是狗胆包天，竟敢斩杀我的神魂！看到出现在门口的林隐，牧尘的杀意无法抑制赎罪。你拿什么赎罪？不等林隐回应，牧尘森森冷笑：你完了，闯大祸了，知道吗？不只是你，你们神影峰一脉也完了。我已经沟通道门使者，他已在来的路上。道门使者？林隐挑了挑眉，来的路上。哼，不错。牧尘冷傲开口，等使者大人降临，你们神影峰一脉全部要死。轰！这一刹那，牧尘脑海有惊雷炸开，脑袋撕裂般的剧痛让这座悟心殿传出无比凄厉的惨叫声。牧尘刹那匍匐在地，整张脸因痛苦而不断扭曲。你的神念！在地上颤抖翻滚，牧尘声音沙哑颤抖。我的神念自然比你更强大。林隐来到牧尘旁边，平静开口，抓住了其脖颈。砰！不等牧尘回应，林隐猛地用力，牧尘的眉头狠狠磕在青玉地板上，一片血水顿时四溅。砰！又是狠狠砸落。啊！惨叫声变得尖利至极。砰！脑袋再一次砸在地上，随着满地鲜血，牧尘的身子抽搐了起来。只是这一刻，被林隐一股狂暴的神念所伤，原本破碎一半的神魂彻底重伤，毫无反抗之力。林隐，
你敢用神念偷袭我？牧尘双目充血，不禁狂吼。轰！就这一瞬，林隐左手狠狠一拳轰出，牧尘触电般蜷缩一团，气海被林隐一拳打穿，一身灵力几乎在数个呼吸间全部泄露。偷袭！我林隐16岁已开启神念，杀你何须偷袭？林隐的神情冷漠，淡然开口。16岁开启神念，牧尘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但这一刻几乎濒死的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武道境界达到神窍境才能诞生神念，诞生神念后前去开启星辰塔，若能开启第2层才能算是神念师。而林隐16岁时不过才练体境吧，练体境已拥有了神念，根本不需要前去开启星辰塔来印证天赋，这是天生的天级神念师。而且神念师天赋比龙阁那位逆天龙子萧无望更恐怖。怎么可能？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神隐峰一脉眼中，你这个剑徒才是废物。林隐看着牧尘，只是区区清玄剑徒的身份我们瞧不上，懒得与你争罢了。话音落下，林隐抓着牧尘从悟星殿拖了出来。什么？那是牧尘。远处无数人神情大变，聚在聂青云前面的朱脉峰主更是头皮发麻。林隐，你想做什么？放开他！飞羽峰主怒声开口，看着奄奄一息几乎只吊着最后一口气的牧尘，飞羽峰主一时间有些慌乱不安，甚至深深后悔。从神隐峰台下10几名弟子的尸体后，他非常清楚林隐的作风，绝对是真敢把牧尘这个剑宗传人给杀了的。都滚开！林隐拖着牧尘很快来到二师兄身边，四周围满了长老与峰主，全部都目光死死锁定林隐。可看着随时都能被林隐一巴掌拍死的牧尘，谁都不敢轻举妄动。二师兄聂青云低头看了一眼牧尘，怎么还拖着？宰了呗，等会解决。林隐低声道。先回神隐峰。好。聂青云点头，扫了四周一眼，都不滚开吗？都让开。飞羽峰主等几位峰主急忙挥了挥手，无比忌惮，只能眼睁睁看着林隐师兄弟二人带着牧尘远去。回到神隐峰，聂青云笑道，其实没必要抓他当人质，这群老家伙不敢真的亲自下场和我一战的。不是。林隐摇头，清玄道门似乎马上有人要来了。原来是这样。聂青云点了点头，随之瞥了牧尘一眼，可惜拖过来有点脏了，我们神隐峰。听到这话，地上的牧尘不由得抽搐了一瞬。在等清玄道门的使者来救你。林隐微微蹲在地上，看着垂死的牧尘，你猜如果清玄道门看到你已经彻底废了，还会不会救你呢？噗！牧尘一口逆血喷出，仿佛在回应着林隐，抗住，等会再死。林隐拍了拍牧尘的脑袋，当即掏出一枚过期的丹药，硬塞入牧尘口中，将牧尘随手丢在旁边，便和二师兄一起进入了神隐大殿。二师兄境界好强，这次出去不到1年，竟然从金刚境踏入元体境8重天。进来后，林隐不由得惊叹道。在林隐看来，二师兄身为神隐峰武道天赋最强的存在，即便拥有特殊体质极道无体，但能在1年之内产生这么大的蜕变，依旧堪称夸张，比之那些降临者中的妖孽都丝毫不差。小隐，你的武道天赋有救了。聂青云没有回应林隐，而是郑重其事地说道。啊！林隐看着二师兄。就在这时，聂青云手中空间戒指一闪，赫然出现了9道淡金色的印记。林隐无比惊异，圣者印记！二师兄居然在此刻拿出了9道圣者印记。这……小隐，我的境界其实就是这几日突破的。聂青云开口。几日时间，从金刚境踏入元体境8重天，还杀上了蛮荒地榜第1，没想到吧？师兄炼化了圣者印记。林隐笑着开口。小隐，你认识印记？聂青云更加严肃几分。你没遇到什么麻烦吧？师兄放心，遇到2个降临者，不过已经死了。林隐再度道。那就好。聂青云本能的点点头。二师兄，天门开启，诸多生灵降临我们九荒大陆，师兄怎么看？林隐认真道。不是什么好事情。这些生灵降临下来，必有所图，非我九荒之人，其心必异。不过好在境界都不强。聂青云开口。不错，师兄，但这只是第1批降临者，只是探路者，未来会有真正的天骄妖孽降临。林隐沉声道。而他们的目的是上古神木。上古神木。聂青云惊疑不定地看着林隐。其实我们九荒大陆地下葬着诸多古老的神木，这些神木之中可能有不可思议的逆天宝物，这些家伙降临九荒便为寻找神木而来。林隐继续开口。
关于上古神木的一切，在第二次天门开启时就会天下皆知。林隐很清楚，神影峰一脉率先知晓这一切，未来会有多大的优势。良久，听林隐说完，聂青云骇然道：“竟有这种事情，那有麻烦了。”随后，聂青云继续道：“我们九荒众生，万古至今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打破虚空飞升而去，而那天门背后的势力，竟然能将染血境的武者跨界送下来，恐怕比我们九荒强大太多了。杞人忧天也没有意义，只能提升自身。”林隐说道：“现在知道这圣者印记功效的人应该极其稀少，知晓上古神木的就更少了。师兄，我们可以抢先一步，猎杀降临者。”聂青云吐出5个字：“没错。”林隐点头：“还有，师尊受伤的事情，二师兄已经知道了吧？时间太巧了，或许和那一道天门的开启有关。我也这样猜的。不过我前去太医殿一趟，进不去，没见到师尊。”聂青云开口，然后就打量着林隐：“不过小隐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师兄忘了我是神念师，斩杀那2个降临者时，神念震慑他们魂魄，才了解到的一切。林隐道：“若再遇到降临者，你还是要小心一些，若无把握，不要轻易出手。”聂青云提醒着：“至于这9道圣者印记，师弟炼化了吧？我这几日炼化不少，感觉对我没多大用了。”行。林隐将9道印记收下。以二师兄的境界来说，再炼化圣者印记的确没什么用了，除非第2次天门开启后炼化那些降临者体内的印记，但对林隐而言可就没这种情况了。体内有万界神识存在，再多的圣者印记都能全部转化为天路。便在师兄弟2人交谈的同时，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清玄剑宗上空无比突兀，虚空之中传来剧烈的震动，轰隆，伴随着空间震颤，一道传送通道突然出现。清玄道门使者降临了，剑宗诸多强者顿时肃穆，恭迎使者大人。无数剑宗高手异口同声，纵是珠峰长老都不得不浮现出敬畏之意。别看清玄剑宗在这大蛮王朝乃是大宗，然而若是与清玄道门这般7大圣地之一的势力相比，简直是可被随手捏死的蚂蚁顷刻间。通道内部居然是一名英气十足的复剑女子踏出，面容冰冷，眸光锋利。女子朝着四周环顾一圈，秀眉挑起：“我清玄道门弟子牧尘何在？”诸多真传弟子彼此对视，皆浮现一抹苦涩。尽管早已知晓，可亲口听这位道门使者说出这句话，诸多真传弟子还是有些无奈。剑宗加入清玄道门的那个名额，说的是众弟子公平竞争，但天才就是会有特权的。不过好在牧尘被林隐打个半死，众弟子不敢多说，但都瞧着心里爽快。使者大人，牧尘他被抓去神影峰了。韩玉峰主急忙开口：“还请使者大人出面。”一群废物！女子扫了前方众人一眼：“带我过去。”神影峰前，剑宗诸多峰主、长老簇拥着复剑女子前来。林隐，你该滚下来了吧？韩玉峰主森冷的声音在灵力加持下如同洪钟。使者大人已经来了，你动的不是我剑宗传人，更是清玄道门弟子，陆长空也救不了你。神影大殿中，师兄弟2人对视一眼，同时踏出了大殿。牧尘在这里。林隐抓起如死狗般躺在这里的牧尘，看向前方半空。牧尘，复剑女子色变，一瞬间汹涌怒火被点燃，震怒道：“谁干的？他已经废了。”林隐平静开口：“是我干的。”你说什么？复剑女子寸寸目光凌厉至极，洞穿真空，锁定在林隐身上。清玄道门收徒还有接近半年时间，林隐看着复剑女子，半年之内，清玄剑宗弟子公平竞逐，向来都是这般规矩。顿了顿，林隐继续道：“但是牧尘被我废掉，他便竞逐失败了。你好大的胆子，敢动我清玄道门内门弟子，找死吗？”复剑女子盯着林隐：“放开他，我留你一具全尸。”师兄弟对视一眼，聂青云挑了挑眉：“内门弟子。”林隐看着复剑女子：“这是什么意思？”据林隐所知，清玄道门的内门弟子境界要踏入金刚境，牧尘即便加入清玄道门神窍境，也只是普通弟子，除非让你放开他。复剑女子未曾回答林隐：“你聋了吗？”咔嚓，林隐猛然一拧，鲜血飙射，一颗脑袋就这样滚落在地，随手将无头的尸体丢在地上。林隐淡淡道：“放开了。”“你狗东西，你敢杀他！”复剑女子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尖利10倍。这一刹，清玄剑宗无数弟子心脏狠狠跳动。死了！谁也没有想到，牧尘当世剑图，清玄剑宗的传人，
就这样死了，手身分离。灵隐，一群疯主同样怒吼。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位神隐峰的小师弟简直比旁边那聂青云更加的凶狠，竟然真敢将牧尘杀掉，断绝清玄剑宗传承。我发誓，你死定了！复见女子歇斯底里开口。见人闭嘴。灵隐终究是忍不住了，嘴这么臭，吃屎了！铮，剑体狰鸣，女子背后的剑顿时拔出，杀意滚滚。你敢这样和我说话？你算什么东西？灵隐冷笑。区区一个道门使者，被这些趋炎附势的老东西跪舔一番，就真把自己当成什么大人物了？一个跑腿的罢了。二师兄聂青云淡笑着补充：不错，既然不想谈，那你就滚吧。灵隐说着，灵力运转，直接将牧尘的尸首隔空丢出去。砰！尸体砸落在地，又溅起一片血水，触目惊心。我杀了你！女子一剑轰出，剑气耀眼，吞吐千百米，直接斩向灵隐的头颅。然而砰！转瞬间，那杀出的剑气在真空中爆开，苍穹上方一道巨大的龙爪轰然降落下来，狂暴、蛮横、凶猛，瞬间轰在那女子的肩头。女子惨叫着坠落，身躯鲜血淋漓，在地面抽搐着，握剑的手臂几乎断裂，半边肩头被砸碎，简直惨不忍睹。师兄，我们回去吧。林隐说完便直接转身。本以为加入清玄道门这件事可以按照规矩来公平竞争，至于牧尘，哪怕真的已经加入清玄道门，但被打碎气海，废掉一半神魂，也几乎是半废状态。道门使者到来，目睹这一切，只要有脑子就知道该怎么选。不过看这所谓使者的态度，很显然牧尘加入清玄道门这件事有猫腻，那就没得谈了。半年内自然有加入7大圣地之一的机会。杀！半个时辰内，若破不开这苍龙大阵，见不到这两人的尸体，从此清玄剑宗再无一人可加入道门。我说的。女子强忍着痛苦，沙哑怒吼道。在场清玄剑宗众人全部神情大变，若是加入清玄道门这条路断了，让其他势力觉得剑宗失去了清玄道门的支持。神隐峰主没废还好，现在废掉了，失去一尊元神之境的顶级高手，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非常麻烦。灵隐，你干的好事！九脉之一洛尘峰主怒吼。我清玄剑宗若因你而被降罪，不只是你，你们神隐峰一脉都要付出代价。飞羽峰主目光如刀。灵隐，你闯大祸了，使者大人可不是清玄道门的寻常弟子，乃是道门一名长老的孙女。寒玉峰主冷笑。朱脉峰主，不少长老彼此对视，眼中皆掠过一抹快意。神隐峰一脉向来自命不凡，碍于陆长空的境界与身份，谁都要卖神隐峰几分面子。如今有消息传来，陆长空武道境界已废，此刻又彻底惹怒了道门使者，就算是宗主出面部，天王老子也护不住神隐峰。请峰主下令破苍龙大阵，擒拿罪人灵隐、聂青云。一时间，诸峰长老纷纷开口，如在请愿。不错，请诸位峰主、长老出手，擒拿罪人灵隐、聂青云，还死去的师兄弟们一个公道。竟然有不少真传弟子都围了过来，纷纷开口。一时间，清玄剑宗内群雄激愤，慷慨激昂。宗主那边，寒玉峰主不禁开口。宗主，其他诸峰之主也都挑了挑眉。谁不知道宗主向来还是隐隐偏向神隐峰的？昔日诸峰之人因为神隐峰独占灵脉之事，上禀宗主无数次，可全部都被压了下去。而便在众人开口踌躇之时，远处问道峰深处，一缕璀璨的剑气冲天，紧接着一道身影踏天而起，脚踩剑气，几步之间就来到了神隐峰的上空。见过宗主。此间清玄剑宗众人通通躬身，恭敬开口。灵隐目光一闪，略微放松几分。宗主柳阳和师尊陆长空亲如兄弟，神隐峰一脉都知道，昔年柳阳能成为清玄剑宗之主，也是因为师尊在身侧的支持。这些年，一个在内掌控清玄剑宗，一个在外乃是大蛮王朝当朝蛮师。清玄剑宗这些年发展这么快，能成为大蛮王朝境内的顶级大宗，和这两位的相互配合不无关系。清玄朱脉峰主、长老，听我号令，攻破神隐峰，擒拿灵隐、聂青云两大孽障。柳阳来到此间，声音洪亮至极。什么？灵隐与聂青云脸色同时一变，而剑宗众人目光顿时亮起，全都没想到今日宗主居然会一反常态，对神隐峰态度大变。谨遵宗主之令。不少峰主、长老顿时之间高声回应。远处大地内也有诸多剑宗高手迅速汇聚过来，竟是有些争先恐后的意思。谁都明白，今日对付神隐峰，谁更卖力，
接下来分享到的好处就越多。神影峰上，师兄弟二人不自然间互相靠近了几分。我拦住。聂青云低声开口：小影，你去乘坐传送阵先走。走。师兄，我走不了一点。林隐没有丝毫的忌惮，反而是笑容冷酷。聂青云蹙眉。小影听师兄的，传送出去找你四师兄。不急，清玄剑宗如此待我神影峰，师兄咽得下这口气。林隐看着聂青云，自然咽不下。聂青云杀机涌动，一群吃里扒外的狗东西，那就杀。林隐冷笑，同样杀意激荡，便在这顷刻间轰隆，林隐神念如同沸腾，滚滚神念如虚无的风暴一般席卷天地。什么？小影你的神念怎么这么强？聂青云惊呆了。林隐的神念爆发竟然远远超越了武道境界，甚至超越神窍境，超越金刚境，达到了比肩元体境的强横程度，这简直不可思议。师兄忘了我是天级神念师。林隐开口，同时目光冷冷扫了风外一眼，杀机愈发浓烈。武道踏入神窍境，才能诞生神念，而天级神念师天生就拥有神念，神念境界比肩神窍境。这些天自己从炼体境一路横冲，破入然血境、血魂境，武道连破两重天地，神念自然不可能原地踏步。如今的神念强度已堪堪达到比肩元体境高手的地步，这般神念引动神影峰下那一条灵脉绰绰有余。动手！神影峰外，宗主柳阳声音冷漠。轰隆！只在一瞬间，两大峰主已经出手了，剑光凛冽，如两道天虹般璀璨，破空轰杀而至。所谓元体、金丹、法相、元神，清玄剑宗的峰主至少都是凝聚了金丹的强大存在。两大金丹境高手肆无忌惮的巅峰一击，简直凶猛到极点。砰！神影峰上一层阵法结界直接炸碎。轰隆！虚空另一侧，韩玉峰主冷笑出手，同样是一剑破空而来，剑气光影弥漫，寸寸洞穿真空。砰！第二道阵法结界同样破碎。神影峰上除却那最强的天级杀阵苍龙大阵之外，还有9座弱一些的地级护山大阵，皆是昔日师尊陆长空临走前所布置，却是在这眨眼间就被破掉了其中2座。找死！神影峰上，聂青云目光凛然，一身灵力疯狂涌动。杀！便在这一瞬，林隐冷笑，口吐杀音，神念贯穿大地内部，沟通灵脉。顿时间，汹涌澎湃的灵气从大地深处涌出，融入诸多大阵之中。其中一座杀阵轰隆隆运转到极致，杀阵中心一道粗大的灵力光柱轰然爆发。轰！前方虚空内，飞羽峰主闷哼，身躯被灵力光柱轰飞100米之外。林隐冷笑，锁定一尊飞羽峰长老：你是什么东西，也敢上蹿下跳，妄图踩我神影峰？去死！砰！两座大阵天光乍现，大阵中心再度轰出2道狂暴的灵力光柱，一左一右如粉碎真空，瞬间轰杀在那尊长老胸膛之上。惨叫声响彻，这尊飞羽峰长老身躯出现2道醒目的血洞，半边身躯完全裂开，惨叫着坠落下去，眼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畜生，你敢！远处飞羽峰主怒吼：老狗，你看我敢不敢？我给你飞羽峰这些老东西全宰了！林隐掌指一挥，直接祭出神影峰令牌，灵力打入令牌，对这些大阵的掌控力顿时增强数倍。便在那诸多强者进攻的瞬间，轰！又是几道大阵灵力光柱轰出。同一时间，2尊飞羽峰长老再度惨叫，根本无法避开，被轰在身上的瞬间已经机体裂开，虚空染血。2尊长老惨叫着坠落，眨眼变得奄奄一息。这怎么可能？神影峰的苍龙大阵怎么可能这么强？远处无数弟子心脏狠狠跳动，受到了无法形容的冲击。他们哪里见过这种可怖场面？就算是宗门之战，长老级别的高手也不至于就这样死去。砰！几乎眨眼间，又一层大阵结界被破掉，神影峰大阵再毁一座。去死吧！林隐手持令牌，手臂再度一挥，那几座大阵竟如臂指使，足足6道大阵力量光柱融为一体，如一道镇压天地的天地神柱般贯穿而下。一击轰落，真空震动，如同要坍塌沉陷下去。孽障，放肆！宗主柳阳大手探出，五指张开，灵力蔓延，竟诞生出直径100米的真空灵力大手，强行挡住了大阵的这一击。林隐冷笑：柳阳，你挡得住吗？话音落下，一道神念顿时沟通苍龙大阵。嗷吼！龙吟惊天，银白色的龙爪从天而降，简直如一座神山坠落。
诸多剑宗高手心灵抖动起来，只觉得真空将要被碾爆。相较于之前，这苍龙大阵的威力简直增强了数倍之多。轰！沉闷的碰撞传出，宗主柳阳的身躯狠狠抖动了一下，然而灵力大手依旧未破，竟是强行挡住这龙爪。哼！林隐冷哼，神念如海，进一步沟通苍龙大阵。轰隆隆！第二条龙影出手，龙爪再度镇压而下。进攻神影峰的诸多高手大惊失色，瞬间变得僵硬，只感觉到灵力运转阻塞，气血紊乱，强烈的危机涌现心头。这一刹那，石破天惊，双龙爪镇压，宗主柳阳身躯四周真空爆炸，随后竟然被2道龙爪硬生生压迫下去。挡得住吗？林隐肆意大笑，事已至此，他已再无顾忌。轰落柳阳的随后，林隐遥遥一直锁定另一侧，只见那2道龙爪杀势未减，再度轰出。灵脉加持之下，这苍龙大阵的毁灭力已到了极致。砰砰砰，3道身影惨叫着飞出，身躯在半空时已经4分5裂，鲜血洒下。飞羽峰一脉长老全死，无数人惊悚，恐惧连连。随着这3尊长老的暴毙，那些片刻前还疯狂出手对抗神影峰大阵的高手全部掉头鼠窜。神影峰上，聂青云简直目瞪口呆，这便是天级神念师。昔日的他便知晓师弟的神念师天赋很恐怖，但究竟有多恐怖，这些年林隐并未表现出特殊之处，聂青云并不清楚。武道世界，力量为尊，一心沉浸武道的聂青云眼中，神念师、炼气师、炼丹师之类的都是旁门偏道。这一刻，他才意识到，只要提前布置好杀阵，林隐这般天级神念师入主其中，那简直是杀戮之源。攻破神影峰，你们攻得破吗？林隐一念杀心起，眸光洞穿真空。柳阳，你这个忘本的伪君子，居然对我神影峰一脉有这么大的意见，那我就把你这清玄剑宗杀个干净。君子不立于危墙，智者不限于覆巢。若无绝对自信，林隐区区血魂境怎敢在清玄剑宗乱来？只是之前没有彻底撕破脸，毕竟昔日的宗主柳阳和师尊他老人家情同手足也不为过，现在柳阳出事，居然是这般态度，林隐便已知晓神影峰一脉不可能在清玄剑宗待下去了。那还说啥呢？杀光清玄剑宗，林隐都不带眨一下眼的。神影峰内部隐隐传出震动，那条灵脉被林隐的神念引动到了极限，神影峰中的灵气已经浓烈上百倍。其他的9座大阵被林隐完全舍弃，只将灵气引入苍龙大阵之上。苍穹之上，风云变幻，龙吟天地间，苍龙咆哮，2道龙爪再度从天而降，轰向那尊道门使者。这一瞬，林隐眼中杀意无边。救命！求救声凄厉。道门使者复见女子骇然望向虚空，全身都在战栗。宗主柳阳瞬间出现在身侧，大手撼天，在那最后一刹强行挡住2道龙爪。大手，龙爪，2股强大的劲气陷入僵持，空间如定格在这一幕。5个呼吸后，柳阳手臂颤抖，而那道门使者几乎是连滚带爬逃离到了10几米开外。砰！龙爪彻底轰击在大地之上，砸出了千百道裂痕。柳阳狼狈退开，嘴角流下来一缕醒目的血迹。林隐冷哼，法相境强者也不可硬撼天地之威，可惜如今自己境界还是低了点。若站在二师兄这般元体境，可同时引动4条苍龙，便是这柳阳也能给他宰了。你敢对我出手，你完了！我要让你们神影峰一脉全部死绝！被柳阳救下的道门使者恨意滔天，灭我神影峰，那我岂能让你活着离开？林隐大手一挥，2道龙爪再度抬起，远处无数清玄剑宗弟子的心脏伴随着抬起的龙爪狠狠跳动，简直颠覆认知。苍龙大阵有这么恐怖吗？那龙爪之力竟然能连续爆发，宗主能挡住几波？真空震荡，2道龙爪朝着道门使者再度轰落。带他走！柳阳大吼，2道大手撼天，再度扛住2道龙爪。庞大的压力之下，柳阳的身躯生生陷入大地3寸。也便在这一刻，神影峰中一道剑吟声响彻天际，璀璨极致的光芒瞬息化作一道闪电破空而去。那是一道剑气长达1000米，从神影峰上轰然斩落。聂青云孕育许久的最强一剑，恐怖如斯。无数剑宗弟子眼中，这片天地如要被一剑劈开2半。杀戮的一剑霸道无边，完全锁定了道门使者。然而重伤之下几乎吓破了胆，战意全无，道门使者踉踉跄跄，根本不能避开这一剑。不，
道门使者狂吼，双瞳中映照出那一剑的轨迹，完全绝望。所幸这一刹，韩愈封主到来，挡住了聂青云这一击。快走！韩愈封主大吼。飞羽封主接近那片大地，灵力席卷，直接将那道门使者抓起，转瞬逃离千百米开外。可惜，聂青云露出一抹遗憾，没能一剑杀掉道门使者，倒是有些拖了自己这个师弟后腿了。我的神念还能引动5次攻击，就耗尽了。林隐用神念传音给聂青云，师兄弟二人如心意相通。聂青云闻声直接收剑，转身进入了神隐大殿，收拾一些重要之物。他明白，快要到离开的时候了。凭林隐的神念师手段，做到这一步已是极限。真要凭自己师兄弟二人之力撼动这清玄剑宗的根基，根本不可能。大殿前方，林隐的目光已锁定在韩愈封主、飞羽封主身上。不知3道龙爪能否将这2条老狗给宰了？林隐深吸一口气，神念疯狂涌动到极致，进一步沟通着地下灵脉，使得灵脉之力进一步加持在苍龙大阵之上。2道龙影在天地间咆哮，在数个呼吸之间，第3条苍龙终于被林隐强行引动。4条苍龙引动其3，这几乎已经是极限了。是林隐施展了竞技般的手段，不顾一切，动用全力。不过，就在这3条苍龙被同时引动的刹那，林隐心有所感，目光扫过天穹，猛然看向虚空远处，一辆战车碾动虚空，承载着几道身影驰骋而来，由远及近，眨眼已经来到了清玄剑宗上方。师尊，身躯一颤，林隐不禁大声开口，那是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这一世仅仅8年未见，但在脑海记忆中，足足300多年不曾相遇了。战车之上，其中一人赫然便是师尊，这神隐峰之主，清玄剑宗第1高手陆长空。林隐怎么都没想到，师尊居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简直是莫大的惊喜。只要回来就好。林隐这几日始终怕这一世自己也见不到他了。小隐，战车上一名神态苍老、虚弱的男子顿时起身，开口之间看着神隐峰内外的一幕幕，眉头紧皱。神隐峰主，整个清玄剑宗众人皆露出异色，表情微妙。神隐峰主居然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不知不觉，整个清玄剑宗4方大地悄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诸多目光的注视下，战车从天而降，毫无阻碍就降临在神隐峰之上。林隐神念一扫师尊陆长空，体内空空如也。身为清玄剑宗的第1高手，师尊可是武道第10境元神境界的大高手，可现在毫无一丁点灵力在身。果然，清玄剑宗是提前知晓这事了，怪不得今日这宗主柳阳会是这般的态度。林隐急忙跑过去，搀扶着师尊从战车上走下来。师尊，收拾东西的聂青云闻声也急忙踏出神隐大殿。师尊，你的觐见。林隐开口。无妨。陆长空摇了摇头，然后看向师兄弟2人。小隐、青云，我们神隐峰出了什么事？这些狗东西趁着我们不在，鸠占鹊巢，欺负小隐。聂青云当即开口。许久，听着聂青云发泄般的说完，陆长空的目光凝聚在了神隐峰外。虽是灵力空空、武道废掉的状态，然而这一眼似蔓延出一股天生的威严，让那些清玄剑宗的高层通通避开了目光，不敢直视。柳阳，陆长空隔空看着宗主柳阳。清玄剑宗如此待我神隐峰，你的弟子凶残无道，残杀同门，更敢与我这个宗主动手，2大孽障简直无法无天。柳阳神情复杂，沉声道：今日更敢向道门使者动手，若不打入死狱，成何体统？启禀宗主，林隐此子数日之间斩杀我剑宗弟子18位。韩愈封主及时开口。杀就杀了。陆长空风轻云淡的开口。你……韩愈封主面容阴翳，正要开口，便是被陆长空再度打断。倒是你们欺我弟子，踩踏我神隐峰，该给我个满意的解释才行。陆长空，你一个废人，妄想要什么解释？不远处，飞羽封主肆无忌惮，冷笑开口：你的弟子如此恶毒行径，你这当师尊的难辞其咎。今日回来了也好，打开苍龙大阵，将这林隐与聂青云送下来。还有，你德不配位，这个封主之位也该让出来了。轰！似晴天霹雳，几乎是毫无征兆般，站在清玄剑宗的众人全部都如听到了雷霆天音在耳旁炸开。这一刻，神隐峰上如同掀起了恐怖的神念风暴。快退！宗主柳阳大声提醒。可惜来不及了，那飞羽峰主几乎只来得及迈出一小步，便被虚无的风暴所淹没，其身躯便陡然一颤，然后变得僵硬起来，表情变得无比之恐慌、惊悚，
绝望，好像冥冥中看到了什么无比恐怖的一幕一般。然后在瞬息间，体内砰然传出一声爆炸，啊！伴随一声绝望的惨叫，飞羽峰主神魂爆炸，无数的神魂碎片冲出肉身，然后又在瞬间被风暴撕碎成了尘埃，烟消云散。等到剑宗众人回过神来，就看到飞羽峰主砰然砸在地上，仰天的面容之中已无任何变化，那一双瞳孔之中残留着无尽的不甘，但浑身上下再无任何生命的气息，无任何神力的波动。飞羽峰主暴毙，第二道神念风暴再度席卷。宗主救我！韩愈峰主歇斯底里，柳阳怒声道：“住手！”同样已经迟了，没有人能想象到一个已经武道废掉的存在能有这般杀戮之手段，几乎只是挣扎了一瞬，然后那韩愈峰主本要逃窜的身躯步履戛然而止，神情扭曲，体内神魂被撕裂成万千碎片，同样变成了烟尘。韩愈峰主暴毙！黄极！林隐心中震动，黄极强者，念头杀人，人、玄、地、天、黄、地、至尊。这里的黄极是黄极神念师。清玄剑宗静悄悄一片，无数弟子皆不敢呼吸。便在这时，神隐峰上同样从战车中走下来的数人，全部都目光锁定在聂青云身上。这位便是陆峰主的二弟子聂青云，其中一名气息可怕、深不可测的老者开口：“不错。”陆长空回应：“聂青云，你可愿加入我们蛮神道院？”这老者开门见山：“蛮神道院。”聂青云不禁看向了旁边的陆长空：“不错，我们来自蛮神道院。”老者笑着道：“前来找你时，便将陆峰主也带回来了，感谢诸位。”聂青云拱手开口：“无妨，顺路的事。”老者开口道。一侧林隐目光一闪，这些竟然是蛮神道院的高手。蛮神道院与那清玄道门皆属蛮荒七大圣地之一，几乎在林隐这一念间，虚空之上一道清朗的声音传递下来：“蛮神道院来我们清玄道门麾下的宗门抢弟子，有些不道德吧？”此间众人目光所及，就看到又是一辆虚空战车出现，上面承载着5道身影。还未降临，战车之上的一名老者便欣慰看向神隐峰之巅：“聂青云，可愿前去道门修炼？本道主亲自做主，这次剑宗入道门的那个名额便是你的了。”清玄道门名额。林隐与聂青云对视一眼，随后便目光凝聚在了那尊所谓的道门使者身上。林隐不禁浮现出几分玩味之色。整个清玄剑宗无数弟子高层脸色微变，这是什么意思？名额不是已经被那死去的牧尘消耗掉了吗？一眨眼，战车降临，5大高手踏空而行，落在神隐峰上。聂青云，你可愿意？那名属于清玄道门的老者再度开口。聂青云皱眉，便在他还未开口时，远处虚空中传来强烈的波动。看来我们大梵寺来得不迟。9天之上，一座火红如焰般的莲台出现，莲台破空而来，承载着3道身影降临神隐峰。大梵寺3大长老见过陆峰主。3尊高手降临下来后，便对着陆长空拱手：“3位多礼了。”陆长空点头。看到这一幕，神隐峰下清玄剑宗众人再度呆滞，宗主柳阳的脸色已然变得有些苍白。原体9重天。随后其中一尊高手目光凝聚在聂青云身上，莫非这位便是蛮荒地榜第1聂青云？在下聂青云，见过3位前辈。聂青云开口：“大梵寺亦是7大圣地之一，谁也没想到出自大梵寺的这3位居然对陆长空这般敬畏态度。按理说这不应该，不过不影响林隐与聂青云对大梵寺有了些许好感。眼前这尊高手在随后目光灼灼：“不知你可愿加入我大梵寺？”聂青云和林隐对视，眼中揭露出意外之色。蛮神道院、清玄道门、大梵寺7大圣地已来其3，只是似乎一切并未结束。林隐有所感应，猛然转过视线，苍穹另一端有2批生灵从传送通道走下来，其中一批来自碎星书院，另一批则是属于无念道宫。这时，嗡！虚空之上，剑迎天地，一道无比璀璨的剑光铺就出一条醒目的天地大道。在那大道之上，2名持剑者踏天而来，带着无极无量般的气息降临神隐峰。无量剑宗。林隐心中默默吐出4个字。重生而来，对于这几大势力不算熟悉，但还是能认出来力的。只是前世并未有这样的一幕发生，7大圣地居然前来了6个。降临此间之时，诸多目光都凝聚在了聂青云身上。毕竟此地只有聂青云一个原体境9重，
无念道公所属一名黑袍老者随后同样开口：“我无念道公的道语法最适合你。虽然无念道公不精通剑道，但道宫之内亦有顶级剑道传承。剑道，放眼蛮荒，论剑道领域，谁能与我无量剑宗比肩？”无量剑宗所属一名男子当即开口：“聂青云，入我无量剑宗，凭你的天赋，未来前途无量。”看着诸多灼热目光，聂青云好奇：“7大圣地收徒，似乎还有半年时间吧？”此间众人笑了笑，率先开口的那位蛮神道院老者道：“的确还有将近半年，不过如今情况有变，已提前至下个月。”老者随后补充道：“而事实上，一些顶级的天才与妖孽已经在我们招揽的范围内了。诸位居然会因我而来？”聂青云忍不住疑惑道。无量剑宗那名男子道：“数日之间，从金刚境冲入元体境9重天，杀上蛮荒地榜第一。如今你可是蛮荒炙手可热的妖孽，我们自然为你而来。”聂青云看向一侧的师尊陆长空，陆长空微微点了点头。见此，聂青云道：“若我加入无量剑宗，可否带上我师弟灵隐？”就是这位。2名持剑男子同时看向灵隐。不错，聂青云点头，2道神念顿时就凝聚在灵隐身上。感应了片刻，2人皆摇了摇头，其中一人道：“天赋太差，入不了无量剑宗。既然如此，那就多谢2位邀请了。”聂青云拱手，2名持剑男子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僵硬。若我加入岁星书院，可否带上我师弟灵隐？聂青云看向岁星书院几人，这几人同样看向灵隐，其中一人摇头。书院收人自有规矩，灵隐天赋普通，若想要加入岁星书院，可下个月参加考核。聂青云的目光转过，不等他开口，大梵寺一尊长老却拿出一道令牌：“你入大梵寺为内门弟子，而灵隐凭这道令牌，下个月可直接通过考核为普通弟子。”师兄不必管我。灵隐苦笑。聂青云没有回应灵隐，而是看向了蛮神道院几人：“若我加入蛮神道院，你2人皆可加入蛮神道院。”不等聂青云说完，蛮神道院一名老者便笑道：“皆为内门弟子，陆峰主若看得起蛮神道院，亦可前去担任长老。既如此，我愿加入蛮神道院。”聂青云不再犹豫，点了点头：“好好好。”老者连续吐出3个好字，蛮神道院一行人皆浮现出极其惊喜满意之色。其他几大圣地的高手不免有些失望与可惜。聂青云杀上蛮荒地榜第一后，各大圣地第一时间便动身了，时间倒是赶得上，但可惜聂青云终究还是加入了蛮神道院。恭喜2师兄！灵隐笑容灿烂，这一世自己重生，注定要影响一切。9荒天地未必会和脑海中的画面一般崩溃，也未必有末法时代降临，但倘若真的出现什么意外情况，恐怕依旧只有7大圣地才能够免受波及。2师兄与老师能前去蛮神道院，自然是大喜事一件。灵隐，你可愿入我无念道宫修炼？无念道宫那名黑袍老者在此刻却突然开口。无念道宫，灵隐不禁眯起眼睛。你入无念道宫，亦是内门弟子。黑袍老者和善看向灵隐，几大圣地所属诸多目光同时凝聚在灵隐身上，全部都神念涌动，似乎将灵隐的身躯内外查看了个遍。然而很快都本能的摇摇头。18岁的血魂境，放在这清玄剑宗算是一尊小天才了，若加入7大圣地之一，显然不够格。但无念道宫这几位可不是傻子，怎会主动招揽灵隐？除非……想到这里，几大圣地所属的众人脸色狂变，涌现出深深的悔意。然而不等他们开口，灵隐点头：“我愿加入无念道宫。”等一等，清玄道门所属那名自称道主的老者脸色瞬息变得极度难看。聂青云、灵隐，你们为何不考虑我清玄道门？同属一脉传承，功法也好，武技也罢，未来你们前往清玄道门，皆能继续参悟修行下去，顺风顺水。这名道主急忙道：“清玄道门？”师兄弟2人皆露出玩味之色。灵隐不禁看向了远处那片大地，不如问问这位呢？问他。眼前的5大道主蹙眉，同时转过视线：“夏蓉，你怎么会在这里？是谁打伤你的？”刚才开口的道主目光顿时锁定在那复剑女子身上，被称为夏蓉的复剑女子脸色顿时阴晴变化不止。弟子前来这清玄剑宗，乃是……夏蓉目光躲闪，结结巴巴：“5大道主同时皱眉：“启禀道主大人，夏蓉使者前来是为了解救道门弟子而来。”韩玉峰主一边开口，一边凶狠扫了灵隐师兄弟一眼：“灵隐，这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杀死了道门弟子沐尘！”闭嘴！夏蓉顿时开口：“沐尘，这清玄剑宗的剑徒似乎叫做沐尘吧？”
何时加入了我们清玄道门？五大道主对视，全部都摇了摇头。韩玉峰主面容顿时僵硬，此间天地的气氛似乎变得压抑起来。其中一尊道主沉声：“夏荣，这是怎么一回事？莫非那牧尘已加入了道门？本道主为何不知晓此事？”我……夏荣依旧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说，这尊道主怒火涌现：“启禀道主，牧尘已在半年前便加入道门。”夏荣颤声开口：“用了清玄剑宗那个名额。”混账！这尊道主一步踏天，跨越虚空，顿时来到夏荣面前。轰！一掌轰下去，杀意毕露。夏荣花容失色：“道主饶命！”砰！顷刻间，夏荣体内气海裂开，一身灵力顿时散去。看在夏长老的面子上，本道主今天留你一命，废你境界，你可有不服？道主冷厉开口：“不敢不服。”夏荣身躯颤抖着，脑袋深深埋下去。见状，这尊道主才转身回到神影峰：“废他境界，不知两位可否满意？”道主开口，看向林隐和聂青云时，才变得温和起来：“清玄道门内部之事，与我师兄弟二人无关。”林隐平静开口：“那加入清玄道门之事？”另一尊道主急忙道：“你们两个若肯前去道门修炼，亦可直接为内门弟子，还有陆长空亦可跟着前去。昔日我的确想加入清玄道门，想必这清玄剑宗每一个弟子皆是如此。”林隐看着对方：“不过如今清玄道门可不敢前去，道主好意，我们师兄弟心领了。”开玩笑，这夏荣乃是道门一位长老的孙女，发生这种事，前去清玄道门等着被穿小鞋。一时间，五大道主的脸色都变得极度难看。林隐、聂青云，如此两尊天才，清玄道门若要收徒，本有先天优势，没想到就这样毁了。你们在耍我！刚才出手的这尊道主目光阴沉下来，逼我废掉夏荣，却不答应加入道门，可想清楚了，错过这次机会，未来行走在这蛮荒大地内，遭遇什么不测，可就怨不得别人了。另一尊道主随之开口：“清玄道门如此威胁我无念道宫的内门弟子。”刚才招揽林隐的黑袍老者不禁浮现出几分玩味之意，无比直接。林隐若有不测，从此清玄道门弟子，我见一个杀一个，见10个杀10个。聂青云入我蛮神道院，陆峰主已是我蛮神道院长老。一尊蛮神道院的老者同样深深开口：“如此，林隐也算我蛮神道院半个弟子。清玄道门想做些什么的话，可以试一试。”你们很好，今日之事，本道主记住了。五大道主面容阴沉，皆大袖一甩，乘坐着虚空战车很快离开。随之，无量剑宗二人也神情冰冷，踏天而去。两位不能加入我大梵寺，实在可惜。大梵寺所属3大长老露出深深的遗憾呐。诸位，陆峰主告辞了。林隐、聂青云，你们二人虽各有所归，不过未来依旧可以前来岁星书院修行。我岁星书院海纳百川，典籍无数，想必对两位还是有所帮助的。岁星书院几尊高手留下这番话，也带着遗憾离开。原本以为今日这清玄剑宗只有一个聂青云，谁知道这林隐乃是更为逆天的存在，能让无念道宫如此主动拉拢的存在。武道天赋却极其平庸，那就只有一个解释：林隐是地级神念师。武道天才常见，而强大的神念师少见。林隐这般年轻的地级神念师，放眼蛮荒近100年来都屈指可数。只可惜错过了机会，被无念道宫收入麾下。一众身影离开，只剩无念道宫与蛮神道院众人。恭喜！黑袍老者笑着开口。同喜！蛮神道院几尊高手也都心情大好。这时，黑袍老者扫了神影峰之外一眼，淡淡道：“正事解决了，不过陆峰主，看样子你们神影峰还有一些私事要了结。”神影峰上诸多目光全部凝聚下去。攻打我神影峰者还有几脉？陆长空闭上眼睛。师尊，还有惊雷峰、洛尘峰以及问道峰。聂青云开口：“嗡！”无形的神念席卷天地。陆峰主饶命！前方传来惨烈的声音。是我一时糊涂。惊雷峰主急忙开口：“嗷吼！”这一刻，龙吟天地，东西南北4大方位，4条苍龙居然融为一体，4龙合一，赫然变成了一条最强巨龙，足足1000米，如贯穿在神影峰上方的一道天堑。轰！脆弱的空间根本就挡不住这条巨龙的爪子，瞬间破碎。恐怖的爪子降临，如虚空长河决堤，力量的洪流宣泄，淹没大地。啊！惊雷峰主发出绝望的怒吼，只在一个照面间，骨骼碎裂，身躯直接瘫倒在地。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直接殒命。洛尘封主则直接逃窜，竟朝着那诸多弟子所立足之处逃去。轰！龙爪的速度至少是洛尘封主的10倍，瞬间将之阻挡在半途中，一击就轰在了肩头，鲜血四溅，洛尘封主的身躯简直被轰得4分5裂。清玄九脉封主随着陆长空的回归，已死掉4个，剩下的星光封主等几位浑身发抖，庆幸之前未曾直接对神影峰出手，否则今天一个都逃不掉。柳阳随着洛尘封主死去，陆长空双瞳陡然暴睁，无比凌厉的光芒如同2道天地神柱贯穿而去。柳阳的身子本能的退避，可在一眨眼之间就被天空中那条巨龙盯上。陆长空站在神影峰顶，手臂隔空一按，那条巨大的龙爪便如臂指使，张开爪子铺天盖地镇压下去。只是这一个照面就完全将柳阳的身躯死死摁在那里。而在这一刻，林隐和聂青云则本能般同时朝着前方踏出一步。聂青云看到林隐迈步便退了回去。众目睽睽下，林隐眨眼走下神影峰。你不要过来！那道门使者夏蓉面容惨白，大惊失色。你在嚣张什么？林隐顷刻来到夏蓉面前。救我！夏蓉本能地朝着四周看去，然而整个清玄剑宗无数高手，谁敢在此刻轻举妄动？清玄剑宗变天了！诸多剑宗高手全部都露出苦涩之意。这么些年了，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机会，能够制裁神影峰，谁知道短短几日就变天了。谁说虎落平阳被犬欺？原来陆封主这等天纵无双的存在，就算是武道已废，也是极端恐怖的人物。诸多目光凝聚在此间，便看到夏蓉的双膝悄然间软下来，不知不觉中就跪在了这片大地上，脸上的倨傲之色已不在，只剩下了哀求之色。告诉我，牧尘是如何加入清玄道门的？林隐盯着夏蓉，夏蓉根本不敢隐瞒，颤声道：是柳阳。柳阳拿着3件天级武器，外加上百枚天级丹药，为牧尘换取一个加入清玄道门的机会。顿了顿，夏蓉继续道：我发现这牧尘身为剑徒，天赋的确不错，算是你们剑宗最出众的弟子，就答应了下来。所以他加入了清玄道门，也未曾前去修炼，就是在等7大圣地收徒之日。林隐道：收徒之时，牧尘只需前去走个形式，假装参加考核即可。夏蓉诚惶诚恐地说道：明白了，你可以去死了。林隐淡淡开口。不！夏蓉惊叫：林隐，我知道错了，我也是被柳阳给骗了，你别杀我，我是道门长老的孙女。轰！林隐隔空一指点杀而出，随着一股强大的灵力迸射，夏蓉声音戛然而止，眉心一道血洞出现，鲜血汩汩，脑袋耷拉了下去，再无生机。道门长老，你背后那位夏长老能否保住长老身份都是未知，我林隐岂会怕了？扫了尸体一眼，林隐神情冷漠，该杀不杀，必受其乱。这夏蓉境界废了，不代表不能重塑生机，林隐可不想留下这么一个未来的祸害。剑律大长老，给我滚出来吧！便在此时，林隐冷笑，看向前方一处，前方众人相继散开，顿时站在人群后方准备偷偷溜走的剑律大长老映入众人眼帘。带他过来！星光峰主居然开口了，在其吩咐下，属于星光峰的几名长老顿时过去，将那剑律大长老扣押到了林隐面前。轰隆！林隐狠狠一巴掌奔在了剑律大长老头上，大力涌动，剑律大长老膝盖轰然砸在地上，双膝破碎，骨骼裂开，剧痛让其面容扭曲了起来。老东西，喜欢审判我？林隐盯着剑律大长老，我终究是剑律大长老。剑律大长老痛苦至极，沙哑开口，就算犯了错，在苍龙大阵下重伤，也已受罚。林隐，你已得势，何必如此不饶人？剑律大殿时，你又曾想过饶过我？我林隐没死，那今天死的就是你。剑律大长老，我送你上路。林隐讽刺般看着剑律大长老，我死，你也不会好过。林隐，你注定要死在龙子萧无望手中。剑律大长老凄厉开口，老东西，你太相信萧无望的天赋了。当日剑律大殿你们没有杀死我，注定萧无望也要被我林隐亲手宰掉。林隐毫不在乎，话音落下，属于他的一道神念直接轰入剑律大长老的魂海。什么？天！剑律大长老神色大惊，林隐居然不是众人猜测的地级神念师，居然是天级神念师。论神念师天赋，比那萧无望更恐怖。只是没有来得及继续开口，林隐猛然用力一扭，咔嚓！剑律大长老的脑袋直接滚落10几米外，无头的尸体倒下，血水浸染了大片地面。
站在一侧的星光峰几位长老心脏狠狠跳动。前几日，朱峰迫不及待盯上沈影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林颖这位沈影峰小师弟向来单纯，好欺负。谁知沈影峰上出手最狠的就是林颖，杀人不眨眼，只是一种说辞，但这林颖是真的眼睛都没眨一下。沈影峰上，聂青云蹙眉，低声对陆长空道：“师尊，小颖他好像杀心有些重。”无妨。陆长空笑了笑：“你们师兄弟中，我最担心的就是小颖。他自幼流落至蛮荒，以至于性格有些孤僻，亦太过温顺，容易被欺负。如今有如此杀心，不是坏事。”二人交谈间，林颖转身回到沈影峰。这时，陆长空的目光就凝聚在那宗主柳阳身上。临死前可还有遗言？比如，为何如此待我沈影峰？四目相对，陆长空平静道：“你问我为何？我身为宗主，却管不了你的沈影峰。剑宗与大蛮王朝的一些大事，他们都是找你交涉，而无视我这个宗主。”柳阳绝望大笑：“还有，你沈影峰区区数人，却独占一条灵脉，我这宗主却管不了。这剑宗珠峰弟子又是如何看待我这个宗主的？在世人眼中，这清玄剑宗是你陆长空的剑宗，我只是一个傀儡。白痴！”开口的乃是蛮神道院的一名老者。老者瞥了柳阳一眼：“陆峰主原神境高手，亦为皇级神念师，纵然武道已废，可若他肯点头，7大圣地长老之位随他来挑，坐镇你清玄剑宗，是你剑宗的福分。可惜你这鼠目寸光的东西，居然因这些小事斤斤计较，可悲。”而陆长空已无心多说，隔空一按，轰！苍龙大阵繁衍出的龙爪彻底碾压下去，宗主柳阳毙命当场。清玄剑宗内四周静悄悄一片，尚且活着的各位峰主长老皆闭上眼睛，不知心里在想些什么。远处还有一群弟子窒息，冷汗直冒，因为在数日之前，他们也想要踏上神影峰，但在关键时刻被拦住了。清玄剑宗也不是人人都如韩玉峰主、飞羽峰主等人一般无知。神影峰上，在陆长空的邀请下，2大圣地众人皆进入了神影大殿。入殿，林颖皱眉开口：“师尊，天门开启之日发生了什么？师尊的武道为何会废掉？”“我的境界。”陆长空神情冰冷下来，眼中掠过一抹杀意，随后又显得平静至极：“自然是被当朝蛮师所废掉。”“什么？当朝蛮师？”林颖顿时一惊，一侧的二师兄聂青云也猛地双瞳暴睁：“诸位，我8年未曾与我这小徒弟相见，今日刚刚归来，容我与他吩咐一些事。”陆长空没有解释，而是看向在场2大圣地众人：“理解。”无念道宫几人笑道：“陆长老要对弟子吩咐事情，应该的。”蛮神道院几人亦笑着开口，对陆长空的称呼都已经从陆峰主变成了陆长老。见此，林颖心中安定不少。师尊虽武道已废，但毕竟是皇级神念师，放眼整个蛮荒，已经是神念师之中最顶级的存在了。再往上便是地级神念师以及传说中的至尊神念师。不过地级神念师在蛮荒大地已经数百年未曾诞生过了，恐怕也只有9荒之中那最为强大的天荒、元荒、神荒、道荒等4大荒域才存在。至于至尊神念师与9荒天地内都只是一个传说而已，而传说这玩意往往真假难辨。以师尊皇级神念师的身份，在那蛮荒道院地位不会低，而且能得蛮荒道院这一方圣地庇佑，身边还有2师兄陪着，自己也能放心了。这时陆长空看向聂青云：“青云，你先帮诸位道友泡茶，好生招待。”“是，师尊。”聂青云顿时点头。林颖和陆长空一起来到了内殿。“师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刚才说当朝蛮师废掉了你的境界，你不就是当朝蛮师吗？”林颖皱眉道：“朝中争斗，我与那龙阁4大龙主之一的萧长风素来彼此不对付，当初萧长风未曾坐上蛮师之位，对我怀恨在心。”陆长空道：“数日前天象异变，天门将要开启，我前去阻挡天门开启时被戮，被上界生灵所伤，虚弱之时便被那萧长风趁着重伤彻底废掉武道境界。这次是托了你2师兄的福，他打上蛮荒地榜第1，引起了各大圣地的震动。蛮神道院为了收下你2师兄，特意前去大蛮王朝找到我，带我回来。若非如此，恐怕就回不来了。”陆长空继续道。林颖心中一凛，前世300年时光，自己再未曾见过师尊，一直以来都觉得师尊还活着，至少活到了末法时代后期这一刻，林颖才知晓师尊前世没有任何消息再传来，恐怕是早早便已经身陨。这一世自己在清玄剑宗遭遇这些事，使得2师兄提前回归，
各大圣地未曾第一时间找到二师兄，因而蛮神道院便先一步找到了师尊。蛮神道院要带师尊离开，那龙阁4大龙主之一的萧长风自然是拦不住，也不敢轻易拦着的，反而因缘际会让师尊活了下来。自己重生，在无形之中还是影响了很多事情。这世事万物，因果变幻，往往更难以揣测。怪不得萧无望会找上我。林隐沉声道：小隐，委屈你了。陆长空叹息，显然已能推测出发生过什么。不委屈，萧无望带走我一滴本命之血，要乱师尊你的道心，师尊未曾受到影响便好。林隐笑着开口，其他的一切都不打紧，如今我已加入无念道宫，无惧他龙子身份，迟早宰了他。陆长空无比欣慰，很好，7大圣地中最擅长神念之道的也是无念道宫，最适合你。对了，师尊，你说是上界生灵打伤了你，难道上界已经有绝世高手降临了？林隐眼中杀意涌动，这些家伙真是该死。陆长空摇头，那倒没有，我是被隔着天门锁上。随后陆长空看到林隐的神情，意外道：小隐，你见过上界生灵？林隐便将斩杀2大降临者以及上古神木的事情说了出来。当然，万界神石和自己众生之事是万万不能暴露的。阴阳逆乱，重生而来，这本就是不可思议之事。若是有人通过师尊而窥探到自己重生的因果，恐怕真要把自己抓去查个底朝天。以后见到上界生灵要小心一些。为师推测，未来天门还会再度开启，会有上界的妖孽生灵降临下来。陆长空道：师尊放心，我一定会注意。林隐点头回应着，同时心中震动。师尊不愧是皇级神念师，或许对那天门有更深的认知，居然能推测出未来天门会再度开启。至于那上古神木，不止1-2座，未来若有幸能够进入一些真正的逆天大墓，或许能找到顶级至宝，帮小隐你提升武道天赋。陆长空开口，不过那般神木开启往往危险之至，小隐你下次可不敢孤身踏入。我知道。林隐心中再度震动，师尊竟然对上古神木如此熟知。现如今关于上古神木的一切，除了自己之外，只有那些上界降临者知晓，而那些降临者现阶段不可能将关于上古神木的一切说出去才对。对了，师尊可知神之印记？林隐道：你说的是圣者印记？陆长空开口。林隐摇头，是神之印记，和圣者印记不同。我在开启那一座神木的时候，在墓碑之中捕捉到了一道神之印记，我将之炼化掉，就诞生出了星辰霸血。什么？陆长空一惊，神念顿时爆发，感应林隐的一切。感应半晌，震惊道：墓碑之中居然有神之印记。小隐，关于神之印记的一切，你且不能暴露出去。陆长空急忙提醒道。林隐点头，随后便掌指翻转，顿时间浮现出来几十滴天露。师尊，这是我从神木中带出来的，你试试能否炼化恢复武道。林隐说道。陆长空将天露接过手，当场吞下，过了10多个呼吸便摇摇头。这种天露的确很特殊，很纯粹，相当于顶级的药液，可用来增强境界，但对我恢复武道境界没有用。可惜。林隐摇头，不过倒也不急在一时，并非没有希望。未来各大神木开启，有那几样顶级至宝出世，帮师尊恢复武道境界不是没有可能。交谈片刻后，师徒2人便离开了内殿。陆长空与2大圣地众人寒暄着，林隐与聂青云师兄弟2人很快就收拾好一切。半个时辰过去，神隐峰外，远处大地中依旧站着诸多身影。清玄剑宗众人的眼中满是悲哀与后悔，眼睁睁看着林隐与陆长空等众人再度出现，恳请陆峰主担任宗主之位。尚且活着的几位峰主全部来到神隐峰前，紧接着无数的弟子长老全部都异口同声：宗主之位。陆长空面容无波，看不出喜怒，就这样扫了这片天地一眼。我陆长空从此与清玄剑宗再无干系。轰！剑宗所有人心灵轰然震动。不，清玄剑宗遭遇变故，还请陆峰主担任宗主，主持大局。几位峰主大惊失色，顿时恭敬开口：一个废人而已。陆长空摇了摇头，有何能力担任宗主之位？话音落下，陆长空看向众人：诸位都动身吧。轰隆隆，真空荡起隆隆的颤音，蛮神道院的战车破天而起。小隐，在无念道宫好好修行，想我们了就来蛮神道院看看。战车之上，聂青云开口。无念道宫几尊高手在此，聂青云自然不好再说受欺负了就告诉师兄和师尊这种话。师尊师兄，
你们不用担心我。林隐笑着点头。陆峰主，留步，请陆峰主。清玄剑宗众人大惊失色，无数的声音纷纷响彻。可惜那战车破空而起，眨眼消失在云霄之上。林隐回头，笑容收起，冷漠扫了一眼清玄剑宗那些面孔。愚蠢，可悲，却不值得可怜。这些年，清玄剑宗风光无限，剑宗的弟子走出去，在大蛮王朝内，谁不露出几分敬畏？大蛮王朝第一宗门的名头不是虚的。可惜这些蠢货并没有想过，剑宗的风光至少一半都是建立在师尊身上的。如那宗主柳阳再有怨气，再不满，可事实就是如此。如今沈影峰一脉离去，以后类似那龙阁龙子降临清玄剑宗，可就真的是连朱脉峰主都要对其陪笑了。但这也是他们活该。师尊还算心善，留下沈影峰这条灵脉，以此和清玄剑宗彻底了断。换成林隐，此刻若是境界足够，有能力出手，哪怕将灵脉打散，也不便宜了这些家伙。林隐，我们也该回道宫了，你可还有收拾的？黑袍老者看向林隐。没有收拾的了，莫长老。林隐摇头开口。之前在神隐大殿的交谈中，林隐得知黑袍老者名叫莫川，在那无念道宫乃是地级长老的身份。老者手臂一挥，立！云霄之上，一只火焰龙鹰俯冲而下，宽大的双翼展开，顿时匍匐在神影峰上。不愧是无念道宫7大圣地之一，长老出行之间乘坐的居然都是这种神窍境妖兽。林隐内心一震，现在的自己别看在清玄剑宗弟子中算是高手，可加入了无念道宫，连只妖兽坐骑都打不过。一念变化间，便随着黑袍老者等几人踏上阴翳。林隐，苏宁儿来到了神影峰下，无比复杂地看着林隐。你真不愿为我留下来吗？对清玄剑宗没有一点留恋吗？我神影峰一脉与清玄剑宗再无关系。林隐深看了苏尔以及那诸多期待的面孔一眼，浮现几分讽刺之意。好自为之，留恋。自己5岁便流落至九荒天地，无亲无故，在苏家5院待了半年后，便被3师姐带到神影峰，在师尊以及几位师兄师姐的照顾下，才有了家的感觉。若说有留恋，留恋的只是神影峰罢了。嗡！天地两侧风卷云涌，火焰龙鹰的承载下，一众身影瞬息破空而去。清玄剑宗所有人面如死灰。无念道宫，苏尔望着天空，喃喃开口，心中涌现出无尽的悔意。蛮荒东部，山脉巍峨，群峰屹立，从虚空中看去，山脊大脉如同一条条巨龙蛰伏在此，其间神木参天，灵雾氤氲，这便是陨星山脉，一片蛮荒顶级的洞天福地，超脱于各大王朝之上，独属于7大圣地之一。无念道宫，前世林隐在上界生灵的压迫下，前来这陨星山脉时，远远没有这般灵气充沛的景象。那时无念道宫已经不在，这片山脉已经荒弃。而若是林隐记忆没有错的话，在这陨星山脉中存在着足足3座上古神墓，降临无念道宫之中。林隐放眼望去，远近群峰之间，诸多建筑鳞次栉比，各种无念道宫的弟子行走在四方，几乎看不到什么聚气境、炼体境，连燃血境的弟子都极其稀少。类似自己这般踏入血魂境的，都是垫底的存在，其他几人相继散去，只剩黑袍老者带着林隐。见林隐四处观望，莫长老笑着善意提醒：“你初来圣地，一切陌生。”顿了顿，老者继续道：“这些燃血境的都是一些杂役弟子，血魂境、神窍境便是普通弟子，入了金刚境才有内门弟子身份，而真传弟子至少要踏入元体境，甚至金丹境。那我……”林隐露出异色：“你是地级神念师，自然和他们不一样，直接拥有内门弟子身份。”莫长老继续道：“地级神念师。”林隐神情古怪，原来这莫长老以为自己是地级神念师。不过林隐没有多解释什么，初来乍到，自己终究没有人护着，显现出天级神念师的底蕴，固然能争一个真传弟子的位置，但不着急。小小清玄剑宗尚且内斗不止，自己武道境界才是血魂境，若直接成为真传弟子，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便在随后仅仅1刻钟，这莫长老便已带着林隐熟悉了关于这无念道宫的种种一切，而后带着林隐来到了一座大殿，欲念大殿。与坐镇这欲念大殿的长老一番交谈，便交给林隐一枚内门弟子身份令牌。随后莫长老打开一张无念道宫的地图，内门弟子可选择自己一座山峰作为修炼道场，这些蓝色标注的山峰你都可以选。莫长老笑道。林隐紧紧盯着眼前的地图，很快林隐锁定了一处，我选择在这座山峰地岩峰修炼。
地岩峰。好，莫长老点头。一侧坐镇欲念大殿的长老便动笔登记在册，看着这尊长老写下灵隐地岩峰几个字，一时间灵隐的心脏猛烈跳动起来，脑海中前世的记忆勾动而起。若是没有记错的话，陨星山脉中的3座上古神木之一就在这地岩峰中。前世来这陨星山脉时，其中2座上古神木已被掏空，灵隐只带着月清仙开启了隐藏最深的第3座神木。不过这一世天门开启没多久，真正的妖孽未曾降临，这地岩峰中的上古神木几乎不可能被开启，除非这无念道宫存在着那种特殊的存在。天命之子从欲念大殿走出来后，莫长老便直接带着灵隐踏天而过，跨过道宫群峰之后，很快来到地岩峰。不算起眼的一座峰峦，到来后灵隐立刻就感应到下面居然存在着2条灵脉，不愧是圣地。灵隐心中震动，陨星山脉群峰何止数千座，然而只是区区一座地岩峰下竟有2条灵脉，而且未来便是自己独自享用这2条灵脉，加入圣地才是王道。回想清玄剑宗诸多弟子甚至长老为了觊觎神隐峰那条灵脉而头破血流，灵隐就觉得可悲而讽刺。不过便在灵隐这念头变化之间，莫长老似乎感应到什么，看着前方那座地岩峰的大殿，赵清溪，你们在这里做什么？灵隐这才看到峰顶那座刻着地岩大殿4个字的建筑中踏出5道身影。莫长老。看到灵隐身边的莫川，几人脸色微变，唯有那位被称作赵清溪的女子倒是不卑不亢，道：莫长老，我们乃是凤星云师兄的命令前来的岩峰修炼的。孟星云。莫川皱了皱眉。不错。赵清溪点头。都离开吧，这地岩峰已经有主了，以后不得再无故闯入。似乎是听到了孟星云这3个字，莫川长老没有继续询问什么。地岩峰有主了，5名弟子面面相觑，随后目光全部凝聚在灵隐的身上。这位是？好像很陌生呢。赵清溪的眸光凝聚在灵隐身上，上下打量着。他叫做灵隐，是刚加入道宫的内门弟子。莫川开口，以后灵隐就在这地岩峰修炼了。哦，内门弟子。赵清溪目光一闪，认识一下，我叫赵清溪，也是内门弟子，来自6念道院之一的天念道院。赵师姐好。灵隐点了点头。行了，都散了吧。莫川开口，对赵清溪等5个待在地岩峰的弟子似乎颇为不满。是，莫长老。赵清溪5人顿时开口，匆匆离开。降临者。灵隐显得平静无波，心中却一震。降临者不是赵清溪，而是5人之中2个神窍境弟子。刚刚那一瞬，自己体内的万界神识震动，锁定那2人。灵隐恍惚感应到2人体内存在着圣者印记，天门开启的早期，体内有圣者印记存在，唯有降临者。这些家伙渗透的好快。灵隐一念涌动。这时莫长老看向灵隐，灵隐，你好生修炼，希望你能早日晋升真传弟子，若是未来有不懂之处，可以前去神念道院找我询问。好的，莫长老。灵隐认真开口。莫长老点了点头，顿时踏空而去，离开了地岩峰。灵隐暗暗点头，这莫长老或许是因为师尊路长空的面子，倒是对自己尽心尽责。不过灵隐倒是很清楚一件事，他人靠不住，这莫长老态度再好，也只是自己前来无念道宫的引路人，仅此而已。以后的一切还要靠自己。这是7大圣地之一，不像是在神隐峰中，哪怕自己整日闲散不修炼，上面都有师尊、师兄、师姐他们罩着。在这无念道宫，一切都要自己努力去争。一念间，灵隐就踏入了眼前的地岩大殿。不错，这地岩大殿内灵气比神隐峰上充沛至少3倍。盘坐在地岩大殿上方，灵隐闭上眼睛感应一切。很快灵隐露出异色，除却灵气充沛，这天地真空中居然还有丝丝缕缕的龙气。虽然稀薄，不过长期在此修炼，依旧可得到龙气滋养，能让星辰霸血更纯粹。重点是对神魔炼体诀的修炼也有莫大好处。这天地之间，除却最常见的灵脉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地脉。最出名的特殊地脉便是龙脉了，只是龙脉极其少见，一般只有在各大皇朝的地下才有希望诞生出龙脉。但看样子，这无念道宫的地下也隐藏着一条龙脉。灵隐目光期待，自己可是天级神念师，未来境界能继续突破，便有希望借助强大的神念感应到那条地下龙脉，到时候便可大量吸收龙气，好处无限。前来这圣地之中，凭自己的底蕴、功法等等一切优势，未来修炼速度注定是昔日的数倍，甚至10倍往上很快。神念收起，
林颖手中一枚戒指亮起，这是空间戒指，在清玄剑宗极其珍贵，很多长老都没有，也就朱脉封主才能携带一枚。如今来了无念道宫，前去一趟玉念大殿登记身份名册后，居然就领取了一枚空间戒指。一闪，林颖掌心符现出一部书册，无念道书。将无念道书打开，林颖就看到前面都是一些关于无念道宫的规矩、禁忌、历史等等，可以让新人弟子熟悉无念道宫的一切。道士目录的后面附带着几种功法、武技的修炼篇章，级别都不高，不过是人级、玄级的武技，但胜在可以让任何人修炼，哪怕是杂役弟子都能够随意修炼。林颖认真翻看着无念道书，将这些所谓的规矩、禁忌都牢牢记下来。6念。很快，林颖翻看到一处，原来这无念道宫内部分为6大道院，大约相当于清玄剑宗的9峰9脉：天念道院、地念道院、人念道院、神念道院、欲念道院、空念道院。林颖念叨着，按照这道书上所说，6念道院各有不同功法传承，只有晋升真传弟子才能选择加入6念道院之一。至于内门弟子，除非表现不错，才能被6念道院主动招揽。看来真传弟子才是这无念道宫的核心，而我现在刚加入无念道宫，显然还没有到被莫长老所招揽的份上。林颖顿时就已经想明白了一切，不过他也不着急，先安心将武道境界提升上来才是王道。是谁？就在这一刹那，林颖猛然抬头看向了殿外，殿门是关闭着的，但凭借天级神念师的敏锐，林颖感应到一双眼睛似乎在暗中注视着这座大殿，甚至可能在偷偷观察着自己。顿时起身踏出地岩大殿，不过数个呼吸之间，林颖已经来到了地岩峰后峰一处。林颖睁大眼睛，就看到前方匍匐着一只毛发雪白的白狐，颇为虚弱，在腹部一侧隐隐露出几分受伤后的血迹。窥探自己的竟是这只白狐。不等林颖开口，前方传来娇嫩的声音，白狐居然口吐人言：“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林颖呆滞，会说话的小狐狸，这无念道宫不愧是圣地，居然接纳妖族为弟子。这天下妖兽无数，但妖族极其稀少，如何分辨妖兽与妖族？很简单，妖族会说话。林颖没想到居然在这无念道宫中见到了妖族。喂，我说话呢，你听到没有？小狐狸瞪着绯红的眼睛，好像对林颖颇为不满。听到了。林颖本能地回应着。我说，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小狐狸气鼓鼓看着林颖。那我是哪儿的人？林颖饶有兴趣地开口。你来自祖州。小狐狸立即道。祖州是什么地方？林颖笑嘻嘻开口。我自己怎么不知道？祖州就是。小狐狸声音一滞，带着几分哭腔。我也忘了。你能带我一起回家吗？便在随后，小狐狸可怜巴巴看着林颖。回家。林颖笑容收起，也陷入了沉默。小时候的事情很模糊了，几乎记事起就已流落至蛮荒大地了。5岁时就在街边讨吃的，运气好在那苏家地界乞讨时进入苏家武院生活了不到半年，然后就被三师姐看出了神念师天赋，被带到了神隐峰。家，神隐峰就是家，我的家就在这蛮荒。林颖收起情绪，笑着开口。你骗人，你身上有熟悉的气息，九荒没有那种气息。小狐狸生气道。什么气息？林颖狐疑地看着小狐狸。我也说不上来。小狐狸的声音虚弱了起来。坏人，和你说了这么多，我困了，我要睡觉了。林颖看到小狐狸身子颤抖了一下，雪白的毛发间又渗出了一缕血迹。你受伤了？你是哪个道院下面的弟子？还是快回去治伤吧。林颖挑了挑眉。我不是无念道宫的弟子。小狐狸声音更加微弱。他们会把我抓起来的。那你不怕我？林颖走向前方。不怕，你和刚才那坏女人不一样，不会伤害我。小狐狸弱弱地说道。刚才那几人？林颖顿时想到莫长老带自己来时那赵清溪等5人，他们伤的你？小狐狸点头。来到小狐狸身侧，林颖神念将其身躯包裹，顿时就感应到小狐狸腹部一道剑痕深入毛发，鲜血汩汩，原来早已在此流了一地。小狐狸居然是神窍境的妖族，这种伤应该不致命，但剑气残留在血肉之间，不断侵蚀，免不了10天半个月的痛苦。不是道宫弟子，竟敢光明正大待在道宫。林颖抱起小狐狸，朝着地岩大殿走去。大殿内，林颖掌心符现出3滴天露，随着3滴天露融入伤口之中，片刻，气息萎靡的小狐狸便渐渐恢复了精神。绯红的双瞳略显几分妖异之感，此刻眼瞳转动着，颇为灵动。
对了，刚才那几人为什么会伤你？还有你刚才说的，我来自祖州，有你熟悉的气息。林隐这才看着小狐狸道。刷小狐狸没有回应，而是瞬间窜了出去，来到了店外。林隐看着店外，对了，小狐狸，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雪梨。店外传来小狐狸清脆而稚嫩的声音，随后便没了踪影。林隐摇摇头，随后便笑了笑。刚来这圣地，一切陌生，在这地岩峰又孤独无人，遇到这只自称雪梨的小狐狸，与之聊几句，倒是让林隐心情大好，只觉得有趣。小狐狸雪梨走后，林隐看向店外，露出期待之意。很快，他的神念扩散出去，神念充斥天地间，顿时覆盖了这整座地岩峰，开始对地岩峰寸寸搜寻和感应。1刻钟后，林隐摇了摇头，略有些失望。看来时间太早，地岩峰那座上古神木还没到出世的时候，居然感应不到。自己拥有万界神识的优势在于，能够在神木出世的前1-2个月就能够提前感应到。不过也无妨，地岩峰如今属于自己，后面有的是机会寻找那座神木。神念收起，林隐便拿出了一道令牌，正面刻印着无念道宫4个字，背面则是2个字，内门。这是内门弟子身份令牌，颇为特殊。好东西！看着身份令牌，林隐不禁感叹。顿时之间，神念进入令牌之中，林隐就仿佛看到令牌内部出现了2个字：1万。1万，这是功劳点。在蛮荒大地中，武者交易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晶体——灵晶。而在这无念道宫的内部，灵晶往往只被拿来吸收灵气而修炼，这功劳点才是货币。按照无念道书上所说，这1万功劳点乃是成为内门弟子之后道宫给予的赏赐，可以前去藏宝大殿购买各种修炼资源，当然还有炼药大殿、神兵大殿等各种特殊之地。想要在其中购买丹药、药液、药草、武器等等，一切都离不开功劳点。至于这1万功劳点花费完了怎么办？很简单，便可以前去任务大殿领取各种任务，一旦完成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功劳点。当然，什么炼药大殿、神兵大殿，甚至一些6年道院的长老、院主等人，时而也会发放一些任务让门下的弟子完成，同样会有功劳点的赏赐。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途径了。什么阅历之类的，内门弟子都是没有的。其他的好处大约便是如此刻一般，独自坐拥一座山峰为修炼道场。林隐知道，这是在鼓励下面的弟子通过各种任务历练和蜕变己身。不过这令牌还有一个好处，那便是通过令牌进入灵界。灵界，林隐抬头望天，在这一刻眼中神芒爆射，露出了无比期待之色。灵界是什么世界？准确地说，乃是一个依附于九荒大陆却又无比特殊，只有神念或者魂魄才能进入的时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无人知晓。仿佛在九荒存在的历史上，灵界便同时存在。林隐只是听说灵界之中无比神奇，同样存在着天地万物。灵界之中存在着一些机缘，还有一些历练之地，对魂魄的修炼有很大帮助。前世林隐便想进入灵界之中，但苦于在清玄剑宗找不到前去灵界的通道。再后来受制于岳清仙等一群上界降临下来的家伙，就更没有进入灵界的机会了。这一世终于可以进入灵界看看了。我要提升武道天赋，但身为神念师，魂魄的修炼同样不能落下。林隐心中自语，若能同时借助万界神识和灵界修炼，我要击败萧无望何须半年之久，不足1月我就能杀死他。念及至此，林隐闭上眼睛，手握令牌，很快就进入了寂灭不动的状态中。仅10多个呼吸后，神念便已经感应到了一条通道，灵界通道。找到灵界通道，这一瞬，林隐躁动的心突然变得无比平静。前世记忆涌现出来，虽从未踏入过灵界，可林隐却知道一件事：寻常武者魂魄或者说神魂入灵界，而神念师若能达到天级神念师的领域，可靠着强大神念凝聚出一道神念化身进入灵界。这种神念化身在灵界之中有些许限制，那便是不能在灵界直接产生神魂境界的突破。不过初次入灵界本就是探索，没必要莽撞，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林隐当年流落九荒时留下的唯一本能习惯。一念刹那，林隐本尊不动，一缕神念涌动，沿着那条通道直达彼岸。灵界到了，这是对林隐而言陌生而奇特的天地。山川大地江河万物，应有尽有，一望无际，灵界大不知几何。若是以神念或神魂去感应这一界，一切皆如真实。但林隐却知晓，肉身不能涉足，那这一界无论多么玄妙，都不能算作真实的一界，勉强只是一处先天不足的历练场罢了，像是一座精神世界或神念世界。
天地间并无灵气，但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气息，说不清道不明，隐隐带来滋养之力，这让灵隐的神念能维持化身状态而不灭。如果是魂魄进入这一界，得到这种滋养，日积月累，还真能提升魂魄境界。诸般念头涌动之间，灵隐朝着四周看去，自己所出现之地似是一座祭坛，上面写着无念道宫4个字。灵隐便知晓，大约从无念道宫之中进入灵界之后，都会从这处祭坛中显现。祭坛所在之地，乃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古城前方2里之外。放眼望去，人来人往，不断在那座古城中进出。蛮城，古城上面刻着2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居然是蛮城。灵隐前世便听说过，九荒在灵界之中各有地盘，而蛮荒在灵界所属的区域中，除却各种修炼道场之外，便有2座古城池，分别为蛮城、荒城。快走！这位师弟，刚看你从我们无念道宫的祭坛出来，也是我们无念道宫的弟子。快走，看热闹去！就在灵隐要前去那蛮城看看时，前方2名弟子匆匆而来。路过此间时，正好看到灵隐，显得颇为热情。看热闹。灵隐一脸懵，还没反应过来呢。别问了，快走！神念师考核又开启了，这次似乎出现了许多天才神念师。其中一名弟子兴奋道：快去看热闹！据说这次大蛮王朝的龙阁之中会有2大龙子前来参加考核，尤其那位萧无望，萧龙子会再次前来挑战星辰塔。星辰塔居然在这灵界之中！灵隐的内心一震，随后匆匆跟上这2名热情的弟子。对了，师弟看着面生呢，刚加入道宫，不知如何称呼。3人一边前行，刚才开口的弟子就询问道：灵隐。灵隐吐出2个字，笑道：的确是刚加入道宫，那肯定也是第一次进入灵界吧？我们正好带你逛逛。这弟子开口，随后继续道：介绍一下，我叫沈墨，这位是秦月。沈师兄，秦师兄。灵隐道：刚才你们说神念师考核，那考核不是在星辰阁吗？怎么会在这灵界之中？星辰阁便是一群强大神念师聚集在一起的势力，一般不参与这蛮荒之中的是是非非。一方面是星辰阁里面的神念师大多数本就来自天下不同的宗门大族，另一方面自然是因为神念师本身就身份地位尊崇，天下各种势力想要延续下去，往往离不开神念师的帮助。而星辰阁自古以来就建立了一座星辰塔，这星辰塔便是用来考核和印证神念师天赋的特殊之塔。前世的灵隐虽年纪轻轻开启神念，但却未曾前去参加过考核，因为并不需要。便在这时，沈墨笑着道：师弟不知道，就算是在星辰阁参加神念师考核，考核之地也是灵界啊。神念师考核只有在灵界才足够公平，只动用神念之力，而无武道因素影响。秦月则补充道：星辰塔原来在灵界。灵隐恍然大悟，如此一来，对于自己这种圣地弟子而言，倒是方便了许多。要印证自己的神念师境界，无需前去星辰阁，便在这交谈之间。很快前行约莫5里，灵隐就看到一片无比热闹之地。前方天地间，一座9层高塔映入眼帘，高塔颇为壮观，折射着一抹淡金色的光芒，宛如梦幻星光，颇为醒目。那便是星辰塔。灵隐盯着那座高塔，同时看到诸多武者汇聚在星辰塔四周交谈，时而指向星辰塔旁边一张悬空的榜位。星辰榜。灵隐盯着那榜位，星辰榜便是神念师天才榜位。沈墨解释道：这些都是星辰榜设立500年来所有入榜者中开启星辰塔层数最高、年龄最小的天才排名。灵隐目光扫过，看到星辰榜总共有100个排名，而在那第10名的位置上赫然写着萧无望，年龄19岁，星辰塔层数第5层，萧无望。念叨着这3个字，这一刹灵隐的目光变得极度冰冷。灵隐师弟，你也想看萧无望挑战星辰塔吧？沈墨并未注意到灵隐的神色，而是露出期待之色。星辰阁的最后一枚天外神丹终于要有主人了。哦，天外神丹。灵隐不禁看向沈墨，师弟还不知道，这一次星辰阁也宣布在7大圣地收徒的前1个月提前开启神念师考核。沈墨激动道：此次考核的第1名则是能够得到星辰阁珍藏上百年的一枚天外神丹。我看这天外神丹就是星辰阁忍痛拿出，为了拉拢邀请萧无望这尊妖孽而准备的。秦月也露出浓浓的羡慕之意。天外神丹啊，世间总共只有3枚，如今只剩下这1枚，若是能够将之炼化，便可让血脉突破，体质蜕变，神魂进一步壮大，那可是硬生生提升武道天赋呀。没错，这次虽然有不少年轻的天才神念师出现，
但在那萧无望面前始终是陪衬而已。沈墨点了点头，听着这两人的话语，林颖不禁闭上了眼睛，脑海中前世的一些记忆涌现出来。天赋先天而定，有人生来平庸，有人伴随天地异象降世，注定便是顶级天才，无敌妖孽。但天赋不是永远恒定的，这天地之间总归有一些特殊之物，能帮人逆天改命，或许是功法，或许是力量，或许是丹药。天外神丹便是这种能让人提升天赋，拥有逆天改命之效的顶级宝物。数百年前，星辰阁的一尊地级神念师神游天外之时，便在星空之中捕获了这样的3枚丹药。据说是天外星空一处特殊之地，汇聚天地日月星辰之精华，诞生出的3枚绝世丹药，再强大的炼药师都无法将之炼制出来。其中第1枚天外神丹为星辰阁造就了第2尊地级神念师，第2枚天外神丹被7大圣地之一无量剑宗的一名平庸弟子得到，直接帮其改命，剑道大成，最终成为了无量剑宗一尊极其强大的太上长老。只剩下第3枚天外神丹，一直都被星辰阁握在手里。近100年时光，无数武者包括7大圣地都想要染指，星辰阁却拒绝出售。没想到这次居然放出了关于天外神丹的消息。我要提升武道天赋，这天外神丹乃必争之物。林颖念及此处，意志无比坚定。林颖很清楚，天外神丹的价值不弱于很多上古神木中出产之物。这神念师考核持续多久？林颖随之开口：1个月，持续到7大圣地开启收徒考核的前一天。沈墨不假思索道：1个月，我还有时间准备。林颖心中默默道。就在这时，四周人群哗然，无数目光都凝聚在了那星辰塔之上。星辰塔第4层猛然亮起，第4层透出的金光刹那变得无比之强盛，随之在那金光之中居然出现了3颗璀璨至极的紫色星辰异象。地级神念师，居然又诞生了一尊地级神念师。不少人震惊开口，浮现出浓浓的羡慕，居然是地级3星神念师啊。旁边的秦月叹息道：我当初神念比很多弟子都强，也以为自己有神念师天赋，结果进入星辰塔要开启第2层，都差点神魂崩溃。所以秦师兄现在是……林颖看向秦月，勉强算个玄级1星神念师，在我们无念道宫一抓一大把。秦月一脸郁闷，便在3人交谈间，前方众人的惊呼中，星辰塔的门户被打开，一名神情倨傲的青年走出来：恭喜周巡，你考核成功，为地级3星神念师，这是我们星辰阁奖励你的3枚7星聚气丹。立即便有星辰阁负责镇守此地的几名老者走过去，将3枚拇指般大小的丹药递给周巡。这灵界的丹药能带出去？林颖好奇。那是印记，可伴随着神魂一起离开灵界，回到蛮荒大地后，便可前去星辰阁的任何一处分阁领取丹药。沈墨带着羡慕之色开口解释道：原来如此。林颖点了点头。便在此时，前方那周巡已经被诸多身影所包围，蛮荒不少势力的长老，甚至宗主、门主之类的，居然都围在那里。周小友，恭喜成为地级神念师，可有心仪宗门？若能加入我们紫剑门，直接让你成为真传弟子。真传弟子？笑话！周巡，你若加入我们霸蛮宗，可让你成为传人，未来继承霸蛮宗大业。众人纷纷开口，皆在拉拢着周巡。周巡显得冷漠，浮现出淡淡的不屑，无视这群人，而是看向了四周。可有圣地使者在此？顿时，很多人面容变得僵硬，不禁苦笑。圣地？是啊，如周巡这般绝世天才，哪会看得上这蛮荒普通宗门？唯有那几大圣地才是这周巡的目标。诸多目光不禁朝着不远处看去，那里有一群人相视而笑，似乎对这一幕见怪不怪。那是……林颖也看向那边，有我们无念道宫的长老，应该各大圣地都有长老之类的等候在此。沈墨低声说道：入无量剑宗，可为内门弟子。一名复剑老者笑着开口：入蛮神道院，可为内门弟子。另一尊老者开口，便在眨眼间，属于无念道宫的一名长老则是道：加入无念道宫，可为普通弟子。我周巡加入无念道宫，只是普通弟子。听到无念道宫的长老开口，周巡脸色顿时变了。不错，道宫长老开口，我加入其他各大圣地，可是直接享内门弟子身份。周巡眉头紧皱，四周众人神情复杂，看出这周巡心仪的宗门乃是无念道宫，但加入无念道宫，偏偏从普通弟子做起。周巡显然是心高气傲之人，此刻的确有些不舒服了，面子上也有些挂不住。不过也就只有这种天才，
可以在这个时候与圣地谈条件了。道宫长老看出周巡的不满，不禁笑道：若你有信心，可1个月后参加无念道宫收徒后的新弟子大比，若能排入前3，便可直接晋升内门弟子，也就1个多月的事情。行，那我加入无念道宫。周巡沉默数个呼吸，便开口道。其他各大圣地的众人对视一眼，略微失望，便转身离开。这种天才，李长老居然不曾让他直接成为内门弟子。身侧秦月意外的开口，林隐笑了笑，没有说话。地级3星神念师而已，若加入其他势力的却算是天纵无双之辈。但无念道宫本就是7大圣地之中最擅长神念之道的圣地，所以加入无念道宫的神念师本就数量不少。这周巡选择了无念道宫，相对而言就显得平庸不少了，想直接成为内门弟子不可能的。至于自己，那墨川长老也以为自己是地级神念师，但却能直接拥有内门身份，和师尊陆长空的面子没有关系，而是很简单，自己18岁，而那周巡23了。不再看那边的热闹，便在随后林隐朝着星辰塔走去。林师弟，你去做什么？沈墨和秦月2人呆滞。我也试试这星辰塔。林隐回头咧嘴笑着道。林师弟挑战星辰塔。秦月神情古怪，他好像只有血魂镜，血魂镜一重天。沈墨补充道，难道他是天才？秦月瞪大眼睛。星辰塔下多是看热闹的，真正测试的并不多。这世上拥有神念师天赋的本就是少数。那周巡走出来后，半晌便无人再踏入，倒是方便了林隐。小友也要参加考核。星辰阁所属的几名老者顿时来到林隐面前，态度都极其温和。我想试一下，需要登记在册吗？林隐笑着道。在星辰榜上刻下姓名，还有年龄，至于宗门来历，若是没有可以不写。其中一名老者开口，同时为林隐示礼。好。林隐点头，便在几名老者的注视下，林隐神念涌动，锁定星辰榜，隔空书写。这其实也是一种考核，若神念不够，难以在星辰榜留下印记，那基本上与神念师无缘了，无进入星辰塔的必要。林隐18岁，无念道宫。虚空出现9个字的光影，然后印在星辰榜上，下一刻再度隐去。圣地弟子。星辰阁几名老者不禁慎重几分。好了，可以入塔了。刚才开口的老者好心提醒，切记在星辰塔内不可硬抗，挑战不过可以放弃，否则神魂受损，可比肉身伤势难至10倍。我明白了。林隐说完就踏入了星辰塔中。砰！塔门关闭。林隐目光扫过，星辰塔第1层一片不大不小的空间，并无其他东西，空空如也。只是站在这里，感觉到四周空间涌来一股压迫感，略微不适。不过对于林隐而言，这点压迫并不影响什么。看到前方存在着9级台阶，林隐便走了过去。踏上台阶，每一步便能感受到空间的压力更重几分。不过10多个呼吸便已来到第9级，这一瞬已能感受到来自星辰塔第2层的压迫，如背负着一座无形的巨石在攀登。这里的压力增强了至少10倍，只是抗住空间带来的压迫吗？林隐摇头，倍感无趣。他知道成功踏上第2层便算是一名真正的神念师了，人级神念师。星辰塔第2层同样空空如也，林隐很快就踏上了第2层的9级台阶，空间的压迫更为强烈，再度强了10倍。大约30个呼吸后，林隐踏足星辰塔第3层。这一刻，从外面看，星辰塔第3层便亮起了金光。只是塔外虽热闹，但并无人在意。第3层，玄级神念师，除了带林隐来此地的沈墨与秦月。林师弟，这么快就到了第3层？秦月狠狠咽了一口唾沫，盯着星辰塔。1星、2星、3星，星辰塔一侧，好快的速度，7星了。其中一名老者瞳孔一缩，猛地开口。难道？几名星辰阁所属的老者都期待起来，隐隐呼吸紧促。所谓的天才神念师不少，但能入星辰榜者10年未必能出一个。如刚才那周巡，在众人眼中是顶级天才，可在他们这几位的眼中，22岁的地级神念师其实只能算还不错。可林隐若能以18岁之龄踏入星辰塔第4层，那……嗡！虚空中星辰榜突然震动，几乎顷刻间，一个崭新的名字映入众人视线。星辰榜98名，林隐。什么？几乎同一时间，无数目光通通锁定在星辰榜上。沈墨与秦月瞠目结舌。星辰塔第4层，18岁的地级神念师，天才。星辰阁一名老者目光无比灼热。星辰榜有新人了。
近30年，星辰榜第2次出现新人，此间众人哗然一片，心中如有惊雷炸开。别看那星辰榜上有100个排名，事实上那是近500年来所有入榜者的排名。榜上属于当世的高手只有不到10位，入星辰榜哪怕排名末尾都是莫大的荣耀。而外面众人震动的此刻，星辰塔内第4层，林隐迈步踏入9级台阶的第2级，突然间便如置身于一片苍茫天地中。只见一根粗大的天地灵力光柱出现，带着磅礴气机贯穿下来，巨大的压迫让林隐心神颤悸。本能地，林隐抬手一拳砸向天空，砰！拳头与光柱撞击在一起，猛烈的震动让这片天地炸开，身躯狠狠一颤，目光一闪，林隐就看到自己依旧站在原地，大口喘着粗气。林隐便毅然转身走下台阶。今日只是简单一试，这具身躯不是神魂，只是神念凝聚而成到了这里，已经算是极限了。再强闯下一层将会崩溃，没必要强行尝试了。星辰塔前3层只是简单的空间压迫，但第4层开始，每踏上1级台阶，便有诸般神念异象出现，凶险莫名。这样下去，若打开第5层，或许将陷入某些精神世界，将要对决各种大杀器，甚至和一些对手进行神魂之战。林隐一边思忖着，一边走下星辰塔。下次神魂进入灵界，真正前来挑战星辰塔，会比这简单10倍。外面无数目光的注视下，星辰塔被打开，一刹那，眼前众人围过来，诸多目光无比炽烈，全部都上下打量着林隐的一切，似乎要将他看透。林隐，可否加入我们清玄道门？前方有2名老者顿时开口。可让你直接成为真传弟子，以你的天赋，未来成为清玄道子都不是没有可能。清玄道门，林隐眼中浮现出一抹回忆之色。曾经在清玄剑宗修炼时，我最想要踏入的的确是清玄道门。什么？清玄剑宗？你曾经是清玄剑宗的弟子？清玄道门所属的2名老者神色大变。林隐没有回应，而是淡淡道：如今无念道功自然最适合我走神念师之路。清玄道门2名老者不是傻子，看到林隐冷漠的态度，已能揣测到一些事，一时间脸色阴晴不定，难看至极。不错，7大圣地中唯有我们无念道宫才真正擅长神念之道。之前与周寻交谈过的那名无念道宫长老走来，欣慰看着林隐：你叫林隐，刚来道宫吗？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见过，长老。林隐开口：不错，我的确刚来道宫，如今在地岩峰修炼。我姓温。长老主动开口道：见过温长老。林隐点点头。既然在地岩峰修炼，看来你已是内门弟子。温长老笑着开口：我还说你这样的弟子不能埋没了，也不知道是谁挖掘了你这样一尊天才，这笔功劳居然没有落在我身上。是墨川长老带我来道宫的。林隐如实回应：你还年轻，好好修炼，未来早日晋升真传。温长老开口：只有晋升真传弟子，才有机会修炼我们无念道宫的无上功法一念无限功。相较于刚刚那颇为自负高傲的周寻，林隐的这般不卑不亢的态度，显然更给温长老赏识。感谢温长老教导，弟子林隐一定不会懈怠。林隐拱手开口。这时星辰阁所属的几名老者也来到了林隐面前。林隐，恭喜你开启星辰塔第4层，为地级2星神念师，成功登上星辰榜。其中一名老者看着林隐，目光熠熠。我们星辰阁将奖励你10枚7星聚气丹，此外你登上星辰榜，我们同样有一份大礼相赠。感谢前辈。林隐开口，他知道和星辰阁这种蛮荒最大的神念师势力搞好关系不是什么坏事。我刚刚听你说你的修炼之地是地岩峰对吧？这名老者继续道。林隐开口，好，3日之内一切都会送到无念道宫。星辰阁这名老者开口，对了，1个月内我还能再次前来挑战星辰塔，对吧？林隐说道。可以，任何神念师挑战星辰塔皆不限次数。这名老者笑着说道。我明白了。林隐说完就朝着不远处沈墨和秦月那边走去。林师兄。沈墨和秦月看到林隐前来，虽无比激动，然而语气结结巴巴。师兄。林隐古怪看了2人一眼。秦月讪讪一笑。林师兄，刚才看你是血魂境，便自作主张称师弟，希望林师兄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恭喜林师兄登上星辰榜。沈墨显得有些紧张。不必如此拘谨，以后叫我林隐便可。林隐笑着道。我刚加入道宫，本就一切陌生，能和2位在灵界相遇也是朋友了，若再叫我师兄，这朋友就没得做了。林隐，2人还是有些拘谨道。
本来想让你们带我逛逛，熟悉一下那蛮城和荒城，不过如今星辰阁在考核，我就先回去准备一下，准备下次再来挑战星辰塔。林颖随后道。恭送灵师。林颖、沈墨与秦月二人有些语无伦次。林颖笑了笑，此间的身躯逐渐淡化，便在数个呼吸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星辰塔下，几名星辰阁所属的老者聚在一起，神情凝重。情况有变，其中一人无比严肃，低声道：是我感应错了，这灵隐竟然是神念之躯，不是神魂进入灵界。我也察觉到了，灵隐的确是神念之躯。另一人随后道：一具神念之躯居然是地级2星神念师，若他的神魂踏入灵界，很有可能乃是地级9星。又一名老者开口：天级苗子。猛地，此地几名星辰阁所属的老者异口同声：1个月内灵隐还会前来开启星辰塔，到时候就能彻底看出潜力了。率先开口的老者道：他可只有18岁啊，如果真的是天级苗子，我先回去将此事禀报阁主。其他几人皆慎重点头。不一会儿，就看到眼前的老者身躯淡化，神魂很快就消失在灵界之中。无念道宫，地岩峰，灵隐缓缓睁开了眼睛，目光悠悠，迸射2道沉冷彻骨的光芒。星辰塔，天外神丹。灵隐自言自语：萧无望，你带走我一滴本命之血，你们龙阁4大龙主之一萧长风亦废了我师尊的武道。深吸一口气，灵隐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杀机，沉沉开口：此仇不共戴天，我们就从灵界开始比一比。那一枚天外神丹，你是别想得到了。如今我已是圣地弟子，你背后的龙阁算什么？随后，灵隐起身，便带上身份令牌，直接走出殿外。无念道宫的珠峰地图早已烙印在他的脑海中。灵隐要前去藏宝大殿一趟，终究是圣地，这无念道宫的藏宝大殿中有各种宝物，无数资源。自己的身份令牌之中，可是有着1万功劳点。先去购买一些特殊的宝物来炼化再说。都是天级神念师。然而萧无望的境界，上次前去清玄剑宗时即将踏入武道第6大境界金刚境。武道境界的支撑下，萧无望的神念雄浑程度肯定在自己之上，但自己有着万界神石的帮助，1个月内至少在星辰榜上超过萧无望，夺取那一枚天外神丹不是没有可能。毕竟若是真论神念师天赋，自己还在萧无望之上，天级神念师也还有1星、2星乃至9星之分呢。咦，小狐狸！就在灵隐要走下地岩峰时，又看见了之前的小狐狸徘徊在地岩大殿不远处。人家有名字，叫雪梨。小狐狸瞪大绯红妖异的眼瞳，气鼓鼓开口：好，雪梨，你对这无念道宫很熟悉吧？带我去一趟藏宝大殿。灵隐笑着道。小狐狸应激般的急忙摇头：不去，那我自己去。灵隐迈步：你还敢乱跑？小狐狸道：小心点吧，乖乖在地岩峰待着，那坏女人早就盯上你了。坏女人盯上我？灵隐蹙眉，顿时就想到了之前待在地岩峰的几人。那名领头的女子赵清溪，小狐狸雪梨身上的伤好像也是那赵清溪留下的。当时那几人之中还有2个从天门踏出隐藏身份的降临者。来了，他来了。小狐狸猛然露出恐惧之色，一眨眼就化作一道雪白的光影，消失在地岩峰的后方。灵隐转过视线，便看到前方虚空中一道身影凌空而来，来人正是赵清溪。眨眼间便降临的岩峰来到灵隐面前：恭喜林师弟登上星辰榜，真没想到林师弟居然是一尊天才神念师。赵清溪目中泛出一抹柔光，姣好的面容浮现热情之意。赵师姐，找我是有什么事吗？灵隐显得平静，看到凑过来的赵清溪，不声不响朝着旁边移开了一步。赵清溪似乎对灵隐的淡漠态度有些意外，不过他笑容依旧，手中空间戒指亮起，从戒指中拿出了一个透明如水晶铸造的瓶子，以及一柄天蓝色的长剑。孟星云师兄，听闻你登上星辰榜，很是欣慰。赵清溪笑道：这是孟师兄赐予你的20枚地玄丹，还有1件地级魂器。赐予我的？灵隐看了赵清溪一眼：呵呵，奖励你的。赵清溪神情一滞，然后说道。灵隐并未伸手去接，而是道：我登上星辰榜，不应该是道宫给予我奖励吗？道宫是道宫，而这些东西便是孟师兄代表星盟奖励你的。赵清溪解释道。星盟又是什么？灵隐疑惑看着赵清溪。师弟有所不知，星盟乃是孟师兄在天念道院麾下建立的势力，如今已有数百内门弟子，甚至5位真传弟子加入。赵清溪道：林师弟，你运气很不错，得到了盟主的赏识，连我都看得很嫉妒呢。
当初我可是为星盟立下好几件大功劳，才成为了星门的核心。但孟师兄说了，你将直接成为星盟星矢之一，我正好要离开一趟。林隐直接开口。赵师姐若无其他事情，恕不远送。在无念道宫内部，一些弟子居然还能建立自己的势力，还叫做所谓的星盟，简直是可笑。不知道无念道宫的诸多高层都是怎么想的，如何能容忍？但林隐听着却是颇为刺耳。况且拿人手短，前来递岩峰时，这赵清溪和其他几个弟子聚在这里，让林隐颇为不爽。本来对这赵清溪就没有好印象，现在什么孟师兄，什么星盟，什么星矢，林隐更是一概不想沾。林隐，你不识抬举。赵清溪的面容冷了下来，你简直找死，不给我面子倒也无妨，你敢不给孟师兄面子？顿了顿，赵清溪沉声道，给你一个一步登天的机会，你居然抓不住。你可知晓，道宫之内除却星盟，还有天剑门、武行门、雷霆宗、天刀阁，足足10几个势力。什么？林隐无比意外。赵清溪以为林隐被吓到了，不禁冷哼，抓住机会，以后有星盟护着你，否则以后你在圣地寸步难行，甚至每个月都需要向各大势力上缴足够的功劳点才行。难道道宫会允许这么多势力存在，还敢来找我这个内门弟子收保护、收功劳点呢？林隐念头涌动，正好通过赵清溪熟悉无念道宫的一切，这有什么奇怪的？对真正的天才而言，道宫内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告诉你吧，林隐，若是你招惹了真传榜前10的师兄师姐们，就算他们出手把你杀死，都不需要担心道宫问责的。赵清溪冷傲开口。那孟星云师兄在真传榜排名第几？林隐好奇。哼，我们道宫真传弟子足足153位，而孟师兄高居真传榜36名。赵清溪说道。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我肯定是要加入星盟的。不过，林隐道。不过什么？赵清溪的面容略微缓和几分。不过赵师姐既然知道我登上星辰榜，应该也知道我1个月内还会去挑战星辰塔吧？林隐说道。我知道。赵清溪点了点头。实不相瞒，下次挑战我有把握考核为地级9星神念师。林隐开口。什么？地级9星？赵清溪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林隐这般18岁年龄，在一些小地方只不过刚刚起步修炼没多久而已，如果真能成为地级9星神念师的话，将会引起多大的震动。未来注定成为道宫真传弟子不说，而且会成为6大道院全部拉拢的对象。届时林隐在星辰榜上的排名恐怕能闯入前70以内，天赋上仅次于那位萧无望、萧龙子。所以刚才也不是有意要拒绝加入星盟，实在是满脑子只有挑战星辰塔，没有心思顾及其他事情。林隐苦笑着说道。这会儿出去也是要前往藏宝大殿中购买一些壮大神魂、增强神念的丹药宝物，为了再次挑战星辰榜做准备，而且过2日还要出门去一趟天葬山脉。说到这里，林隐似乎说错话了一般，突然就闭上了嘴。你说什么？天葬山脉？赵清溪眼神顿时变得无比凌厉。我……林隐支支吾吾，随后才道。既如此，实不相瞒，师弟我当初在天葬山脉发现了一座奇怪的古墓，只是以前实力不够无法打开，就准备过几日再去尝试一番。停，不要再说了，林师弟。赵清溪脸上的冷漠完全消失，再度变得温和。你有心挑战星辰塔，这很好，是师姐误会你了。你刚加入道宫，现在身上只有1万功劳点可用吧？赵清溪紧接着说道。不错。林隐点头。1万功劳点能购买什么的？把你的身份令牌拿出来。赵清溪开口。林隐将身份令牌拿出。这时赵清溪同样拿出身份令牌。神念涌动之间，赵清溪手中的令牌之中就飞出10道印记，进入了林隐自己的令牌之中。林隐眼前一亮，立刻就发现自己的身份令牌中功劳点居然从1万瞬间变成了11万。师姐这是？林隐看向赵清溪。赵清溪眼中掠过一抹肉疼之色，紧接着道：师弟尽管放手去做，师姐支持你，不过那天葬山脉可是禁地之一，师弟不可孤身乱闯，届时师姐陪你一起去。真的吗？赵师姐，这样太好了。林隐心中冷笑，但露出惊喜之色。师姐可是金刚境的高手，若是能够陪我一起前去，那我们肯定能开启那座古墓。嘘！赵清溪当即伸出食指。林师弟，人多眼杂，师弟你刚登上星辰榜，本来就会引来很多目光注视，遭人嫉妒。关于这天葬山脉的一切，切不可告诉其他任何人，否则会很危险。放心吧师姐，我就信任你，这件事我也没告诉其他任何人。林隐重重点头。那师姐，我们就说好了，3天之后一起前去天葬山脉。
行，师弟先好好准备。赵清溪说完，顿时踏空而起，离开地岩峰。峰顶，林隐看着赵清溪的背影，面容逐渐冷酷。这时，小狐狸雪梨出现在不远处。这个坏女人没安好心。放心，我也不是啥好人。林隐笑看了雪梨一眼，顿时便走下了地岩峰。无念道宫藏宝大殿，整个藏宝大殿之中热闹至极，弟子众多，全部都是来购买各种修炼资源的。不愧是圣地，底蕴就是雄厚。藏宝大殿中的不少资源，很多都是林隐在前世之中只听说过，却没有机会见到的。例如一些能增强神魂，甚至蜕变血脉、体质、提升武道天赋的无上宝物，简直让林隐暗自流口水。可惜价格都太贵，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功劳点，实在夸张。恐怕一些道宫长老都肉疼舍不得购买。让林隐意外的是，除了购买各种丹药、灵液、武器等等修炼资源之外，藏宝大殿居然也能接取任务。例如有一些特殊的古药或古矿石之类的，颇为少见。若是能够寻来，交给藏宝大殿，便能换取不少功劳。一刻钟，林隐就出来了，对藏宝大殿熟悉了不少。身份令牌中的11万功劳点丝毫不剩，全部都被林隐花完。按着前世的记忆，林隐购买了一些特殊的古石、灵晶、神铁之类的。这些东西未曾备注造成武器、战甲，其中保留着最原始的精华，最适合让万界神识吞噬。除此之外，还有足足10几个任务都被林隐领取了过来。带着这一切，匆匆回到地岩峰，祭出身份令牌，神念涌动，林隐立即沟通这片天地。不多时，地岩峰上足足9座大阵全部运转起来。完成了这一切，林隐才略微满意。以后这里毕竟是自己的修炼道场，怎么能允许他人随意踏入？那赵清溪不经同意随意闯入，真把自己的地岩峰当后花园了。这次是赵清溪，以后呢？岂不是人人都能随意在自己的地岩峰上乱逛？盘坐在地岩大殿中，林隐手中空间戒指一闪，眼前立刻出现了一大堆的灵晶、神铁等等。时间尚早，各种上古神木还未到开启之时，连地岩峰中隐藏的那座神木都没有出世的征兆。林隐盯着眼前一大堆的东西，我虽有万界神识，没有各种神木中的资源也不行，现在只能先在这无念道宫争取各种好处了。林隐手掌探出，贴在了眼前的诸多灵晶之上。伴随着沟通体内万界神识，眼前的诸多灵晶、神铁很快就被吞噬了精华。大约1刻钟，所有的一切精华被吞噬殆尽，已全部都已经失去价值，变成了一堆废料残渣。1700滴天露，林隐自言自语。这些天露立即就被林隐全部融入4肢百骸，神魔炼体诀运转起来，开始不断的炼化。轰隆隆，良久，盘坐在此间的林隐身躯震动，传出了雷鸣般的沉闷响声。那是体内灵力运转到极致而产生的震动。1刻钟，半个时辰，1个时辰，3个时辰，给我破！就在某一瞬，林隐猛然大吼。这一刻，体内全部的灵力如在体内化作一条灵力之龙，狂暴、蛮横而霸道。砰！猛烈的冲击下，体内一道崭新的窍穴突然被冲破。这一道窍穴被冲破的片刻之间，便在神魔炼体诀的力量洗涤和淬炼之下，变得逐渐强大、坚韧。这时，四周天地真空中，一股股纯粹的灵气便朝着林隐涌动而来。林隐的身躯如同鲸吞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大量灵气吸收进去，转化为崭新的灵力，储藏在窍穴之内。哈哈，爽快！已经入夜，林隐却精神百倍，不禁兴奋开口。借助这1000多滴天露，一口气将第2个窍穴终于冲开。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又多出了一个气海。本身拥有的气海加上2大窍穴气海，现在的林隐拥有3大气海。强大的灵力掌控感让林隐振奋无比。3大气海在身，战力更加精进一步。多开辟一个窍穴，不夸张地说，等于多了一道护身符。从修炼状态中脱离，林隐起身走出地岩大殿，站在这峰顶，看着天上的月光，一时兴起，本能的出拳。一招一式普通而简单，可是每一招都霸道至极，气劲炸开，轰出100米开外。这种绝对的力量爆发，简直超越血魂镜所该有的极限。林隐见过无数血魂镜高手的战斗，此刻在他的对比推演之中，虽然自己是血魂镜1众，但如果现在有一尊血魂镜9重天的高手站在面前，自己一拳能将之直接打穿，甚至很多神窍境的高手都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血爆拳，演练片刻，林隐吐出3个字。这一次出拳时，同时引动了体内的气血，气血、灵力同时爆发，融入拳芒。
拳风简直猛烈了10倍。爆！爆！爆！一口气，林颖足足打出18拳，最后一击，18拳的劲气融为一体，18爆合一。当初斩杀那尊降临者的时候，只能做到9爆合一，现在足足达到了18爆合一的恐怖地步。砰！眼前虚无的真空砰然一声，就如同被一拳打得破碎。站在此间的林颖，呼吸之间气息凶猛，简直如同月下演武的一尊人形猛兽。痛快！神魔炼体诀真是旷古烁今的不世奇功。林颖意气风发，仅仅开辟2大窍穴，就让我的灵力如此雄厚，如此霸道。未来若是开辟更多窍穴呢？而且林颖很清楚，现在还只是单纯的窍穴开辟，在不久的未来，自己但凡冲破血魂境的极限，踏入神窍境，便可着手在窍穴之中凝练神魔种子。一旦神魔种子诞生出来，种种变化不可想象，生命的本质都会得到无上提升。赵清溪，我不加入星盟，你居然敢威胁我！威胁我，那你就死定了。你身边有2个降临者，我不信你会对上古神木一事一无所知，能忍得住不跟我前去天葬山脉？入了天葬山脉，天机难测，再强大的天眼都无法看透一切，无念道宫调查不出证据的，到时候我就把你们一起宰了。看着远处月下朦胧的群峰，林颖目中杀机闪烁。前世我苟延残喘300年，这一世谁妄图欺负我、压迫我，那就全部都去死，谁都拦不住我。你要杀谁？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突然从地岩峰一侧跳出来，绯红的眸子在这月光的笼罩下更显几分妖异之感。这一刹，林颖目光闪烁，精神瞬息恍惚。不过他终究从300年后而来，内心何其强大，只是一瞬就恢复了正常，不再受到影响。雪梨看到小狐狸，林颖浮现一抹笑容。哼，你总算记得本姑娘有名字了。雪梨哼了一声，在林颖面前迈步。对了，你要杀谁？杀谁？林颖露出意外之色。我感应到你的杀意了。雪梨开口道。好灵异的小狐狸。林颖心中一震，自己只是一念杀心起，居然被这小狐狸察觉到了。要注意点了，过些天要看看道宫有没有敛息的秘术。我问你，你是不是要杀了赵清溪这个坏女人？雪梨随之再度问道。林颖静静看着雪梨半晌，略微点了点头。你好像是人族的天才。雪梨打量着林颖，灵力强度都接近我雪梨了，神念更是强大，比我还厉害。不过怎么了？林颖顿时道。不过连我都不是那坏女人的对手，你怎么杀她？雪梨冷哼道。跟我来吧。林颖一脸疑惑，看着转身进入的严大殿的小狐狸，顿时跟了进去。刚进入大殿，就看到小狐狸仰天张嘴，吐出一枚不大不小的圆形之物，一股浓烈的妖气顿时扑面而来。妖丹。林颖瞪大眼睛，好一枚绝世妖丹。这东西林颖在前世见过，当初月清仙和一尊妖族的少主大战，将对方杀死之后掠夺了一枚妖丹，没想到今日这小狐狸吐出了这玩意儿，这可是大宝贝，对于自己这样的内门弟子而言，用价值无量来形容也不为过。送给你。小狐狸神念涌动，托起妖丹送到了林颖面前。给我的。林颖盯着这一枚妖丹，有些懵，你救了我，这妖丹就送给你，拿妖丹砸死那坏女人。小狐狸瞪着林颖，砸不死她你就跑，知道吗？反正你不能死，你死了就没人带我回家了。行，这妖丹我的确很需要，有了这一枚妖丹，我还真能把赵清溪给砸死。林颖把妖丹接过手，本能的伸手朝着小狐狸头上摸过去。你干嘛？动手动脚，不知道女孩子的头不能摸吗？小狐狸急忙躲开，生气瞪视着林颖。你只是小狐狸。林颖一阵无语。我再说一遍，我叫雪梨。小狐狸瞪着林颖。行，雪梨。对了，雪梨，你是怎么有这颗妖丹的？林颖随后正色道。你只是神窍境，还远远没有到凝聚妖丹的时候吧。世间诸族一旦踏上修炼，除却一些特殊的天赋蜕变之外，境界都是一样的。人族神窍境之上是金刚境、元体境，再往上便是金丹境。所谓金丹，乃血脉、灵力、神念融为一体，也便是精气神3元归一，最终孕育而成的存在。诞生金丹者，哪怕在这圣地之中都能成为普通长老了，在蛮荒各种小一点的宗门，甚至都是宗主、门主级的存在。小狐狸只比自己高一个境界，乃是神窍境，当然不可能凝聚出妖丹。你不要问了，反正这枚妖丹你放心炼化就是，没人会找你麻烦的。雪梨挥了挥爪子，如同人类摆了摆手，老气横秋般说道。我是怕跳出一只大妖来找我麻烦。林颖嘀咕道。
看出小狐狸不想透露妖丹的来历，林颖也不再多问。不好！就在这时，小狐狸猛然身子一缩，惊惧而紧张地看向了殿外。怎么了？林颖开口。快把妖丹收起来！小狐狸雪梨的声音居然在颤抖。林颖回过神来，本能地将妖丹收入空间戒指。他的脸色骤变，因为整座地岩大殿内已被浓烈的妖气所充斥。雪梨给自己的这一枚妖丹本来就不简单，在本质上比前世月清仙得到的那一枚妖丹更强大，妖气无比浓烈，无比纯粹。这股妖气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地岩大殿散溢出去，充斥在了地岩峰的上方。林颖朝着殿外看了一眼，便发现妖气混杂着天空洒落的月光，让地岩峰顶这片天地场域变得有些妖异迷幻。林颖，快藏起来！小狐狸缩在大殿一角，带着哭腔。他要来了。谁？林颖惊疑不定地看着小狐狸。只在下一刻，林颖猛然看到远处的夜空中出现2束极尽璀璨的天光，在顷刻间光芒变幻，居然在夜空中显现出了2道深邃如宇宙天渊般的眼瞳，双瞳悬天，瞳光笼罩无尽大地，好似要把整座无念道宫都卷入其中。天眼悬空，林颖深吸一口气，那是某一尊绝世高手修炼了无比强大的5道天眼，在此刻显化的天地异象。只是这般异象遮天蔽日，未免太过可怖了。只在一念间，2束瞳光扫过天地寰宇，似乎在搜寻着一切。不过数个呼吸，顿时就锁定在了地岩峰上。瞳光笼罩下，这座地岩峰在此时此刻显得无比显眼，无比醒目，一下子就吸引了其他无数的目光。小狐狸别怕，有我在。林颖朝着殿外踏出，死死盯着夜空。坏了！看着那片天空，林颖警觉不已，心灵跳动。才不外露，在这圣地之中更是如此。这一瞬，林颖便已经明白是地岩峰散发出的妖气引来了这无念道宫中的绝世高手。不能说自己大意，而是少了几分经验。未曾想到小狐狸拿出的妖丹本质如此强大，更没意识到地岩峰中的9座大阵只是聚灵大阵、防御大阵，而不是什么遮蔽气息的特殊阵法。9座大阵根本无法将地岩峰的妖气全部遮蔽住。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惊变出现，2道悬空的眼瞳交融在一起，顿时之间虚空变幻，恍惚间就繁衍出来了一名青年。只在下一刻，那片真空场域中再度繁衍出遮天蔽日般的紫金光芒，如同帝王之光。光芒繁衍，在无念道宫上方的天地间延伸出一条虚空大道。那条虚空大道居然朝着地岩峰的方向一路延伸过来。虚空大道上，那名青年迈步于天，徒步丈量虚空，如同凝缩空间一样，每一步踏出都是上百米距离。而伴随着那条紫金色的虚空大道延伸而至，一股无法形容的强大压迫力顿时如山洪海啸般淹没这片天地。站在地岩峰顶，纵然隔着9座大阵，林颖感觉到自己的体内灵力运转艰难，气血流通阻塞，连呼吸都变得略微有些困难。好强，这就是真传弟子吗？林颖终于明白为什么雪梨显得那般慌张了。那分明不是本尊血肉之体，而是一道化身。一道化身却能爆发出如此席卷天地的威势，简直恐怖。不过林颖也并非寻常，神魔炼体诀立即暗自催动起来，体内气海震动，2大窍穴爆发，如同3大气海一起运转之下，才是勉强稳住了身躯。换作其他血魂境的武者站在此地，根本挡不住这种强大的压迫力。而这一刻，无念道宫内，群峰诸殿逐渐亮起，远近群峰之间，诸多身影若隐若现，纷纷出现。各种道宫的高手都被惊动。圣子，有人颤声开口。1年不见，圣子更强了。诸多高手惊颤的同时，虚空大道上那名青年已经到来，孤傲身影站在9天中，黑发在夜空中随意舞动着，深邃的眸子之中泛出一缕缕紫金天光，如天上的星辰幻灭。强大的威势席卷，充斥在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如有一尊年轻的帝王莅临。9天十帝唯他独尊。孽障！青年淡淡吐出2个字，双瞳贯穿下来，似乎看透了地岩大殿，看到躲在其中的小狐狸雪梨。妖族，祸乱我无念道宫！青年随之冷漠开口：滚出来吧，吐出妖丹，我饶你不死！大殿中，雪梨身躯彻底缩成一团，瑟瑟发抖，根本不敢有丝毫妄动。林颖蹙眉，看向天空中的青年：你是谁？来我地岩峰要做什么？青年的目光这才凝聚在林颖身上，似乎一眼就看出林颖不过区区血魂境，并不以为意。人妖不两立，
这小畜生胆敢混入我无念道宫，让他滚出来吧！他的确是妖族，但却并未祸乱无念道宫。林隐开口，即便真做了什么错事，自有道宫诸位长老、院主来制裁他。阁下若是没有其他事，便离开吧。混账！青年瞳孔暴睁，顷刻间，青年身上一抹滔天的杀意便从天而降，似乎根本不能够忍受林隐反驳他的意志。如高高在上的帝王，一言九鼎，号令一切，容不得任何人质疑。谁敢质疑，那便是挑战帝威。是谁？谁给你的胆子，敢如此和本圣子说话？青年怒火涌动，凌厉盯着林隐。包庇妖族，罪孽滔天，你想死吗？哼！林隐冷哼一声，罪孽滔天，你虽是圣子，但我林隐有没有罪，不是你能定论的。圣子，没想到居然是一尊圣子亲临。林隐从无念道书上得知，这无念道宫之中加入6大道院，成为各大道院的最强弟子，便直接晋升为圣子。基本上成为圣子，便拥有了未来继承无念道宫的资格。古往今来，无念道宫的每一任公主几乎都是从6大圣子之中角逐。不过林隐的脾气就是如此，你前来的严峰若是好声好气，还能和你说2句，结果一上来就这般目空一切，颐指气使，那滚一边去吧。林隐早已受够了被岳清仙等一众降临者长达300年的欺负，如今来了这道宫，便是抓住机会，正当趁机崛起，步步登天之时。如果今天对这尊圣子低头了，那么以后如何直面本心？本心不通畅，念头不通达，那还修炼什么？不如待在小小的清玄剑宗混吃等死。就在这一刻，虚空之上，这尊圣子的杀意瞬间堆积到了极致。既然如此，我就把你和这只孽障一起处决了。青年开口，一念杀机无限，顿时之间掌指探出，一道直径100丈的天地大手诞生出来，五指铺展开来，蔓延十方，如遮天蔽日，居然朝着地岩峰覆压而下。天地间灵力混乱，真空开始震动。那惊天的气势覆压之下，地岩峰上这片场域中的压力简直瞬间增强10倍。砰！一掌就轰击在9座大阵的结界之上，咔嚓！毫无征兆，9道天地结界直接破碎了5道。林隐骇然感应到，地岩峰的9座大阵已经废掉了5座，简直难以置信。这尊圣子乃是金丹境的绝世高手，但是比以前青莲剑宗的那几位同样金丹境封主都要强大，都要恐怖得多。与赵清溪的交谈中，林隐就已经推测到，这无念道宫真正身份极高、境界强大的弟子可以无视种种规矩，但没想到这尊圣子到来，一语不合，竟然真的要在这朗朗乾坤之下对自己这个内门弟子痛下杀手。轰隆隆，头顶上方的空间在圣子的极力压迫下再度震动，那圣子的气息变化似乎在酝酿着下一击。就在这时，一道白色的光影从地岩大殿中冲出，来到林隐脚下。林隐，雪梨要死了，你要活着，记着把我的尸体送回祖州，带到我爹娘身边。小狐狸神念传音，颤声开口。小狐狸你放心，今天谁都动不了你一个毛发。林隐柔声开口，微微蹲身，抚摸着雪白的毛发，安抚着小狐狸。你打不过他的，我们加起来都扛不住他的一击。小狐狸神念传音道，他是裴千帝，是无念道宫最强的圣子。是吗？打不打得过，总要打了才知道。林隐冷漠看向了天空。且不说本来看着圣子就不爽，况且小狐狸雪梨对自己这么信任，居然舍得赠给自己一枚价值无量的妖丹，林隐怎么可能就这样翻脸无情，把小狐狸给交出去？那还是人吗？轰隆，震动响彻，那无与伦比的掌力再度从天而降。砰！剩下的4道大阵结界在同一时间全部炸开，地岩峰上的防御彻底消失。这里9座大阵终究只是普通的阵法，根本无法和神隐峰上师尊亲自布置的苍龙大阵相比，在这尊圣子的面前简直形同虚设。这一刻，弥天彻地般的威势彻底笼罩了整座的岩峰。圣子住手！远处的夜空中顿时有声音传来，一眨眼，好几位长老匆匆破空而至。裴千帝，你这是在做什么？堂堂圣子，何必欺负一个新人弟子？开口之人林隐并不陌生，正是在那灵界之中见过的温长老。欺负新人？虚空之上，圣子裴千帝眸光锋利如天剑，此子勾结妖族，祸乱道宫，当斩。扫了温长老一眼，裴千帝冷漠开口：温长老，你要包庇他吗？勾结妖族？温长老看向小狐狸雪梨，眉头微皱，这其中必然有误会。林隐才刚加入我们无念道宫，怎会勾结妖族？不错，林隐入主地岩峰不过才几日而已，
几乎同一时间，居然有好几位身穿长老道袍的存在纷纷开口。林隐目光扫过，不禁有些意外。那位温长老自己在灵界认识过了其他这好几位长老，自然是无比陌生。这一瞬，诸般念头涌动起来，林隐就知道自己没有来错地方。不愧是圣地，这些圣地的长老可不像清玄剑宗的那些老东西那么蠢。看样子自己登上星辰榜的事情已经在一些道宫长老之间传开了，只是纵然是一群长老，可似乎根本不被这裴千帝放在眼中。林隐对杀意的感知是无比精准的，那裴千帝对自己和小狐狸雪梨的杀心不减反增。地岩峰上妖气冲天，尔等视若无睹，是在质疑本圣子吗？这一刹，裴千帝扫视着前来此地的诸多长老，本圣子亲自执法，谁敢拦路？让开！冷漠的声音恍如天音响彻，震聋发聩。嗡！天空在颤鸣，裴千帝的双眸中泛出缕缕金色的光芒，两束铜光扫视天地，负压乾坤。被那铜光触及，所有人都心灵狠狠一震，神魂都颤悸了起来。别说汇聚在地岩峰顶的众人，就算远处群峰之中，那些被惊动而出世的高手都涌现出莫名的慌乱，只觉得站在天空中的那一道身影强势、霸道、神圣不可侵犯。面对这样一尊如年轻帝王般的身影，任何人甚至任何所谓的天才都会产生一种自惭形秽，只能仰望不可触及的卑微感。滚！陡然间，裴千帝的身躯冷厉10倍，滚滚音波激荡天地，如同无形的空间乱流，冲击着众人的心灵。温长老在内的几名道宫长老身躯莫名的震颤了一瞬，几名长老居然不由自主地朝着后方退避了好几步。怎么可能？远处无数道宫弟子瞠目结舌，呆滞当场。绝世强者以势压人，这裴千帝的一缕强大气势居然就逼退了几名道宫长老。紧接着2束铜光从天而降，凛冽的铜光顿时就锁定在林隐和小狐狸的身上。妖丹交出来！裴千帝带着命令的语气不容置疑。林隐交出妖丹，你便可离开。这一瞬，温长老再度开口，踏空而行，眨眼落在了林隐和小狐狸的身侧。其他几名长老不禁咬了咬牙，同样在此刻同样落在了峰顶，站在林隐身侧，全部都抬头望天，谨慎看着裴千帝。林隐，这尊登上星辰榜的弟子肯定不能在今日出问题。很明显，这位道宫的新人论神念师天赋只在那位龙阁龙子之下。无念道宫虽然擅长神念之道，弟子之中也有很多神念师天赋出众的存在，但能和林隐比肩天赋者根本没有。虽然会因此而让裴千帝这位圣子不快，但林隐这种弟子肯定要将之护着。只是看到这样的一幕，裴千帝突然笑了起来，看向被众长老护着的林隐，裴千帝的杀意在无形中再度腾升，似乎对于这一幕对众多长老敢顶着自己的威势而执意护着林隐非常看不惯，非常的不爽，交出妖丹也要死。裴千帝冷厉开口，轰隆！毫无征兆，裴千帝的大手突然降临，仿佛力量无边，大手溃压下来，真空荡起无形的涟漪，霸道无边。温长老主动出手，砰！2道手掌正面砰然一击，咔嚓！居然有裂响声传出。只听温长老闷哼一声，噔噔噔，身躯居然被裴千帝那一掌轰退10几米外。站在那里的温长老手臂隐隐颤抖，一缕缕鲜血沿着手臂渗出，不断滴落。凭你也想抵挡本圣子？裴千帝眸光睥睨，本圣子要杀的人，谁人能够阻挡？天地静悄悄一片，这可怖的一幕让远处无数道宫强者头皮发麻，心惊胆战。一道化身压制道宫长老，圣子裴千帝居然恐怖至此。9次淬丹，温长老大惊失色，难以平复。金丹境高手每一次淬炼金丹成功，便能晋升1重。9次淬丹，这裴千帝居然已是金丹境9重天的强大存在，只差一步便可金丹运神，演绎天地法相，成为法相境的顶级高手。护他离开！林隐身侧几名长老对视一眼，其中一名长老开口：裴千帝肆意大笑，离开！你们这些小小的长老，今日为了护他，敢顶撞本圣子，那本圣子偏偏便要杀掉他，以儆效尤，是吗？斩我林隐，以儆效尤！林隐推开身侧的几名长老，猛然踏出一步。裴千帝声音戛然而止，意外地看向了林隐，似乎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一个小小的武魂境居然敢主动站出来。林隐，回来！几名长老急忙开口。然而林隐置若罔闻，就这样盯视着天空中的圣子。
一缕浓烈的杀意同样繁衍出来。要以我灵隐立威，好想法。不过裴千帝，你恐怕是找错了人。灵隐冷笑开口，既然你要杀我，那就是我的仇人，既是我的仇人，那你就去死。清冷的声音响彻天地，一下子让远近群峰都安静了下来。无数道宫弟子瞪大眼睛，都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这灵隐不过一个小小的武魂境，不出意外，应该是靠着神念师天赋才能够成为内门弟子的。但在这一刻，居然开口让圣子裴千帝去死，连裴千帝自己都不禁怔了一怔，随后反而饶有兴趣地看向了灵隐，露出一抹赞赏之意。好，很好，敢这样和本圣子说话，倒是让我高看你一眼。本圣子改变主意了，你将妖丹和这妖族交出来，今日可以不杀你。裴千帝开口，反而给你一个机会，带本圣子出关，未来做我的武士。这也行。狗屎运！远处很多弟子惊愕，随后暗自念叨了起来。武士能当圣子裴千帝的武士，那是何等的荣耀！追随在圣子身后，注定是一步登天。等到未来裴千帝执掌无念道宫之后，那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届时哪怕身边的武士，恐怕至少都能成为天级长老，甚至神级长老。普通长老、地级长老、天级长老、神级长老，要知道今日前来此地的温长老等人都不过是普通长老而已。但是这一刻，灵隐笑了起来，笑容无比灿烂，灿烂中藏着无尽的杀机和斗志。你不杀我，但是我要杀你啊！灵隐声音浑厚，话音落下的瞬息，灵隐体内一股无比强大、无比猛烈的气血波动爆发，砰砰砰，身躯之中传出连连不断的砰鸣声，如同在产生着一种无上的裂变。这是血脉裂变。灵隐的身上恍惚之间似乎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光晕，光晕变幻，在这夜幕之下颇为显眼，如同一团火焰在燃烧。灵隐的目光变得坚定、决然，甚至疯狂，身上的杀意在不断堆积之下，仿佛比那圣子裴千帝的杀意更浓烈。刚入道宫不久，便迎来一尊圣子，这是灵隐怎么都没有想到的。但这裴千帝得势不饶人，还号称要让自己变成武士。武士是什么？是奴才，比前世被岳清仙胁迫镇压的日子好不到哪儿去。灵隐根本无法忍受，而且今天忍了也没有用。裴千帝依然不会放过自己，反而招惹了圣子。从此以后，自己行走在无念道宫之中，再也难以抬头。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不如裴千帝，所有自己该得到的好处都难以再得到。那怎么能够？灵隐要让这无念道宫所有人都知道，那位待在地岩峰修炼的新人弟子不是那么好欺负的。蝼蚁！天空中，裴千帝感应着灵隐的气息变化，淡淡吐出2个字，对这一幕并没有放在心上。蚍蜉撼树，不自量力。是吗？灵隐声音滚滚，身躯内部的星辰霸血已然全部燃烧。血脉燃烧术，这是神魔炼体诀中一种堪称禁忌般的手段，燃烧自己的血脉之精华，换取短暂而巅峰的力量。基本上此术动用，血脉便从此废掉，代价无比之大。但那又如何？不够，绝对的境界差距不是区区燃烧血脉就能弥补的。哪怕这星辰霸血乃是一种特殊血脉也不够。神印破碎，神印燃烧。灵隐心中大吼，毅然决然。当日炼化了那一道半步黄级神印，因此而诞生了星辰霸血。但那神印颇为强大，灵隐境界不够，以至于神印本体融入体内后还未完全炼化。本来这神印的力量将会在1-2个月之内潜移默化般被灵隐吸收，将能够让星辰霸血更进一步，生命的状态甚至境界都更进一步，好处无限。然而顾不得那么多了，有舍才有得。血脉废掉，可以再生神印消失，可以再开启上古神木。但今日灵隐不愿成为裴千帝建立他那圣子神威的垫脚石。灵隐，你……几乎在灵隐体内神印燃烧的刹那，温长老等人全部震惊开口。他们的感应中，灵隐的气势节节攀升，简直超出了理解，超出了想象。正常血魂境就算强大10倍都不可能有这般气势。裴千帝，你给我死！猛然间，灵隐大手隔空一击，轰向天穹。轰隆一声，头顶的真空寸寸爆开。这是难以想象的一击，不应该出现在血魂境身上的一击。体内血脉与神印双重燃烧后换取的狂暴力量，伴随着一掌惊天而起。裴千帝脸色微变，同样一掌朝着下方镇压而来。砰！真空天爆，2道大手轰轰烈烈撞击，不只有灵力的碰撞，更有神念的对轰。
几大长老心脏跳动，骇然退避，难以挡住林颖与裴千地碰撞的契机。这一幕简直可怖，简直是古今难遇。诸多无念道宫的长老注定永生永世无法忘怀这一幕。血魂、神窍、金刚、元体、金丹，以血魂境对抗金丹境，哪怕只是对抗金丹境的一道化身，这依旧足够的夸张，足够的离谱。砰砰砰，地岩峰顶，天地真空不断爆开。不出手则已，两人一出手便是石破天惊，如狂风暴雨，几乎数个呼吸之间就连续碰撞数十次，每一次都是最为极致的力量大撞击，没有丝毫的花哨，没有任何其他的变化，只有最纯粹的碰撞，最极致的比拼。明明是两个武者，但此刻如两个未曾修炼过的普通人，你一拳砸出，我一拳轰去，就这样在进行最原始的碰撞。轰隆，顷刻碰撞第18次。也就在这一瞬，天空之上，裴千地的身躯狠狠颤抖起来，身躯踉跄，连续退避好几步，那帝王凌晨般的巅峰气势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片狼狈。终究是化身之体，经过刚才的战斗消耗，此刻身躯似乎淡化了不少。好得很。裴千地怒极反笑，突然仰天长啸。道宫6念道院，谁敢接纳灵隐，便是和我裴千地作对。天音传递，滚滚激荡在群峰之间，振聋发聩。一言宣告无念道宫竟要封杀灵隐，竟不让6大道院接纳灵隐，当众斩掉灵隐在道宫的未来。哼，裴千地，你为圣子，颐指气使，又怎知他日我灵隐不能将你超越？灵隐大笑，今日你这具化身我收了。刹那之间，灵隐手臂一招，神念涌动，身后地岩大殿中，一柄天蓝色的战剑突然飞出，瞬间就出现在灵隐掌心之中。手持利器，杀心自起，灵隐一剑直指天穹，隔空锁定裴千地。血魂境，裴千地迈步天穹，嘴角浮现一抹嘲弄的笑容。废物！听到裴千地开口，无数道宫强者目光复杂。的确，血魂境是不能御空飞行的。裴千地脚踏9天，便是给灵隐机会，也不可能抓得住。这一剑或许很强，但注定不可能斩在裴千地的身上。只是这一刻，灵隐同样笑了起来，笑容一时充满了嘲弄。嗡，瞬息，一剑冲天，不是剑气，而是剑体。天蓝色的剑体化作极致的流光，在夜空中格外醒目，几乎瞬间抵达裴千地面前。裴千地的面容顷刻变得无比僵硬。赤，剑体刹那穿透裴千地的胸膛，从前胸贯穿至后背。裴千地身躯踉跄，再度淡化了几分。灵隐，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滔天杀意堆积，裴千地的怒火要点燃真空。众目睽睽下，身为圣子，被灵隐这么一个内门弟子如此挑衅，不，这不是挑衅，这是天大的耻辱。连续踏空10余步，强行挣脱了剑体。裴千地浓重喘息，化身虽强，无肉身气海支撑，和灵隐对拼到此刻已虚弱到极致。嗡，剑气嗡鸣，让裴千地此刻最恐惧的声音再度响起。你敢！裴千地怒喝。有何不敢？灵隐声音洪亮，神念御剑，剑体破空而出。吃了！又一击，洞穿裴千地眉心。只是这一刻，裴千地再也没有逃生的机会，任凭身躯扭曲挣扎，脑袋始终被牢牢定在虚空中。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流逝，天地间的一切定格在这一幕。远处无数弟子呆立当场，看着虚空挣扎的裴千地，只觉得一切如梦似幻。蓦然，地岩峰顶，温长老大笑。灵隐有天级之姿，寻常的地级神念师，神念勉强比肩神窍境武者，可以预见，但绝对不能预见到这种程度。灵界有传言，灵隐1个月内还会再度前去挑战星辰塔，纵然不可能超过那位龙阁龙子，但恐怕至少能达到地级8星甚至地级9星神念师的地步，在那星辰榜上的排名能前进一大截，未来成为天级神念师板上钉钉。听温长老话语，不远处其他几名被裴千地言语折辱失了脸面的长老亦笑容浮现。今日灵隐血脉燃烧废掉又何妨？星辰霸血虽是特殊血脉，但也只是勉强列入血脉榜末尾而已，放在这圣地之中也算不得什么太强的血脉。堂堂无念道宫，未来让灵隐诞生其他特殊血脉又有何难？重要的是，对于一名强大的神念师而言，要那武道做什么？神念师天级之姿，这便够了。毕竟如龙子萧无望那般武道与神念之道兼修，
还能表现出众的旷世妖孽，数百年来屈指可数。难道不修武道的神念师都不活了？行了，灵隐，放开圣子吧。今日一切便当是误会，都是道宫弟子，你和圣子之间也算不打不相识。远处再度有长老踏天而来，温和开口，居中调停。这些在远处作壁上观的长老也终于纷纷现身了，放开我。裴千帝声音沙哑，同时开口。灵隐笑容依旧，隔空一招，那一柄悬空的战剑就从裴千帝脑袋中抽离出来。灵隐，你竟敢！恢复自由身，裴千帝顿时大吼。只是一句话未曾说完的刹那，地岩峰顶，灵隐大手隔空一抓，没有任何的灵力波动，没有任何的武技施展，但就是这样的一击，仿佛有一道无形的大手刹那破空而起，穿透近100米的天地虚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裴千帝的身躯包裹。等到诸多道宫长老反应过来之时，裴千帝的身躯已被灵隐从天空中强行拘禁下来。无形的大手，那是神念所具，大手并拢，瞬息之间，裴千帝发出最后的痛苦惨叫，整具化身就这样破碎了。诸多的碎片在灵隐手中聚成了一团淡金色的光团，一眼看去，光团内部仿佛有诸多不同的纹路，变幻莫测，无比奇特。那是裴千帝化身被抹杀之后所遗留的本源，其中存在着一缕裴千帝本尊神魂的力量，还有一部分裴千帝修炼多年所领悟的道语法之奥义。从来没有什么不打不相识，打了就是对手，你发誓要杀我，那就是仇人。灵隐淡淡开口，既然是仇人，那我怎么可能放你离开？诸多道宫长老全部睁大眼瞳，远处群峰之中，不少普通弟子甚至内门弟子都心中隐隐一颤。所有人都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伴随着灵隐彻底抹杀裴千帝那一道化身，此人和圣子之间的仇恨就彻底诞生了，再也不可能化解。便在随后，温长老看着灵隐，灵隐，好好修炼，我期待你下一次的星辰榜排名。今日感谢诸位长老能站出来为我说话。灵隐拱手开口，无妨，小事而已。裴千帝是圣子，是我们道宫的未来之一。其中一名长老目光熠熠，但我们道宫不能只有几位圣子崛起，灵隐你也是我们道宫的未来。诸多长老说完便陆续告辞离去，这座地岩峰也逐渐陷入寂静之中。小狐狸，没事了。灵隐看向雪梨，圣子太吓人了。雪梨这次没工夫计较灵隐对他的称呼，而是弱弱开口道。紧接着雪梨又道，灵隐，你又救了我一次，我也是自救而已。灵隐看着手中的这一道光团，不禁耸了耸肩。可这次是圣子的化身，如果他亲自前来找你呢？雪梨眼巴巴看着灵隐，要不我们现在挖了那座墓，然后一起逃跑吧。放心吧，无念道宫不会让裴千帝本尊来杀我的。灵隐无所谓般笑了笑。但就在这时候，灵隐猛然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盯着雪梨。雪梨，你刚才说什么？挖了那座墓？什么墓？墓上古神墓。灵隐当然对这个字眼无比敏感，他知道这地岩峰之中藏着一座上古神墓，而且这座神墓放在九荒内部的那些古墓中已经算是小型的神墓了，其中很可能藏着一些价值惊人的宝贝，可比自己在天葬山脉中开启的那座上古神墓大了太多。之前在天葬山脉开启的那座神墓其实上根本不算什么，连小型神墓都不算。一些中型的神墓开启之后往往是巨大的地宫，比皇宫还要华丽还要宏伟。大型的神墓灵隐上一世见过2次，那简直是如一方小世界一般，无比壮观。只是地岩峰下有座墓这件事，这一世如今只有自己知晓。小狐狸雪梨为何会突然吐出这句话？便在灵隐的注视下，雪梨犹豫了瞬息，然后开口，灵隐，我告诉你个秘密，你可不能对别人说哦。灵隐点点头，其实你的地岩峰下面藏着一座古墓。雪梨警觉地看了天地远处一眼，然后煞有其事地低声开口。灵隐震惊，小狐狸居然真的知道地岩峰中那座上古神墓，简直不可思议。天命之子。灵隐狐疑地看了小狐狸一眼，随后又摇了摇头。正常来说，想要寻找到上古神墓难如登天，除却自己拥有万界神识才能感应到上古神墓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轻易找到，除了一种生灵，天命之子。这世上有一些无比特殊之人，这些人好像拥有某种奇特的天赋一样，能够在某些神墓出世之前冥冥中提前感应到神墓的气息，从而前去将神墓开启，获取到巨大的机缘。这种人以后在九荒天地中被称为天命之子。当然
这种天命之子极其少见，而且就算是天命之子，也只能是偶尔感应到一些神木的气息。1000座神木能够感应到3、4座，就已经是天命之子了，根本没有自己靠着万界神识而捕捉一切神木气息的本事。这小狐狸是妖族？难道说天命之子不分种族？小狐狸，你知道那座古墓在何处？林隐顿时期待地看着小狐狸。小狐狸摇摇头，然后道：我只是几年前隐约感应到了一缕古墓的气息，就知道这地岩峰下藏着古墓，但究竟在哪里，我找了好几年还没找到。可惜。林隐心中遗憾，基本上能确定小狐狸应该也算是一尊天命之子了，但天命之子的本事可没有自己大，自己来了地岩峰已经感应过了，还未找到那座墓，那小狐狸肯定也不可能找得到，怪不得你会待在地岩峰不走。林隐看着小狐狸，你这也太胆大了，这也就是圣地，如果换成其他宗族之中，发现你是妖族，肯定会把你捉住。今夜诸多无念道宫长老的态度，其实已经让林隐推测出很多事，那便是这只小狐狸的存在。无念道宫诸多高层是知晓的，一直以来小狐狸就待在地岩峰，也不干什么坏事，那无念道宫自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方圣地，蛮荒大地最强的7大势力之一，岂会容不下一只人畜无害的妖族？但是林隐、雪梨感觉到那座古墓快要出事了。小狐狸绯红的双目闪烁，等到古墓出事，咱们把里面的宝物偷偷带走，就一起离开无念道宫好不好？你放心，林隐，我身上还有妖弹。小狐狸挥动爪子拍了拍林隐的裤脚，紧接着道：就算离开了无念道宫，跟着雪梨混，不会饿着你的。看着小狐狸这般模样，林隐不禁大笑。放心吧，小狐狸，倒也不至于要逃出无念道宫，这地岩峰是我的，真的开启古墓，里面的宝贝也属于我们。林隐说道，而且到时候我们偷偷开启，谁都不知道。小狐狸点点头。对了，小狐狸，之前那赵清溪前来的岩峰做什么？难道也是为了寻找那座古墓，还是来地岩峰为了抓你？林隐再度询问道。他好像是来寻找什么的，而且他身边有2个人，更坏，盯上了我就对我动手了。小狐狸愤怒地说道。我知道了，小狐狸，你送了我1枚妖丹，我也帮你报仇。林隐柔声开口。林隐，那我先去玩了。小狐狸说完，也不等林隐回应，化作一道光影消失在地岩峰的后方。林隐无奈摇摇头，然后看向一片狼藉的峰顶，很快就分别来到9座大阵的旁边，其中5座大阵已经完全破碎，手中没有各种神石材料，无法修复。不过剩下4座大阵破损不大，用了大约半个时辰，林隐便将这4座大阵全部修复完好。毕竟是天级神念师，而且带着300年的记忆，这些年虽然没有得到师尊陆长空教导神念之道，但师尊留下的那些典籍手札，林隐早就翻看了无数遍。布置和修复天级之下的大阵，对林隐来说不算难事。做完了这一切，林隐回到地岩大殿，盘坐在大殿上方，这才再度拿出了之前斩杀裴千帝化身而得到的那团光芒。好东西！林隐冷笑。裴千帝，你毁我地岩峰几座大阵，但我也不亏。渐渐的，灵力运转，将这团光芒包裹。林隐的神念触及其中，渗透进去，开始了不断的炼化感应，一个个呼吸过去。林隐陷入寂灭状态，全身心沉浸在这团光芒之中，一直到了第2天凌晨，紫气腾升，天边一缕霞光隐隐出现。蓦地，林隐终于睁开了眼睛，手中的那团光芒已经散去。千地诀。林隐吐出3个字。从那一团光芒之中，林隐捕获到了属于裴千帝修炼的道与法之痕迹，其中的一些烙印被林隐完全参透这一夜的参悟，如同林隐在对裴千帝搜寻记忆一般。尽管这记忆不全，但依旧让林隐得到了想要的千地诀。这便是裴千帝修炼的功法吗？林隐感应着脑海中崭新的记忆，自言自语，居然是黄级功法，这是好东西。林隐虽然修炼了神魔炼体诀，但功法这东西多多益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王道。让我看看千地诀有何特殊之处。林隐露出期待之色。时间流逝，弹指便是数个时辰过去，林隐逐渐动容，露出欣慰之色。有意思，千地诀不愧是黄级功法，比当初在清玄剑宗修炼的那些破功法强大了不知多少倍。这功法的修炼主要是凝聚黄道之气、地道之气，孕育地者意志，走的是气吞山河，唯我独尊的路子。尤其是修炼这功法，未来踏入金丹境时，以王道之气、黄道之气、地道之气来淬炼金丹，必定诞生出特殊金丹——帝王金丹。天下武者体内诞生金丹之后，
往往是普通金丹居多，唯有顶级天才，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诞生出特殊金丹。想拥有特殊金丹，那是要看机缘或者说运气的，而千地诀则注定让武者拥有帝王金丹。只能说，这功法虽然无法比肩自己的神魔炼体诀，但依然价值惊人，理应远远超越寻常黄级功法的极限。残篇，林颖吐出2个字，不错，这是帝王绝功法的残篇，不是自己捕获的功法技艺残缺，而是裴千帝此人得到的功法本就是残篇。不过看来此人也是个有机缘之人，但可惜裴千帝这点机缘在自己面前不值一提，再大的机缘大不过九荒之下那诸多上古神木。便在这一刻，林颖探出了手掌心，掌心之中一道紫金色的光芒闪烁，光芒变幻莫测，宛如帝光，在本质上甚至要比那裴千帝散发出来的帝王之光更浓烈更纯粹。随后在林颖呼吸之间，光芒逐渐产生变化，居然在掌心之中凝聚出一枚小小的种子，帝王种子。林颖喃喃开口，紧接着帝光变化之间，崭新的帝王种子再度凝聚，2枚、3枚、4枚、7枚，足足7枚帝王种子彻底诞生之后，终于到了极限。不过林颖也心满意足，裴千帝，千帝诀在你的手中真的是浪费了。林颖淡然开口，这帝王种子恐怕同样修炼了帝王诀的裴千帝都不可能拥有，因为这是林颖结合神魔炼体诀从而凝聚出来的特殊之物。神魔炼体诀修炼到一定阶段，可以在窍穴中凝聚出神魔种子，但是那功法太强，而林颖境界较低，连神窍境都不曾踏入，自然不可能诞生神魔种子。但帝王诀不一样，虽是黄级功法，在蛮荒之中也算非常强大了，但相比神魔炼体诀不值一提。对这些日子一直参悟神魔炼体诀的林颖而言，现在在参悟黄级功法，只觉得一切简单无比。将2大功法的奥义融合，自然就诞生出来了比神魔种子弱一些的帝王种子。呼吸之间，林颖将7枚帝王种子融入掌心之内，顿时就将之际存在了气海之中进行酝养。舒服，林颖不由得开口。刚刚一番尝试之下，其中1枚帝王种子加持在血肉之间，几乎让灵力和气血沸腾暴涨。若是在战斗中催动着帝王种子，战力会产生暴增，几乎接近自己之前燃烧星辰霸血的状态，还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星辰霸血虽然已经燃烧废掉，但有了这7枚帝王种子，自己的实力不减反增。随后林颖掌指变换，便将雪梨赠给自己的妖丹拿出来，妖气滚滚充斥大殿。不过这一次林颖无比谨慎，完全用灵力与神念包裹一切，不让妖气渗出大殿半点。林颖修炼起来简直废寝忘食，掌控着妖丹，顿时就进入了认真参悟的状态。这对于他而言便是一种享受。而便在林颖参悟妖丹的同时，此时此刻，灵界，整个灵界蛮荒所属的这片区域简直是天地沸腾，如在灵界开启一场空前的盛会。相比较林颖之前进入灵界时，热闹了不知多少倍。今日蛮荒大地无数强者的目光齐聚灵界，灵界蛮城5里大地之外，无数武者到来，将星辰塔所在的这片大地围得水泄不通。无数人的目光都紧紧锁定在那榜位上，星辰榜第10，萧无望。时而诸多武者的目光朝着远处看去，似乎在期待着什么。眼前的星辰塔也处于开启的状态，前面站着足足几十名属于星辰阁的神念师。此刻无人参加考核，也不能够考核，因为都在等人，等待龙阁龙子萧无望。奇迹真的要发生了吗？人群中有人开口，没想到我有幸能亲眼见证一尊星辰榜前10妖孽的诞生过程。一侧其他不少人再度说道，不知萧龙子能带来怎样的惊喜。属于星辰阁的一群神念师此刻同样目光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们都是龙阁的长老，很多人都事务繁忙，不经常前来坐镇星辰阁，但在今日都放下一切，纷纷赶来。便在诸多武者不断议论，此间越来越热闹的同时，终于远处一众武者出现，簇拥着2名气势惊人的青年走向此地。若林颖在此定不会陌生，那其中一位正是当日前去过清玄剑宗，迫使剑律大长老都要为之低头的龙子萧无望。来了，2大龙子尹玄、萧无望。这片大地间的嘈杂顿时熄灭了，无数武者全部都朝着那一行身影看去，眼中都藏着浓浓的期待，还有诸般仰慕、羡慕之意，伴随着一众武者接近这座星辰塔。站在此间的诸多武者甚至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居然不敢正视。纵然很多人境界并不弱，可是看着那走在最前方的2大龙子，竟然不由得诞生出一种自惭形秽之感。
这是天生的神魂强度、神念境界差距所导致。引龙子、萧龙子，一名星辰阁所属的长老顿时走上前，笑容浮现。我们等待多日了，看来2位龙子是准备好了。其中一名身形修长、面容阴柔的青年微微点头，正是龙阁4大龙子之一尹玄。旋即，尹玄看了一眼虚空中悬挂的星辰榜，萧师弟若入星辰榜前10，不知。尹玄一句话未曾说完，眼前的星辰阁长老便道：若能杀入星辰榜前10，我星辰阁自然不会吝啬。好，尹玄满意点头，随之就看向了身侧的萧无望。那萧师弟，我便先开始考核，等会不抢你的风头了。尹师兄先请。萧无望点头，说完之后便盘坐此间大地中，如悟道打坐，调整神魂气息，进入一种寂灭的状态。砰！星辰塔关闭，尹玄率先进入了其中。此间无数武者顿时目光熠熠，全部盯紧了眼前的星辰塔。片刻之间，星辰塔第2层已经亮起。半盏茶时间，星辰塔第3层亮起。1盏茶后，星辰塔第4层亮起，从那第4层中赫然透出一颗颗星辰光芒。此间众人轰然震动，因为那星辰塔第4层在片刻间居然浮现出9颗星辰异象。地级9星神念师，无数武者面面相觑。这些日子的星辰塔考核诞生出了好几位地级神念师，但一般都是地级3星、4星，和今日这位地级9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简直不可思议。大蛮王朝龙阁这一辈诞生的天才，如此夸张吗？没有谁能够平静。今日参加考核的可是有2位龙子，那尹玄武道天赋毋庸置疑，否则不可能在龙阁诸多天才中脱颖而出，成为龙子。刚刚也有很多人感应到尹玄的境界已踏入了金丹之境，本以为这尹玄的考核只是开胃菜，谁知此子居然拥有地级9星神念师的天赋。天才，又一尊神武兼修的绝世天才诞生了。神武兼修可不简单，天才神念师不算稀奇，强大的武者更不算稀奇，但能够神武兼修的，放眼蛮荒大地，几十年未必能出现一个。这龙子尹玄今年不过25岁，此刻考核出地级9星神念师的天赋，绝对算是一尊绝世天才。这一刻，四周7大圣地所属的不少强者已经蠢蠢欲动。事实上，今日2大龙子要进入灵界挑战星辰塔的消息传出去后，各大圣地的一些大人物都在第一时间前来了灵界。萧无望的神念师天赋天下皆知，这种级别的天才，就算高高在上的各大圣地都要拉拢。谁都没想到，不只是萧无望，这龙子尹玄也带来了如此之大的惊喜。诸多强者震惊过后，逐渐又屏住呼吸。只是伴随着时间流逝，良久之后，星辰塔打开，尹玄走了出来，颇为有些遗憾，终究不曾开启星辰塔第5层，距离天级神念师只差1步。诸多炽热的目光注视下，尹玄来到萧无望身侧，苦笑道：终究还差了些。萧无望睁开眼，缓缓起身。尹师兄的天赋已经够强了，这样下去，成为天级神念师是迟早的事。尹玄开口：看师弟的了。无数目光同聚此间，看着萧无望走向星辰塔，各种武者的期待之色顿时浓重起来。3年了，3年前的龙子年仅19岁就开启星辰塔，成为天级神念师，如今终于再度前来挑战，不知能踏入星辰塔第几层。诸多武者纷纷念叨着，而7大圣地在场的一些人则已经是各自聚成一团，窃窃私语，要么神念交谈不出意外，已经是在议论接下来开出何等优厚的条件拉拢2大龙子了。所有人都很清楚，几乎不可能出现意外，今日真有奇迹要发生。砰！星辰塔再度被关闭。那塔门关闭不过10几个呼吸过去，星辰塔第2层已经亮起，随后便是1星、2星、3星，速度奇快无比。在诸多武者眼睁睁注视下，前后不过上百个呼吸，星辰塔第3层、第4层、第5层全部亮起。这太快了，太夸张了。不少老一辈的高手都呆若木鸡，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龙子相比3年前强了太多。星辰阁一名老者带着期待的目光，欣慰说道。就在随后，没有任何意外，星辰塔第5层1颗星辰亮起，紧接着2颗、3颗、4颗星辰亮起的速度相继慢了下来，但是依旧在不断的增加着。天级5星，一尊主神惊呼。几乎在萧无望考核出天级5星神念师天赋的此刻，那星辰榜终于震动起来。猛然间，榜位上第10名位置的萧无望排名瞬间冲到了第9名。成功了！
萧龙子成功了！无数武者惊呼，全部都盯着榜位第9名的位置。萧无望天赋太强了，若是不出意外的话，前10之内，萧无望这排名将保持数百年。昔日能列入星辰塔前10之内的神念师，最差的最终都成为了皇级神念师，甚至有的迈入了地级神念师的领域。未来蛮荒大地上，这萧无望注定是最为耀眼的生灵之一。就看如此一尊妖孽将会被哪一方圣地收入囊中。便在众人震动再度持续1刻钟后，星辰塔打开，萧无望冷傲踏出星辰塔，眸光扫视这片天地一圈，然后顿时锁定在星辰榜之上，看着排名第9的自己，终于满意了几分。星辰榜第9，那是史上第9，而当世第1。前8名的存在都是数百年前的人物，虽然神念师天赋强大，但早已经全部陨落了。只有他萧无望乃是当世神念师之中星辰榜排名最高的存在，如那夜空中最为耀眼的那颗星辰，注定璀璨一世。这也是这种神武兼修的神念师炙手可热的原因。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很多神念师因武道境界不够强而难以延寿，往往100年时光便已落幕。但是萧无望、尹玄这种不同，凭他们的武道天赋，未来注定超越金丹之上，成就法相，甚至元神之境。踏入那般境界，寿命至少能延长到200-300岁，甚至400多岁，长青数百年。不知天外神丹。目光从星辰榜收回，萧无望看向此间星辰阁众人，是送入龙阁，还是我亲自前去星辰阁领取那一枚天外神丹？萧无望期待很久了。他也知晓，此次星辰阁舍得拿出天外神丹，就是为了拉拢自己指示。这一刻，此间大地的气氛变得沉寂起来。天外神丹自然早已备好，不过眼前一名星辰阁的长老迟疑开口：不过如何？萧无望的眼神顿时锐利起来。得到天外神丹，此事关乎自己修炼的大计划，不容有任何闪失。此次考核为期1月。这名星辰阁长老道：时间尚早，考核谁是第1尚不能定论，所以天外神丹的归属还需等待一些时日。不等萧无望回应，这尊长老继续道：当然，萧龙子闯入星辰榜第9，我们星辰阁自有其他奖励。你说什么？萧无望声音冷厉彻骨，眸光睥睨，扫视前方诸多星辰阁长老，你们莫非在刁难本龙子？我萧无望考核是否第1还需定论。诸多星辰阁的长老神情复杂，一部分长老不由得看向了头顶的星辰榜。萧无望本能的抬头，第一次顺着那星辰榜看下去，蓦地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林隐。萧无望死死盯着星辰榜末尾，不可置信的开口。这一瞬间，这位龙子的怒火几乎沸腾。林隐是什么东西？顷刻间，萧无望开口，他也配列入星辰榜。轰！滚滚杀机漫卷。这一刹，萧无望散发出来的极致杀意，宛如变成了实质化。萧贤直和林隐认识。一名星辰阁身份颇高的青衣老者开口，一个武魂境的废物罢了。萧无望当即开口，怎么？难道你们星辰阁要为了林隐招惹本龙子？青衣老者眯起了眼睛，招惹？此间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压抑起来。尹玄蹙眉来到萧无望身边，沉声开口：师弟。这一下，极尽愤怒的萧无望才反应过来，深吸一口气，萧无望脸色变幻，他看着眼前的青衣老者，这一枚天外神丹本就是因为我萧无望而拿出的，你们星辰阁邀请我前来挑战，现在我已挑战完了星辰塔，你们还要怎样？我们星辰阁此次邀请了共计15位神念师。青衣老者平静道：15位，不过是一群废物罢了，如何能与我萧无望相比？萧无望瞥了四周一眼，除却林隐这个该死的家伙，其他谁能列入星辰榜？谁又能列入前10？四周诸多神念师神情难看，皆陷入沉默。入星辰榜者上百年岁月，也就那不到10位而已。今日在此，除却萧无望之外，自然是没有其他神念师能入得了星辰榜。只是这萧无望说话也太难听了，龙阁龙子便是如此狂傲吗？萧无望，你若真想要那一枚天外神丹，考核结束前可继续前来挑战星辰塔，最终排名第1即可。青衣老者说完便直接转身离开，不再说多。其他那些属于星辰阁的神念师也都一个个神情复杂，不再多说。师弟，我们先回去，你先冷静。尹玄开口，声音并未刻意隐藏，而是继续道：至于林隐此子，将之杀了便是。这句话刚吐出，尹玄就感觉到不对劲。这一刹，四周诸多奇怪的目光凝聚过来，尤其是
各大圣地所立足那片大地中，几道冰冷彻骨的目光让尹玄尤为不适。尹玄和萧无望这两大龙子不禁对视一眼，而后便听到不远处传来冷漠的声音：“两位龙子，是想杀我无念道宫弟子吗？”什么？萧无望猛然抬头，又有一种将要炸毛的迹象。他惊疑不定地看着前方，林颖加入了无念道宫。两位龙子，若想对我道宫弟子动手，大可前来试试。开口的是来自无念道宫的温长老。这一刻的温长老无比之强势，在道宫内部，林颖和圣子陪天地之争，他难以插手，但那毕竟是道宫弟子内部之争。其他人哪怕是龙阁的两位龙子想斩杀无念道宫弟子，别说林颖是内门身份，就算是无念道宫的普通弟子，甚至杂役弟子，谁敢动其一根手指，也要付出代价。圣地不可被挑衅，我们走。萧无望强行压抑住情绪，对尹玄开口。两大龙子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愤怒远去，只剩下此间无数武者嘈杂一片。而同时，站在不远处的其他几大圣地所属一些高手面面相觑，都眉头皱起，无比疑惑。怎么回事？无量剑宗一名老者迈步来到前方。星辰阁诸位真因为灵隐而不曾将天外神丹给萧无望？一切按规矩来，考核结束之前，天外神丹自然不可能拿出来。几名星辰阁长老笑着道：“灵隐不过是地级神念师，在星辰榜上排名，难道还能比肩萧无望不成？”无量剑宗老者开口：“星辰榜排名若和神念师级别有关，那……”眼前一名星辰阁长老顿了顿，随后道：“那即便是萧无望，恐怕也没资格入榜。”听到这句话，无量剑宗、清玄道门、碎星书院等几大圣地所属的众人神情全部微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要知道，当日各大圣地前去清玄剑宗招收弟子，主要是为了拉拢那聂青云，而对灵隐并未在乎过。眨眼2日过去，灵界发生的一切，灵隐自然是不知道的。这2日，灵隐废寝忘食的修炼，认真参悟那一枚妖丹，获益匪浅。烈天妖元，地岩大殿中，灵隐睁开眼睛，蓦地开口：“那枚妖丹属于烈天妖元一族，虽然不知那是什么种族，但似乎在生命本质上要比自己前世所见过的那些妖族强大得多。纵然岳清仙当初斩杀的那位妖族少主，其体内的妖丹都远远比不过雪梨赠给自己的这枚妖丹，恐怕在妖族之中，这烈天妖元属于是特殊一种了。”站起身来，灵隐一拳随意打出，砰！真空剧烈震荡，发出震人耳膜的音爆，好强的血脉之力。灵隐不由得感慨，妖丹之中藏着丝丝缕缕的烈天妖元血脉，加起来足足有1滴。可惜妖族之中，除却少数最为神圣强大的种族之外，其他诸族的血脉和人族血脉难以交融，无法借此诞生出特殊血脉，只能以妖元之血来淬体。但好处是巨大的，借助妖元之血淬体后，血脉居然比拥有星辰霸血之时更加强大。灵隐来到殿外，开始演绎拳法，一招一式打爆真空，简直凶猛莫测。随意一拳打出来的毁灭力，都相当于之前血爆拳之18爆的威力。这拳法叫做天妖拳，不是武技，而是武技之上的神通。只有踏入神窍境，才能勉强参悟修炼的神通，是灵隐从妖丹中同时捕获到的。一拳打出力爆天地，同时奸伤对手神魂，玄妙不可想象。这天妖拳至少是天级之上，皇级神通。灵隐心中自语，只不过我还没有踏入神窍境，不能把天妖拳的真正奥义施展出来，那就让赵清溪你们3个帮我破境吧。下一刻，灵隐收工，来到了地岩峰前方。刚刚来到此间，就看到远处半空中3道身影踏天而来。不出灵隐所料，一个是赵清溪，另外2个是当日见过的降临者。好好好，灵隐目光一寒，果然只有你们几个。便在这刹那之间，灵隐从巅峰状态跌落下来，所有气血波动全部收敛，灵力全部归入气海与窍穴深处，一下子就变成病恹恹的样子。林师弟，师姐我来了。临近了地岩峰，赵清溪的声音已经传来。灵隐一挥手，打开了几座大阵，让赵清溪3人降临下来。顿时3道目光凝聚在灵隐身上，再不断打量，目光闪烁之间，似乎能够看透灵隐的一切隐藏和底蕴。灵隐心中冷笑，却显现出更加虚弱的样子。林师弟，伤势还没有恢复吗？赵清溪关心地问道。没有。灵隐苦笑，我为了斩杀圣子裴千帝的化身，将我体内的血脉都燃烧了，破坏了武道根基，恐怕未来武道难有进步了。无妨，师弟不用担心，未来加入我们星盟之后，孟星云师兄自然会赐予你强大的特殊血脉，让你血脉再生。赵清溪顿时开口安慰着灵隐。
不过我们约定好了，今日便前去天葬山脉，不知林师弟可准备好了？当然已经准备好了。林隐当即开口，这次前去天葬山脉，师姐你们帮我开启那座神秘的古墓，里面肯定有宝贝，说不定我可以借此逆天改命，从此一飞冲天，积累底蕴，最终斩杀圣子。好，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动身吧。赵清溪道。动身。林隐当即点头。赵清溪顿时转身，朝着远处的天空勾了勾手，传递一道神念，一道金色的光影破天而至，眨眼之间也来到了地岩峰。流光金雕。林隐露出异色，不错，正是流光金雕，林师弟居然认识。赵清溪笑道，这是我的妖兽坐骑，也是孟师兄赐予下来的，以后师弟你为星盟立了大功，迟早孟师兄也会对你有百般赏赐。好，我未来若是立功得到各种好处，少不了赵师姐的一份，是你引荐我加入星盟的。林隐一边随着几人踏入了金雕的背上，一边开口。地岩峰深处，小狐狸的神念暗中传来，林隐，你可要小心些，我听说过那天葬山脉乃是禁地。放心吧，小狐狸，进入天葬山脉，别说是他们几个，就算裴千帝也难以杀我。林隐暗中回应着小狐狸。哗啦，便在这时，两侧天地气流激荡，流光金雕宽大的双翼展开，瞬间化作一道金色的光芒，承载着几人消失在天空之上。虚空之中，林隐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两人，然后开口，师姐，不知道这两位师兄是？他们一个叫做刘志，一个叫做王默。赵清溪笑道，都是自己人，只是他们不善言辞，师弟完全可以相信。好。林隐点头，见过刘志师兄，王默师兄。眼前的两人对视一眼，也不开口回应，但都点了点头。不善言辞，是怕说错话暴露了身份，还是真不善言辞呢？林隐心中则是冷笑。对了，林师弟，天葬山脉可是广袤无边，凶险至极，你确定昔日感应到了一座古墓存在？这次前去还能找得到吗？赵清溪开口，肯定可以找到。师姐可能不知道，我在加入无念道宫之前，都是在大蛮王朝境内的清玄剑宗修炼的。那天葬山脉虽然凶险，但我去过好几次。林隐开口解释道。师弟确定那座古墓之中存在着机缘？赵清溪目光闪烁，隐隐浮现期待。当然，我当时就在古墓旁边，感应到一缕墓中散逸的气息，将那气息吸收后，武道境界居然突破了。林隐说谎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随意几句话便让赵清溪以及眼前这两个降临者目中放光，蠢蠢欲动。可惜啊，现在我身受重伤，到时候那座古墓就只能让赵师姐和两位师兄多帮忙开启了。林隐浮现遗憾之色。师弟放心，一切交给我们。赵清溪点头，便在这交谈之间，很快已经来到了天葬山脉之外，流光金雕从天而降。林隐目光扫过，有些意外。天葬山脉之外这片区域同样堪称禁地场，基本上靠近此地10里之地都常年不会有任何生灵接近的。不过如今四人的视线顿时就凝聚在了数百米外，那片大地上停留着一辆颇为华贵的战车，战车上面坐着一名老仆在看守。至于战车的主人，不出意外，应该是进入了这禁地之中。更远处的天空中，一只体型巨大的玄鸟在天空中盘旋，那很明显是某位武者的妖兽坐骑。玄鸟的主人恐怕也是进入了禁地之内。远处其他诸多地方皆有诸般痕迹，要么有妖兽坐骑徘徊，要么有虚空战车、天地龙舟等等一般。不对劲啊！四人一边朝着禁地之中踏入，赵清溪一边开口：天葬山脉不是禁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前来？这种禁地在古老的岁月年间乃是特殊之地，是你们九荒之中往往最有可能隐藏上古神木的地方。两大降临者之一的王默开口。天门开启后，九荒天地的上古神木也应该开始陆续出世了，看来前来找墓的不只是我们。刘志说道。你们九荒？林隐不禁开口。还有上古神木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不该问的不要问，懂吗？王默的目光变得无比阴沉，冷冷扫了林隐一眼。赵清溪，动手吧，这天葬山脉遮蔽天机，任何人都推演不出什么来。刘志则扫了赵清溪一眼。是，两位上神。赵清溪复杂地看了林隐一眼，下一刻便踏出一步，一股强大的灵力蔓延而出，当场锁定了林隐。赵师姐，两位师兄，你们要做什么？林隐神情大变。不做什么，林隐，你别怕。赵清溪冷冷一笑，只是在你体内打入一道印记罢了，免得你耍其他什么心思。说着，赵清溪掌指变换，一道生死印记顿时显化出来。印记，
这是什么印记？林颖本能般后退了2步，惊惧地看着赵清溪。当然是生死印记。赵清溪眯着眼睛，掌控你的生死，让你以后能够乖乖听话。什么？赵师姐，我已经在听话了，而且也已经加入星盟，你居然还要在我体内打入生死印记？林颖神情难看地说道。这世上只有2种人值得信任，一种是死人，一种是奴才。赵清溪看着林颖，你选一种吧。这一瞬间，林颖的身躯一左一右已经被刘志和王默所挡住，可谓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赵清溪露出一抹玩味之色，你不会还想要逃跑吧？我……林颖迟疑了片刻，只能够无奈点了点头。师姐动手吧。聪明，识相。赵清溪掌指探出，灵力包裹着这一道印记，顿时就将之打入了林颖的眉心之中。林颖身躯一颤，顿时浮现出痛苦之色。放心，不会痛多久的，这是生死印记在和你的魂魄融合。赵清溪淡淡说道，只要你乖乖听话，那么以后依旧可以在无念道宫中混得风生水起，就算是来自裴千帝的威胁，师姐我也能够与2位上神联手帮你化解。什么？可以帮我挡住裴千帝？林颖一边眉心痛苦挤在一起，一边装作惊喜般开口。那是自然，有2位上神帮助，未来挡住裴千帝有何难？赵清溪傲然开口，以后你若能立下大功劳，甚至未来能够让你把裴千帝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圣子。我明白，师姐，以后我一定帮星盟全心全力做事。林颖当即点头。星盟？赵清溪冷笑了起来，下一刻便再度开口，星盟算什么？就算是孟星云，也只是在利用我罢了。未来我赵清溪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将他的星盟彻底踩在脚下，甚至要把裴千帝建立的地阁都灭掉。什么？灭掉星盟？灭掉地阁？林颖瞠目结舌，睁大眼瞳，震撼般看着赵清溪。不错，未来不只要灭掉星盟和地阁，无念道宫之中其他那些真传弟子建立的势力都要全部灭了，让这些真传弟子在我面前乖乖听话。赵清溪眼中散发出神光，似乎对于未来的一切无比期待，已经谋划好了一切。白痴！林颖心中冷笑，区区2个降临者，不知道给了赵清溪怎样的好处，居然让赵清溪如此野心滔天，简直可笑，让人笑掉大牙。那所谓的星盟和孟星云，林颖没有见过，不熟悉，但是裴千帝，此人可是真正天纵无双的存在。自己地岩峰上妖气涌动，其实上很多长老甚至院主都没有感应到，却被裴千帝先一步到来，这代表着裴千帝此人的天赋极高，对于天地间诸般力量的感应无比精准。虽然彼此如今是生死大敌，但林颖也不得不承认，那裴千帝是一尊不世出的天才，比第2次天门开启后的很多上界天才都更强大，岂是这赵清溪所能撼动的？不过回想之前裴千帝的强势，再加上此刻赵清溪所说的这些，看来无念道宫这地方最适合自己不过。对于真正的天才高手，无念道宫是不会限制太多的。裴千帝如今能够颐指气使，那么未来的自己同样可以肆无忌惮把他杀掉，而无需担心来自道宫的制裁。好了，林隐，先不说这些了，你带我们前去那一处古墓所在之地吧。赵清溪目光熠熠，无比期待。好的，师姐。林隐开口，直接朝着天葬山脉里面走去。赵清溪和刘志、王默3人则是跟在身后，让林隐开路。在这禁地之中行走，任何人都要小心翼翼，时刻运转灵力与气血护体，抵挡天地间各种阴暗气息的侵蚀。前行不过110米，林隐身躯不由得一颤。师姐，这里的瘴气太强了，我受伤状态挡不住。林隐止步，一脸虚弱的转身看向赵清溪3人。哼，老实点。刘志和王默冷厉开口，赵清溪则是皱了皱眉，没说什么。知晓林隐本就被裴千帝所伤，加上境界低微，在这禁地之中扛不住也是正常。他的掌指探出，一股雄浑的灵力就这样打入了林隐的体内。感谢师姐。林隐说着便朝着里面继续走去。密林之中并无明显路径，一切皆是林隐在开路。前行之间，时而途经一些瘴气浓烈之地，即便赵清溪是金刚境的高手，也不得不全力运转灵力，小心翼翼。一边消耗着灵力，赵清溪一边极力吞下丹药进行补充，还要时而用灵力对林隐进行加持。幸好这种瘴气充斥的境地，什么妖兽之类的也无法活下去，否则还要防备妖兽的突袭，更危险。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到了没有？赵清溪开口，露出几分抱怨之色。马上到了。林隐一边继续兜着圈子，一边苦笑开口：师姐，这可是禁地，我也是当初误入此地，只大概感应到过那座古墓，也不太熟悉。就这样又足足拖了1刻钟，感应着赵清溪3人的气息都已经变得明显虚弱。
甚至服用丹药的频率都降了下来。终于，林隐带着三人来到一片荒古幽深的峡谷之中，然后气喘吁吁道：“师姐，我们到地方了。”“终于到了吗？”赵清溪三人彼此对视，眼睛全部都亮起。“古墓在何处？”赵清溪急忙说道。“古墓，师姐，我只记得当初在这里的。”林隐狐疑地观察着四周，但是现在怎么找不到了？你耍我！赵清溪杀气腾腾。行了，不怪他。那一同前来的王默打量着四周一切，然后道：“这处峡谷的确不简单，乃是一处天然的聚阴之地，最适合墓葬。”而那刘志则是点头道：“九荒天地变化不久，诸多神木的确未曾到出世之时，但时而会散逸一些大木之气，也是正常。”“哼，两位上神替你说好话，这次就先放过你。”赵清溪无比骄横，冷漠扫了林隐一眼。“行了，寻找神木吧。”王默在随后开口提醒：“进入这天葬山脉的不止我们几个，要小心一些。林隐，你在这里放哨，听到没有？有人接近，第一时间沟通我们。”赵清溪扫了林隐一眼：“师姐放心好了。”林隐点了点头，便安心站在一旁。眼前大地内三道身影顿时神念涌动，开始了认真的搜寻。“放哨！我当然要盯紧点，万一有其他人来，坏了我的好事，那可就追悔莫及了。”林隐心中默默道。按照前世的记忆，这个月整个蛮荒被人所知的总共有2座上古神墓开启，其中一座在大蛮王朝内部，似乎就在那皇宫的后花园。前世似乎被一个老太监发现，那尊老太监暗中修炼神木中出世的强大功法，炼化不少神木中的绝世天丹，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近乎于返老还童般的蜕变，硬生生修炼到了元神之境，延寿上百年。如今师尊早已不是当朝蛮师，那皇宫后花园自己是进不去了。不过前去无念道宫修炼的这几日，多次推演之下，终于将另一座上古神木的所在地想起来了。那座神木正在此地，这座峡谷，这座死亡峡谷。未来的数年之后，这座峡谷将被称之为死亡峡谷，因为在其中葬下了太多的生灵。那王默说的不错，在这本就阴气十足的天葬山脉中，这处峡谷之中更是阴气交汇之地，乃是适合墓葬的绝佳地势。单单这座死亡峡谷中，前世300年时光陆续出现的上古神墓就有18座，这18座神墓还蕴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这秘密只有自己知晓，哪怕到九荒崩溃的最后时期，连岳清仙等一群降临者都不知道。不，准确的说，虽然说前世诸多上古神墓都被那些降临者所瓜分，但关于这些上古神墓的一大半秘密，他们都不知晓。前世的自己只是被生死印记所限制，并不能够诞生出反抗之心，否则会被印记反噬，但不代表着自己不能隐藏一些惊世大秘。死亡峡谷的第一座墓在这个月出世，现在虽然还没到具体出世时间，但这3人也应该能够发现一些神木的气息了。林隐心中暗道，念头一边运转，林隐便一边沟通万界神识。身躯内部，刚才赵清溪打入的那一道生死印记，在片刻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万界神识的炼化下，无声无息变成了10滴天露。可笑，前世我发现万界神识的妙用之时，受生死印记荼毒太深，已经迟了。这一世，生死印记对我有什么用？林隐心中冷笑，便在这不知不觉中，大约1刻钟的时间过去，猛然间，前方峡谷一处，赵清溪惊喜开口：“这是什么？”林隐顿时转过视线，走了过去。峡谷另外2处，那刘志和王默2人同样匆匆朝着赵清溪所在之地而去。靠近了时，赫然就看到赵清溪站在一片杂乱无章的草丛前，透过近乎于1人高的荒草缝隙，便能看到一座古旧的石碑隐隐出现。石碑只冒出地面大约1尺，所以很难发现。墓碑。王默惊喜开口。林隐也靠近前方，认真观察。目光一扫，看到石碑上隐约浮现的纹路，几乎能直接确定这正是一处上古神墓的碑记忆，没错了。林隐心念电转，本来林隐就没抱有太大希望，没想到这3人还真有点运气。滚开！这时候赵清溪盯着林隐，滚一边去，放哨！难道你还想进入墓中不成？师姐，你之前可不是这样说的。林隐脸色难看，之前是骗你带我们前来此地罢了。赵清溪戏谑开口，现在你被打入生死印，不过是奴才一个，乖乖做事才让你活下去，懂吗？哦。林隐退后了几步。我们开始吧。赵清溪说道。3人彼此点头，第一时间灵力运转，便开始了不断的挖掘。尘封在泥土中的石碑不一会儿就彻底现世。这神墓如何打开？要继续向下挖掘。
赵清溪一脸迷茫，在此刻看向两个降临者。让我来吧，师姐。林隐突然开口，目光熠熠。毕竟这神木是我发现的。给我闭嘴！赵清溪本能地吐出4个字。开玩笑，这可是2位上神口中的上古神木啊！这墓碑下面的墓室可不是普通的墓室，称得上是一座宝藏也不为过。谁知道里面有什么惊人的机缘？万一林隐第一个进去，悄无声息得到了好处怎么办？你好好看守。降临者刘志也冷漠扫了林隐一眼。哼，这小子能够感应到此地的一缕大木之气，多半是有天生的天赋。王默戏谑开口，如此着急想要进入大墓，多半是察觉到了什么好处。不错，刘志表示认可。这样一来，赵清溪3人对这处神木更加的期待，根本不让林隐插手。林隐一脸遗憾，讪讪退后，便看着眼前的3人不断观察和感应着墓碑。许久后，3人束手无策，终究动用了最原始的方式，直接挖出墓碑。轰隆隆，伴随着墓碑出土，这片大地开始了震动。几乎刹那间，一条通往大地内部的台阶就映入眼帘。2大降临者欣慰，同时大笑。沿着台阶往下，仅仅10几米就来到一处隐藏地下的暗门前面。暗门并未锁着，只有经过岁月侵蚀而脆弱无比的封印。砰！封印被打开，3人几乎是毫不犹豫，争先恐后般进入暗门之内。嗡！猛然间，暗门内部墓室之中，一股极其浓烈的黑色鬼雾扑面而来。这万分之一个刹那，赵清溪3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几乎被黑色鬼雾全部包裹。啊！2大降临者境界较低，当即发出痛苦的惨叫，而赵清溪同样是狼狈不堪，拼命从暗门中倒退而出。只是没有用，那黑色鬼雾滚滚喷涌，如枯骨之躯，拼了命地往3人体内钻入。救我！2大降临者痛苦低吼，在地面翻滚不休。赵清溪则盘坐原地，当即运转功法，灵力包裹全身，开始强行压制体内的鬼物。只可惜一路走来，本就灵力消耗严重，此刻能调动的力量所剩无几。赵清溪当即打开空间戒指，拿出一枚闪烁着紫色神光的丹药。轰隆！赵清溪刚要吞下去，真空震动，一道大手从天而降，瞬息之间，那丹药就已经落入了林隐的手中。林隐，你……赵清溪大惊失色。轰！林隐毫不犹豫，大手从天而降，狠狠轰在赵清溪的肩头，血溅3尺。赵清溪半边身躯几乎直接坍塌下去，身躯刹那倒在地上，痛苦颤抖不止。你敢反叛？不对，林隐，你不受生死印记影响。赵清溪突然反应过来，惊悚开口。林隐大笑，轰然一指打出，狂暴劲气凌空，直接轰杀在赵清溪的腹部，一指就戳爆了赵清溪的气海。3个祭品而已。林隐大笑着，瞬息再度迈步而出，当即便是2道掌力从天而降。砰砰！这2大降临者的脑袋如同西瓜开了花。刘志、王默这2人连惨叫的机会都没有，瞬间暴毙。赵清溪脸色惨白，看到刘志和王默死去的这一刻，终于绝望。你根本没有受伤。感受到林隐强大的气息，他不甘地开口。不错，我的伤势早已恢复如初，甚至实力更进一步。林隐瞥了赵清溪一眼，然后看向2具尸体，大手一挥，2道圣者印记顿时被拘禁出来。好强大的印记！林隐略有些惊喜，这种圣者印记似乎可以在人体内成长，境界越高者，体内的圣者印记越强大。之前捕获的圣者印记用万界神石炼化掉之后，只能得到50-60滴的天路。今日这2位境界高太多了，这可是2大神窍境高手，体内的圣者印记分别能炼化出500滴的天路。第一时间，林隐就催动万界神石开始炼化，然后转身朝着赵清溪走去。赵清溪，你是什么东西？区区一个内门弟子，竟然妄图谋害我这样的人！林隐冷笑着开口。我林隐乃是墨川长老亲自邀请加入无念道宫的存在，是敢对抗圣子裴千帝的存在，是神念师天赋超越龙子萧无望的存在。顿了顿，林隐继续道：你也配谋害我？你也配当我的对手？扑通！赵清溪挣扎着爬起，下一刻双膝狠狠跪地。林隐，不要杀我，我现在知道错了。赵清溪一脸祈求地看着林隐，你这样的绝世妖孽，现在只是潜龙在渊，未来注定要一飞冲天，不是我能想象的。你放过我，我还是有价值的，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我的女人，你也配？林隐不禁打断赵清溪，告诉我，你们之前在地岩峰待着，
是想做什么？我回答你，不要杀我。地岩峰下面隐藏着一座上古神墓。赵清溪急忙说道，若是能把神墓挖开，就能得到天大的好处，只是一时半会找不到神墓入口。你怎么知道那里面有一座墓？林隐盯着赵清溪，是盟主，不是孟星云吩咐我的，他说是他感应到的。赵清溪立即回应道，孟星云。林隐微微闭上眼睛，星盟的盟主孟星云，无念道宫真传弟子之一。没想到无念道宫之中居然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天命之子，倒是变得有点意思了。林隐自言自语。下一刻，林隐双目暴睁，轰！无比强大的神念轰然爆发，如同一道虚无的风暴狠狠贯穿而出。赵清溪的身躯陡然震颤了一下，紧接着便一动不动，死不瞑目。原本进入禁地后消耗严重的赵清溪，又受到了那黑色鬼物的侵蚀，已无比虚弱，此刻根本就扛不住林隐的神念一击。赵清溪的神魂灰飞烟灭，已然是死的不能再死。林隐吐出一口浊气，这才露出满意之色。狮子搏兔尚用全力，更别说斩杀3个境界比自己高的对手。虽然此次自己准备十足，但林隐依旧到此刻才动手。这时再度隔空一抓，3枚空间戒指就来到了手中。2个降临者的空间戒指几乎空空如也，倒是这赵清溪的空间戒指给了林隐莫大的惊喜，里面足足200多枚地玄丹，这是最常见也是最实用的地级丹药，往往在灵力消耗严重时可以吞掉恢复力量。不过对林隐来说，借着丹药恢复灵力还需要去炼化，实在是太慢了，怎能比得上天路？一口吞掉，几乎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让空空如也的气海再度布满。顷刻间，这些丹药全部被林隐的力量包裹，丹药中的精华很快就消失得一干二净。200滴天露再度到手，还有其他的一些疗伤丹药、药液之类的，林隐全部无视，在他眼中都是废品，就算让万界神石炼化，也不会诞生出天路来。林隐将3枚空间戒指丢掉，最后掌心之中只剩下1枚令牌，属于赵清溪的身份令牌。神念包裹，林隐顿时就发现这赵清溪的身份令牌中足有19万功劳点。19万功劳，舒服了。林隐毫不犹豫将这一笔横财全部转移到自己的令牌上面，功劳点才是最实用的。林隐很清楚，想在这些内门弟子身上发现什么其他的宝物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无念道宫之中，只有晋升为真传弟子才是真正的核心，那些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身上才拥有道宫赏赐的各种顶级丹药、神液以及诸般宝物。便在林隐这一通搜刮之间，地上的3具尸体几乎全部消失，血肉骨骼不断干瘪，仿佛逐渐化作了气体，消散天地间。贪婪是原罪，自作孽不可活啊！林隐见惯了生死，此刻情绪没有一丝波动。他知道，再过片刻，属于赵清溪3人的任何痕迹都将从世间彻底消失。收起身份令牌，林隐这才转身看向旁边的上古神墓，他的掌指首先贴在墓碑之上，半晌过去，不多时，一道神之印记便涌现出来，进入了林隐的血肉之内。隐藏在每一座墓碑中的神之印记，这才是大宝贝。收走神之印记，没有就此炼化，林隐继续朝着这座地下神墓走去，小心翼翼，随时沟通万界神识。进入了地下暗门之后，林隐终于松了一口气，里面的鬼物消失了。刚刚赵清溪3人着急闯入，一下子承载了全部的鬼物，等于是当了祭品，让林隐少了许多麻烦。前世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某些上古神墓开启后，率先闯入者往往没什么好下场，很可能遭遇各种诡异的毒气、阴气被侵入体内，直接暴毙。某些更可怕的上古神墓里面，甚至有无数年前残留的封印、杀戮法旨、杀戮阵法存在，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危险。林隐有万界神石护体，但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毕竟万界神石这件不可思议的宝物，其中隐藏的真正大秘密还有待探究。林隐现在也只是初步掌控万界神石，遇到某些最为可怕的气息、力量，未必能够炼化。不知道这座上古神墓中，除却前世中我知道的一切，还有什么？林隐心中无比期待，目光朝着墓室的四周扫过。这座神墓也不算太大，大约相当于地岩大殿的一处内殿。入眼所及，墓室四周称得上雕梁画栋，四面墙壁上雕刻着一些不知什么年代的纹路，好像是天地间最古老的字体，又似乎不是字体，而是不可思议的印记、道纹。诸多道纹仿佛组成了古画，亦组成了古老的篇章。按着前世记忆，林隐目光只是随意扫过，并未多停留。任何人初次进入这种古墓，多半会被吸引，
觉得那是什么古老的武道神图，亦或是蕴藏着什么神功秘典。进的神墓多了，就会明白这些东西80%都没什么用，还真就只是神墓建立后的装饰。除了极少的情况，林颖一路走到了这墓室最后面的墙壁前面，目光扫视片刻，就锁定在了墙壁的一处。眼前这一块同样是古老的纹路与图案，但似乎深深吸引了林颖的注意力。站在此地足足一盏茶时间，林颖的目光时而变幻，念头不断涌动。终于他动了，长长吐出一口气，林颖手中灵力涌动，伸手一抹，眼前这片图案与纹路变成了空白，所有的一切都已完美烙印在林颖脑海中。成了，林颖喃喃道。破灭18世，这死亡峡谷之中共计18座上古神墓，这18座上古神墓彼此都是有一些联系的，那便是其中隐藏着一种无比强大的神通。破灭18世，18座神墓之中各葬一世，每一世都隐藏在那些壁画之中。前世林颖只进入过这些神墓中的10座，发现了这般秘密，但他恨不得那些降临者全部死去，自然不可能将关于破灭18世的秘密主动告诉那些降临者，甚至因受到生死印记荼毒太深，一举一动甚至某些念头都在岳清仙的掌控之下，担心会暴露，所以林颖压根不敢记下这破灭18世，更别谈修炼了。而如今就不一样了，地级神通是真正的旷世杀术。林颖自语，恨不得现在就把18座上古神墓全部打开，但可惜其他那些神墓还未到出世之时。武技之上是神通，无论武技还是神通和功法、丹药之类的一样，都是人级、玄级、地级、天级、皇级、地级、至尊等不同的级别划分。一门地级神通是什么概念？没人说得清，因为就算7大圣地之一的无念道宫之中也并无地级神通。获取了破灭18世的第一式，林颖这才转身来到墓室另一侧。这是一座古朴的石桌，石桌上面摆放着一部秘籍，已有无数年岁月侵蚀，但秘籍一尘不染，更未曾腐朽，被一股古老的气息守护着。大眼皇诀，林颖念叨着这4个字，然后道：皇级功法不太行。这座上古神墓虽然比当初那座神墓大了至少10倍，然而里面的这种功法和神魔炼体诀比起来，说是垃圾功法还真不夸张。林颖自然不可能去修炼，只是将之翻开，让一切烙印在脑海中，然后就把这功法丢入了空间戒指。林颖看不上修炼，但皇级功法对寻常武者而言也有极高的价值，若是拿回道宫，倒是可以换取不少功劳点，若拿去黑市拍卖的话，价值更高。便在随后，林颖又来到了墓室的后方，在这里存在着一个破旧古老的修炼蒲团，并无尸骨存在，但是在蒲团的旁边摆放着一座小鼎，好特殊的药鼎。林颖目光亮起，这小鼎不是什么武器，更不是什么宝贝，而是一座炼制丹药药液的药鼎。虽然没有封印保护，但是这药鼎的材质显然不简单，经过漫长时光的侵蚀，虽然出现了一点点锈迹，可是药鼎本身并没有损坏。打开药鼎之后，林颖就看到里面存在着10几枚黑乎乎的丹药。药鼎未腐坏，但里面的这10几枚丹药早已经被侵蚀，变成了坏丹。可惜，林颖不禁开口，这众上古神墓之中出世的丹药的确稀少，因为很多丹药、大药等等都在无比漫长的岁月侵蚀下腐坏了。只有一些特殊的神墓或那种大墓之中存在着一些强大的封印，才能够将一些丹药之物给封印至今。一般来说，但凡能在这众上古神墓中出现而未曾腐坏的丹药，往往都品质夸张，价值无量。如今能出世的都是一些小墓，但即便这么一座小墓，我仅仅得到了一部功法，还有这一座药鼎，都已经是赚翻了。林颖目光闪烁，仅仅是遗憾而已，实则这次赚得盆满钵满。单单这2样换成功劳点，至少相当于完成了几10个任务的收获。林颖将这药鼎也收起来，然后走出了暗门，深深看了一眼远处，便并未离去，而是将那座已经失去价值的墓碑拿了起来，丢入了上古神墓内部。在略微清理了外面的一切，让此地不会引起其他人注意后，便转身回到了墓中。既然来了，林颖不会就这么简单离去。天门开启之后的时代，除却那些降临者蠢蠢欲动之外，还有一些先行者。要知道这个世上从不缺乏气运无双或天赋惊世之辈，按照前世的记忆，诸多上古神墓未必全部落入了那些降临者手中。九荒本土之中也有一些气运强大之人，比如那些天命之子开启过神墓。这次前来时看到天葬山脉之外的一幕，林颖就知道还有其他人也进入了这片禁地，那些人也在寻找上古神墓。那些人就算真的运气逆天，
找到了某一座神墓，也未必知晓墓碑之中隐藏着神之印记。回道宫之事不着急，林颖觉得自己能得到更大的机缘。静下心来，林颖便盘坐在此，开始炼化刚得到的神之印记，等待夜幕降临，他才好行动。时间流逝，静悄悄的神墓之中，林颖逐渐将神之印记炼化。上一次炼化神印，我诞生了星辰霸血，这一次呢？林颖无比期待，念头涌动，便在神念包裹不断炼化之间，神印之上一道道纹路便逐渐浮现出来，一道纹痕，2道纹痕，3道纹痕，8道纹痕，不消片刻，便有8道纹痕显现了出来。第9道纹痕若隐若现，终究还是没有彻底显化。8级神印，林颖不由得开口。8级神印勉强达到9级神印的品质，毋庸置疑，和上一次所得到的半部黄级神印相比起来，还是有一些差距。不过半部黄级神印本就是极其少见的，10座8座神墓之中，勉强也才能够出现一道半部黄级神印。诸多神印出世后1至9级才是常态。炼化，林颖开始了炼化。很快，一道道纹痕被不断炼化掉，林颖就感觉到自己的血脉之力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攀升。每个呼吸，每个刹那，血脉都在壮大，某种不可思议的血脉之变正在不断产生。这是一种崭新的血脉本源，大力真血。林颖感应着血脉之变化，顿时开口，眼中略微有些许失望。大力真血的确是特殊血脉，但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常见的，只能说比很多普通的血脉强大，然而并没有资格列入血脉榜。相比较自己之前的星辰霸血，可以说有很大的差距。机缘不是每一次都能到来，修炼的路上并未每一次都能如愿。林颖的内心强大，虽然失望，不过倒也看得开，毕竟自己才刚刚归来不久，这一世还有诸多神墓将要开启，未来的机缘不会少。血脉想要蜕变上去，并非没有机会。这大力真血，我前世见过不止一次。顾名思义，这种血脉加持下，肉身力量往往会产生惊人的变化，得到巨大提升。林颖心中暗道，这已经不错了，至少是一次生命本源根基的蜕变，能感受到自己在变强，这便是修炼最爽快的事情之一。不对。就在突然间，林颖一惊，他发现自己体内刚诞生的大力真血居然在消失。我的修炼不可能出问题，除非……林颖神念涌动，开始查探体内。数个呼吸后，林颖顿时惊喜，在靠近心脉的一条经脉中，一缕熟悉的气息正在不断壮大。这是星辰霸血。此时此刻，这一缕星辰霸血便如同在不断吞噬着大力真血的本源，以此来壮大自身。便在这种情况下，又是1刻钟过去，身躯内部强大的血脉回归了，甚至这一刻的血脉强度要比之前和裴千帝化身大战的时候更强了3-4成。霸血残留，林颖欣慰道，看来是上一次自己燃烧血脉并未燃烧殆尽，而是在体内残留了一丝丝，等到今日自己再度炼化神印，才让残留的霸血复苏。2种血脉共存一体，优胜劣汰，爽啊！林颖不由得说道。星辰霸血回归的这一刻，林颖就有一种玄妙无比的感觉，那便是自己的生命状态和修炼状态一下子回归了，回归到最巅峰，且更进一步。星辰霸血在血脉榜排名9560，但自己体内此刻的这种星辰霸血已不能以常理而揣度，在血脉榜的排名恐怕至少会上升到9000名之内。哗啦，体内的血脉灵力同时爆发，在经脉之间汩汩流淌，也就是这一刻，足足900滴天路全部融入体内，伴随着天路疯狂转化为灵力，一股血脉之力随之冲入了魂海，与魂魄交融，气血再度通神，再次滋养魂魄。轰！一瞬间，林颖踏入了血魂境2重天。此刻体内的气血无比充盈，大量天路转化之下，灵力足够雄厚，再加上林颖这般天级神念师原本就魂魄之力无比强大，带来了足够的支撑，等于是天时地利人和，3元合一，成就巅峰。轰！身躯一震，几乎在片刻之间，随着气血再度通神，林颖刹那在破1境，血魂境3重天。30个呼吸后，轰！血魂境4重天。上百个呼吸后，轰！血魂境5重天。终于到了踏入血魂境5重天后，体内激荡的气息与力量才逐渐平息下来。古老的神墓中，林颖估计盘坐在此，原来神念师天赋也是5道天赋。林颖自言自语，面容有些古怪。论血脉，自己的确比不过什么裴千帝之类的绝世天才；论体质，
自己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特殊体质，更比不过那些天才。但自己有强大的神魂，现在虽然是血魂境，可是神魂的强度已经能够比坚金刚境9重天，甚至无限接近了元体境。今日能一口气突破5重天，除却积累足够之外，就是因为强大神魂的支撑。破境之后，林隐不着急，并未走出这座神墓，而是依旧盘坐在此，双目闭上，如开始了闭目养神，在此静坐。事实上，脑海之中刚得到的破灭18式的第一式记忆与图案已经涌现出来。林隐开始了认真推演。地级神通，7大圣地都未必拥有，纵然只是第一式都复杂而玄奥，但足够强大的神念让林隐的推演变得简单，很快沉浸在其中。这门地级神通为林隐开拓眼界，且颠覆往日对于武技的认知。武技是搏杀技巧，而神通是引动天地间的各种力量，大势而施展。只有踏入神窍境，才有资格修炼神通，但并不影响林隐在脑海中提前进行推演。距离神窍境虽然还有4重天的差距，然而在林隐看来，这4重天或许就只是一步之遥。若自己能在这天葬山脉中再开启一座神墓，或再得到一道神印，或许就能在回到宫之前迈入神窍境，便可直接施展出破灭第一式。还有不久之前得到的黄级神通天妖拳。时间流逝，夜幕终于降临，月光洒落，笼罩万物。这座古老的禁地多了一抹神秘的气息。林隐出动了，踏出这座古老的神墓，行走在幽暗的禁地深处，无声无息，徒步丈量大地，不疾不徐，神念时时刻刻爆发，感应着四周禁地的一切。夜晚是阴气最强烈的时候，如果想要找到各种上古神墓，在夜里是比白天更有希望的。前世这个月蛮荒只开启2座上古神墓，其中一座已经被林隐自己得到，另一座在那大蛮王朝的皇宫之中。但林隐很清楚一件事，自己虽然拥有后世代300年的记忆，但也并不能通天晓得。明面上是只有那2座神墓开启，但暗中肯定有人开启了其他的神墓，只是从来都无人知晓罢了。步步前行，林隐肆无忌惮朝着天葬山脉更深处走去。这天葬山脉最适合林隐的地方就在于万灵禁足，哪怕山脉最深处都没有什么妖兽、妖族之类的蛰伏，所以林隐根本不用担心其他。四周天地间的瘴气、阴气愈发浓郁，换作寻常的血魂境武者，敢在这种环境待一夜，第二天轻则肉身废掉，神魂衰弱，重则直接暴毙。但林隐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几乎每隔几10个呼吸，体内就会多一滴天露。这是因为万界神石在不断炼化着进入体内的瘴气与阴气。待在这天葬山脉中，哪怕什么都不做，对林隐来说其实都是一种修行。甚至林隐神念不断感应中，反而主动朝着那些阴气最浓烈之地而去，那种地方最有可能感应到大墓之气。足足前行1个多时辰后，林隐目光猛然一缩，就看到脚下出现2具尸体，不知道是什么宗门所属，看样子是2个神窍境的武者，血染大地，身上的伤口明显，显然是死于战斗，并非被瘴气所侵蚀而死。林隐神念略微感应一番，便小心了一些，继续前行而去。好混乱的天地灵气，这附近不久前出现过战斗。不多时，林隐又嗅到一些不同寻常的气息。神念师对天地间各种气息的捕捉是非常精准的。轰隆！便在继续前行上千米之后，突然前方夜幕中传来了震动之声。林隐一惊，急忙收敛气息。好在这天葬山脉本就古木参天，地势复杂，连杂草都是1人高，适合隐匿踪迹。躲在一处，林隐立刻就看到前方半空之中2道身影在激烈大战，竟然是2名倾城女子。当剑体碰撞，金铁交击的声音响彻。夜幕下，2道身影各自手持一柄剑，在进行剑术的厮杀，一招一式在天地间挥洒，每一招都凌厉无比，凶险莫名。好强，居然是金丹境的高手。只是一瞬间，林隐就感应到了2名女子的境界：血魂、神窍、金刚、元体、金丹。这种金丹境的高手放在无念道宫这种圣地中，甚至都凌驾于大多数真传弟子之上，在大境界上和裴千帝处于同一个级别。只不过这2个女子都是金丹2重、3重的样子，而裴千帝已是金丹9重天的强大存在。走！林隐脑海中浮现这般念头，金丹境的高手不是自己可以轻易接触的，在其面前自己就是蝼蚁也不为过。不过便在随后，林隐摇了摇头，在天葬山脉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无缘无故的厮杀，若非在争夺什么宝物，甚至争夺上古神墓，谁都不愿意轻易浪费灵力而与人大战。富贵险中求，
更何况，对我来说，这天葬山脉并没有那么大的危险。念头涌动，林隐心一横，依旧蛰伏在此。只在这一瞬间，哗啦，月光的笼罩下，前方天地中两片剑气天幕如同沸腾，哗然一声，就这样碰撞在一起。在那剑气的猛烈交织中，两道身影全部气喘吁吁，而后同时喷洒一口鲜血，就这样直接从半空坠落而下。林隐眼前一亮，看来我的机会还是有的。这已经算是禁地内部深处，天地间的瘴气与阴气太过浓烈，看来就算是金丹境的顶级高手也有些难受正常灵力护体是没问题的。然而敢在禁地中对拼，对灵力的消耗是非常大的，不知不觉中甚至会被瘴气入侵，阴气入体，受到侵蚀。叶青衣，你疯了！一道恼怒声音在此刻响起。在这禁地中，你敢引动金丹之力，不要命了？若能诛了你这魔女，碎掉金丹又何妨？另一名女子清冷开口，一边擦去嘴角的鲜血。聂菲儿，你居然敢杀死我琉璃宫的一群弟子，我叶青衣不会放过你。我说了，你们琉璃宫那些弟子不是我杀的。那被称为聂菲儿的女子更加恼怒。你个疯子，这样下去咱俩都走不出去。一边说着，两名女子都盘坐在大地的两侧，全力运转功法，在恢复伤势，稳定气息。什么？叶青衣、聂菲儿？林隐心中一震，目光略有些复杂，黑暗之中难以看清面容。此刻听到声音，居然是这两位。叶青衣，7大圣地之一，琉璃宫圣女。前世之中，末法时代后期，这叶青衣几乎是9荒本土生灵中最强大的生灵之一。曾经遇到过一次，那一次或许是同为9荒生灵，叶青衣不忍看到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被上界降临者掌控，叶青衣主动对那些上界降临者动手，战力几乎不在上界天才之下。可惜最终还是孤身难抗重敌，没能解救成功。那以后再没见过叶青衣，也不知道是在末法时代的最后破碎虚空飞升了，还是陨落在了一些降临者手中。而那聂菲儿，9幽魔门的当世魔女，天赋似乎同样强大可怕，在前世末法时代也算是名声显赫。虽是所谓的魔门出身，但面对上界降临者的压迫，出手凶狠，斩掉不少上界天才，但下场就比较惨了，似乎最终被一尊上界降临的绝世妖孽所镇压，因誓死不追随那位上界妖孽，最终被直接处死。前世纵然末法时代天地崩坏，9荒走向灭亡，但实际上也不缺少一些有志之士。可惜诸多降临者暗中谋划，最终大事已成，9荒再无反抗的希望罢了。在这禁地深处，居然遇到这二女在互相大战，倒是林隐没想到的。这两个前世都得到过上古神木，如今凑巧出现在这天葬山脉，多半和神木有关了。林隐目光瞬息变幻，念头运转，两个金丹境，2败俱伤，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得过。要不出手将之镇压了，先把神木出世之地逼问出来再说。就在林隐念头大动，稍稍放松之间，一缕气息散逸。谁躲在那里？出来！前方大地内，叶青衣突然开口。同一时间，聂菲儿也转过视线，似乎发现了林隐。被发现了。林隐露出异色，这匪夷所思的第6感。既然如此，林隐不慌不忙走了出去。血魂境二女对视一眼，全部都浮现出不可置信之色。区血魂境踏入天葬山脉这种地方，正常来说恐怕都坚持不了2个时辰，会直接暴毙。你是什么人？叶青衣面容冷清，沉声开口。林隐。林隐吐出2个字，我是无念道宫弟子。有意思，无念道宫中区一个血魂境的小人物，居然敢踏入天葬山脉。聂菲儿笑盈盈打量着林隐，相较于生人勿近般的叶青衣，显得平易近人了太多。林隐同属7大圣地，叶青衣很干脆，帮我杀了这个魔女，我欠你一个人情。嘻嘻，人情值几个钱？聂菲儿不慌不忙，立即开口。林隐，你帮姐姐杀了叶青衣这个暴躁婆，我直接给你10枚天魔丹。林隐一脸惊惧地站在原地，一时间左右为难。便在转瞬间，聂菲儿手中空间戒指一闪，一个水晶瓶瞬间飞到林隐面前，瓶子之中赫然是10枚深紫色的丹药。天魔丹，好东西！林隐心中大喜。按着前世的记忆，这天魔丹虽然听起来带个魔字，而事实上却是用数百种珍贵的大药，加上一种9荒之外的星空中才能采集到的紫气灵液炼制而成。放眼整个蛮荒，都是天级丹药中的珍品，哪怕1枚都要比自己从赵清溪那里搜刮的数百枚地玄丹珍贵10倍。林隐不由得看了聂菲儿一眼，不愧是9幽魔门的当世魔女，出手就是大方。聂菲儿，你……叶青衣瞪着聂菲儿，便在随后
手中的空间戒指光芒闪烁。然而数个呼吸之后，只拿出几枚地级丹药。林隐，杀了他，我天级丹药算我叶青衣欠你的，等我回去琉璃宫送你10枚9转琉璃丹。叶青衣急忙开口道：哦，9转琉璃丹，那我可听说过。林隐露出异动之色，顿了顿，道：琉璃宫的顶级天丹，据说用了9种顶级血脉本源，再加上各种灵液、大药炼制而成，炼化之后好处无限，更能帮助人诞生出特殊血脉。他的承诺你信啊？聂菲儿皱眉，然后笑容再度浮现，看向林隐的美眸之中立刻浮现出丝丝缕缕的魅意，一颦一笑，妖媚摄人，似能勾人魂魄，让人不由自主地随他意志行事。林隐，拿到手的才是好处。聂菲儿说着，再度扔出一个水晶瓶，帮姐姐杀了叶青衣，姐姐回去还有好处相赠。林隐一看，居然又是10枚丹药，自己不认识，但聂菲儿这种身份，随身不可能携带什么普通丹药。她是9幽魔门的魔女，说话不可信。叶青衣面容僵硬，随后硬生生开口，显然没有这聂菲儿能言善辩，随手将丹药收起来。林隐苦笑走向叶青衣，叶师姐，对不住了，她说的好像有道理。你敢？叶青衣一惊，根本没想到林隐居然这么干脆就走向自己，我是琉璃宫的圣女。叶青衣立即道：月黑风高，无人知晓，况且这里是天葬山脉，此地天机难测，琉璃宫的各位高手就算有通天之本事，也推算不出我是凶手。林隐当即笑道：有意思，林隐，你这般雷厉风行的样子，倒是让姐姐喜欢上了。聂菲儿娇笑着开口：你放心，姐姐虽然是9幽魔门的圣女，但向来都是一言九鼎，答应你的自然就不会食言。便在这时，林隐已来到了二女中间。轰！瞬息刹那，隔空一指点出，一道灵力隔空轰出，不偏不倚，正好轰在了聂菲儿的腹部一处。聂菲儿当即恼怒，捂着肚子，娇躯一颤，差点就躺在地上。好不容易运转起来的一股灵力，直接就被林隐打散，甚至气海都陷入了混乱。一下子，聂菲儿就变得气机混乱，毫无抵抗之力。林隐，你……叶青衣睁大眼睛，惊喜地看向林隐。青衣师姐，我们都属于7大圣地，向来都是互相扶持的，我怎么可能帮这魔女对付你呢？林隐笑盈盈开口。好，林隐，这份人情我欠你的，等回去之后答应你的自然不会少。叶青衣放心下来。师姐，我先扶你起来。林隐来到叶青衣身边。不用，我能站起来。叶青衣急忙开口。只是就在这一瞬间，林隐一指点出，刹那间又是一道灵力打入叶青衣的气海之中。叶青衣刚准备起身，一下子闷哼一声就躺在了地上。聂菲儿不禁大笑。叶青衣，你也被这小子给算计了。魔女，闭嘴。叶青衣扫了聂菲儿一眼，然后看向林隐。你想做什么？你敢动我一根毛发，琉璃宫不会饶你。说着，叶青衣本能地裹紧了衣衫，警惕看着林隐。放心，青衣师姐，我林隐自然不会动你们一根毛发。林隐正色开口。那你想做什么？叶青衣秀眉紧蹙。很简单，打劫。林隐眯起眼睛，盯着叶青衣手上的空间戒指。什么丹药、灵液、秘籍、武器，通通给我拿出来。哈哈，打劫。聂菲儿再度娇笑。太有意思了，叶青衣，你和我居然被一个血魂境的小人物打劫了。话少一点，你身上的9转琉璃丹还有多少？全部拿出来。林隐转身瞥了聂菲儿一眼。有那么一瞬间，林隐想直接动手将2枚空间戒指夺过来，不过还是忍了。这2位在那琉璃宫和9幽魔门的身份，至少相当于无念道宫的6大圣子之一。这种身份，身上的底蕴不可想象，手段层出不穷。谁知道那戒指之中有没有什么宗门长辈留下的印记与力量？贸然出手，很可能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便在林隐的盯视下，叶青衣咬着嘴唇，露出一抹委屈之色，但还是打开了空间戒指，里面一些玄级丹药、地级丹药拿出来，加起来不过10几枚。就这，林隐盯着叶青衣，我身上好一点的丹药，来到天葬山脉后都消耗完了。叶青衣委屈而又无奈地看着林隐。你呢？林隐不着急，看向聂菲儿。林隐，姐姐身上也没有其他丹药了，也消耗完了。聂菲儿眨了眨眼，媚眼如丝，勾魂夺魄。倒是可以找个地方，姐姐陪你一起，教导你好好修炼一番。呸！林隐压抑住躁动的心，心中暗骂起来。别看这聂菲儿一脸勾人的媚态，事实上比7大圣地的女子还守身如玉，否则前世也不至于誓死不从那位上界妖孽而惨死。若真敢相信这聂菲儿的勾引，那这辈子有了。没有丹药，
用其他东西代替，比如你们在神木中找到的宝贝。林颖也懒得浪费时间，直接开门见山。神木，聂菲儿面容一滞，所有的媚态全部消失，眼中多了几分凌厉。叶青衣也瞳孔一缩，盯着林颖：“你是怎么知道的？”“不需要知道。进入这禁地之中，还能打起来？你们不是在争上古神木，难道是闲着没事来禁地打架？”林颖耸了耸肩，看到这两人的神色，林颖便知道自己猜测没错了。便在这一刹那，林颖脸色微变，猛然朝着前方扫了一眼。“不好，跟我走，有人来了。”林颖当即开口。叶青衣和聂菲儿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但在随后神念一动，他们的脸色同样变了。一左一右，林颖瞬间抓起叶青衣和聂菲儿的胳膊，一身灵力与气血狂涌，直接一路飞奔而出。可惜境界不够，未曾踏入神魂境，不能御空而行，否则速度要更快些。前行仅仅100米。嗡！真空之中，剑气激荡。在这一瞬间，几道剑气从后方破空而来，定在了林颖三人面前的大地中。林颖立即丢下2个女子，灵力疯狂运转，再度朝着前方窜出去。“林颖，你混蛋！”聂菲儿怒声道。“有缘再见。”林颖留下一句话，眨眼逃入前方丛林。开玩笑呢！虽然这两女的身上藏着一座上古神木的秘密，但自己的命更珍贵。不用带着叶青衣与聂菲儿，林颖的速度快了不止1倍。只是几乎在一瞬间，一抹天地肃杀之气瞬间到来。吃了！一道剑气破空而至，凌厉、纯粹、霸道，如芒刺在背。林颖神念捕捉到一切，在瞬息之间朝着右边挪移开来。赤！剑气擦着左肩而过，哪怕只是沾上轻微一缕，都让林颖肩头出现一道醒目的伤口。“让你走了吗？”一道戏谑的声音传来。林颖脸色难看，抬头望天，就看到虚空之上，一名白袍青年显化出来。青年气宇轩昂，黑发随意垂落，眸光锋利，手持一柄血魄神剑，浑身上下时刻蔓延着一缕缕剑气，在月光的洒落下，如同隐约背负着一座真空见证而来。金丹！林颖暗自深吸一口气，金丹境这种级别的高手，压根就不是现在的自己所能碰触的，差距极其之大。除非对方是化身前来，但这种境地中，别说是此人，就算裴千地那等旷世高手，都不敢化身轻易涉足。你们之间的恩怨，与我无关。林颖拱手开口。与你无关。青年似笑非笑般看着林颖，一个小小的血魂境，居然敢打劫叶青衣和聂菲儿，有点意思。顿了顿，青年浮现出几分遗憾之色。聂菲儿说的不错，你也合我的胃口。若非你是无念道宫弟子，还真有资格做曹少卿的武士。只是现在嘛。说到这里，青年的眼中掠过一抹毫不掩饰的杀意，隔空一指点出，一道灵力顿时打入了林颖体内，将林颖的气机封锁。随后没时间理会林颖，而是眯着眼睛看向叶青衣与聂菲儿。曹少卿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贪婪之意，心中那一抹欲望毫不掩饰地显现出来。啧，一个魔门的魔女，一个琉璃宫圣洁无比的圣女，真想尝尝各自是什么味道。曹少卿，你胆大包天，动我试试。聂菲儿怒目盯着曹少卿，这样子更诱人了。曹少卿并不以为意，而是遗憾道：可惜只能享受这么一次。聂菲儿和叶青衣对视一眼，二女虽是不久之前的对手，然而此刻仿佛心有灵犀。轰轰，两道纤纤玉手同时轰出前方，一左一右，狂暴的气息轰向了曹少卿。林颖倒吸一口冷气，幸亏自己之前收敛着点，没有太过放肆。这二女明明身受重伤，又被自己封印了部分灵力，搅乱了气机，理应已无任何抵抗之力。谁知道突然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竟然各自暗中留了一手。这一刹，曹少卿再度大笑：你们两个若是没有受伤，我当然不是对手，不过重伤之躯岂能翻天？开口之间，曹少卿气势惊人，一剑挥洒而出，剑气猛然荡开，一分为二，居然同时朝着叶青衣与聂菲儿斩杀出去。轰隆，一个照面，轰鸣声响起，力量交织之下，真空处处都是爆炸，四周大地一片狼藉，肆虐沸腾的力量，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缕，都不是林颖所能抗衡的。只是这一幕就让林颖明白了差距，自己重生不久，前去圣地也没修炼几天，尽管借助万界神石，境界突破已经神速，但在武道上可是10多年的差距，短时间不可能弥补过来。现在100个自己恐怕都不是这曹少卿的对手。几乎在林颖一念间，眼前三人彼此碰撞上百招，
已经分出了胜负。叶青衣与聂菲儿口吐逆血，各自被剑气轰击，重伤颓败，几乎是彻底失去战力。那曹少卿深吸一口气，胸膛剧烈起伏，但很明显状态好了许多。他的目光阴翳，临死反扑有什么用？下一瞬就将目光凝聚在林隐身上。小子，该送你去死了！不要杀我，我手里有宝物可以奉献给你。林隐立即显得诚惶诚恐，你这血魂境的废物手中能有什么宝物？曹少卿不以为意，这个可以吗？林隐掌心之中立刻浮现出一枚妖丹，正是那裂天妖元的妖丹，当然已经被林隐炼化其中的血脉精华，还有天妖拳的烙印，几乎失去了最大的价值，只剩下妖丹之中纯粹而雄浑的力量了。什么？妖丹？曹少卿立刻露出了震惊之色，双目变得无比炽热。没想到你小子手中还有这种顶级宝贝，拿过来。曹少卿当即说道。林隐点了点头，用灵力包裹着妖丹送到曹少卿手中。曹少卿端详着手中的妖丹，连连开口：啧，好纯粹的妖气，这种好东西天下难寻。说完后立刻转身看向林隐，凶光毕露。看在这一枚妖丹的份上，今天就留你一条全尸，是吗？林隐身躯急剧后退几步，走得掉吗？曹少卿不屑开口。砰！就在这一刹，简直是毫无征兆，一道剧烈的爆炸响起，曹少卿手中妖丹砰然炸开，冲天的妖气瞬间在前方荡起一道升天的蘑菇云，狂暴肆虐的力量伴随着鲜血四射，一条断裂的胳膊同时飞射出去，凄厉痛苦的哀嚎声响彻。轰！林隐的神念同时爆发，如无形的神念风暴对着曹少卿的脑袋狠狠来了一击。啊！曹少卿再度惨叫。还不走？林隐看向聂二女，叶青衣、聂菲儿强行挣扎着起身，林隐迈步而出，再度一左一右将之抓起，三道身影迅速消失在暗夜中，只留下此地狂怒惨叫，在血泊中痛苦翻滚的曹少卿。借着万界神识护体以及对这天葬山脉的熟悉，林隐几乎在暗夜中穿梭足足10多个方位，最终回到了死亡峡谷的栖身之地，那座空了的神墓之中。呼，长舒一口气，林隐将二女丢在一旁，盘坐此地，吞下10几枚地玄丹，开始炼化，调整气息，恢复伤势。林隐，你……叶青衣开口，闭嘴，我可是损失了一枚妖丹，你2步赔偿给我，就别想活着离开了。林隐打断了叶青衣。妖丹？聂菲儿此刻面色苍白，极度虚弱，那一抹媚也消失了，反而显得正经了许多。他看着林隐道：一枚妖丹虽然珍贵，不过我们九幽魔门还是拿得出来的。林隐，你救了我一命，这妖丹我肯定会赔给你。叶青衣也开口道：只是怎么？林隐蹙眉看着叶青衣，恐怕我们走不出去了。叶青衣无奈道：走不出去？放心吧，你们2个若是肯老实点，把那座上古神墓中的一切交给我，我就带你们离开。林隐一边恢复伤势，一边开口。聂菲儿苦笑，那曹少卿乃是无量剑宗的天才弟子，而且是无量剑宗的剑士之一。什么？无量剑宗的弟子？林隐一惊，这倒是他没想到的，他敢对你们俩动手，胆子也太大了。林隐不由得开口：你的胆子比他还大。叶青衣复杂地看了林隐一眼，不会说话就闭上嘴。林隐摸了摸鼻子，叶青衣沉默。看到叶青衣吃瘪，聂菲儿再次娇笑，然后道：这次无量剑宗至少有100多名弟子前来天葬山脉，接下来恐怕会围堵天葬山脉出口，对我们展开搜寻，如今被困此地，多半回不去了。林隐，我们先吸引那些无量剑宗弟子，让你离开。叶青衣说道：你离开天葬山脉后就麻烦一趟，将这里的一切告诉琉璃宫，可以吗？说着，叶青衣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抹鲜血。可以不了一点。林隐扫了叶青衣一眼，我可是损失巨大，没拿到赔偿就让我离开，你不走，我们全部都会死在这里。叶青衣有些懊恼道：把你们找到的那座神墓送我，其他都好说。林隐立即道：我们的确发现了一座上古神墓。聂菲儿开口了，只是这里终究是禁地，如今身受重伤，根本不能踏出此地一步，否则那座上古神墓就算我们共享又如何？那座墓距离此地多远？林隐期待看向聂菲儿。就在之前我和叶青衣战斗的1000米之外。聂菲儿说道。墓已经打开了。林隐紧接着道：还没有打开，那种所谓的上古神墓都不简单，其中可能存在着可怕的力量。聂菲儿再度开口：行了，别说了，疗伤。林隐把那瓶天魔丹扔回去。天魔丹？
虽珍贵，但哪儿比得上一座上古神木的价值？没有用。聂菲儿无奈道：“这天魔丹乃是淬炼肉身、血脉、神魂的顶级丹药，但对于疗伤没有任何效果。而且这里是禁地，阴气和瘴气太浓烈，根本不能修炼。”是吗？林隐隔空将天魔丹抓回来，这才明白这两人绝望的原因。禁地之中，除却自己之外，其他人不好修炼，只能借助丹药补充灵力。各种可怕的气息侵蚀之下，就算这两人是金丹境高手，恐怕也坚持不了几日。地玄丹呢？林隐掌指翻转，从赵清溪那里得到的地玄丹拿出来。这么多地玄丹，可以恢复灵力。聂菲儿惊喜，目光顿时闪烁。不过这伤势……说到这里，聂菲儿陷入沉默。罢了。林隐忍痛打开空间戒指，一股脑将戒指内的所有丹药、灵液之类的全部拿出来。可够。林隐看着二女，你好穷。聂菲儿看着眼前一堆丹药，半晌，终于忍不住说道。旁边叶青衣则是善意道：“林隐，我们两个都是金丹境，你拿出的这些丹药都是人级丹药、玄级丹药，药效太差，对金丹境的伤势根本没有用，真是麻烦。”林隐忍不住道。虽有前世记忆，然而林隐终生都是炼体境，压根就不懂这些。原来对金丹境这样的顶级高手来说，寻常普通的丹药药效太差，根本没什么效果。林隐，其实……聂菲儿面容复杂，突然开口：“闭嘴，别说话，有人！”林隐顿时开口，神念在无形之中蔓延出去，就感应到死亡峡谷中有2名武者闯入进来，开始四处搜寻。很快已距离这处神木不过100米。李师兄，我坚持不住了。这峡谷之中阴气冲天，瘴气太浓。其中一名青年开口：“那聂菲儿和叶青衣身受重伤，根本不可能藏在这种阴气最浓的地方。走吧。”那李师兄点头，皱眉道：“你说的倒是没错，这峡谷中阴气实在浓烈，我也扛不住多久。”两人一边说着，很快离开此地。神木中，二女悄然松了一口气，脸色都变得更加难看起来。他们找不到人，最后很可能还会来到这里。叶青衣有些慌乱，林隐没有开口，而是扫了聂菲儿与叶青衣一眼。实话实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聂菲儿，九幽魔门的魔女，至少在天地未崩的时候，这般身份无比之尊贵。叶青衣就更不用说了，蛮荒7大圣地之一琉璃宫的圣女。那琉璃宫虽然只收女弟子，然而底蕴不见得弱于无念道宫多少。此次如果能将这两人解救下来，稳赚不赔，好处不可想象。只是一切建立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现在这种情况，缘分怕是到此为止了。林隐心中自语，为了这两人搭上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天大地大，也比不上自己的命大，这是林隐此生行事的准则之一。有缘再见。林隐起身，犹豫瞬息，心中默默道：“我先溜了。”林隐，其实我有一种功法，叫做玄刹功。若是你能和我一起修炼，只需数个时辰，我的伤势就能恢复。聂菲儿的眼中魅意再度浮现。玄刹功。林隐看向聂菲儿，一侧叶青衣瞪着聂菲儿：“魔女你无耻，敢勾引我们7大圣地弟子！得了吧，叶青衣，忘了是谁把你我打伤成这样的？”聂菲儿奚落着叶青衣：“曹少卿那畜生，难道不是你们7大圣地的弟子？”叶青衣哑口无言。相比之下，林隐这家伙倒是让我入眼。聂菲儿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双眸之中泛出点点光波。林隐，那玄刹功乃是双修之功，你与我一同修炼。林隐刹那警觉，顿时朝着神木门口退了一步。你做什么？聂菲儿奇怪地看着林隐。我只是想得到点好处，分享你们发现的那座神木而已。林隐看着聂菲儿，结果你给我整这出，贪我林隐身子，你不答应？聂菲儿露出不可置信之色，羞恼开口。哼！林隐冷笑，我聂菲儿堂堂九幽魔门当世魔女。聂菲儿咬着红唇，如今与你修炼玄刹功，将身子交给你，你林隐不答应，你嫌我丑不成？聂菲儿瞪大眼睛，当然不是。林隐眯着眼睛打量聂菲儿一眼，姿色绝世无双。我知道了，是你不行。聂菲儿讥讽，别惹我。林隐扫了聂菲儿一眼，那你在躲什么？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聂菲儿冷笑，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等我恢复过来，咱们一起把叶青衣这暴躁婆给杀掉，到时候我带着你前去那座神木。魔女，你闭嘴！听到要把自己杀掉，叶青衣咬牙开口，未来有我聂菲儿暗中支持你，你很快就能够在无念道宫站稳脚跟，甚至我们九幽魔门可以扶持你成为无念道宫圣子。聂菲儿再度开口，话音落下，
聂菲儿伸手一指点出，一道光芒顿时朝着林隐而来。林隐脑海中顷刻间就出现了玄叉功的修炼之法。怎么说，林隐？聂菲儿挣扎着站起身来，衣衫自然滑落，露出了如玉般的双肩，一双眼眸闪烁之间，那种勾魂夺魄般的气息再度浮现。你们不行！叶青衣顿时开口，我和林隐你情我愿，关你什么事？聂菲儿扫了叶青衣一眼，下一刻便已来到了林隐身侧，手臂探出，突然抱住林隐，柔软而火热的娇躯贴着林隐的胳膊，面容之上浮现出红晕之色。林隐，你不会是担心我乃九幽魔门魔女身份而畏惧我吧？聂菲儿依偎在林隐耳旁，吐气如兰。畏惧？林隐看向聂菲儿这无比精致而又充满魅惑的面容，下一刻手臂探出，瞬间揽住了其温热的腰身。什么魔门，什么正邪，在林隐眼中一般无二。前世九荒崩溃时，天下大乱，被上界生灵所践踏时，都是一群可怜的众生罢了。身躯被林隐搂住，聂菲儿宛如触电一般，呼吸顿时变得急促起来。一侧，叶青衣目瞪口呆，看到这样的一幕，这位从未经历过此事的琉璃宫圣女顿时面红耳赤，想要踏出此地，然而对外面的一切又无比恐惧。就这样看着聂菲儿被扑倒在地上，渐渐的伴随着眼前旖旎的一幕，叶青衣的脸色微变，因为他隐约察觉到原本同样虚弱的聂菲儿，他的气息居然在不断增强。一时间，叶青衣心绪从未有过般躁乱。时间流逝，不知何时，香汗淋漓的聂菲儿发出颤悸的声音，叶青衣的身躯也隐隐一震。他警觉地发现，聂菲儿的气息又增强了不少。林隐，叶青衣看着林隐，我也有一种功法，叫做逆长灵犀功。不由分说，叶青衣一指点出，顿时将一种崭新的功法传递给了林隐。霓长灵犀功。林隐感应着脑海中的功法，不禁表情古怪。这与聂菲儿的玄叉功虽然不同，但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下一刻，不等林隐反应过来，叶青衣的衣衫不知何时已经滑落，来到了面前。等一等！林隐不由得开口。话音未落，叶青衣不知是急不可耐，还是真害怕聂菲儿恢复过来把他杀掉，一双玉臂已经勾住了林隐的脖颈。我也是第一次，你轻点。叶青衣的声音在林隐耳旁响起。夜幕再度降临，陷入幽暗的这片地底空间中，三道身影盘坐在此。叶青衣、聂菲儿的气息几乎已经全部恢复，此刻正在运功，身上的伤势也已在不知不觉中恢复了七七八八。而林隐则是暗自运转神魔炼体诀，一边修炼一边吸收着体内剩下的这些天路。不多时，轰隆，身躯内部灵力震动，林隐的境界刹那间突破到了血魂境6重天。过去1刻钟后，之前和聂菲儿一起运转玄叉功而诞生在体内的气息再度被炼化。轰！林隐境界再度突破血魂境7重天，还有与叶青衣修炼霓长灵犀功而留在体内的气息同样被炼化。又是1刻钟，林隐的境界迈入血魂境8重天。良久，林隐长长吐出一口气，气息稳定下来，终于收工。爽快！一口气从5重天踏入了8重天，林隐神清气爽。此次踏入这天葬山脉之中，自己产生了巨大的突破，距离神窍境不远了。林隐无比期待。要知道，踏入神窍境之后，才算是迈出绝世高手的第一步。神窍境可以御空飞行，而且到时候就可以真正开始修炼神通。从裂天妖猿的妖丹中得到的那种天妖拳也好，还是那破灭18式的第一式也罢，全部都能够施展出来。两种强大神通加持，自己的战力将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没发现林隐你这么厉害？林隐睁开眼的瞬间，就看到聂菲儿在眼前打量着自己，一口气竟然能够突破3重天。聂菲儿惊疑不定地说道：没发现你有什么强大的武道天赋呀？因为我有神魔炼体诀。林隐心中默默道：武道天赋当然重要，但功法同样重要。林隐知道自己的神魔炼体诀这种绝世神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和那些天才之间的天赋差距。快，我还要！顷刻间，聂菲儿扑上来，正好让你尽快突破到神窍境。我聂菲儿的男人怎么能是个血魂境的小人物呢？不要脸！旁边叶青衣红着脸骂道：西西，你不想看就出去待着。聂菲儿开口：疯了吗？林隐蹙眉，急忙起身：你们已经恢复了，又不怕什么了？现在带我去找那座神木，迟则生变。聂菲儿跺脚，露出恶狠狠的姿态：你也知道我已经恢复了，快脱了，不然我……林隐冷笑。一起修炼时，林隐早已用神念师手段，
在这二女身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记。现在他还真不怕这聂菲儿和叶青衣乱来。啪！狠狠一巴掌抽下去。你想如何？真无趣。聂菲儿娇躯一颤，倒是安静了下来。走吧，夜幕之下的确好行事。叶青衣在此刻道。那座上古神墓难保不会有其他人找到。林颖说的对，迟则生变。三道身影很快离开此地，朝着天葬山脉深处而去。在这禁地中前行间，林颖心神大定，甚至有一种百无禁忌的感觉。前世今生无数次前来这天葬山脉，从未有过如此刻般内心安稳。开玩笑，身边可是有2大金丹境的大高手陪着，什么曹少卿，什么无量剑宗，再敢出现，那就去死。夜幕下，三人很快前行数十里。夫君，这里阴气很足哦，扛得住吗？聂菲儿突然眨了眨眼睛，一只温热的玉手突然握住了林颖的左手，浑厚的灵力沿着掌心传递给林颖。这就叫夫君了，魔女不要脸。叶青衣瞪了聂菲儿一眼，但同时握住了林颖的右手，应该是知晓林颖境界较低，同样一股灵力传递过来。你要脸就别跟着我们。聂菲儿扫了叶青衣一眼，然后又看向林颖。夫君，要不咱们2个一起联手，把这个坏女人干掉，咱俩一起开启那座神墓，不然多一个她，还要分走一部分好处。别忘了，神墓是我找到的。叶青衣冷冷道。那怎么了？我也感应到了那座神墓。聂菲儿撇嘴。行了，都闭嘴。林颖双手同时抽离出来。我没事，这里的阴气影响不了我。聂菲儿与叶青衣都露出异色，似乎对林颖无惧这禁地之中的瘴气、阴气很是意外。不过二女也都彻底放心下来，步履加快了不少。三人很快就已经回到了昨日大战的那片区域。有人。林颖率先开口，神念感应到了诸多气息。这片大地内足足汇聚着20多人，身上全部都散发出一股股无形的剑气，全部都是无量剑宗的弟子。林颖冷笑，一群蝼蚁。聂菲儿的眼神冷厉。杀！叶青衣蹙眉，虽未开口，然而身上的杀意同样隐隐爆发出来。谁？前方大地中，一名青年猛然转身，顿时林颖三人就身躯显化了出来。叶青衣、聂菲儿。青年下一刻冷笑，至于林颖则根本不曾被放在眼里。青年打量着眼前的二女，眼中顿时浮现出了狠厉之色。不枉曹师兄让我们守候，你们居然敢回到这里，找死！他们身受重伤，简直找死！给我拿下！是，张师兄。一群无量剑宗的弟子瞬间露出了残忍的笑容，个个身上剑气四溢，一拥而上。找死！聂菲儿摇摇头，无奈的开口，手臂探出，灵力涌动，真空之中顿时显化一道漆黑的大手，魔气滚滚。什么？前方诸多无量剑宗的弟子大惊失色，根本来不及反应，身躯全部被笼罩，身上的剑气层层破灭，几乎被漆黑的大手一击捏爆，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几乎一瞬间就有10几名弟子惨叫连连，暴毙当场。不对，你恢复了伤势。那张师兄骇然开口，猛地看向了叶青衣。叶圣女，同为7大圣地，救救我们！回去之后一定禀报上去，我们无量剑宗会感谢圣女啊！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惨叫一声，身躯瞬息之间就僵硬在原地。林颖看到叶青衣隔空随意一指点出，如琉璃晶体般的一指破空，瞬间轰入那张师兄的胸膛中。那可是一尊元体境的高手，即便这些天境界暴涨的林颖拼尽全力都不是其对手，但是在叶青衣面前简直弱得可笑。那张师兄的身躯如同被冰封原地，一动不动，气血灵力波动全部都被封印了。紧接着叶青衣第2指打出，劲气破空。砰！前方那具身躯顿时变得4分5裂，居然就这样破碎当场，生死道消。这便是神通的力量吗？林颖心中喃喃。尽管前世已见过无数次那些自称上神的降临者施展各种神通，可是此刻依旧心灵震动，心旷神怡，期待无比，恨不得自己现在就突破到神窍境，从此也能施展出自己修炼的那2大神通。放过我们！剩下几名无量剑宗弟子绝望惨叫。只是一眨眼，聂菲儿显化的漆黑手掌完全并拢，这些神窍境、金刚境的无量剑宗弟子连勉强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便通通死去。这白痴居然在向你求救！聂菲儿嘲讽地看了叶青衣一眼。叶青衣沉默，没有回应。夫君不会被吓到了吧？聂菲儿随后转过身来，看向静立原地的林颖。以后你要是乖乖听话，我不会伤害你的。林颖冷冷看了聂菲儿一眼，顿时踏出一步，狠狠一巴掌拍了下去。疼！聂菲儿娇躯一颤，叫我林颖。林颖沉声道。哦。聂菲儿委屈开口。
去神木！叶青衣无视此间的诸多尸体，直接朝着不远处而去。林隐二人跟上，前行不足千米，林隐的体内万界神石隐隐震动起来，就看到眼前这片茂盛的林木中，半截墓碑冒出大地，赫然映入眼帘。意外之喜，林隐深吸一口气。第一次天门开启过后没过久，这段时间想要找到上古神木还是比较难的。就算自己拥有万界神石，也都是需要靠近了一定的范围，才能够隐约捕捉到上古神木的气息。没想到在回无念道宫之前，还真的再度找到一座墓。叶青衣、聂芬儿，林隐不由得看了这二女一眼，能感应和捕捉到这座神木的气息。这二女居然都是天命之子。夫君，聂芬儿看向林隐，你小心一些，我们先开启这座墓，免得伤到你。话音落下，聂芬儿和叶青衣掌指同时探出，灵力滚滚。让开！林隐瞥了二女一眼，你们想引其他人过来吗？叶青衣看向林隐，一脸疑惑。这种古老的神木都有封印，甚至内部可能有杀阵存在，暴力开启往往都是找死。林隐蹲下来看着眼前的墓碑，身后聂芬儿和叶青衣对视，全部都露出惊异之色。没有想到林隐这个只有血魂境的存在，居然对这种上古神木如此熟悉。便在二女的注视下，林隐手掌探出，贴在了这墓碑之上，灵力包裹，神念开始感应。不过片刻之间，墓碑内部一道神之印记就被林隐锁定。神念随意沟通之下，那神之印记就在悄然之间涌出。身后的聂菲儿与叶青衣二人只看到一道光芒一闪，并未发现其他异常。但是在这悄然之间，林隐的体内便多了一道神之印记。舒服，林隐心满意足。对他而言，这座上古神木中哪怕空空如也都没有关系，因为自己该得的好处已经得到了。如果真在神木中看到什么顶级的功法、神通、宝物，自己现在境界较低，暂时反而用不上。类似功法，这种上古神木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堪称逆天的绝世神功，但是还真没法和神魔炼体诀相比。而得到神之印记就不一样了，炼化之后血脉蜕变，甚至魂魄蜕变，乃至有可能体质蜕变，那可是最直接的好处，能提升生命的本质，提升天赋，铸造最强的修炼根基。得到神印后，林隐引动万界神石，便在这二女的疑惑之中，悄然炼化掉了墓碑中的一切印记、道纹。好了，搬开这座墓碑吧。做完这一切后，林隐才起身开口。聂菲儿二人顿时走上前来，两人灵力运转之下，很快就将这座墓碑搬出来。这么简单就好了？聂菲儿惊异道。之前我尝试过，这墓碑根本无法撼动。林隐，你是怎么做到的？秘密。林隐眯着眼睛吐出两个字。哦。聂菲儿哦了一声，然后三人就看向眼前的地面。方才墓碑所立之地的下面，一条约莫10米的通道赫然显现出来。通道另一端俨然是一座门户。林隐观察了数个呼吸，便放心下来，就这样看着聂菲儿与叶青衣出手破掉门户上面的封印。前世林隐见过的上古神木不知何几，哪种神木里面可能有杀阵、诡异力量守护，哪种神木里面非常安全，他还是能辨认出来的。轰隆，这片大地震动，门户很快被二女推开，一处墓室映入眼帘，里面的空间和之前的那座墓差不多，无比诡异。虽然是神墓，但里面依旧没有棺冢存在，只有简单的一些石桌石椅。以及这一刻，林隐不由得深吸一口气，聂菲儿更是两眼放光。只见那墓室的角落处赫然闪烁着诸般神光，竟然堆放着足足5堆的神石。三人来到前面，聂菲儿深吸一口气，这是玄冥神石，这么多玄冥神石至少有上千斤。这是赤阳石，其中蕴藏着火焰精华，这赤阳石乃是炼制道器的珍贵材料。叶青衣同样开口，这是龙血石。突然聂菲儿再度惊异道。林隐目光扫过，就看到足足几十块血色金色光芒交织的晶体堆在一旁传说。龙血石乃是无比古老的岁月年间一些特殊的神石沐浴龙血，得到长期滋养，再吸收天地日月精华，才能孕育出来的特殊神石。聂菲儿开口道，这些龙血石恐怕有300多斤，价值惊人啊。这2堆石头就不认识了。叶青衣看着剩下的2堆石头道，雷霆晶石、五行晶石。林隐吐出8个字，林隐，你认识？叶青衣再度露出意外之色。林隐看向叶青衣，这雷霆晶石和五行晶石，你修炼琉璃宫的功法都能用到。顿了顿，林隐看向聂菲儿，这玄冥神石还有赤阳石对你有用。随后林隐看向龙血石，这些龙血石我要了。啊！聂菲儿没想到
林颖直接将这些宝物划分好了归属，我只要玄冥神石就够了。聂菲儿道：我拿这些五行晶石。叶青衣说道：行了，别矫情了。林颖手臂一挥，将诸多龙血石全部收入空间戒指，随后便不再理会二人，而是来到了不远处的一处石桌前面。石桌上面赫然是2本古老的典籍，经历了无数年的时间侵蚀，并未腐朽。紫电刀、青芒剑术。林颖念叨着，这不是功法，而是2种皇级武技。好东西。武技没有神通厉害，很多强大的武者境界上去之后都只修炼神通，而看不上修炼武技。但是人、玄、地、天、皇能达到皇级的武技，尤其放在这蛮荒之中，已经算是顶级的战斗之术了。夫君，林隐，这2种武技你就带回去吧。聂菲儿来到旁边，你们瞧不上？林隐看向眼前的二女，武技修炼起来没意思。聂菲儿嬉笑道，而且我们九幽魔门也不是没有皇级武技。叶青衣没说话，但点了点头。二女出奇的意见一致。林隐笑了笑，当即将2本武技收入空间戒指。可惜了，没有其他奇珍异宝。聂菲儿环顾四周，遗憾道，我听说有一些古老的宝藏，开启之后里面有各种绝世丹药，尤其是有什么养颜助容的顶级神丹，还有能让人诞生出特殊血脉、特殊体质的神丹。这神木太小，哪会有那些东西？林隐不由得说道。林隐当然知道，现在出世的神木都是一些小木，类似此刻这座神木能找到龙血石这种珍贵之物，已经算是少见了。有的上古神木打开之后甚至空空如也，只有1年之后天地大势变化，大约第2次天门开启，到时候一些隐藏更深更神秘的大木才会逐渐出世，那里面才有真正的顶级至宝，甚至还存在着古老的宝藏图。前世就有降临者凑齐了一座天外宝藏残图，组成完整的宝藏图后，去星空中开启了一座大宝藏，回去了。林隐随后朝着神木外面走去，这次前来天葬山脉，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单单那皇级功法、大眼皇诀，还有刚才这2本皇级武技，这3样就是一笔横财。能和皇级扯上关系的，不管是丹药、武技、功法还是其他，全部都有惊人的价值。带回去换成功劳点，至少相当于自己辛苦完成几十个、上百个任务。重点是现在这些东西很值钱，但是到了1-2年之后，更多神木相继被开启，九荒大地中各种功法、武技、神通、秘术将汇锦喷般出现，恐怕那个时候就换不了太多功劳点了。回去。聂菲儿来到身侧，抱住林隐的胳膊，一脸幽怨，就这么想着急和我分开吗？天还没亮呢，而且我们再找找其他神木不好吗？林隐看出叶青衣也有类似的想法，不禁开口，你们好不容易恢复，还想长期待在这里，身上没有丹药补充，灵力耗尽，就等死吧。按照前世的记忆，林隐当然知晓，这个月内至少这蛮荒之中是不可能有什么神木再出世了，即便是有暗中出世的神木，也未必在这天葬山脉。哦，聂菲儿点了点头，也露出一抹忌惮之色。天葬山脉之中阴气充斥，瘴气四溢，几乎时时刻刻侵蚀着进入此间的生灵。林隐没说错，就算金丹境的高手也不能在这里逗留太久。踏出神木不久，只见那些无量剑宗弟子的尸体还在那里，也不知是还未被发现，或是那曹少卿已经推算出聂菲儿与叶青衣已经恢复伤势，已经偷偷遁走。3人一路回归，朝着山脉外面走去，这一路却没有再遇到什么生人。踏出天葬山脉，聂菲儿拿出一枚玉佩给林隐，眨了眨眼，媚眼如丝。夫君，你们无念道宫，我魔门身份是不敢去的，到时候用这玉佩找我。叶青衣则是哼了一声，略有些骄傲道，林隐，你先跟我去琉璃宫一趟。你……聂菲儿气得跺脚，琉璃宫不去。林隐开口，我回去修炼，过些天要前去挑战星辰榜。挑战星辰榜。聂菲儿与叶青衣同时怔住了，夫君还有挑战星辰榜的本事？聂菲儿打量着林隐，惊异开口，别的本事你不是已经见过了吗？林隐眯着眼睛看了聂菲儿一眼，聂菲儿本能朝着林隐身上某处看了一眼，顿时媚眼如丝，脸颊红润。听说这次星辰阁的考核会将那一枚天外神丹拿出来作为奖励。叶青衣脸上同样浮现一抹红晕，随之开口道，不错，那一枚天外神丹我要定了。林隐开口，你何时挑战星辰榜？叶青衣道，我们琉璃宫有能够增强神念的丹药。哼，我们九幽魔门也有这种神丹。聂菲儿哼了一声，骄傲看着叶青衣，行了，我回去了。林银兰得听他们斗嘴，走向不远处。前方虚空中
当日承载着林颖与赵清溪等人前来的流光金雕还匍匐在那里。林颖灵力爆发，一道神念顿时沟通上去，流光金雕化作一道金色的流光，瞬间俯冲下来，奇怪地看着林颖。待我回归无念道宫。林颖对着流光金雕开口。金雕纹丝不动。赵清溪已经死了。林颖淡淡道。流光金雕依旧没有任何回应，一双锋锐的眼睛之中隐隐浮现出一抹不屑。畜生！林颖大手一拍，一股凶猛的灵力瞬息轰入流光金雕的体内。力！一声痛苦而尖锐的鸣叫声顿时响彻，金雕的身躯顷刻匍匐在地上，满眼尽是恐惧。回道宫。林颖盘坐在金雕背上，闭上眼睛。真是有意思，境界不够，连只畜生也看不起自己。什么人养出什么样的畜生？听赵清溪说，这只妖兽坐骑是孟星云赐给他的，看来孟星云也不是个好东西。顷刻间，金雕展翅破空而起，眨眼消失在天边。看着金雕背上闭目养神的林颖，夫君还真是无情呢。聂菲儿脸上的媚意收起，自言自语般开口。随后倾城的面容之上却浮现出一抹笑意。还是第一次有人能挡住我聂菲儿的魅惑，那是你们九幽魔门的媚功不太行。叶青衣瞥了聂菲儿一眼，话音落下，一步踏天而起。你是不是想打架？聂菲儿瞪着叶青衣，只是一眨眼，叶青衣已经远在千米之外。半个时辰后，蛮荒东部陨星山脉半空之上，无念道宫映入林颖眼帘之中。地炎峰。林颖吐出三个字，流光金雕纹声顿时朝着地炎峰破空而去。接近了地炎峰时，嗡，一股强大的气流涌动，顷刻间流光金雕身躯在天地间一个翻转，原本稳稳坐在背上的林颖身躯顿时从上百米高度坠落下去。轰隆，林颖身躯狠狠砸落在地炎峰顶。回到了无念道宫，这流光金雕居然再无忌惮。丢下林颖后，流光金雕在天地间盘旋，突然俯冲而下，接近了地炎峰时再度扶摇而起，出现在云霄之间，似在嘲弄着林颖，拿他没有办法。孽畜，之前是留你一命而已。林颖抬头望天，目光沉冷彻骨。便在那流光金雕再度俯冲的刹那，林颖冷笑，神念突然爆发，加持在手掌之间，右手隔空一抓，力！那锋锐的眸子浮现出无尽恐惧，身躯在半空中拼命挣扎，却仿佛始终有一道无形的大手摁在头顶，再怎么挣扎都没有用，便在数个呼吸之间就已经被林颖生生拉扯到了面前。比不得小狐狸那般妖族高贵，但这等低贱的妖兽，毕竟修炼到了神窍境，你敢动我，我的主人孟星云不会放过你的。隐约间，模糊的神念传递过来。是，林颖五指攒动，猛然一扭，热血喷薄而出，金雕的脑袋被当场扭断，死的不能再死。真以为我不能飞行，就抓不住你这金毛大鸟？林颖冷笑，畜生就是畜生，没有脑子，挑衅我这个圣地内门弟子，怎么想的？随手将脑袋丢在一旁，就看向不远处一道雪白的光芒眨眼到来。林颖笑容浮现，雪梨，我帮咱俩报仇了。林颖，你回来了。小狐狸欢喜雀跃，似乎心情极好，围绕着林颖转了足足3圈，不断打量着林颖的一切。林颖，你真厉害，杀了赵清溪那坏女人，居然没受伤。那是，区区一个赵清溪算什么？林颖开口，很快你就不用只躲在地炎峰了，以后在这无念道宫，我罩着你。小狐狸狐一般看着林颖，不信任道，罩着我？林颖，你的境界还没有我高呢，别说真传弟子，那些内门弟子都能把你打趴下，寻常的内门弟子可打不过我。林颖笑着开口，无念道宫的内门弟子都是金刚境，这次在境地突破后，气海扩张，灵力壮大不少，哪怕只凭借武道手段，林颖都无惧大部分内门弟子。对了，林颖，你去那境地一趟，回来给我带什么好东西没有？小狐狸又开口道。当然有好东西。林颖顿时拿出了那瓶天魔丹。咦，这是天级丹药。小狐狸看着天魔丹，口水都要流出来了。以前我就见到过一次天级丹药，还没尝过呢。你能拿妖丹送我，居然没有吃过天级丹药。林颖意外道，那些妖丹是我为了回祖州修炼用的，又不敢拿出来换取各种丹药林业吃，不然我会被人抓住的。小狐狸一边目不转睛盯着天魔丹，一边开口，好吧，这些丹药你拿去吃。林颖挥了挥手，大方道，不行，雪梨只吃1枚，其他的留给你修炼，我还指望你带我回家呢。小狐狸说完就伸出爪子拿走1枚丹药，那我们各自5枚，不然不带你回家了。不由分说，林颖又拿出4枚天魔丹递给雪梨。那行吧，林颖，我要去炼化丹药了。
雪梨将5枚天魔丹吞入腹内，瞬间化作一道光影，消失在远处。雪梨离开后，林颖看着手中的5枚天魔丹，又感应着体内的神之印记，目光熠熠。这一趟所得全部炼化。林颖深吸一口气，足够我破境成功，拥有杀上星辰榜前10的底蕴，从此一步登天。我林颖这一世的修炼之路，从今日将真正开启。这一刻，林颖的双目中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信念5道修炼：聚气、炼体、燃血、血魂。这4境都只能算是世俗5道，意思便是，哪怕世俗芸芸众生之中天赋再差的人，只要苦苦修炼，再加上资源的堆积，哪怕消耗时间长一点，总有机会踏入血魂境。而超越血魂境，从神窍境开始，就算是真正踏上强者登天之路。林颖知道自己重生之后，最关键的时刻要来了。就在他转身朝着地岩大殿走去，要开始修炼时，远处天穹中一道剑气破空而来。听到剑吟声，林颖立即回头，就看到一名白衣青年英姿不凡，脚踩一柄玄金长剑，眨眼踏天而来。林颖来到地岩峰外，青年冷冷看过来。有人说，孟师兄饲养的那只流光金雕，刚才在这里盘旋，被你抓住了。你是什么人？林颖皱眉看着青年，刚才斩杀流光金雕的事情，看来被人看到了。金榜第一。青年冷傲开口。宋长河。金榜。林颖想到无念道书上面有关于金榜的一切。内门金榜。无念道宫之中，诸多内门弟子的实力排名榜位，没想到这金榜第一居然出现在了这里。不错，那只畜生想戏弄我，结果戏弄不成，被我给杀了。来者不善，林颖的态度自然也是不冷不热。尸体就在那里。什么？你敢杀掉孟师兄饲养的妖兽坐骑？宋长河面容冷酷至极。带上金雕的尸体，随我走一趟，去见一见孟师兄吧。想见我就让他亲自来。林颖平静开口。你放肆！宋长河冷笑开口。林颖，你不敢招惹裴师兄的地格，却敢挑衅到我们星盟的头上，简直是不知死活，让孟师兄来见你，你也配？杀了一只不长眼的畜生而已，不至于挑衅星盟。林颖耸了耸肩，打开阵法，让我进来。宋长河斥声道。你没有其他事情，就回去告诉孟星云金雕已经死了。林颖说完便懒得再理会宋长河。嗡，剑气嗡鸣。宋长河面色阴沉起来，手中剑体浮现，长剑直指林颖。打开。滚。林颖吐出一个字。吃了。宋长河出手，一剑探出，如要刺破真空。前方传出破裂的声音。林颖立刻就感应到自己修复不久的4座大阵居然被这宋长河一剑撼动，一股股猛烈的气息与力量爆发。同样是内门弟子，宋长河这位金榜第一人灵力无比雄浑，至少比那赵清溪雄浑几10倍，出手极其霸道，连续几剑居然让4座大阵的结界全部破碎。林颖不禁握住拳头，怒火中烧。这些所谓的内门弟子、真传弟子真把这地岩峰当成后花园了，想来就来，想闯就闯。几乎一眨眼，伴随着4座阵法破碎，宋长河已经从半空中降临，稳稳落在地岩峰上。你竟然真敢杀了金雕！宋长河看着流光金雕那无头的尸身，声音森冷。随我走一趟。走不了。林颖吐出3个字。砰！真空激荡，宋长河一剑横空而来，直指林颖胸膛。只是那一剑出动的瞬息，林颖已捕捉到轨迹，瞬间踏出一步，将这一剑避开。哼！宋长河冷笑，左手凝聚成拳，轰隆一拳杀向林颖。这瞬息一拳，林颖就难以避开了。体内气海一震，林颖拳头同时轰出。砰！双拳碰撞在一起，真空都出现了爆裂之音。噔噔噔！林颖被一拳打得连退9步，只觉得体内气血翻腾，5脏6腑好像要移位了一样。不好，这宋长河已经是元体9重天之上，半步金丹境。只是碰撞一击，林颖就察觉到宋长河的强横。一只脚迈入金丹境的存在是真正的高手，已不能用看待普通元体境的目光去看待了。这种已经是道宫之中的未来真传种子，什么时候彻底踏入金丹境，便直接晋升真传弟子，享受种种好处，从此一步登天。真空震动，宋长河手中长剑抬起。你动我试试，我1个月内要挑战星辰榜，道宫无数人盯着。林颖一边引动体内的3大气海，一边沉声开口。你敢动我，各位长老、院主都饶不了你，孟星云亲自来也不能动我。星辰榜。宋长河双目深处掠过一抹忌惮，但是
手中长剑收起，宋长河大步走来，一脸冷笑，轰轰轰，拳头连连轰出，足足10拳几乎瞬息之间接踵而至，每一拳都狂暴莫测。噔噔噔，林隐只能纵然引动3大气海，也抵抗有些勉强，被打得连续退避，眨眼后背撞在地岩大殿的门口。轰，最后一拳轰在林隐胸口，林隐胸膛剧痛，嘴角一缕鲜血顿时流淌下来。不敢动你，我宋长河金榜第一，动了你又如何？宋长河冷笑，今天就给你个教训，但你杀了孟师兄的金雕，这件事可没完，你最好尽快前来兴盟赎罪，否则的话，当日带你来的莫长老都保不住你，懂吗？说完，宋长河气息收敛，来到流光金雕的尸体旁边，将尸体收起，临走前又转过身来，戏谑扫了林隐一眼。一个道宫新人，没有实力就要懂规矩，以后在道宫中见了我，也要恭恭敬敬尊称一声宋师兄，懂？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话音落下，宋长河踏天而去。呼，林隐吐出一口浊气，他知道自己早就被星盟盯上了。这次宋长河因为死去的金雕而前来，只是一个借口，即便没有此事，星盟也迟早会有其他借口来找麻烦。金榜第一，好一个宋长河！10天不，我忍不了10天。林隐目光森寒彻骨3天，3天之内我不把你打成残废，我就不叫林隐。打败你宋长河，我就是内门第一。擦去嘴角的鲜血，林隐也没有再去修复几座阵法，直接进入了地岩大殿。虽然有墨川长老这层关系，不过林隐没准备去找他，因为林隐看明白了，这无念道宫之中，真正的天才高手，尤其什么内门金榜、真传榜上的天才，都是行事霸道，甚至横行无忌的角色，这是无念道宫所默许的。找墨川长老出头，反而会让人看不起，在道宫诸多长老、院主心目中的位置反而会跌落，那以后自己就很难得到各种扶持、各种培养，只有亲自打回去，亲手把宋长河踩在脚下，狠狠蹂躏践踏，那样反而会让道宫觉得自己是可造之材，以后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宝物，都会记得自己。进入内殿之中，林隐盘坐下来，沉沉开口：神之印记炼化。神之印记浮现，在林隐的不断炼化之下，逐渐浮现出一道道纹路，1道、2道、3道、9道，足足9道纹路显化出来。9级神印，林隐眼前顿时亮起，运气真的不错，这是自己得到的第3道神之印记。第1道是半步黄级神印，第2道是8级神印，而这第3道依旧是达到了9级神印的级别，这已经非常难得了。要知道，能达到8级神印的级别，就已经算是很珍贵、特殊的神印了，至少都能够让人诞生出一种特殊血脉或特殊体质。便在9道纹路彻底显化之后，林隐一口将之吞了下去。轰隆，身躯一震，在即刻之间，林隐的血液如同沸腾了起来。这一时间，林隐就有一种身躯的灼烧感，由内而外，血液如同在灼烧，经脉在灼烧，灵力在灼烧，甚至一寸寸血肉也出现灼烧之感。在这一刻，林隐目光一闪，骇然发现自己的身躯表面出现了一层朦胧的金光，这金光变幻，如同火焰跳跃，又如同夜幕星空下的星光变幻，无比的神异，有一种梦幻之感。这是血脉在蜕变。林隐惊喜道：之前那星辰霸血的残留，在吞噬了大力真血后变强了不少，但是星辰霸血的本质还没有发生改变，而现在不一样了。林隐已经明白，这种身躯的灼烧感正是神之印记的力量在提升自己的血脉本质，如同铸造一件绝世武器，用烈焰铸造、灼烧、淬炼，每淬炼一遍，这件武器的品质就会提升不少。趁着血脉的蜕变，在这一刻，林隐再度吞下一枚天魔丹，哗啦，身躯内部天魔丹的药力散开，如同一股汹涌的狂浪，沿着4肢百骸贯穿开来。天魔丹乃是绝世强者前往天外星空，采集紫气灵液，配合上百种顶级大药炼制而成。除却增强根基、增强灵力外，本身就拥有淬炼肉身与血脉的效果。此刻天魔丹的药力散开，林隐感觉到身躯开始胀痛，这是丹药淬炼、神印之力淬炼融合在一起，双重淬炼而导致的。痛也快乐着，身躯越是痛苦，代表淬炼的效果越惊人。坚持，林隐紧咬牙关，借此机会同时运转神魔炼体诀，体内爆发的力量立刻就得到了控制。伴随着时间流逝，一身灵力不断变化，沿着神魔炼体诀的奥义而开始运转。足足2个时辰，不知不觉中过去。轰！林隐体内传出雷霆般的轰鸣声，
破镜血魂镜9重天。突破的这一刻，林隐几乎感觉到自己的灵力无比雄浑，本身气海的灵力加上2大窍穴的灵力，如同3大气海共存一体，灵力至少是同级别武者的几10倍。只有那些天赋很强的存在，灵力雄浑程度才能够和自己相比。而就在境界刚突破，林隐还在体会这种变化之时，身躯的灼烧感突然消失。血脉淬炼完成了。林隐手掌顿时探出，在掌心之间一滴鲜血浮现，嫣红之中透着一缕紫金之色，其中蕴藏着无比浑厚的血气精华，居然是紫极霸血。林隐不由得开口，前世他见过有上界降临的天才，体内存在着这种特殊血脉，强，很强，比星辰霸血更强大，在九荒血脉榜上足以列入7000名以内。本来我武道天赋平庸，但如今紫极霸血诞生，至少论血脉而言，放在这无念道宫，我也能够比肩不少天才了。林隐自言自语，停止修炼，就此站起了身子，很快离开的岩峰。不过半盏茶之后，林隐已然轻车熟路出现在藏宝大殿，径直来到藏宝大殿深处。此地人影稀少许多，只有5大柜台，后面各自坐着1名老者，乃是此地的镇店长老。这里是出售宝物的地方。林隐来到其中一处柜台前面，要购买东西去其他地方。柜台后面的长老瞥了林隐一眼，爱答不理。林隐看着旁边的小木牌上写着几个字：余胜，人级长老，便开口道：弟子林隐，见过余长老。哦，你是林隐。这余长老目光一闪，顿时打量着林隐。不错。林隐点头，我来此地自然是要售卖功法和武技，换取功劳点。我听说你刚前来道宫修炼不久吧？居然有功法武技售卖。余长老好奇开口，倒是来了兴趣。林隐拿出3本古老的书册递给后者，大眼黄诀、紫电刀、青芒剑术，居然是1本皇级功法，2本皇级武技。余长老顿时睁大眼睛，你是从哪里得到的？皇级。听到这2个字，其他4处柜台后面的长老全部起身，不可置信地走过来，自然是历练所得。林隐看着余长老，售卖这些应该不需要报出来利吧？那倒是不至于。余长老道，不过如果你这功法和武技来历不正，出了什么事情，本长老是提醒过你，说清楚了的。我能理解，不过我既然拿出来售卖，自然不会出问题的。林隐笑了笑，开口道：余长老点头，紧接着道：皇级的功法和武技的确贵重，我们5个要进去商议一番，你在此稍作等待。可以。林隐点头，坐在了不远处，就看到5大长老眨眼踏入了内殿之中。皇级的功法武技其实售卖给藏宝大殿是有些亏的，如果拿去一些大型的黑市之中，将能售卖出高价，甚至丢给一些拍卖场，能拍出几倍的价格。不过林隐知道自己现在境界不够，如果拿着皇级功法武技招摇过市，那简直就是寻死，不但卖不掉，反而会招惹杀身之祸。亏就亏点吧，本来就是横财。林隐思忖，要购买1部皇级武技需要1000万功劳点，而售卖出去1部怎么也能卖个几百万吧，而皇级的功法就价格更贵了，能达到上千万功劳点。一盏茶时间过去，5名长老终于从内殿走出来。林隐，把你的身份令牌拿出来。那余圣长老说道。好。林隐将令牌递了过去，只见余圣长老拿出另一道令牌，手臂一挥，光芒闪烁，一眨眼就将功劳点转移过来了。林隐瞳孔微缩，100万功劳点，是不是赚错了？呵呵。余圣长老笑着道：林隐，你拿出的功法和武技来历还有待考究，再加上你现在只是内门弟子身份。顿了顿，余圣长老再度道：所以现在只能给你1半功劳点，剩下的100万等我们查清楚了之后再转给你。不过你不用着急，最多半个月内就能查清楚。1半只有100万。林隐眯起了眼睛。不错。另一尊长老点头。你拿去外面卖的话，或许能卖出几百万灵币的价格，虽然不少，不过灵币在我们无念道宫之内可没有用。你是觉得功劳点少了？那倒是可以不卖给我们藏宝大殿，现在反悔还来得及。余圣长老平静道。不少。林隐拱手，随后便转身走开。黑吃黑，有意思。没想到我加入道宫不久，这种事情居然能被我给遇到。林隐朝着前面其他的柜台走去，目光已然变得无比冷酷。在无念道书上，林隐已经熟悉了很多事情。1部皇级武技要来这藏宝大殿购买的话，是1000万功劳点，而卖给藏宝大殿虽然要折损不少，
至少也有70%，也便是700万功劳点左右。2部黄级功法便是1400万功劳点，而那部黄级功法大眼黄诀想要购买，需要2000万功劳点，卖掉的话也能得到1400-500万的样子。若无意外，自己这一趟藏宝大殿之行至少到手接近3000万功劳点。只是林隐没想到，这5个长老居然心这么黑，只愿意拿出200万功劳不说，今日还只能到手一半。闹是没有用的，反而有可能会被这5大长老找个大闹藏宝大殿的借口对自己定罪。5个人级长老胃口这么大吗？林隐心中冷笑，同时来到一处柜台前面，开始购买宝物。上次前来时，对这藏宝大殿中的很多顶级宝物、丹药，林隐已经熟悉不少。本想着这次3000万功劳点到手，一日暴富，也算手头宽裕，可以购买不少东西。不过现在，不久之后，林隐走出藏宝大殿，他用那100万功劳点购买了一颗果实，叫做风雷果实，还有从赵清溪那里得到的19万功劳点，则是购买了2瓶灵液。一下子囊中羞涩了。便在林隐走后不久，藏宝大殿深处，5大长老彼此对视一眼，其中一名长老皱眉，不对劲，这个林隐表现得太平静了，此子也算识相。另一名长老冷笑起来，他若是真敢在藏宝大殿大吵大闹，此刻就不是回归的严峰了，而是前去道宫大狱的路上。第3名长老则是沉声道：“100万功劳点会不会给的太少了？”无妨。余胜长老淡然开口：“这大眼黄诀我会交给孟星云，至于另外2部武技，同样有人选。”顿了顿，余胜继续道：“你们不会真觉得这林隐潜力无限，能够在星辰榜上超越龙子萧无望吧？”“那倒是不至于。那龙子萧无望单论神念之道，乃是数百年难遇的妖孽。”率先开口的长老顿时说道：“不错，你们别忘了，这林隐可是招惹了圣子裴千帝，本来就活不长久了。星辰阁送来的7星聚气丹被那刚加入帝阁的周巡带走了，他不也一声不吭，不敢多说什么。”余胜淡淡道。便在这5大长老彼此交谈的同时，林隐回到地岩峰，盘坐在地岩大殿深处。林隐看着刚购买到手的风雷果实和2瓶灵液，一缕杀意逐渐蔓延开来。之前一直待在地岩峰，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今日才感觉到，这无念道宫虽然是圣地，但各种高手充斥，各种天才妖孽同聚一堂，很多事情还是无比复杂的。无念道宫谁和我有仇？裴千帝。而除却裴千帝之外，那星盟也盯上了我。不过星盟盯上我，应该是他们知晓的岩峰下面存在着一座神墓的缘故。林隐思忖，除此之外，自己在这圣地内部就没什么其他仇人了。这5大长老是属于裴千帝的帝阁，还是属于星盟？林隐目光闪烁，但帝阁也好，星盟也罢，想踩在我林隐头上，那是痴心妄想。念及至此，林隐就将2瓶灵液全部吞下，灵液的气息在体内散开，立刻就开始游走通体全身，对肉身产生了一定的加持，让自身的状态愈发完美。而后大部分的灵液力量开始朝着魂海而去。林隐功法运转，神念涌动，对体内的力量开始引导。随着时间流逝，林隐呼吸变得浑厚，肉身状态、神魂状态逐渐开始不断变化，达到巅峰。就在这一刻，风雷果实吞，林隐一口把风雷果实吞下去。这巨额功劳点购买的宝物的确不简单。充沛的果实力量在林隐体内化开，瞬间冲入魂海中。魂海便是魂魄所在的地方。此刻在这风雷果实的力量加持下，魂海顿时得到了一遍遍的加持，魂海空间变得更加坚固，更有韧性，更加宽敞，不断淬炼，无数次的加持，足足过去了1天1夜。猛然间，林隐低吼一声，魂魄裂变。魂海之内，他的魂魄刹那吸收最后一缕风雷果实之力，开始裂变，开始壮大。林隐感觉到自己的神念以疯狂的速度开始攀升，血魂、神窍、金刚、元体、金丹。本来林隐在血魂境9重天时，单纯神念的强度已经勉强比肩元体境，可是此刻很快比肩元体境2重天、3重天，一路增强，终于达到了比肩元体境9重天的地步。这种变化终于结束。也就在这一刻，林隐的魂魄发生质变，变成了神魂。武道境界彻底踏入了神窍境。寻常的武者冲击神窍境无比麻烦，需要先让魂魄蜕变为神魂，再进行一遍遍冲击，开辟神窍来储藏神念，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而林隐天生的天级神念师，从他降生下来的那一刻，体内的神窍就已经是打开的状态，所以这个境界的突破无比简单。
之所以提前吞下风雷果实和2种灵液，自然是让境界突破的同时，神念增长的更多一些。神窍境，我灵隐终于踏出了登天的第一步。灵隐呼吸吐纳之间，立即起身踏出地岩大殿。来到大殿外的一刹那，神念外放，就感觉自己对天地间各种气息、力量波动的感应变得清晰了无数倍，仿佛生命的本质都得到提升，如同普通的小蛇一下子变成了叱咤风云的蛟龙。灵隐目光期待，就这样一步踏出，一步登天，身躯顷刻来到了虚空之上。至此，终于能做到御空而行。心情爽快，灵隐大笑，他知道成了。此刻突破，一招攻成。挑战星辰榜之事已无意外，星辰阁的那一枚绝世丹药天外神丹已是囊中之物。萧无望，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10年太长，我只争朝夕。灵隐抬头望天，仿佛在这一刻神魂出窍，进入了那灵界之内。当日你带走我一滴血，我便要了你的命。不过在前去挑战星辰榜之前，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站在虚空中，灵隐眸光扫视天地，如睥睨寰宇，刹那间就锁定了道宫深处的一座特殊之地。那是一片宽敞的广场，广场中间存在着一座战斗之台，而在那战台上面的虚空中，赫然悬浮着一道宛如天幕般的榜位，上面写着醒目的4个字：内门金榜。清晨时分，紫气东来，大日初升，正是道宫弟子精神奕奕、早起修炼的时刻。整个无念道宫还是非常热闹的。灵隐凌空而行，朝着内门金榜所在的广场而去，同时观察着道宫中的一切，不禁暗暗点头。不愧是7大圣地之一，这般修炼氛围就不是昔日的清玄剑宗可比。那清玄剑宗之中，大部分的弟子都是混吃等死，好不容易晋升为内门弟子、真传弟子之后，从此便靠着宗门的阅历而活着，不敢出去历练，不敢真正生死搏杀，只待在自己的修炼之地，美其名曰闭关。圣地就不一样了，各种天才妖孽齐聚一堂，百舸争流，有的常年在外历练，有的拼命做各种任务，积攒功劳点以换取各种修行资源。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绝世强者，蜕变出最精彩绝艳的妖孽。御空而行啊，那是哪位师兄？陌生的很。便在灵隐前行间，下面诸多杂役弟子、普通弟子纷纷抬头，无比羡慕地看向灵隐。不认识，不过我们道宫之中很多强大的师兄常年在外历练，我们不认识也是正常的。总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和这位师兄一样御空飞行，那样做任务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诸多弟子互相交谈着，灵隐在虚空中神念感应，捕捉到了一切，不免露出几分复杂。当初的自己也是如此刻这些弟子一般，对那些强大的武者极度羡慕。但这些弟子很幸福，他们至少已经加入了圣地，只要未来的岁月悲剧不再重演，只要那些降临者不曾再破坏九荒的灵脉，那么末法时代就不会降临。这里的每一个人未来还有着无限的可能。眨眼间，灵隐便已来到了那内门金榜所在的广场之上。大手笔降临此间，灵隐顿时感觉到这片天地真空的不同。站在广场之内，呼吸之间就能感受到各种特殊的气息扑面而来，涌入体内。大日之气，天地子气。灵隐闭上眼睛，略微感应，至少发现了7、8种特殊的气息。这座广场居然存在着一座不可思议的大阵，这大阵如同在无形中吸纳天地日月之精华，将之汇聚在这片场域中，供诸多弟子修行。不过片刻，灵隐感觉到自己的精气神都变得更加活跃起来，精神状态达到了巅峰。圣地之所以叫做圣地，可不是仅仅是因为圣地的实力强大、资源雄厚，更是因为在这圣地之中拥有极佳的修炼氛围、修炼环境。怪不得那些上界天才降临下来之后一个比一个强。灵隐本能地朝着头顶的苍穹看了一眼，那些降临者所在之地修炼环境恐怕也远远超越了九荒大陆。随后灵隐朝着广场中间的战斗之台走去。站住，普通弟子不得踏入此地。不远处诸多目光袭来，有一些正在广场修炼的弟子冷笑。普通弟子？灵隐这才想到，正常而言，神窍境的武者在这圣地中也是普通弟子，除却自己这种特例，只有踏入金刚境，再通过一些考核，才能够晋升内门身份。灵隐转过身去，冷冷扫了这些弟子一眼。轰隆，一群站在那里的弟子身躯全部一震，只感觉到在这一刻脑袋轰鸣，如同魂海之中荡起了惊雷，一下子就全身哆嗦，颤抖不止。他的神念！诸多弟子心惊胆战，震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灵隐出现在站台之上，刹那间一步登天起，直接出现在了那门金榜的前面，掌指探出，猛然间一挥，只见那金榜的最上方，排名第一的位置上，宋长河3个字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这片广场内外，无数的弟子全部呆滞当场，一个个惊悚至极，难以置信地看着天空中的一幕。广场的角落边缘中，一些坐在那里闭目养神的长老都豁然睁开眼睛。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这人是谁？竟然抹掉了宋长河师兄的名字。许久过去，才有一些弟子反应过来，纷纷开口。抹掉那榜位上的名字，那就是在挑战。只是，这未免也太离谱了。区区神窍境，按道理来说，不过是个普通弟子才对。他要挑战内门第一人宋长河，这是要找死吗？我见过他，他就是灵隐，那地岩峰的主人。突然，人群中有几名弟子相继开口：灵隐，此人就是灵隐，登上了星辰榜，乃是一尊天才神念师。其他诸多弟子顿时议论起来。有意思。与这诸多的弟子不同，一些平时负责坐镇在此地的长老皆眯着眼睛，浮现出惊异之色。灵隐，御空飞行，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灵隐居然是神窍境。神窍境的武者在这圣地之中一抓一大把，根本不值一提。可是神窍境的神念师，而且如此年轻。诸多弟子之中，除却灵隐之外，就只有那个前些天被裴千帝收入地阁之中，因此而同样拥有了内门弟子身份的周巡。但是那个周巡本身武道天赋并不够，多半是裴千帝用一些不可思议的手段强行帮他提升上来的。和灵隐这种可没法比虚空中。灵隐迈步从天而降，静静站在站台的中心，闭上双眼一动不动，如同陷入了寂灭状态。而这一刻，无念道宫深处，陨星山脉群峰之一长河峰，金榜第一宋长河背负着双手站在长河峰顶，运转功法，调动灵力，在呼吸吐纳，趁着清晨时分吞吐天地大势，吸纳清晨那一缕天地紫气，紫气淬体，紫气淬魂，以致精气神三元合一，于气海孕育金丹，成就金丹大道。这一步宋长河已经走了3年，如今终于看到希望，因为金丹雏形已成，踏出了第一步，若无意外，将在1年之内真正迈入金丹之境，晋升真传弟子，完成生命的再度升华，从此寿命大增。只是某一刹，宋长河体内一道特殊的印记震动，修炼状态顿时被打破。宋长河暴睁双目，迸发2束冰冷摄人的光波。混账，挑战我！这一刹，宋长河如同情绪被点燃，眸光穿透天地，锁定了内门金榜的方向，一步踏天，化作一道天光，朝着金榜破天而去。金榜第一，内门第一人，而今已是半步金丹。宋长河心中的骄傲不允许被任何人挑衅，几乎在数个呼吸之间，宋长河的身影就已映入了道宫无数人的眼中。滔天的气息在滚滚席卷，一只脚迈入金丹境的强大气势蔓延出来，令人心惊。在宋长河现身金榜上方的这一刹，今日汇聚在这片广场中修炼的各种弟子全部都瑟瑟发抖。太强了！那天空之上滚滚气势席卷下来，压着他们难以喘息。是你！来到此间，宋长河目光顷刻锁定在灵隐身上，原本冰冷的双目更是涌现出无尽的戾气，戾气冲天千百丈，化作席卷天地的杀意，如同一道无形的天地风暴在肆虐席卷着。这片广场天地的范围之内，所有的一切都被宋长河气势压迫，仿佛变成了独属于他的战斗净土。内门第一人，恐怖如斯！轰隆！宋长河从天而降，双脚轰然践踏在站台之上，而后盯着灵隐：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抹掉金榜第一，属于我宋长河的名字！灵隐冷冷一笑：宋长河，几日之前，你强闯的岩峰，对我施压，号称以后在这无念道宫见我一次打我一次。不错。宋长河的身上气势席卷，森冷开口：原本以为你这个新人弟子从此会懂得做人做事，没想到你居然敢抹掉金榜之上属于我的名字，按照道宫的规矩，这是在挑战我宋长河。吃了！灵隐刹那出手，手中天蓝色的长剑划破天地，一步踏出，灵隐身躯如闪电洞穿空间，一人一剑如同要撕裂真空，滔滔剑气如一条沸腾的长河奔涌，冲向宋长河。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便如石破天惊。放肆！宋长河手中一柄剑体同样显化剑体猛烈颤抖，剑光绽放，纵横天地，一出手便如有漫天异象繁衍。
诸多的剑气好似构筑出了一座真空大剑阵，剑阵繁衍，笼罩四野，其中充斥的每一道剑气都能够将今日在场的各种内门弟子洞穿身躯，凶猛莫测。金榜第一，这位内门弟子第一人出手，简直是强横无边。当金铁交击的天音荡开，如无形的涟漪传遍十方。这一刹，站台四周所有弟子全部惊慌退避，本能的逃离，免得被前方的剑气所伤。足足6个坐镇在此地的长老同一时间现身，各自掌指变换，顷刻间将几座大阵开启。顿时，几座大阵的结界笼罩天地，让这座站台彻底开启。天河剑法碰撞一击后，宋长河一身灵力沸腾，手中战剑在天地间变换，瞬息划出了足足上100道玄妙的轨迹。一道道天地剑痕汹涌澎湃，如同奔腾的天地长河，朝着灵隐交织涌动而来。半步金丹的气势称霸天地，这一刻的灵隐如螳臂当车，足足化解几十道剑气之后，瞬息灵隐闷哼一声，身躯被残余的剑气轰退10几米。半步金丹的力量吗？果然强大。灵隐眸光锋利，不过我灵隐也不是寻常武者，帝王种子给我爆发吧。砰砰砰，身躯内部连续7道爆响同时诞生。这一刻，灵隐体内隐藏在气海中的7枚帝王种子全部爆开，帝王种子之中所凝聚的力量瞬间加持在通体内外，这一下子就让灵隐的气血和灵力陷入狂暴状态，一时间气势暴涨数倍。天地为我，极剑杀！灵隐杀意滂沱，意志滚滚，全身气力凝聚一剑之中，猛然破天而起，巅峰气势贯穿真空，极致一剑刺杀而下。灵隐昔日的武道并未涉猎太多，修炼的也都是普通武技，而其中剑术更是只有这一种极剑术。剑术简单笨拙古朴，没有太多的变化，没有诸多的奥义，任何人都能看穿这样的一剑。入了站台，生死勿论。宋长河冷笑，杀意弥漫。按照道宫的规矩，无论内门金榜还是真传榜，一旦受到挑战，战斗开启，那在挑战中就算是斩杀对方也不算犯错，道宫不会有任何惩罚，甚至还会无形中支持。无念道宫的理念很简单，不敢面对生死的武者没有资格踏上巅峰。宋长河手中的剑体抬起，一剑朝天，四周激荡沸腾的剑气在此刻归拢一起，同样凝聚这一剑之中。正面拼杀，神窍境的废物居然也敢和自己一尊半步金丹正面硬碰硬，找死！这瞬息刹那，宋长河虽然意外灵隐的境界居然已达到神窍境，不过却没有丝毫忌惮。神窍境一重天和他这样的高手差了足足2个大境界，18重小境界，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轰隆，天地一线2柄剑就这样猛烈撞在一起，风雷声涌动，真空爆炸，恍惚之间似有真正的雷霆闪电火花炸开。咔嚓，灵隐手中的剑瞬间碎裂折断当场。只是在这同一时间，宋长河的2只眼睛猛然暴睁，瞳孔深处迸射出不可置信的金芒，想要退避，但已经迟了。哗啦，无穷力量倾泻而下，这一瞬，无数弟子的眼中，宋长河的身躯狠狠颤抖了起来。从天而降的狂暴力量强行轰入宋长河的体内。宋长河手中的剑体虽然品质更高，未曾断裂，可是直接脱手而飞。他的身躯如同断了线的风筝，从半空中坠落而下，根本不受任何控制。噗，一口逆血喷洒，宋长河胸膛剧烈起伏，只觉得自己5脏6腑都要破碎。成了。灵隐冷笑，对这一幕并不奇怪。7大帝王种子，那本是之前准备好要在天葬山脉搏杀赵清溪与2大降临者的底牌，不过最终没有用到。今日全部解封，瞬间带来的力量加持简直强横无边，难以想象。宋长河只要1日未曾踏入真正的金丹境，那就算是半步金丹的高手也不可能抗住。灵隐就是要借助这位内门第一人的骄傲，从而找到他的破绽。现在看来，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好。杀！口吐杀音，不等那宋长河反应过来，不等他气息平复，灵隐便如同猛虎出山，猛然扑杀而去。趁你病要你命，剑断了，还有拳法，黄极神通天妖拳。这种神通伴随着灵隐踏入神窍境，终于能够施展。轰隆隆，真空之中响彻音爆，大地之上，宋长河惊悚连连。恐怖，大恐怖！看着那从天而降的拳芒身影，在宋长河的眼中，此刻的灵隐仿佛不是一个人，而变成了一尊盖世神猿，洪荒猛兽。不！无比尖利的声音响彻，伴随着灵隐的拳芒降临，
宋长河一身灵力完全紊乱，体内气血开始逆流，魂海神念不停颤抖。这位内门弟子第一人在这一刻陷入了无尽的惶恐。轰！没有任何意外，灵隐的天妖拳携带着弥天威势，狠狠砸在宋长河的肩头。咔嚓！宋长河肩骨碎裂，半边身躯如同顷刻间塌陷，鲜血炸开，溅落四周，伴随着宋长河双膝狠狠砸在坚硬的站台大地之上。这一战就此落幕，天地死一般的寂静。在寂静片刻后，哗然炸开了锅。你见我一次，打我一次。宋长河，从今以后，你还有见我灵隐的资格吗？看着要挣扎起身的宋长河，灵隐一掌生生摁在他的脑袋之上，让那双膝再度砸地。放开我！宋长河声音沙哑，我是金榜第一，不，我才是金榜第一。灵隐朝着天空中那榜位扫了一眼，风轻云淡地说道。便在这一刻，一只手摁着宋长河的脑袋，另一只手指向天空，就这样随意滑动着，一道道灵力破空而起，便在那榜位之上写出2个字：金榜第一。灵隐。宋长河目光森冷彻骨，心脏狠狠跳动，满是不甘与愤怒，不停地挣扎。然而身为半步金丹境的高手，此刻居然被灵隐这么一个神窍境死死压制着，怎么挣扎都没有用，动弹不了分毫。昔日无冤无仇，你宋长河闯入我地岩峰，极尽嚣张。灵隐看着宋长河，但我灵隐怎么会咽下这口气？我是星辰榜上的存在，我是刚踏入道宫就成为内门弟子的存在，岂是你宋长河所能威胁的？你动我，星盟不会放过你。宋长河厉声道。是吗？说起星盟，那我就给你们星盟一个机会。灵隐淡淡开口，100万功劳点，买你的命，时间只有一盏茶。救我！宋长河看向远处人群，那里有一些星盟所属的弟子站在其中，皆神情难看。在宋长河的注视下，其中几名弟子匆匆离去，灵隐则扫了远处一眼，随后掌指变换，几道劲气轰入宋长河体内，顿时就封住了此人的灵力与气血。做完这一切，灵隐来到不远处，盘坐大地中，进入闭目养神的状态。灵隐，你真是好大的胆子，你一个新人，今日竟然敢用我来勒索星盟，你这是在寻死？看着平静淡然的灵隐，宋长河忍不住开口，我的胆子一向很大。灵隐淡漠开口，从自己踏入地岩峰遇到赵清溪的那一刻起，和星盟的恩怨就已经注定了。赵清溪之死，再加上那孟星云疑似是一尊天命之子，知晓了地岩峰下面那座神木的存在，这就导致星盟要么要收服自己，掌控自己，要么就要除掉自己。灵隐很清楚，不是自己低调行事，息事宁人，星盟就能放过自己。既然如此，那还有啥好说的？干就完事了。一盏茶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便已经有人到来了。前来此地的，除却几名星盟弟子之外，领头的居然是一名长老。灵隐扫了一眼，这长老身上穿着的居然是地级长老衣袍。见过金长老。四周诸多弟子恭敬开口，甚至那几位负责坐镇在此的长老都不由得走上前来，对着这金长老拱手。这金长老微微点了点头，目光随后凝聚在灵隐身上。金长老眉头微蹙，不怒而威：灵隐，恭喜你踏入金榜第一，你与宋长河一战已经结束。星盟好强的底蕴，这种弟子建立的势力居然能够拉拢到道宫地级长老为他们做事。灵隐心中一震，无比意外。不过地级长老虽然地位也算尊崇，但也至于灵隐卖他一个面子。这一战还未结束。灵隐看向这金长老，星盟想要解救宋长河，那么将100万功劳点转过来。金长老怒目，你说什么？无形的威势似蔓延开来，似渗透了站台的结界而来，让此间不少弟子心灵跳动，被这金长老气势所慑，顿时蔓延出恐惧的情绪。100万功劳点，赎他的命。灵隐淡淡道，一盏茶时间马上到了，见不到功劳点，他必死。面对那金长老无形的威慑，灵隐丝毫不以为意。前世他见过了多少上界降临的高手，内心何等的强大。灵隐很清楚，金长老也就只能在这里装腔作势，威慑自己一番了。混账！弟子之战，你已胜出，居然得势不饶人，敢趁机敲诈勒索。金长老当即开口。行了。灵隐挥了挥手，打断金长老，刹那起身朝着宋长河走去。宋长河，下辈子不要招惹我这样的人。轰！一缕神念涌动，刹那锁定宋长河。不，救我！宋长河恐惧大吼，他感受到了灵隐浓烈的杀念，更清楚灵隐这种人做事从来都不会装腔作势。
你敢！金长老怒斥。林隐刹那转过视线，瞳孔冰冷彻骨。金长老，要不你亲自跳上来和我这个弟子打擂台吧？你……金长老一时语塞，本就是靠着长老威势，想要威慑林隐这个只有18岁的后辈。然而今日失算了，威慑不成，面对林隐如此的言语，众目睽睽之下，却根本无法反驳林隐。但真若是跳上来无缘无故对付林隐，那可就不是坏了规矩那么简单。道宫的制裁会堪称恐怖。站台中，林隐眨眼来到宋长河面前，手掌抬起，凌厉汹涌。住手！100万功劳点，现在给你。跟随金长老前来的其中一名新盟弟子开口。哦，林隐眯起眼睛看向对方，这里有100万功劳点，你自己转过去。那名弟子拿出一道身份令牌，而一名负责镇守此地的长老则将令牌接过手，用灵力送入结界之中。林隐抓住令牌，神念一扫，眨眼间就把100万功劳点转了过来。见状，宋长河终于松了一口气。只是就在这一刹，林隐眼中寒光浮现。你……宋长河眼瞳暴睁，脸色狂变。林隐，你想做什么？轰！毫无征兆间，林隐一指轰在宋长河的气海之处，歇斯底里的惨叫声响彻天地。宋长河刹那灵力外泄，身躯因痛苦而开始了颤抖。在这眨眼间，林隐隔空再度一抓，一团光芒就被抓了起来。光芒内部隐约是一道模糊的圆形之物，那是金丹，准确来说是雏形金丹。这宋长河原体境9重天，一只脚迈入了金丹境。事实上，气海中已经初步凝聚出了金丹的雏形，可惜此刻雏形金丹被林隐拘禁，这就算是彻底废了。前功尽弃，数年努力一朝化为乌有，终究让林隐摘了果实。金丹，我的丹！宋长河身躯抽搐着，一边仇恨看着林隐。林隐，你混账！100万功劳点已经给你了。站台之外的金长老怒声开口，那几名新盟的弟子也死死盯着林隐。不错，功劳点是买他的命。林隐扫了那几人一眼，但我可没说不废掉他的境界。话音落下，林隐便不再理会宋长河，坦然朝着站台之下走去。这宋长河虽然已经废掉，但肯定要死。打蛇不死，必被蛇咬。不过还得找个机会才行。至于今日，狂妄可以，但太过放肆，那就适得其反了。自己现在还只是内门弟子身份，这就当着道宫众人的面斩杀掉宋长河。道宫那些强大的长老、院主心目中，自己值不值得被培养，就是未知数了。踏出站台的林隐立刻就感受到不少阴冷的目光，甚至一些新盟弟子饱含杀意。那金长老都面容阴晴不定，变幻莫测。林隐，就在林隐要回去的时候，一名坐镇在此的长老开口。林隐转过视线，就看到这名长老手中空间戒指闪烁，然后出现了一枚拳头大小的果实。林隐，这是血灵果，乃是古老传说中沐浴过麒麟真血的上古神土孕育而出的果实。长老走来，将果实递出。这一枚血灵果是你登上金榜第1，道宫给予的奖励。不过，血灵果是淬炼肉身血脉的果实，你最好未来踏入金刚境或元体境之后再炼化。好，林隐点了点头。倒是差点忘记了，那无念道宫上面就说了，这道宫之中登上各种榜位都能得到各种顶级丹药、宝物、武器、功法等等一切，这是道宫给诸多弟子的激励之一。只是就在林隐伸手去接之时，哗啦，天穹之上一股强大的灵力滚滚激荡，倾泻下来。眨眼间，一名白衣女子从天而降，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血灵果抓在手中。慕容嫣然，眼前这名长老脸色骤变。那女子观赏把玩着手中的血灵果，随意瞥了林隐一眼。初登金榜之上，便敢废掉我们道宫的内门天才，未来真传种子。女子平静开口，手段如此之狠辣，这血灵果给她只是助纣为虐罢了。可是，这名长老开口，没什么可是。被称作慕容嫣然的女子将血灵果收入空间戒指，然后道：刘长老，这血灵果我就收走了，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刘长老迟疑了2个呼吸，有些艰难地点了点头。慕容嫣然再度扫了林隐一眼。身为道宫新人，你做事有些无法无天，虽不触犯道宫的规矩，但我们这些真传弟子有责任帮你消一消戾气。血灵果我就带走了。慕容嫣然深深开口。你若是不满意，未来可前往地阁或前往凤盟之中拿回血灵果。话音落下，也不等林隐回应，慕容嫣然一步踏出，很快消失在天穹远处。林隐，不好意思，刘长老看向林隐，
无妨。林隐摆摆手，一枚血灵果而已，刘长老身不由己，我看在眼里。话音落下，林隐转身同样踏天离去。林隐很清楚，这刘长老包括坐镇在此地的其他几位长老都不过是普通长老而已。这种普通长老其实都是以前一些苦苦修炼多年晋升真传弟子无望的内门弟子，其中功劳大一点的便晋升为普通的长老身份，功劳小一点的时间久了彻底没有了潜力，也就离开道宫了。这般普通长老别看有个长老身份，但面对强大的真传弟子，很多时候可能还真的敢怒不敢言。只是凤盟，前有地阁、星盟，现在又出了个凤盟，这慕容嫣然同时提起地阁和凤盟来威慑我。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此女突然出现，怕是和圣子裴千地脱不了干系。林隐冷笑，隐隐推测出了一些事情。自己踏入金榜第一这件事牵扯甚大，今日过后，自己算是在这无念道宫中开始起事。星盟借助那金长老没压住自己的威势，那么地阁自然也要有所动作，但是没有什么用。这一点打压，林隐根本就不在乎，反而这未必是坏事。这样一来，未来自己将那血灵果拿回来的时候，道宫的诸位长老、院主他们也只能够看着。如今日费吊送长河一般，那暗中不知道多少地级长老、天级长老，甚至神级长老都在看着呢。但是除却那金长老之外，其他全部都沉默。毕竟宋长河闯入的严峰，一剑伤我林隐的时候，你们这些长老不出来阻止，那今日也不能阻止我林隐废掉宋长河。星盟也好，地阁与凤盟也罢，包括藏宝大殿那几位想要对我黑吃黑的长老，你们都吃定了我只是地级神念师，吃定了我无法在星辰榜上超越龙子萧无望，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压制我。回到地岩峰，林隐冷笑了起来。但如果我杀上星辰榜前10、前5，甚至前3，将那萧无望都摁在脚下呢？到时候你们还坐得住吗？进入地岩大殿内，林隐抬起头来，仿佛透过真空看到了灵界。萧无望，接下来就让我把你这蛮荒第一天才神念师的骄傲彻底踩在脚下吧。念头涌动，林隐闭上双目，借助身份令牌开始感应灵界通道。第二次进入灵界，轻车熟路。不一会儿，林隐再度出现在了灵界之内，只是这一次不再是化身到来，而是魂魄本尊出现在灵界之中。不是魂魄，而是神魂。踏入了神窍境之后，魂魄便蜕变为神魂，在生命的本质上升华了，更强大了。来到灵界之后，依旧出现在蛮城之外那属于无念道宫的传送祭坛之上。从祭坛下来，林隐眸光扫过四周天地，这一次不需要别人引路，林隐直接朝着星辰塔所在之地而去。一路前行，林隐认真感受，这次神魂本尊到来和之前化身来到灵界的感受完全不同。在无形中，林隐至少察觉到了上百种特殊的气息，这些气息都是能够对神魂产生好处，甚至直接淬炼神魂的珍贵之气。在灵界修炼的话，神魂的突破速度会是9荒天地的数倍。当然，这一界也是极度危险，因为神魂死在这里就真死了。可是9荒天地不一样，踏入神窍境后，就算肉身废掉了，神魂也能短时间存活，从而去寻找重塑肉身的希望。远远的，终于隐约看到那高耸的星辰塔，不知道林隐眼中陡然透出无尽杀机，萧无望是否会前来？前世今生，林隐很少对诸多降临者之外的生灵产生如此浓烈的杀机，唯有萧无望。如果现在让林隐做出选择，让萧无望和裴千地之间暂时死一个，林隐会毫不犹豫选择萧无望，因为和裴千地之间乃是这无念道宫内部的弟子之争。但是萧无望他越界了，坏规矩了。便在林隐接近星辰塔时，远处诸多目光袭来。林隐，是林隐，他终于出现了，居然真的来了，再次挑战星辰塔。远处人群哗然，诸多站在那里的武者纷纷动容。时至今日，林隐这2个字放眼蛮荒大地不值一提，但是在这灵界之中，尤其在这星辰塔之下，已然是极有分量。一个18岁便灵登星辰榜的存在，放眼这数百年的时光，林隐都是蛮荒大地神念师中最精彩绝艳的上百人之一。这一瞬间，不少人第一时间离开灵界，前去传递消息。蛮荒无数武者，他们可以怀疑林隐的潜力，但不能怀疑星辰阁的眼光。前些日子，萧无望杀入星辰榜前10，却没能得到那一枚天外神丹，因此和星辰阁吵了起来。所有人都知道，星辰阁之所以会冒着招惹萧无望的风险，就是因为林隐。没有人能想明白这件事。一个18岁的年轻人，真的能够比肩堂堂龙阁的4大龙子之一，
而不只是这些看热闹的武者、神念师。星辰阁同样不能平静，几乎在林隐来到星辰塔之下的时候，一道道身影相继出现。星辰阁所属的一些大人物出现了，不少老一辈成名的神念师都沉寂星辰阁多年不出世，如今却突然现身灵界之内。林隐，你来了。诸多星辰阁所属的神念师第一时间走上前来，都笑容温和。见过诸位前辈。林隐拱手，同时心中一惊，这里面有好几位老一辈的神念师，身份都无比之高，在前世都是这蛮荒天地间的大人物，只是在后来，有的被那些上界降临的生灵生生逼死，也有的和自己一样被上界生灵用生死印记所掌控，最终含恨不甘而死。这恐怕都是星辰阁中身份惊人的高层了。没想到居然会前来这灵界之中，观看自己此次挑战星辰榜。林隐，给你介绍一下，上次前来认识的几名星辰阁长老也走过来，对林隐开口：“这位是我们星辰阁的齐康长老，这位是方长老。”林隐和星辰阁众人寒暄之时，四周不少武者神情古怪，不敢相信这一幕和萧无望当日前来挑战星辰塔的时候对比鲜明。星辰阁的态度俨然不同，对林隐热情了太多。林隐，10枚7星聚气丹，还有我们星辰阁给你的那份大礼，收到了吧？便在交谈之间，一名星辰阁长老开口：“7星聚气丹，大礼。”林隐神情一滞，上次自己挑战星辰塔，成功列入星辰榜之后，星辰阁这些人的确说是奖励自己10枚7星聚气丹，还有特意为自己准备的一份大礼，号称是3天之内会送到地岩峰。不过第3天，自己就与赵清溪几人去了天葬山脉，并未看到有星辰阁的人前来送丹。本以为是星辰阁的人见自己不在道宫，就回去了。看样子，这是已经将7星聚气丹和那所谓的大礼送到了。怎么了，林隐？星辰阁众人看到林隐的表情，就已经推测出什么来。没事。林隐笑了笑，随后看了一眼上方的星辰榜。星辰榜第9，萧无望。萧无望。林隐瞳孔深处杀意再度掠过，然后就朝着四周看去。四周人群中并未看到萧无望，倒是远处天地间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大批武者到来，应该都是刚进入灵界之中前来看热闹的高手，挑战星辰塔，不着急。林隐再看了一眼星辰塔，心中自语，自己进入灵界的消息现在应该彻底传开了，蛮荒各大势力所属的高手应该都会接踵而至。林隐不相信听到自己前来了灵界之后，萧无望能够按捺住自己。温长老。随后林隐目光凝聚在一处，那里汇聚着各大圣地所属的一批高手。林隐，好些天不见了，恭喜你踏入金榜第1。温长老还有其他好几位无念道宫长老也走来，在此刻全部都笑容满面。要知道今日此地突然变得这么热闹，全部都是因为林隐这个无念道宫弟子。堂堂7大圣地之一，并不会在乎天下众生的眼光，但身处此刻这种环境下，身为无念道宫的长老，他们都脸上依旧有光。金榜第1而已，不算什么。林隐笑道：“我们无念道宫上面还有真传榜呢，而且整个蛮荒之中还有蛮荒地榜、蛮荒天榜、蛮荒神榜，金榜第1。只是无念道宫内部内门弟子中的第1，只有和二师兄一样，成为蛮荒地榜的第1，才拥有足够的分量。甚至踏上蛮荒天榜乃至蛮荒神榜，那才算是真正的高手。”林隐，认识一下，我们是岁星书院的长老。3名老者在此刻走来，笑容浮现，但目光无比复杂。哦，岁星书院7大圣地之一。林隐拱手，见过诸位前辈，若是有机会的话，以后可以来我们岁星书院坐一坐。其中一名岁星书院长老开口道：“我们岁星书院乃是天下求学之地，海纳百川，不像是各种宗门，书院并无门户之见，天下任何生灵，甚至9荒之中其他各大荒域的武者都能够前去修炼，并无门户之见。”林隐心中笑了笑，他可是没有忘记当日在清玄剑宗，二师兄聂青云要带自己加入岁星书院之时，被岁星书院的几名高手所拒绝。这种大势力哪有此刻表面上一般好说话，都是看在自己展现出强大神念师天赋的前提下罢了。不过林隐倒也并不是很在乎，他并未反驳这老者，而是拱手道：“未来若有机会，一定前去岁星书院。”林隐，我们许久不见。远处几名高手再度走来，其中一名老者开口：“的确是好些日子不见了，林隐见过大梵寺诸位前辈。”林隐同样拱手。大梵寺7大圣地之一，眼前开口的这位正是当日前去清玄剑宗邀请二师兄的大梵寺3大高手之一。身为圣地走出的高手，
前去清玄剑宗那种小势力，大梵寺三人降临之后，并没有圣地所属的骄傲，反而对师尊陆长空礼数有加。所以七大圣地中，灵隐对大梵寺还是很有好感的。眼前开口的老者在此刻看着灵隐，目光极其复杂。没想到你居然已经踏上了星辰榜。话音落下，不等灵隐回应，这老者苦笑道：的确是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目光浅薄，你可是陆长空的弟子，怎么会是普通人？或许是缘分未到而已。灵隐平静开口，他知道七大圣地中，无念道宫是最擅长神念之道的，道宫中所拥有的神念师数量也是最多。相较而言，大梵寺以及其他各大圣地所拥有的神念师，尤其是自己这般有天赋的神念师极其稀少。所以如果当时大梵寺的几人能看出自己的神念师天赋，那么自己加入大梵寺所得到的一切会远远超过加入无念道宫。前去大梵寺中，至少会直接拥有真传弟子的身份，而且还会有各种修炼资源、宝物的加持。当然了，现在待在无念道宫也不差什么。七大圣地中，无念道宫更适合自己。自己接下来晋升为真传弟子，也是板上钉钉的事。不知师尊他老人家是否会前来？灵隐看向远处人群，目光期待陆长老进入了我们蛮神道院的特殊之地闭关，恢复武道伤势，此次来不了。这时几名高手走来，乃是蛮神道院的高手。不过灵隐，你若挑战星辰榜有很好的排名，陆峰主出关之后肯定也会欣慰的。哦，灵隐眼前一亮，随后看向这几人。师尊他老人家如今是蛮神道院的长老吗？不错。其中一人笑道，陆峰主身为皇级神念师，如今担任天级长老身份。灵隐点头。蛮神道院同属圣地，事实上里面的长老身份和无念道宫是一样的。天级长老放在圣地之中，绝对算是威势无双的大人物了。要知道自己加入无念道宫也有些日子了，所见过的这些都是普通长老、地级长老，那种天级长老身份的存在，地位崇高，轻易不出现，自己压根就没机会认识。而放在蛮神道院应该也是一样。不知道我二师兄聂青云如今怎么样了？灵隐看向蛮神道院众人，聂青云同样在闭关冲击金丹之境。这几人笑道，等他成功踏入金丹领域，那么将直接晋升为真传弟子。好，灵隐心情不错，师尊和二师兄他们在蛮神道院过得不错，灵隐自然放心了。只是可惜他们不能亲眼见证自己今日的辉煌。便在这不知不觉间，灵隐陡然眯着眼睛看向了前方大地，那里站着无量剑宗的一批高手，还有属于清玄道门的部分强者。无量剑宗当初威胁我，灵隐心中冷笑，过了今日，我灵隐也不怕你们。念及至此，见此间已经到来无数武者，水泄不通，围住了此地。萧无望依旧没来，不过不等他了，到来的强者已经够多，灵隐等的就是这般场面。过了今日，甚至只在不久之后，灵隐这两个字注定要高悬星辰榜的最前列、最上方。灵隐就是要让整个蛮荒都看到自己的神念师天赋是何等强大，让他们看到陆长空的弟子是何等的不凡，让大蛮王朝明白他们废掉了当朝蛮师是何等的损失，更要让无念道宫的各种天级长老、神级长老、各大院主，甚至无念道宫之主都看到自己的天赋，从此将自己当成无念道宫的最强天骄来培养。如此以后，就算是圣子裴千帝亲自本尊出世，他都未必敢出手杀自己。灵隐知道自己是时候该开始挑战了，深吸一口气，终于转身朝着星辰塔走去。星辰塔内一切依旧，灵隐对前面4层已经非常熟悉，踏入其中后仅仅几十个呼吸而已，已经出现在了星辰塔的第4层。塔外四周大地内人群震动，快，他的速度太快了，怎么可能？不少神念师瞠目结舌，纷纷开口，不对劲，这么快的速度说明毫无压力，这灵隐该不会。诸多强者面面相觑，没有人能够平静下来，因为都预感到或许星辰阁的这些老神念师目光真的很精准，今日这灵界之中可能真有大事发生，甚至是奇迹发生。星辰塔外远处突然传来骚动，即便已经水泄不通的地方，依旧是被强行让开了一条通道。来了，萧无望终于来了。无数盯着星辰塔的强者纷纷转过视线，所有的目光全部都凝聚在2道身影之上。龙阁龙子，星辰榜第9，萧无望。而另一人是一名老者，面容威严，气息浑厚不可测，
浑身上下蔓延出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威势。赫然是大蛮王朝龙阁4大龙主之一萧长风。亦是陆长空离开后，如今大蛮王朝风头正盛的新任蛮师。见过蛮师，见过萧龙主、萧龙子。诸多武者纷纷开口，称呼不同，但都无比敬畏。萧长风、萧无望，世人都知道，这爷孙二人算是近10年，尤其近3年以来，这蛮荒大地中最为炙手可热的存在。一个是数百年难遇的天才神念师，星辰榜第9；一个是大蛮王朝近100年来第2位蛮师，将陆长空都挤下去的存在。诸位，好久不见。萧长风来到前方，看向在场星辰阁所属的众人。萧龙主，一些星辰阁老一辈的高手都略显复杂的看着萧长风。你们星辰阁的那一枚天外神丹，看样子我这孙儿不好拿啊。萧长风淡笑着开口，却是开门见山，任谁都能看出萧长风笑容之下难以掩藏的不满。我这不成器的孙儿，当初仅19岁便已成为天级神念师，本想这3年过去，纵然不能晋升为皇级神念师，至少也能达到天级7星、8星，不曾想仅仅是天级5星。萧长风随后开口，看样子星辰阁这一世人才辈出，无望这不成器的东西视入不得星辰阁的眼，无缘加入星辰了。哪里，萧龙主太谦虚了。萧无望之神念师天赋，数百年来当属蛮荒之最。星辰阁的齐康长老说道。呵呵，萧长风笑了笑，随后扬手望天，朝着那星辰榜扫了一眼，紧接着双目就凝聚在那星辰塔之上，瞳孔深处一抹寒意掠过，猛地沉声开口，既如此，我便也不来这般虚伪客套了，给你们星辰阁一个选择。萧龙主还请说。齐康长老虽然不高兴，不过依旧如此开口。既然如齐长老所说，无望这小子天赋为蛮荒之最。萧长风冷漠开口，那便现在那一枚天外神丹给予我孙萧无望，你们星辰阁只有这一次机会，否则我便终生不加入星辰阁。萧无望补充，盯着在场的诸多星辰阁长老道。四周之间很多人彼此对视一眼，这爷孙二人如此直接，看来是真的因为星辰阁所作所为而生气了。星辰阁此次拿出天外神丹，是为招揽我萧无望，这件事我们彼此心知肚明，星辰阁对我有一些考验，让我知晓天外神丹来之不易，也是正常的。萧无望冷笑，不过有些事情做得过了便没意思了，我萧无望没有什么耐心和诸位玩下去，你们星辰阁只有接下来半盏茶的时间做出选择。萧无望说到这里的时候，猛地声音一滞，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画面。在这一刻，目光死死盯视着前方的星辰塔。星辰塔第5层亮了，而几乎在第5层亮起一颗星的刹那之间，悬浮在众人头顶之上的星辰榜之中，属于林颖的名字直接从98名消失，而下一刻，前面的不少名字突然往后移了一位。什么？众人全部失声。这一刹，所有人的目光都在星辰塔、星辰榜上面来回变化。星辰榜第50名，林颖。没有人敢相信，星辰榜这般汇聚了古数百年时光中诞生的所有天才神念师的榜位，林颖居然直接来到了星辰榜50名。天级，林颖天级神念师。星辰阁的一众长老全部震惊，开口念道。有些长老揉了揉眼睛，都以为自己是看花眼了。星辰塔开启第5层，代表着此刻闯塔的林颖乃是真正的天级神念师。这不可能！萧无望神情大变，不禁大吼，一下子情绪变得无比激动，似乎受到了很大的刺激。甚至在此刻，萧无望的气息波动狂烈至极，浑身上下杀意仿佛凝聚成了实质化，滔天的战意、杀意堆积在一起，繁衍出无形的气势。站在四周的很多人都惊悚连连，纷纷退避远处。一尊天级神念师在九荒大陆中还好点，然而在这灵界之中，只能够神魂立于这一界的情况下，其带来的压迫感太强了。前方传来爽朗的笑声，有其他一些站在前方的星辰阁长老一下子心情极佳。赌对了，林颖天级神念师。诸多星辰阁的长老纷纷开口。四周大地之内，无数今日前来看热闹的武者全然炸开了锅，人群几乎沸腾，全部都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幕。莫非星辰塔出错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而就在外面诸多强者震动的同时，星辰塔内部第5层，林颖站在9级台阶的第2级上面。星辰塔第5层，神魂之战吗？林颖自言自语。前面4层都是抗住压力即可，然而踏入这星辰塔第5层的那一刻，林颖就感觉自己如陷入了一片神秘的空间之中。这空间内天地无他物，除却自己之外，唯有一只
妖兽。当然，那妖兽也是虚假的，不存在的，乃是这星辰塔所演化出来的考核之物，将之斩杀掉，就算成功。9级台阶第2级，踏入此间的下一刻，果然再度出现了一片神秘空间之中。这是一头暗夜幽狼。林隐看着前方，这暗夜幽狼居然是神窍境9重天，只差一步就能踏入金刚境的存在。杀！林隐口吐杀音，在那暗夜幽狼冲杀过来的刹那，林隐冷笑，猛然一指点杀而出。这般神魂之战毫不花哨，拼的就是战斗意识、战斗经验，还有强大的神魂本源对拼。轰！剧烈的震动荡开，暗夜幽狼发出一声悲哀绝望的哀嚎，只是一个照面之间就被林隐一指洞穿了脑袋。暗夜幽狼死。同一时间，星辰塔第5层亮起了第2颗星辰，2星了。天级2星神念师，快看！外面本就炸了锅的人群，全部都念叨着。毋庸置疑，今日前来灵界的众人有眼福了，可谓是亲眼见证这数百年都难得一见的奇迹画面。因为在那高悬上空的星辰榜之上，林隐的名字突然再度跳跃，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星辰榜30名的位置上。18岁的天级1星神念师，论潜力、论表现，星辰榜的评判之中只能位列星辰榜50名。但是18岁的天级2星神念师，哪怕只是多了1星，潜力却天差地别，一下子就来到了星辰榜30名。星辰塔前方的这片大地内，萧长风死盯着那榜位，早已陷入沉默。而萧无望这位龙阁龙子更是紧紧攒动着双拳，脸色发白。便在此刻，星辰塔第5层第3级的台阶之上，站在此间，林隐转瞬间再度陷入一片空间场域中。哦！一声无比雄浑的猿笑声响彻，笑声振聋发聩，如要震破人的耳膜。前方一只身形健壮的白猿奔腾大地之间，朝着林隐狠狠冲击过来。好猛，居然达到了金刚境！林隐心灵跳动，目光闪烁，不过还是不够。轰隆！林隐一拳悍然砸出，拳芒激荡，真空之间大势滚滚，一股无法形容的凶戾之气自林隐身上油然而生。那白猿凶猛，林隐这一拳更凶猛，更狂暴。砰！拳头与白猿的拳头猛烈撞击在一起，一道凄厉的惨叫响彻。白猿的身躯之上，无数裂痕蔓延，居然就这样被林隐一拳打得4分5裂，暴毙当场。一拳解决。白猿死掉的下一刻，眼前的一切如同幻象，全部消失。林隐就发现自己依旧站在这第3级台阶之上，不过如此。林隐自言自语，换作当年16岁的我，在这里参加考核的话，也能击败这白猿。话音落下，林隐就踏上了第4级台阶。而他不知道的是，同一时间，外面那星辰榜之上，林隐2个字一下子从30名跳跃到了15名。悬空的榜位之上，明明有上百个名字，但是这一刻，无数人的眼中仿佛整张榜位只印着2个字林隐。四周大地从最初的哗然到震动，到了此刻突然间变得逐渐安静下来。各种强者屏住呼吸，目光全部都在星辰塔和星辰榜之间徘徊。如果这星辰塔没有出错的话，或许这一次自己这些人所能见证的不是100年难遇的奇迹，而是1000年难遇。而如果星辰塔真没出错，那站在那里的萧无望，这些年所享受的一切荣耀全部都在瞬间消失，如梦幻泡影般破灭。既生萧无望，何生林隐？或许冥冥之中，这便是天意。真正的天才总是应运而生，适时降世。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不过30个呼吸而已，足以让整个蛮荒众生都为之心颤的一幕，终究还是发生了。无数人想到过，却又不敢相信的一幕出现了。林隐的名字突然消失在星辰榜15名的位置上，等到下一刻，赫然显化在星辰榜第9之上，正好将萧无望挤到了第10。前10了！快看那星辰塔第5层，林隐已经是天级4星神念师了。不少强者终究忍不住再度惊呼：林隐，天级4星神念师，星辰榜第9。而此刻，萧无望，天级5星神念师，星辰榜第10。无他，就是因为林隐足够年轻，比今日的萧无望足足小了4岁，自然是林隐的潜力更大。星辰阁的这些老家伙眼光真毒啊！不少武者彼此对视，都涌现出同样的念头。在今日之前，星辰阁毕竟是在赌，如果赌输了，林隐天赋没有这么强，却又同时招惹了萧无望这个天才神念师，那将后悔莫及。可是星辰阁赌赢了，不可能！星辰塔年久失修，肯定出错了。萧无望声音沙哑：林隐，这个废物，
当初在清玄剑宗时，在我面前如蝼蚁一般，可随意踩死，他怎可能是天级神念师？星辰塔出错了，对不对？猛然，萧无望转过视线，看向不远处的那些星辰阁长老。只是这一刻，诸多星辰阁的长老都浮现出意味深长之意，一个个神情冰冷了许多。萧无望，大约你不知道，林隐登上星辰榜之时，并非神魂前来，而是一道神念化身挑战的星辰塔。星辰阁一名长老淡然道：“什么？化身？”萧无望神色瞬息，变换数次，然后冷笑：“你放屁！就算是本龙子，也不可能化身登上星辰榜。他林隐，有没有一种可能？”前方，星辰阁的方长老平静开口：“林隐，他的神念师天赋在你之上，不可能。蛮荒大地数百年出一个无孙萧无望，已是奇迹。他陆长空的小弟子就是个废物。”萧长风沉声开口：“你们星辰阁若不舍得那一枚天外神丹，无需使这般手段。”就在这时，四周无数人惊叫顿时，萧长风本能地转过视线，赫然看到星辰榜第3的位置上赫然出现了崭新的字眼：林隐。同一时间，星辰塔第5层亮起了5颗星辰。林隐，天级5星神念师。同样是天级5星神念师，在仅有18岁的状态下，林隐生生杀到了星辰榜第3，而萧无望只在第10。古今近千年时光，自从星辰榜诞生以来，林隐的潜力在所有神念师中排第3。只是那星辰塔上足足5层之多，此刻璀璨耀眼，那光芒似乎未曾有要熄灭淡化的迹象。于是便在40个呼吸后，星辰塔第5层猛然亮起了6颗星辰。林隐，天级6星神念师，而他的名字也在这一瞬出现在了星辰榜第2的位置上。此地寂静一片，不知何时，人群上方的虚空中一道道身影出现，那是各大圣地的诸多天级长老，甚至是一些几十年都未必会现世一次的神级长老。蛮荒彻底不能平静了，今日或许是千古奇迹将要出现了。星辰榜前10甚至前20之中，尚且活在当世的只有2人，便是林隐和萧无望，其他的都是100-200年前甚至400-500年前入榜的天才神念师。而今日恐怕所有人都要见证一个活着的星辰榜第1出现了。而无论林隐是否成功登顶星辰榜，列入榜位前3的那一刻，已经证明了他拥有地级神念师天赋，不是皇级，是地级。或许数百年之后的当世，蛮荒大地终于要有一位地级神念师诞生了。这就是陆长空的弟子吗？诸多强者目光闪烁，不能够平静。寻常生灵都不知道，但一些蛮荒老一辈的强者，一些圣地等大势力所属的高手都知道一件事：几十年前，陆长空横空出世，展现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强大神念师天赋。那个时候便已经得到了星辰阁这种神念师势力的极力拉拢，甚至凭陆长空的本事，就算加入圣地之中都不是难事。但奇怪的是，陆长空并不加入任何一方圣地，只待在那小小的清玄剑宗担任神隐峰主。最终虽然前去大蛮王朝之中，成为了大蛮王朝的当世蛮师，但这些年来行事也颇为低调。所有人都在期待着陆长空能够挑战星辰塔。这位神武同修的天才神念师究竟能够在星辰榜上达到怎样的高度？然而哪怕至今，陆长空都未曾挑战过星辰塔一次。多年之后，陆长空的弟子来了，林隐，星辰榜第2，这未免有些太过夸张了。在场很多蛮荒所属的武者看着那榜位上面的林隐2字，到此刻都感觉到有些梦幻。而就在此刻，星辰塔第5层第7级台阶，林隐站在其中，顿时间就再度陷入了一方神秘空间。空间之内依旧无他物，唯有在前方天穹中，一只青鸟翱翔天地间，竟是古老传说中的天地异种青鸟。林隐眼中多了几分认真。星辰塔第5层的考验似乎便是猎杀各种妖兽，当然这种妖兽也都是类似于神念汇聚或近乎于神魂状态，在这灵界乃至星辰塔内部的特殊时空而战，这种战斗和9荒天地间与妖兽搏杀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一路杀上来到这第7级台阶，这只青鸟赫然是元体禁9重天，或者说乃是半步金丹。杀！林隐口吐沙音，在那青鸟俯冲下来的瞬息，一拳悍然轰出，拳芒荡虚空。在这一瞬，真空音爆如虎啸，如有一头猛虎之影猛然咆哮着冲杀上去，张牙舞爪，撕裂天地。轰！这一刻，猛虎的爪子与那青鸟的利爪碰撞，青鸟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瞬间被打得飞了出去。只是在这一瞬，林隐猛然惊悚，那青鸟张口之间
喷涌烈焰，一股炽烈的气息铺天盖地而来，清玄离火。林隐无比忌惮，第一时间抽身而退。按着前世的记忆，他认识这种火焰，清玄离火，天地之间一些特殊异火之一，非常可怕，可燃烧神魂。只是此刻这片天地虽广袤，林隐却避无可避，铺天盖地的火焰让天地被浸染成了青色。那火焰的力量接近而来，让林隐感受到一股生死之间的大危机。他知道，这虽然只是星辰塔的挑战，可是真的败了，很可能会死人的，因为自己此刻乃是神魂状态，自己是活着的存在。天妖拳第8式，天妖裂式，无法逃避。林隐不禁大吼，双臂滑动出无上玄妙的轨迹，双手拳芒凝聚，交织变换出无上的杀势。在这一刻，强行打出了这第8式无比强大的仪式。恍惚之间，一尊天妖降临，4人4元。在这一刹，天妖身躯冲出前方，与那铺天盖地的火焰撞击在一起，而后瞬间爆开，轰隆，天地之间荡起了一道毁灭的涟漪。那铺天盖地而来的青焰伴随着爆炸的天妖之躯，成了点点火光碎片，而后溃散在四周。林隐松一口气，而后全部的神念全部调动，滚滚神念化作一道凶狠狂暴的真空神念风暴冲出前方。杀！林隐目光狠厉，死死盯着前方，神念风暴轰杀过去，撞击在那青鸟的身上，而后将青鸟完全淹没。立！青鸟仰天再度发出一声悲鸣，然后终于身躯破碎消失。下一刻，林隐眼前的景象变换，就发现自己依旧站在第7级的台阶之上。呼，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林隐心中的危机这才消失。真是恐怖，有什么底蕴做什么事。这星辰塔内的挑战虽然并非真实，可若是底蕴不够，妄图强行挑战，真会死在这里面的。念头涌动之间，林隐终于结束了此次的星辰塔挑战，转身朝着星辰塔第1层走去。本来他有心强行挑战星辰塔第5层的第8级台阶，只是现在看来，第8级台阶内所遇到的挑战对手很可能便是真正的金丹境妖兽，那不是自己能抗衡的。强行挑战要暴毙在这灵界之中，同是天级神念师，亦有高下。此次的考核便证明了自己现在是天级7星神念师。林隐还是颇为满意的。这星辰塔的每一层所考核的东西都不一样，有的考核神魂强度，有的考核神念等级，有的考核战力，考核意志。或许星辰塔第6层考核的是悟性，亦或者在第6层遇到的对手将不再是妖兽妖族，而是9荒大陆的人族先贤。林隐思忖，反正下次若再次挑战星辰塔，便要准备好了才行。关于星辰塔的传说中，如果有人能挑战到星辰塔的第9层之巅，那将会得到巨大的好处。只是时至今日，还从未有人能达到星辰塔第9层之巅。未来若是有机会，林隐还是会再来挑战的。不知星辰榜上我林隐排名到多少了？念头涌动间，林隐打开了星辰塔的门户，只看到天地之间都已是水泄不通，密密麻麻都是人影，不知道多少强者汇聚，甚至不同年代的高手现身，简直是从未有过般热闹。林隐扫过众人，而后瞬息锁定那高悬于天的榜位。星辰榜第1，林隐。星辰榜第1，林隐心中喃喃，我做到了。木不秀于林，必是凡木，而凡木是不值得被圣地所培养的，更不能得到圣地的庇佑。登顶星辰榜，林隐很清楚自己多了一道护身符，重生这300年前末法时代之前的岁月，自己今日才算是真正踏出了第1步。在这刹那之间，林隐看向前方，目光就锁定在了一道身影之上。透过密密麻麻的人群，那站在前方并不远的地方，那化成灰灵影都不可能认错的身影。龙哥、龙子、萧无望。看着那脸色苍白，同时又变幻不止的萧无望，林隐嘴角勾起一抹冷傲的弧度。不过此刻，不等林隐开口，眼前大地之间，各种强者已经通通围了上来。恭喜林隐！一名老者拱手开口。林隐看过去，并不认识对方，不过这是一尊真正的大高手。顷刻之间，林隐就已察觉到对方强大的气机波动，其境界恐怕至少是迈入了元神之境的存在，和武道未曾被废掉之前的师尊陆长空一样强。这等生灵不能说站在蛮荒之巅，但已经算是天下少见的顶级高手了。在昔日，林隐纵然加入了一方圣地，但也未必拥有与这种强者平等对话的资格。只是今时不同往日，林隐，听他们说，当日你化身前来挑战星辰塔，便已登上星辰榜，我们便推测你拥有天级之资。
星辰阁的齐康长老目中泛着惊叹的光芒，但是没想到，如今你本尊前来，竟能登顶星辰榜，为天级7星神念师，2年多了。16岁晋升天级神念师，如今18岁，我自然要有进步的。林隐开口：“什么？你说什么？16岁天级神念师？”齐康呆滞当场，其他围上来的诸多强者更是在这一刻矗立原地，露出无以复加的震惊之色。不错，林隐点了点头。可惜当初在清玄剑宗并没有机会前来灵界，便不知道自己是天级几星神念师而已。萧无望在场，林隐毫不掩饰此刻的锋芒，以登顶星辰榜依旧主动说出这些。林隐就是要让这萧无望享受极尽的耻辱。恐怖，好恐怖的神念师天赋。林隐，你可知晓星辰榜第一代表着什么？星辰阁的另一名长老开口：“你是蛮荒近500年甚至近1000年以来的第一天才神念师。”萧无望在此，我可不敢说是第一天才神念师。林隐的笑容再度浮现，同时目光顷刻凝聚在了那萧无望的身上。风轻云淡的声音飘荡在这片天地间，让无数目光顿时全部锁定了萧无望。这位19岁便挑战成为天级神念师，享受足足3年多极尽荣耀的龙阁龙子。伴随着林隐这番话，站在那里的萧无望便如同彻底成为了最大的讽刺。这几年来，龙阁百般宣扬萧无望的神念师天赋，而萧无望自身向来也都是以第一天才神念师自居，甚至在当初各大圣地也都拉拢过萧无望。然而这萧无望背靠龙阁，不缺修行资源，对于加入哪一方圣地之事并不着急，而是待价而沽。但没有人觉得不对，因为蛮荒最强天才神念师拥有那样的资格底气。只是这一刻，突然之间蛮荒众生回过头，发现这萧无望虽然算不上是浪得虚名，依旧是顶级天才没错，然而这蛮荒真正的第一天才神念师乃是站在眼前的林隐。今日此刻的林隐都还只是18岁，都比3年前的萧无望还小1岁，论神念师的天赋已然是足以完全踩在萧无望的脑袋之上。这一刹，林隐迈步而出，走向萧无望。当日你前去清玄剑宗，真的好威风啊，萧无望。林隐盯视着萧无望，目中杀机缭乱，已再无隐藏。你一个外人，竟然能够号令清玄剑宗的剑律大长老，逼迫剑律大长老对我林隐施压，夺走我林隐一滴血。林隐的步履不急不缓。你自诩最强天才，号称15岁成为神念师，16岁入龙阁，19岁成为天级神念师。可今日，深吸一口气，林隐再度开口：“萧无望，登顶星辰榜第一的是我林隐，你岂不是天塌了？”萧无望的脸色愈发苍白，双手攒动成拳，双目之中似乎泛着炽烈的光芒，那是极尽愤怒之下堆积的杀意外现。你号称半年之内灭我们神隐峰一脉，当日你在清玄剑宗号称我林隐的生死只是你一念之间，林隐身上杀意同样激荡。那么现在呢？众目睽睽之下，心中的骄傲让萧无望无法沉默到底。星辰榜第一又如何？萧无望盯着林隐，一字一顿：“我萧无望武道已入金刚境，一山不容二虎。林隐，你依旧无法和我比。”嗡！真空荡起无形的神念风暴，在这一刻，林隐体内如有一座无形的火山突然喷涌爆发，强大的气息从体内荡开，如形成了一道天地同心圆，瞬间朝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这股强大的气机瞬息覆盖了这片大地，将在场无数人都笼罩在其中。一山不容二虎。林隐盯着萧无望，一抹不屑毫不掩饰：“和我比肩，你也配？神窍境？不可能，才1-2个月而已，你怎么可能从燃血境踏入神窍境？”萧无望眼瞳扩张，瞪大眼睛，失声开口：“什么？林隐的武道居然还是神窍境？神武同修？这林隐居然也是一尊神武同修的天才！”不知道多少武者失声开口，他们知道，当林隐显现出神窍境的武道境界后，这一刻便撕下了萧无望这位龙阁龙子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将那萧无望最后的一缕骄傲狠狠践踏在了脚下。萧无望就算在星辰榜上被超越了，但至少武道境界已入金刚境，神武同修依旧是古今少见。可是林隐的武道天赋分明不弱于萧无望。轰！毫无征兆，就这样林隐一拳轰出，无尽杀机滂沱如雨，凶猛拳芒震荡天地。天妖拳第9式，林隐此刻所能打出的最强一招天妖降世。杀！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杀萧无望，讲什么规矩，讲什么道理？约战！滚一边去！斩杀萧无望，报仇雪恨！
此刻是最好的时机，大拳碾压天妖将士，这是何等无敌的一招！四周众人看不出玄妙，然而在萧无望的眼中，此刻那拳芒繁衍出了无尽震撼景象。入眼所及，天地之间别无他物，唯有硕大的拳影如星斗般降临。接近这片大地时，似化作一道巨大无比的妖魔身躯。不！萧无望大吼，一切只在1/1000个呼吸间发生，给萧无望通天的本事也反应不过来。这一刹，萧无望感受到一股死亡的气息到来，生死之间有大恐怖，让萧无望肝胆俱裂，神魂颤悸，几乎只能被动等死，甚至无法反抗。轰隆！恐怖无边的一拳携带着天妖杀戮的意志轰杀在萧无望的本体之上，凄厉至极的惨叫声响彻这片天地。萧无望身躯被一拳砸得狠狠跪在地上，颤抖抽搐，半边身躯完全坍塌，胸膛之上满是裂痕。你林隐混账！萧长风杀意滔天，歇斯底里，怒焰从双目中喷涌，隔空一掌就朝着林隐袭来。黄级神念师恐怖如斯，这1/1000个刹那，林隐感受到极尽压迫。然而他面容平静无波，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眼睁睁看着那一掌杀来。林隐睥睨之间却满是讽刺之色。砰！两道大手就这样猛烈撞击在一起。出手的是一名属于星辰阁的无名老者，萧长风的本体被瞬息轰退100米外。身为黄级神念师，在这灵界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战力优势，可跨越境界战。但可惜今日在此地到来了太多绝世强者，萧长风虽不简单，却在这9荒诸强面前还算不得什么。萧长风被轰退的下一刻，林隐猛然间再度一拳狠狠轰杀下去，一拳无敌，当即穿透了萧无望的胸膛，让那原本裂开的身躯彻底出现了一道醒目的空洞。无比强大的神念就此负压下去，把萧无望的神魂完全包裹其中。神念碾压，身为天级7星神念师，林隐的神念当然凌驾于萧无望之上。便在这一刹，林隐那雄浑霸道的神念碾压下来，萧无望的本体轰隆颤抖了一下，然后彻底泄气，再无反抗之力。天地静得可怕。今日蛮荒诸强汇聚，甚至不乏几位隐藏身份与气息的枭雄霸主。这些活了多年纵横蛮荒的绝世高手，此刻却心惊胆战，心灵深处涌现出莫名的惊悚感。林隐出手太狠了，不像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不知昔日和萧无望有怎样的恩怨，这已不是简单的睚眦必报了。萧无望，我林隐的血不是那么好拿的，你带走我林隐一滴本命之血，今天就给我1倍还回来。林隐厉声开口。不，放开我！萧无望开始挣扎。咔嚓，林隐手掌变化，瞬息之间就扭断了萧无望的脖子，然后在一瞬间猛然一抓，居然抓起了一团深红色的光芒。那是萧无望的神魂本源。肉身有本命之血，神魂亦有神魂本源，都是生命之精华所聚，真正的核心，活着的根本。这神魂本源被林隐抓起之后，直接丢入体内。林隐，不可！四周不少人色变，不是阻拦林隐镇杀萧无望，而是阻止林隐走错路。吞魂之术乃魔门之道，弊端重重，稍有不慎，万劫不复。星辰阁的齐康长老开口。无妨。林隐显得很平静。吞魂之术的确弊端重重，但自己又不是吞魂，万界神石隐藏在自己的神魂最深处，是跟随自己一起进入了灵界的。万界神石不好炼化神魂本体，但却能炼化神魂本源。无忘我孙！远处大地中，萧长风声音凄厉沙哑，但这一刻已被一群星辰阁的神念师还有无念道宫所属的一些绝世强者牢牢锁定。别说一个萧长风了，哪怕今日龙阁4大龙主全部在此，都翻不了天，只能眼睁睁看着萧无望被林隐宰杀。而就在这时候，林隐眼中突然掠过一抹惊异之色。万界神石炼化那神魂本源后，居然并未有天路出现，反而在片刻之间，林隐就感觉到丝丝缕缕的神魂本源力再度出现，从万界神石中蔓延出来，悄无声息加持在自己的神魂之上。任凭今日在场强者无数，却没有任何人能发现到异样，只有林隐能感受到自己的神魂开始迅速壮大。这难道是万界神石的其他妙用？林隐心中震动。很明显，刚才万界神石吞掉那团神魂本源后，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原本就纯粹而强大的本源之中，再度提炼出来了最核心、最珍贵的本源之源，然后反哺给了自己。这种最珍贵的本源之源，如同天地间最原始的力量，
和天路一般，同样能够肆无忌惮的炼化，并不需要担心炼化太多后会有什么弊端。于是便在这片刻之间，灵隐就地盘坐，催动起了神魔炼体诀中的秘术。顿时他的神魂波动开始爆发，节节攀升。神窍境2重天，神窍境3重天，神窍境4重天，仅仅几十个呼吸而已，便迈入了神窍境4重天的领域。神魂境界突破4重，简直好处无限。在这神魂变强之后，灵隐几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神念距离金丹境更进一步，单单以神念等级而言，堪称半步金丹。享受，灵隐心中自语，同时睁开了眼睛。他知道此番神魂的境界提升，等离开灵界之后，自己的本尊接下来只需要吸收灵气，转化崭新的灵力，便可同样一蹴而就，迈入神窍4重天的领域。猛然从修炼状态苏醒过来的此刻，灵隐蹙眉，目光盯视着眼前的大地。萧无望的神魂消失了，只剩下原地一道巴掌大小的符纸，符纸之上别无他物，而是写着一个血色的字体命。这是什么东西？诸多强者围上来，他们同样注意到了这张符纸。命符。灵隐深深盯着符纸，不禁眯起眼睛。命符，这玩意儿居然出现了。这是那些降临者身上携带的至宝，很珍贵，基本上都只存在于一些最天才最妖孽的生灵身上。只有那上界之中一些大势力的传人、少主、圣女、圣子身上才会拥有命符这种东西。命符的效果很简单，那便是2个字：保命。掌控一道命符后，将之炼化，命符会和神魂融为一体。而在大劫当头、濒临死亡时，命符中的力量会包裹武者的一缕神魂碎片，神魂本源而离开。废了。灵隐摇了摇头，随手将这命符丢掉。命符这般护身符也就只能用一次而已，可惜这次居然让萧无望逃过一劫。灵隐起身，露出一抹可惜之色。不过下一刻，灵隐眼中一缕期待的光芒一闪而逝。命符不可能被自己斩杀掉的那几个废物降临者所拥有，也便是说，那所谓的上界有某位身份尊贵的生灵，甚至是某位上界大人物的子嗣后代降临了。只不过现阶段九荒蒸蒸日上，诸多上古神木还未彻底出世，这尊降临者并不敢轻易暴露罢了。但他也已经暴露了，就在萧无望身边，是隐藏在了龙阁之中，或是隐藏在了大蛮王朝的皇宫之内。萧无望没有彻底死掉，未必是坏事，或许可以顺藤摸瓜。灵隐可是很清楚，那些上界真正身份尊贵或来历不凡的降临者身上都有巨大的价值，单单其体内的圣者印记本质就很强大，不是自己猎杀的那几位体内的圣者印记可比。上界天骄的血，上界天骄的体质，体内的诸般本源，灵隐心中喃喃，都用来成就我灵隐吧，这一世我才是猎人。不等灵隐多想，至少10几道神念同时笼罩了他。无念道宫星辰阁所属不少强者谨慎至极，查探灵隐的状态。灵隐肉体凡胎，单论武道天赋，表面上并不强，一次突破4重天，这未必是好事。灵隐，你的状态没有问题吧？无念道宫的温长老也在此地，查不出什么弊端，便关心问道。当然没有问题。灵隐开口，我是天生的神念师，神魂足够强，吞掉萧无望的部分神魂本源，并不会出事，诸位放心。天生神念师啊！无数武者一脸羡慕。有些人生而不凡，他们明白，抛开武道，只在神念师领域内，就算是修炼成百上千年，都未必能和灵隐这样的绝世天骄相比。灵隐，今日之事，老家伙我记住了。萧长风来到前方不远处，赤红的双目携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意。只是此刻灵隐近在眼前，他却不敢动手报仇。你记住了，又能如何？灵隐转过视线，冷漠看向萧长风。就是你这条老狗，昔日趁人之危，废我师尊武道，大蛮王朝无情，又废我师尊蛮师之位，萧无望前一前去清玄剑宗对我施压。深吸一口气，灵隐再度开口，这些账我们迟早都会算清楚，先从小的开始，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你这尊龙阁龙主大蛮王朝蛮师给宰了。狂妄无知。萧长风极力压抑着对灵隐出手的冲动，说完这句话后便转身匆匆离开。走着瞧吧。灵隐冷笑，龙阁至高无上，势大遮天，但可惜只是在那大蛮王朝之中至高无上罢了，所遮的也不过是大蛮王朝的天。换成这一世刚重生那会儿，龙阁在灵隐眼中自然是不可抗衡的庞然大物。然而现在师尊已是圣地之长老，自己也加入了这7大圣地之一，如今
还真不计淡龙阁。伴随着萧长风离开，各大圣地，包括这蛮荒大地中一些特殊强大势力的强者，全部围了上来领你加入我们大罗王朝。我们大罗王朝的公主容颜无双，天赋虽然比不过你，但也拥有特殊体质与血脉，且年龄与你相仿。一名中年男子在开口，不过是暗中用神念传音，他还不敢光明正大公然争夺灵隐这个7大圣地之一的妖孽弟子。灵隐神情古怪，目光朝着前方看去，凝聚在那中年男子的身上。蛮荒大地可不仅仅只有大蛮王朝一家王朝，而是有大罗王朝、大蛮王朝、大夏王朝、大周王朝等足足10大王朝并立。这位隐藏身份的大罗王朝高手，似乎是大罗王朝那位武力惊天的圣灵侯。按着前世的记忆，灵隐当然对其不会陌生。前世这位圣灵侯也是最终战死的9荒强者之一，修炼一世，战力惊天，却最终还是未曾抵得过一尊上界降临的绝世妖孽，落得悲惨的结局。没想到这一世居然这么早就在这灵界遇到了。灵隐，入我们大夏王朝，你就是未来的大夏圣师。一名白发白须的老者站在前方，暗中传音。灵隐看了一眼，神情再度变得古怪。这位是大夏王朝的上一任夏王，乃是一尊武道惊天的存在。前世距离打破虚空飞升9荒之外也只差一步，可惜在最后即将飞升的时候，被一群上界妖孽所联手围杀而死，也是命运悲惨。诸多神念传音皆在暗中而来，不少势力甚至不少王朝所属的大人物亲自表态，愿意拿出无数的资源来拉拢灵隐。平心而论，加入这些势力所能享受到的资源与好处，绝对不亚于加入一方圣地。毕竟圣地内部可是有诸多内门弟子、真传弟子，平均到每个人所得到的资源就不是太多了。但是这些势力可是能够倾尽一切来培养一尊未来的最强者。不过灵隐自然是不会动心，他很清楚加入圣地的重要性。虽然这一世未必会迎来末法时代，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如果未来9荒天地真有什么变化，那么加入7大圣地之一才是最稳妥的。而就在诸多强者围在此地热闹至极之时，人群中一名青年面容平静，站在远处，此刻正打量着灵隐。灵隐目光扫过，顷刻间猛地锁定在了人群的一处，同样在这一瞬间看到了这名青年。竟然是他！灵隐心中剧烈一震。易行云，前世得到神魔炼体诀的那位上界生灵。顷刻间，灵隐收回了目光，心中冷笑起来。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可凭借神念方面的强大天赋，灵隐依旧感受到一股敌意。没想到易行云降临下来了，灵隐心灵震动，无数的记忆在脑海中涌动起来。前世易行云是在那一座小小的无名神木中得到神魔炼体诀的，而那座小神木也是9荒率先开启的少数神木之一，也便是说此子的确是提前降临了。不过也是，易行云本身的天赋也并不够强大，也是因为得到神魔炼体诀，才能够在数年之内比肩上界那些最耀眼的天骄，乃至于最终加入上界的一处圣地中修行。这种天赋不够强的生灵，身份再上界也高不到哪儿去。在第一次天门开启后便降临9荒，这倒也正常。易行云，你盯上了我，但又岂知你才是我灵隐的猎物。你只知我灵隐是这蛮荒大地新崛起的天才神念师，但又岂知我连你的生辰八字都一清二楚。灵隐心中冷笑，却并不再看那一行云，免得被对方发现端倪。上界的天骄降临之后，不断渗透各大势力，率先被他们盯上的往往是2种人，一种就是各大势力内部那些普通至极、不曾有任何存在感的弟子门人，而另一种便是9荒天地的年轻天骄。灵隐知道今日在这灵界相遇，自己算是被这易行云给盯上了，和神魔炼体诀没有关系，和那座神木更没有关系。既如此，不需要自己把心思放在此人身上，这一行云恐怕会想方设法主动接近自己。最有可能的自然便是此子趁此机会参加7大圣地的考核，从而加入无念道宫。一行云易行云，你虽然武道天赋和我一样不太行，可你是气运之子，气运无比强大，你的气运就为我所用吧。灵隐念头涌动，已经开始算计起关于易行云的一切。而便在这时，星辰阁一众神念师再度围了上来。灵隐，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星辰阁的副阁主，叫做上官阳。星辰阁齐康长老开口。灵隐看向齐康身侧，似乎是刚前来这灵界的一名中年男子。上官阳，前世和星辰阁并不是太熟，这上官阳只是听过，还未曾接触过。
林隐见过上官阁主。林隐拱手开口：不错，林隐，我们星辰阁虽然推算出你的神念师天赋天下少见，但还真未曾想到你竟然能够登顶星辰榜。上官阳开口：你放心，这一次不会出现什么意外，那一枚天外神丹我会亲自送到无念道宫，亲手交给你，有劳上官阁主了。林隐点点头，天外神丹天下只剩仅此一颗，可谓是价值惊世。上次星辰阁送来之物似乎被道宫之内的其他人拿走了，那七星聚气丹虽然是顶级丹药，但也算不得什么，但这次的确是不能出现什么意外情况了。既如此，我便回去道宫了。林隐拱手看向在场众人，星辰阁诸多神念师纷纷点头。相较于那自称天赋无双、向来行事乖张的萧无望而言，林隐这般的态度显然是更得星辰阁好感。林隐，不再考虑一下我们清玄道门吗？远处大地中突然有声音传来，上次你说的条件不太能够答应，不过道宫圣子的位置还是能够给你留一个。一名老者开口，这是清玄道门大长老魏川。无数目光同时凝聚过去，顿时间此间无数武者的表情古怪。凭借你的天赋，若未来成为黄级神念师，武道境界再踏入法相境，那么我这把老骨头答应你，清玄道门这一世的传人将是你林隐。那被很多人称作魏川的老者接近此间，目光熠熠，期待看向林隐。魏川，此间大地内不少无念道宫的长老顿时震怒。诸位着急什么？良禽择木而居。魏川神情平静，林隐这小子本就是昔日清玄剑宗弟子，本该加入我们清玄道门才是，不过被你们无念道宫抢了先，算起来是你们无念道宫先做的不对的。顿了顿，魏川再度期待看向林隐。本长老的话任何时候皆有效，你若何时有意，便何时通过那一道令牌沟通本长老。话音落下，魏川转身远去。无数武者看热闹，此刻神情古怪。无念道宫诸多长老脸色则有些难看，同为七大圣地之一，自然不可能因为魏川这一番话而彼此打起来。只是一众目光不禁看向林隐，充满了复杂，还有一抹惊疑不定。他在挑拨离间。林隐说完便对着眼前诸多无念道宫的长老拱了拱手，弟子先回去了。话音落下，林隐身躯淡化，逐渐消失在这灵界之中。神魂离开灵界后，片刻间便回归本体。地岩大殿中，睁开眼睛，林隐目光森冷彻骨。看来清玄道门是不准备放过我。林隐的确是不曾想到，这清玄道门的大长老居然亲自出现在灵界。魏川没有见过，但是借着上一世的记忆，林隐自然是听过的。这位大长老指的乃是神级大长老，便是整个清玄道门之中所有普通长老、地级长老、天级长老、神级长老之首。放眼整个蛮荒，都是身份惊人的大人物。没想到居然这次亲自下场。林隐很清楚，这条老狗是纯纯的恶心自己。任何势力都不喜欢三心二意的反骨仔，但是这种事情无法解释清楚，越解释反而越让无念道宫怀疑什么。无念道宫的各种强者自然不傻，不至于被魏川这么一番话而挑拨离间。但魏川这条老狗只需要在无念道宫众人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就够了，一颗怀疑自己的种子。虽说如今自己登顶星辰榜，真传弟子的身份晋升应该不会有任何影响，不过未来想要成为六大圣子之一难，想要得到这无念道宫最为核心的传承、培养、宝物资源等等，恐怕也就更难了。而且这也无形中把无念道宫刚才那诸多长老架了起来。人家清玄道门给林隐圣子身份甚至传人身份的许诺，那你们无念道宫呢？如果也给了这般许诺，那么好，从此林隐这两个字便是无念道宫那原本六大圣子共同的眼中钉。清玄道门何必招惹我呢？林隐摇了摇头，这清玄道门的堂堂神级大长老亲自下场，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林隐并不需要向他人解释什么，未来宰掉一群清玄道门的弟子便是最好的解释。不对，就在神魂刚回来的这一念之间，林隐陡然色变，顿时起身，林隐匆忙朝着殿外而去。小狐狸，林隐急忙推开殿门，顿时间就看到小狐狸雪梨的身躯匍匐在殿外台阶上，气息极度虚弱，身上伤口累累，鲜血浸染了雪白的毛发，异常凄惨。眼前一片狼藉，分明是不久前打斗过的场景。小狐狸，你没事吧？顾不得其他，林隐急忙来到小狐狸身边。林隐，你终于从灵界回来了。小狐狸虚弱转过头颅，绯红的双目中却是泪光涌动。你再不回来，我就坚持不住了。说着
小狐狸嘴角一抹鲜血再度流淌下来。疼吗？林颖蹲下身子，掌心之中浮现出天露，拂过小狐狸的毛发，天露渗入其中，让那一道道伤口的略微愈合。不过天露是用来增强灵力、修炼所需的顶级灵液，对恢复伤势并无太大作用。雪梨不疼。小狐狸摇摇头，一边说着，却目光迷离，在林颖怀中缓缓闭上了眼睛。林颖顿时警惕，好在感应到小狐狸的性命并无危机，林颖悄然松一口气。应该是小狐狸刚经历战斗，又精神紧绷太久，此刻才能放松下来，便支撑不住睡着了。抱着小狐狸进入了地岩大殿，林颖立即拿出各种丹药、灵液，都是在禁地之中被聂菲尔所嫌弃的那些疗伤丹药。虽聂菲尔那种金丹境的高手没用，但对于神窍境的小狐狸，疗伤效果还是很好的。各种丹药、灵液不断喂给小狐狸雪梨。过了好一会儿，小狐狸雪梨这才是缓缓睁开眼睛。发生了什么？林颖看着小狐狸。林颖有4个原体境的弟子，还有一个是和你一样的神念师，一起来了地岩峰。雪梨开口，我看他们要闯入地岩大殿，就出来拦着他们了。你进入了灵界，肉身在这地岩大殿中很危险。和我一样的神念师。林颖目光森森，他们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雪梨摇了摇头。那4个原体境弟子叫什么我不知道，但是那个神念师好像叫周巡。周巡。林颖无比意外，只在这无念道宫内部，名字叫做周巡，还是神念师，不可能有第2个人。林颖立即就想到第一次进入灵界之时所见过的那位，只是无冤无仇，在那灵界之中也只是见过一面。自己第一次挑战星辰塔的时候，周巡已经走了，甚至可以说自己认识周巡，而这周巡都未必认识自己，他为何会闯入自己的地岩峰？雪梨，你真傻，打不过跑就行了。林颖随后开口，我现在毕竟是金榜第一的弟子，内门弟子第1人，而且马上就要晋升为真传弟子，他们就算闯入地岩峰也不敢对我怎么样的。不行。雪梨再度摇头。林颖，你若真的出了事，就没人带我去祖州，回不去家了。林颖不由得陷入了沉默。林颖，你别多想了，我没事的。雪梨开口，反倒是在安慰林颖，不过随后就肉疼道，可惜浪费了半颗妖丹。半颗妖丹。林颖皱眉，也是，若非雪梨身上还有妖丹存在，强行借助妖丹之力而战斗，凭借雪梨现在神窍境的实力，定然不可能挡得住4大元体境和周巡这尊神念师。以后不要冲动了，雪梨。林颖说着便看了殿外一眼。接下来我晋升真传弟子后，去藏宝大殿买东西，只需要半价，到时候帮你买一些疗伤的丹药、神液，你随时存在身上，顺便去找那周巡一趟。小狐狸昔日赠给自己一枚裂天妖元的妖丹，今日又发生这种事情，林颖自然不会对小狐狸吝啬。雪梨眼中放光，你们人族的丹药和灵液都很好吃。随后雪梨开口，你从灵界回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去修炼了。林颖，你小心点，那几个人好像对你的地岩峰很感兴趣，可能还会来的，你就待在这地岩大殿修炼吧。林颖看着小狐狸，我不。小狐狸虽不排斥进入地岩大殿，但很显然不想住在这里。说完之后就立刻朝着大殿外面走去。林颖苦笑摇了摇头，自己之前神念覆盖天地，也没发现小狐狸究竟住在地岩峰的何处，只知道大概住在后山。也是，可能小狐狸眼中自己这地岩大殿还真没他住的地方安全。小狐狸走后，林颖的脸色就逐渐冷了下来。周巡，在灵界所见，周巡此人自诩有点神念师天赋，的确是傲气无双，但并不是个蠢货，不至于刚加入圣地没几天就敢闯这地岩峰。毕竟周巡可是以普通弟子的身份加入无念道宫的，敢轻易闯内门弟子的修炼道场，那是以下犯上，就这道宫的规矩都够他喝一壶的。和我一样的新人，却与4个原体境弟子一同出现，看来是投入了某个真传弟子麾下。林颖思忖，和我有恩怨的就这么2-3个势力，那凤盟只有女弟子加入，剩下的就裴千帝的帝阁和孟星云的星盟了，还是因为我不够强，实力不够才是原罪。不将境界和战力彻底提升上去，恐怕是轻易摆脱不了帝阁与星盟的纠缠了。规矩是制定给弱者看的，若自身不够强，真借助无念道宫的规矩来保护自己，恐怕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些个强大的真传弟子，无法无天，都是无视规矩的存在。等吧，我的真传弟子身份令牌应该已经在炼制之中了，很快就应该能够送来。林颖闭上眼睛，同时运转神魔炼体诀，在灵界吞掉了萧无望的部分神魂本源，神魂境界已经突破。神魂境界足够的状态下，
此刻一吸收灵气，立刻感觉到肉身武道境界开始松动。轰隆，林颖体内气海震动，伴随着大量的灵气转化为崭新灵力。仅仅一刻钟，武道境界已然从神窍境一重，一口气冲破4重关卡，连破4重，底蕴暴增。林颖一番感应，不由得目露金光。之前在金榜之下，宋长河这位之前的内门第一人还能够和我正面一战，但现在我能打3、4个宋长河。林颖可在地岩峰。在林颖感应自身状态时，殿外传来熟悉的声音。上官阁主。林颖立即起身，打开地岩大殿，就看到地岩峰前虚空之中立着一道身影，正是星辰阁的副阁主上官阳。居然来得这么快！林颖目光一亮，顿时开口：“上官阁主，里面请。”他知道星辰阁手中天下最后一枚那价值无量的绝世神丹天外神丹被送来了。林颖厉害！上官阳笑着踏空而来，降落到林颖面前。在灵界突破后，你的肉身境界居然这么快就直接突破了。神魂已经突破，肉身自然是很容易就破境了。林颖笑着开口：“上官阁主，进来坐。”好。上官阳跟着林颖，两人进入地岩大殿。入座之后，上官阳便开门见山。他的掌指翻转，一枚空间戒指顿时浮现出来。林颖给。上官阳将戒指递过来。上一次你登上星辰榜的奖励被送来，似乎被其他人拿去了，不过无妨，我们星辰阁给你又准备了一份。顿了顿，上官阳微笑道：“当然，还有这一枚天外神丹。”说着，上官阳的手中一缕紫金色的光芒顿时显化出来。光芒变幻之间，林颖眼前一亮，就看到其掌心之中出现了一个透明的水晶瓶。水晶瓶中别无他物，正是一枚拇指大小、散发着紫金光芒的丹药。这天外神丹是封印状态，你炼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解封之后直接吞掉，否则药力将会遗失。上官阳开口之间，来到林颖面前，将水晶瓶亲手慎重递过来。感谢前辈提醒。林颖用了前辈2字，显得亲近一些。得到了星辰阁的赠与，自然就要有相应的态度，否则以后星辰阁有什么好处，也不会再想着自己。前世和星辰阁并不熟，但林颖却是知晓，相较于九荒天地某些早便与上界生灵勾结在一起的势力，星辰阁还是有风骨的。对于这个势力，林颖还是有一定好感的。还有这一枚天外神丹，毕竟乃是九荒之外的星空之中孕育的，其中蕴藏着星辰日月之精华，还有天外才能吸收到的种种珍贵气息，那些气息、力量、本源都非常霸道。你现在的境界还不够，最好能够在元体境的时候炼化，否则可能身躯难以承受，痛不欲生。上官阳继续说道：“我明白。”林颖点头，将天外神丹小心翼翼收入空间戒指中。成了，这九荒最后一枚天外神丹终于被自己得到，这是前世想都不敢想的大机缘。这一枚神丹毕竟不是人为所能炼制出来的，就算是相比诸多上古神木中出产的古老丹药都不差多少。天地、宇宙、星空在因缘际会之下孕育出来的丹药，别说是人了，就算是传说中的仙神，怕是都炼制不出来。这次我亲自前来呢，除却护送这一枚天外神丹，倒是还有一个请求，不知林颖你可否答应？上官阳再度说道。林颖笑了笑，星辰阁如此有诚意，只要我力所能及之事，自然不会拒绝。前辈还是说说看。上官阳道，不知道你可否听说过九荒天才战？九荒天才战，我知道。林颖开口，九荒天才战上百年开启一次，以决定九荒之排名。不过我们蛮荒已经连着2次垫底，近200年来都是九荒之末。前世九荒天才战，林颖是没资格参加的，境界和实力完全不够，而且当时已经被打入生死印记。那九荒天才战，林颖也只是听说，却没机会前去亲眼见证，只能在心中想一想，向往一下罢了。不错，100年时光眨眼即逝，新的九荒天才战即将开启。而这一次不只是武道之战，还多了一项神念师之战。上官阳继续道。哦，林颖目光一闪，前辈的意思莫非是？不错，我希望你能够参加。上官阳认真道。其实这一次我们星辰阁愿意拿出这一枚天外神丹，正是因为九荒天才战，希望能够寻找出一尊神念师领域真正的妖孽，参加九荒天才战。原来如此。林颖点头。这么看来，那萧无望的确想多了，太自以为是。星辰阁拿出天外神丹，是为了寻找一尊适合参加九荒天才战的天才神念师。也便是说，此次星辰阁的考核，谁的表现最为优异，
谁便能得到那一枚天外神丹。在自己登顶星辰榜之前，放眼蛮荒大地，的确是萧无望的神念师天赋最强，最有希望得到天外神丹。但并不是说这一枚天外神丹就是星辰阁专门为了拉拢他萧无望而拿出的。不过你放心，看到林隐在随后沉默，并未继续表态，上官阳认真道：这次的九荒天才战并没有太大的生命危机，天才战将会在灵界开启，你可以神念化身进入灵界而参战。化身进入灵界，林隐看向对方，可神魂本尊参战亦可化身参战，这方面并没有限制。不过神魂若是陨落在灵界，那便彻底生死道消，而化身就不需要忌惮什么了，即便在天才战中陨落了，顶多是受到一些神魂创伤。上官阳开口，如果真是那种情况，我们星辰阁绝不旁观，一定会拿出最好的药液与神丹、大药来帮你恢复如初。林隐陷入沉默，开始了思忖，权衡利弊。而这时上官阳再度道：当然，若是能够进入前3，将能够为我们蛮荒争取到足够的好处。九荒之外的星空中有3颗特殊的星辰，未来100年时光，其中之一的那颗星辰将被我们蛮荒所掌控。3颗星辰，林隐目光一闪，天外星空无比神秘，往往会出产一些特殊之物，比如星辰阁的7星聚气丹就需要采集天外之物才能炼制出来，自己今日得到的这一枚天外神丹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不少天外的神珍宝物，往往都是价值惊人的稀有之物。只不过天外星辰大多荒芜，毫无价值。看样子九荒这群神念师却在天外找到了3颗物产丰富、资源不少的特殊星辰。上官阳继续道：到时候被我们蛮荒所掌控的那颗星辰所产出之物，蛮神府会拿30%，我们星辰阁拿70%。不过我们星辰阁的70%分你一半，如何？砰砰砰！林隐听闻，心灵顿时跳动起来。分我一半，那便是那颗星辰所出产的1/3。林隐不由得开口，想要确认一下。不错，上官阳点头。好，我答应。这一次林隐便不再犹豫，因为这几乎是一本万利的生意，甚至连本都没有。九荒天才战若自己失败了，那么也不会有什么损失，顶多损失一道神念化身能够恢复，而若是赢了，杀入了前3，那就赚翻了。星空中但凡拥有资源的星辰往往不简单，其中要么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大药灵液，要么在地下存在着各种神石、晶体、古矿，一旦开采出来都是稀有之物，价值惊人，自己将有机会拿到30%之多的产出，甚至拿得比蛮神府还要多。蛮神府那可是蛮荒的掌控势力，蛮荒之主坐镇的势力，蛮荒之中除却各大王朝、各种宗族之外，便是7大圣地最为耀眼。但其实7大圣地各自坐拥一方，并不是天下的主宰者，蛮荒真正的主宰势力便是蛮神府，只不过蛮神府轻易不会参与蛮荒的各种事情，不参与各大势力之间的恩怨、争斗等等，存在感很低，显得很神秘。行，林隐，我们星辰阁果然并未错付。上官阳这位副阁主笑容顿时灿烂起来，心情变得极佳。九荒天才战是2年后开启，不过神念师之战因为是这次新加的，很多事宜还需我们这些神念师势力接下来商讨，应该会提前开启，或许数月之后，或许1年之后。上官阳补充道：前辈放心，我会做好准备。林隐点头道：那行，我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了，先回星辰阁。不过接下来你若是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前去星辰阁中找我们。上官阳起身说道：一言为定。林隐起身相送。上官阳离开之后，回到帝炎大殿，林隐眸光电闪，没想到这一世我居然也会参加九荒天才战。前世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九荒天才战的一切，但林隐却从一些降临者口中得知，九荒天才战其实上便有一些上界降临者隐藏身份而参战。那九荒天才战开启的时候，第2次天门也早已打开了，有不少上界真正的妖孽降临。虽然这神念师之战乃是九荒天才战新加的，但除却牵扯到九荒排名以及那3颗九荒之外的星辰归属之外，参加天才战的各种天才本身也会因排名而得到各种奖励。一些上界的天才妖孽肯定也会忍不住参加，到时候若是能够斩杀掉上界天才的话，或许能得到巨大的好处。就算是在灵界斩杀了降临者，同样有可能得到圣者印记。第2次天门开启而降临的那些妖孽体内的圣者印记，可比自己现在猎杀到的圣者印记珍贵太多了。九荒冥冥中有限制，即便天门开启，上界的顶级高手也降临不了，只有年轻1倍的生灵才能踏过天门而降临下来。如此一来，我出手猎杀这些天才将无所畏惧，并不怕出事。林隐冷笑，
这些上界势力将年轻一辈的生灵送下来，将九荒当成历练禁逐之地。但我灵隐既然回到了这300年前，你们能否有机会在九荒禁逐，还犹未可知。还有月清县，我灵隐等着你呢。就在上官阳走后半刻钟，灵隐在此思忖谋划着一切之时，地岩峰的热闹再起，一道道身影踏天而来，诸多气息接近，灵隐顿时踏出大殿，看向远处的天空，一眼看去，居然至少有30-40位长老出现了。当初带领自己前来无念道宫的莫川，莫长老也在其中。远处似乎还有很多弟子都在靠近此地，似乎都是看热闹的。无数弟子表情皆复杂，有的羡慕，有的嫉妒。弟子灵隐见过诸位长老。随着几十道身影降临地岩峰，灵隐拱手开口：“不必多礼。”莫川率先开口，欣慰看着灵隐：“灵隐，恭喜！”哦。灵隐看向在场众人，只见莫川长老掌指变化，瞬息之间就拿出了一道令牌。令牌呈现璀璨耀眼的金色，一面写着无念道宫4个字，而另一面便是2个字灵隐，一侧写着真传弟子4字。灵隐，你登上了星辰榜第1，按照我们无念道宫的规矩，登顶九荒任何一个榜位前3，那么都将直接晋升身份。现在的你已经是真传弟子了。莫川长老笑着开口，同时将令牌递过来。这是真传弟子令牌，里面还有你晋升为真传弟子的奖励50万功劳点，另外你登顶星辰榜，道宫再奖励你100万功劳点，都在这里面。感谢道宫信任。灵隐拱手开口。不出所料，真传弟子令牌送来了，说成为什么圣子之类的，显然不现实，也不可能。就算无念道宫直接让自己成为圣子，其他各种弟子都不会答应，但是真传弟子自然是板上钉钉。不过灵隐探出手掌要接过这令牌的时候，慢着，几道声音同时传来。灵隐皱眉，嗡，虚空嗡鸣震动，虚无的空间场域陡然震荡。就在此时，连续几道强大的气势突然出现在了地岩峰的上方，一道真空大手宛如从虚无中探出一般，突然间从天而降。那一道大手瞬间降临此地，在灵隐之前将那令牌抓住。灵隐瞳孔爆射2道神芒，已然冷笑浮现。只见顷刻间，大手的主人出现，裴千帝。灵隐冷漠吐出3个字，看着裴千帝从虚空中迈步而下。和上一次被自己抹杀之时一样，裴千帝的本尊似乎在闭关修炼，此刻依旧是一具化身。但伴随着裴千帝这位圣子的降临，灵隐就看到虚空中再度有足足10几道身影踏天而来，全部都是气息强盛、气势冲天的存在，面孔都颇为年轻，几乎每个人的境界都在元体境8重天、9重天，甚至金丹之境。这些可就不是化身了，全部都是血肉之躯，本尊到来。一群真传弟子。灵隐心中一震，看来自己这身份晋升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算上裴千帝，居然一次性到来19位真传弟子，如此联袂而来，其意不言而喻。诸位圣子，莫川长老蹙眉，扫了在场诸多真传弟子一眼，便道：“诸位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自然是这灵隐不该晋升真传。”裴千帝神情漠然，扫了灵隐一眼，这真传令牌我就先收着了。不错，灵隐前来我们无念道宫不足2个月。另一名青年继续开口，拥有内门弟子身份倒也无妨，不过若是让他晋升真传，如何服众？我们无念道宫诸多师弟师妹苦修多年也难以晋升，哪个不比灵隐功劳大，哪个不比灵隐境界高？再度有一尊真传弟子说道，让灵隐晋升真传弟子，这是道宫诸位长老一起商议的结果，还容不得。莫川平静开口，只是直接被裴千帝打断。裴千帝瞥了灵隐一眼，没有先例，不能服众，本圣子不答应。我们也不答应。其他诸多声音纷纷响起，莫川等一群长老彼此对视一眼，眉头全部微微蹙起。这等场面显然超出这群长老的预料，一时间让他们难以应对。这可是一群真传弟子，他们的意见不可无视，都是无念道宫的未来。尤其是除却裴千帝这个最强圣子之外，还到来了另外2个圣子。道宫6大圣子来了3位不说，剩下的这些真传弟子也有好几位都是真传榜上排名前20的存在。可以说许多年后，这些人随便走出来一个，最差也都会拥有地级长老甚至天级长老的身份，不比在场的莫川长老低。在场几十名长老比这10几个真传弟子数量更多，然而此刻都神情有些难看。面对裴千帝为首的这群弟子，他们这群长老百般忌讳。灵隐晋升真传弟子，这是大势所趋。沉默片刻，
墨川摇了摇头，看着裴千地。这件事不可能因为区区一道令牌便就此搁置。既然诸位喜欢那道令牌，那带走便是，重新替他打造一块即可。林隐深深看了墨川长老一眼。墨川，地级长老，相比较其他这些普通长老而言，身份高了不少，在这无念道宫之中也算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没想到面对这裴千地，居然都是如此的无奈。那一道令牌被裴千地带走，这墨川显然无比忌惮，并不敢出手拿回来。圣子未来即便不能成为道宫唯一传人，从圣子位置上退下去后，也将直接担任天级长老身份，还在墨川之上啊。林隐闭上眼睛，脑海中诸般记忆涌动。怪不得裴千地行事无法无天。不过我林隐晋升真传弟子这件事，别说眼前这10几个真传弟子了，就算是6大圣子旗帜，甚至整个无念道宫的真传弟子全部到来，都阻拦不了。正是因为如此，林隐才显得平静，根本不着急。很简单，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师尊和二师兄还在那7大圣地之一的蛮神道院等着自己呢。若非要等着挖掘地岩峰以及这陨星山脉的其他几座上古神木，再加上无念道宫的那种强大功法对自己有吸引力，林隐想走就走。便在这时，一尊真传弟子扫了林隐一眼，随后开口：“倒也并非我们要为难林隐这个新人，诸位想如何？”墨川开口：“林隐加入我们道宫，本就未曾接受考核，若这么快晋升为真传弟子，那也太离谱了，无法服众，除非他参加接下来的新弟子大比。”这名真传弟子说道。新弟子大比，在场诸位长老都彼此对视一眼，都没想到这群前来阻拦林隐晋升的真传弟子，居然只是这样简单的目的。不错，还有10天，我们无念道宫收徒结束，到时候便是新弟子大比之时，所有此次入宫的新人弟子一起进入那蛮荒深渊中历练，林隐自然也应该参加。另一名真传弟子说道：“我裴千地身为道宫圣子，岂会刁难林隐这么一个小人物？”裴千地终于表态了：“这一道令牌，本圣子先收了，待他参加弟子大比之后，也不求第一，若能进入前5名，我将令牌双手奉上。”墨川长老转过视线看向林隐，其他诸多长老也都悄然松一口气，目光纷纷朝着林隐而来。林隐，你看如何？墨川长老询问，征求林隐的意见。新弟子大比，蛮荒深渊。既然诸位执意要看我林隐参加大比，我接了。林隐扫了在场众人一眼。好。裴千地当即开口。在这一刻，身上那种冰冷如霜的气息一下子消失了，无形中蔓延出来的压迫气势也荡然无存。林隐心中冷笑，自然知晓这裴千地打的什么主意。凭借裴千地的傲气，连墨川这种地级长老都不放在眼中，怎么可能允许自己被一个新弟子挑衅？自己上次斩杀了裴千地的化身，与之有了生死大仇，不可化解。这裴千地肯定是想着如何将自己镇杀掉，借助新弟子大比，在大比之中动用种种手段，让自己死在大比历练之中，到时候道宫也不好追查。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眼前的这位新人弟子乃是重生到300年前的存在。新弟子大比在蛮荒深渊开启，林隐并不是很担心。既如此，那我等便回去了。一些真传弟子陆续转身离开此地。裴千地，等一等。就在这时，林隐看向裴千地。哦。裴千地转身眯着眼睛看向林隐，同时眼中隐约之间掠过几分戒备之意。上次林隐可是斩杀了他的化身，今日这同样是一具化身。看着裴千地的戒备，林隐心中冷笑，这位道宫最强圣子也不过如此。随后林隐便看着裴千地，告诉我是谁拿了我的7星聚气丹，还有星辰阁送给我的其他东西。裴千地闻声悄然吐出一口浊气，沉默仅仅5个呼吸，便吐出2个字：周巡。好。林隐点头。裴千地走了，诸多真传弟子很快离开地岩峰。林隐，新弟子大比而已，不用紧张。墨川长老开口，即便你不能进入前5，你晋升真传弟子这件事也没有谁能拦住。无妨。林隐淡笑着开口。那我们也就先回去了。墨川等一众长老很快离开地岩峰。寂静的地岩峰顶，林隐目光沉冷彻骨，想在新弟子大比中猎杀我，哪有那么容易？蛮荒深渊，顾名思义，乃是蛮荒下面一处特殊的地底深渊，乃这蛮荒之中的禁地之一。对这蛮荒深渊，林隐却是熟悉至极。但凡沾上禁地2个字，在未来的岁月中，往往有诸多上古神木出世。所以林隐前世与那些上界生灵一起前去过蛮荒深渊不下100次。半个月后，蛮荒深渊有上古神木出世。林隐目光闪烁，
那座神墓中出现一道神图，叫做九龙图，那是上界天骄争夺的至宝。前世九龙图的主人是九荒天地内的一尊天命之子，除却九龙图外，还有一口龙血池。自己重生了，未必不能提前获取那一座上古神墓。天命之子，这九荒天地内冥冥之中就与一些上古神墓有缘，能得到神墓传承的天命之子，这一世岂能与自己相比？裴千帝，你我之间注定有一战。凭借你的境界和天赋，几年内我还真未必是你的对手，只能借助上古神墓来蜕变自身，拉近和你的距离。但没想到，你居然要推我进入蛮荒深渊，让我获取九龙图。林隐念头运转之间，便踏空而起，御空而行。林隐一路朝着道宫深处而去，将群峰甩在身后。很快，林隐来到了一片广袤之地，入眼所及，乃是一处宽敞的修炼广场，各种弟子汇聚在此间，一片热闹之景象。广场的深处，一片宏伟壮观的建筑赫然映入眼帘。看着那高耸的大殿、阁楼，林隐不禁露出了意外之色。地阁，好生气派！这片区域算是道宫内灵气充沛，地下有不少灵脉支撑的洞天福地。哪怕是这片广场中，灵气甚至都比自己的地岩峰浓烈数倍不止。更别说那些宫阙阁楼所建立的核心之地了。各种道宫长老所居住之地，林隐这些天也算是知晓一些，论修炼环境都远远比不得这地阁所在之处。一个弟子在道宫内部建立的宗门帮派而已，居然能有如此气象，占据这么一片福地。这裴千帝，这位道宫最为显赫的圣子，所拥有的威势恐怕超出自己的想象。若有一天我林隐为圣子，林隐心中冷哼，什么地阁，什么星盟、凤盟，全部都给我消失！这无念道宫本就是修炼圣地，这些真传弟子居然在道宫内部建立各种势力、各种帮派，等于是瓜分道宫资源，简直可笑，应该全部肃清才是。这么一片福地，如果让诸多弟子再次修炼，那注定是进步神速。但现在就被这地阁所占了。偌大的广场就没有几个弟子在修炼，其他各种弟子若是不加入地阁，连踏足此地的资格都没有。什么人？这里是地阁，闲杂弟子，滚远一点！林隐刚降临片刻，前方已有2名弟子注意到他，走了过来。2大弟子都是金刚境的高手，在这道宫之内，已然算是内门弟子的身份。让周巡出来。林隐看向这2个弟子，周巡，敢擅闯的岩峰，要么背后站着星盟，要么便是地阁。裴千帝既然开口了，那多半便是属于地阁了。这周巡不知死活的东西，敢挑衅自己这个金榜第一，还打了小狐狸，这件事自然不可能这么算了。除了几个师兄，林隐没有什么朋友。小狐狸虽是妖族，但在林隐心中算一个。你聋了吗？让你滚远点！其中一名弟子根本不理会林隐说什么，而是戾气浓烈。轰！林隐大手探出，隔空一按，狂暴的灵力从天而降。什么？你？这弟子大惊失色，根本来不及反应，身躯就剧烈颤抖了起来。林隐的大手降临，强行摁在其肩头，咔嚓一声裂响，这尊金刚境内门弟子的肩骨碎裂，一身灵力几乎陷入暴走，完全不受控制。不知死活的东西！林隐看着趴在地上鲜血喷涌的弟子，只知道这弟子不值得怜悯，自己只是站在这里而已。这2人一上来便已是恶语相向，颐指气使，显然是仰仗着加入地阁，在这道宫之中霸道习惯了。平日里被其欺负过的弟子不知有多少。你稍等，我去找周巡。另一个弟子惊慌失措，朝着远处跑去。不一会儿，一大批地阁所属的弟子已经出现在前方，眨眼来到此地。你找我？你是什么人？敢擅闯我们地阁？哼，区区一个神窍境，不想活了吗？周巡走在最前方而来，身后一群弟子将之簇拥，似乎地位颇高。闯我地岩峰，不知道我是何人？林隐看着周巡，你林隐？周巡瞳孔暴睁，而后打量着林隐，突然冷笑起来。你居然敢主动闯入地阁之地，倒是省去我一番功夫。不等林隐开口，周巡再度道，我的确去找过你，就是要吩咐你一件事，以后的岩峰你让出来吧，我周巡也是内门弟子，那地岩峰我以后便是我的修炼道场。裴千帝，好大的威风，居然一言之间能让你直接晋升内门。林隐打断周巡的话语，而是淡然道，自废境界，自废神魂，还是让我亲自出手。不过我出手可不能保证轻重，可笑，之前我带走星陈阁送来的7星聚气丹，你却躲在暗中不敢现身，如今居然敢当面和我周巡对话。周巡不禁笑了起来。轰！林隐隔空一抓，刹那间仿佛真空扭曲，一股窒息般的气机从天而降，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
周寻的身躯就被一道凌厉手掌隔空提起，一下子就被抓到林颖面前。你找死！你敢对我动手！周寻厉声开口。砰！话音未落，身躯就被砸在地上。林颖掌指凝聚成拳，瞬间一拳轰出，惨叫声顿时响彻。周寻的气海直接爆开，一身灵力溃散。轰隆！周寻面容凄厉，强大的神念朝着林颖轰来。轰轰轰！这一瞬，周寻神念爆发数十次，然后猛然呆滞当场，惊悚无比地看着林颖。自己神念几乎耗尽，轰入林颖体内，却如石沉大海，未曾掀起丁点波澜。林颖面不改色，好像没事人一样，怎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地级8星神念师，不知是吞了7星聚气丹的缘故，还是裴千帝帮你提升的呢？林颖如同在询问周寻，又好像自言自语。话音落下，简直毫无征兆，林颖无比强大的神念强行轰入周寻的魂海中。啊！哀嚎声凄厉至极，只是一念之间，周寻惊悚发现自己的神念消失了，魂海破碎。救我！诸位师兄救我！周寻艰难转过头去，看向围观上来的诸多地阁弟子。只是这一刻，这些地阁弟子变得无比陌生，对周寻的求救置若罔闻，甚至露出讥讽怜悯的笑，仿佛在看待一个傻子。裴千帝怎么想的？怎会想着扶持你这么一个废物来对付我林颖呢？林颖无奈摇头。这周寻也算是享受了一番加入地阁、耀武扬威，甚至一步登天的感觉。但可惜这一切是梦幻泡影，过眼云烟。裴千帝以为自己只是地级神念师，便扶持着周寻来对付自己。但从自己登顶星辰榜，展现出天级7星神念师境界的那一刻，裴千帝的打算就变得可笑至极。这周寻就已经是个弃子了。刚才自己询问裴千帝，就是在告诉他，我林颖可以去参加新弟子大比，但我要取周寻的命。裴千帝不得不答应。周寻，好自为之。林颖眯着眼睛，话音落下，便拿起这周寻的空间戒指，转身离开。斩杀周寻？不，死了也就一了百了。对周寻这种人而言，活着却彻底废了引以为傲的天赋没了，才是世上最恐怖的事情，是天大的折磨。而且想都不用想，这周寻自以为成了裴千帝身边的红人，以他的性格，在地阁内部都必定耀武扬威。看样子，接下来地阁这些弟子恐怕不会放过他。离开地阁，林颖带着之前废掉宋长河而得到的100万功劳点，朝着藏宝大殿走去，是该购买一些特殊灵液、宝物来辅助自己炼化那枚天外神丹了。林颖可不会真听上官阳的话，将这丹要留着以后元体境再炼化。这种绝世神丹，放眼天下仅此一枚。接下来消息传开，恐怕无数眼睛都会盯着自己，还是早早炼化了的好，握在手里始终不稳。藏宝大殿，林颖再度进入其中，一路来到了大殿的最深处。相较于整座热闹的大殿，这片区域依旧是显得比较冷清，只有5大长老坐镇在柜台后面打着哈欠。看到林颖到来，这5大长老顿时变得精神了几分。林颖，你又来了。余盛长老惊疑不定地看着林颖，随后眯起眼睛开口：“5位，好久不见。”林颖淡淡开口：“林颖，你……”余盛开口，不过立即被林颖打断：“上一次我前来卖功法和神通，你们只付了我1半功劳点，还剩下1半，现在可以付给我了吧？”5大长老彼此对视一眼，皆脸色变幻，阴晴不定，一时间陷入了沉默。林颖倒是也不着急，说完之后坐在了不远处，好整以暇，闭目养神。林颖，你稍等。5大长老说着就进入了内殿之中，似乎是前去商议。不一会儿，余盛就拿着一道身份令牌到来了。林颖，我们查清楚了，你上次售卖的功法和神通来历没有问题，剩下的100万功劳点今天就转给你。林颖没有说话，直接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一眨眼，余盛就把100万功劳点赚了过来，加上之前镇压宋长河之时得到的100万功劳点，现在林颖又有了200万功劳点。林颖，以后还有什么功法、神通、武技之类的要前来售卖，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到时候肯定给你个高价。余盛长老开口。5位放心，很快了，肯定还有下次的。林颖则笑了起来，话音落下，就转身朝着其他柜台而去。转身的一刹那，林颖笑容消失，满目尽是杀机。今日是给这5大长老最后一次机会，可惜他们没有把握住。不会有问题吧？这林颖居然只是来讨要那剩下的100万功劳点。林颖走远后，一名长老皱眉，此子登顶星辰榜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如今是整个蛮荒的顶级天才，一个小小的神念师而已，以后能不能崛起还是未知数。自古至今夭折在半途的天才不知何几。于成扫了林颖的背影一眼，
招惹了诸多真传弟子，还有裴千帝圣子。你们觉得这林隐还能活多久呢？一展茶时间后，林隐走出了藏宝大殿，200万的功劳点已经消耗殆尽。回到地岩峰，林隐便开口：“小狐狸。”不一会儿，小狐狸雪梨化作一道白色光影，从地岩峰深处跑出来。林隐，你找我？小狐狸打量着林隐，你看我带来了什么？林隐笑着打开空间戒指，顿时一大堆的灵丹妙药一股脑倒了出来，加上各种珍贵特殊的药材，在地岩大殿的中间堆积在一起，仿佛形成了一座小山丘。哇！小狐狸两眼放光，这么多！林隐，你发财了。嘿，还行，现在不算什么，以后咱们会更有钱。林隐抚摸着小狐狸的毛发，这些都是给你的。真的？小狐狸不禁转过头来，瞪大眼睛。那还有假？林隐道，找一些帮你疗伤的药材和丹药先吃下去，剩下的我们收起来，跟我出门一趟。好。小狐狸急忙开始分辨，不一会儿就吞掉了5枚丹药，还有1株疗伤的药材。看着小狐狸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剩下的丹药，还想吃又舍不得。吃吧，雪梨，很快我就有大量的功劳点，到时候各种好东西咱们随便吃。林隐笑着道，当年6岁之前在九荒流浪的那段日子，孤独无依，别说是各种香气扑鼻的灵丹妙药，饥饿的时候，林隐在路边看到人家喝粥都吞口水。而这小狐狸似乎来自一个叫做祖州的地方，流落九荒天地，亦是无亲无故，孑然一身。抛开彼此已经无比熟悉，这让林隐对小狐狸天生就有一种亲近感。在林隐的开口下，小狐狸又忍不住吞下1枚丹药，然后林隐便道，走吧，小狐狸，我们一起出去几天，去天葬山脉，那里是禁地，你敢去吗？不想去也行。天葬山脉我敢去，反正林隐你又不会骗我。小狐狸说道。林隐道，10天半个月内，这地岩峰之中的古墓应该不会出事吧？小狐狸你觉得呢？不会。小狐狸回答得很干脆，这些天我都没有再察觉到有古墓的气息，没有出事的迹象。那就行。林隐道，对了，小狐狸，你可要把你的东西收起来，别我们走后被人给偷了。你放心吧。小狐狸啃着一根古药，一边说着。很快收拾一番之后，林隐和小狐狸踏出地岩峰，离开了无念道宫。这是重生以来能够御空飞行后第一次如此出远门。虚空中2道身影前行，小狐狸一跳一跳，跟在林隐身后也是非常快乐。这些年隐藏蛰伏在无念道宫内部，平日里小狐狸也不敢乱跑，很少有出门的机会。跟着林隐出门，小狐狸才不怕的。御空而行，脚踩虚无，俯瞰着无尽山河大地，感受着天地之广袤。林隐感觉到神清气爽，心情畅快。在这一刻，仿佛才彻底感受到修炼、蜕变、生命升华后的美妙。不知何时，2道身影终于来到了天葬山脉。林隐目光扫过，就看到这片禁地外面各种天地战车、虚空龙舟、诸般载具更多了，怕是有更多生灵前来这禁地之中寻找上古神木。不只是天葬禁地，其他一些特殊之地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可惜单单这天葬禁地中，这个月已不再有上古神木出世了，这些生灵自然是不知晓的，进入其中也只能够无辜冒险而已。当然或许也有一些气运强大的天命之子能够暗中得到某一座神木的传承，是说不准的。踏入禁地，小狐狸立刻就露出不安的情绪，时时刻刻用灵力护体。还适应吗？林隐轻声道。没事，林隐，我能扛得住。小狐狸点头。扛不住就给我说，这些阴暗的气息我不怕的，可以帮你吸收掉。林隐一边开口，一边带着小狐狸前行，往禁地深处而去。足足1个多时辰过去，林隐带着小狐狸已经深入禁地100里之内。此间天地之中的阴气、瘴气至少是外面的10倍。这种地方，寻常的金刚境、元体境高手恐怕都不能坚持太久时间。不过万界神识护体，林隐没有丝毫不适，反而这里的瘴气、阴气不断被万界神识吸收，源源不断的天路诞生出来。至于小狐狸，坚持不住的时候，林隐便会出手将他体内的阴气炼化掉。虽然有些麻烦，不过带小狐狸来这里，至少能放心，免得自己离开后有一些不长眼的东西再闯入地岩峰中。若小狐狸受伤的事情再发生，那就后悔莫及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小狐狸也能跟着自己历练历练，总是待在无念道宫中修炼肯定不行。前世林隐记忆中那些能够在末法时代崛起的生灵，很多天赋强大的生灵平日里闭关苦修，看似境界极高，然而大多被上界强者轻易杀死。
反倒是一些平日里风餐露宿、历练在外的苦修士，一个个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天赋，能够和上界强者周旋搏杀，获取好处。武者要强大，光是闭关修炼肯定不行，要行走天下，在生死中徘徊历练，才能磨练己身，成就至强的武道之心。林隐前世境界不高，但见识不凡。小狐狸，我传你一种秘术，你尝试着修炼。林隐诉说着，把一种淬体的秘术教导给了小狐狸。这是神魔炼体诀中隐藏的秘术，但和神魔炼体诀功法本身毫无关系。林隐并不怕因此暴露自己修炼的功法。两仪淬体术，小狐狸得到了秘术修炼之法，眨了眨眼睛。林隐，你这是哪儿得到的淬体秘术？好强大，好神秘，竟然比我们妖族的淬体秘术还强。地下挖出来的。林隐指了指脚下的大地。啊，地下。小狐狸聪慧，顿时开口。难道就是地下的上古大墓中挖出来的？林隐竖起大拇指。聪明，我就知道那种隐藏地下的大墓中有宝贝。小狐狸嘀咕着，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地岩峰下面的那座墓找到。不急，以后会有很多古老的大墓出世的，里面都有各种宝贝。小狐狸，你要和我一起好好修炼，我们争取把那些大墓都挖开，挖出宝贝，就能壮大自身，你也能早日回归祖州了。林隐虽然不知道祖州是什么地方，但此刻依旧这样开口，激励小狐狸。好好修炼，林隐，我开始修炼了。小狐狸说着，便如人形般盘腿直立坐在地上，前肢则是贴合在一起，仿佛在打坐。林隐摇头笑了笑，随后便拿出在藏宝大殿购买的一些灵液，还有丹药。要炼化天外神丹，不是那么简单的，自己境界不够，的确需要其他丹药、灵液为辅。盘坐此地，林隐将一些丹药吞服了下去，看向禁地之外。林隐的目光变得冷漠。裴谦帝，还有你们这些真传弟子，这次我林隐不得不前来禁地修炼，但我不可能永远被你们打压。天外神丹，天下仅此一枚，如果在道宫内部炼化，万一丹药的气息散发出去，被感应到，裴谦帝或者其他什么圣子前来打扰到自己，那就后悔莫及了。林隐也是不得不前来这天葬禁地。念头涌动之间，很快他就进入了炼化状态。在这天葬禁地极深处，现在的林隐道也不怕被打扰，那些进入天葬禁地的高手都不可能深入这一带来找死的。便在林隐和小狐狸修炼之时，无念道宫深处，一座无数大阵所围绕的神秘山峰之巅，在此屹立着一座大殿。这座大殿造型奇特，从远处看去宛如一座大鼎。此刻的裴谦帝就盘坐在这鼎形大殿的内部，身躯四周竟然浮现出无比震撼的景象。龙，足足4条龙悬浮在东西南北4大方位，如同将裴谦帝拱卫守护在最中心。每条龙都仿佛在修炼，吞吐着天地间的灵气。在这裴谦帝修炼之间，整座大殿内灵气充沛至极，氤氲变幻莫测。不知过了多久，赫然出现了第5条龙，只是这第5条龙似乎只诞生出了雏形。许久后，裴谦帝吞吐天地大势，居然将4条龙以及那条雏形的龙印吞入腹内。裴谦帝暂时收工，目光阴沉，沉声道：上次化身被林隐这个该死的东西斩掉，让我元气大伤，至今还未凝聚出第5条龙。不着急，九荒天才战还有2年才开启，凭借谦帝你的天赋，必能在天才战开启之前，将九龙归一诀修炼到小成之境，让九龙全部诞生。大殿之内别无他人，但竟然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该死啊！裴谦帝杀气腾腾，林隐此子必死无疑，这次新弟子大比，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千万不要冲动。那苍老的声音竟然是从裴谦帝体内传出的，且不可因此扰乱心境，而且斩杀林隐之事需要慎重谋划，你不可亲自出面，否则你们无念道宫诸位院主甚至公主肯定会亲自下场阻拦你。我不可出面。裴谦帝一脸疑惑，龙老，我不出面，恐怕无人是林隐的对手。的确，连本尊也小看了这个林隐，没想到他居然是天级神念师，新弟子大比，那些弟子恐怕真不是他的对手。那被裴谦帝称为龙老的老者再度开口，不过我这里有一枚乾坤再造丹，你将这丹药交给那个龙子萧无望，再将萧无望收入无念道宫，让他前去参加新弟子大比。许久之后，裴谦帝目光亮起，萧无望，龙老提醒的是，这个萧无望在林隐面前吃了大亏，和我一样也恨不得林隐死去，此人我们倒是可以利用。不错，裴谦帝，记住，林隐这种小人物不值得你动摇武道之心。在本尊的帮助下，未来的你是要破碎虚空，超越九荒之上的存在。这小小的九荒之中，
任何人，任何所谓的天才、妖孽都不算什么，都只是你的垫脚石。目光长远一点。龙老继续开口：“我裴千帝有今日，的确多亏龙老暗中教导。龙老放心，未来我武道大成，必将帮助龙老众生天地间。”裴千帝恭敬开口。翌日清晨时分，无念道宫震动，无数道宫的长老，各种身份特殊的存在都不禁睁开眼睛望向道宫之外。同时，一个消息传遍天下：大蛮王朝龙阁龙子萧无望宣布加入7大圣地之一的无念道宫。便在龙阁一群强者护送萧无望前来道宫之时，道宫之内震撼的场面出现。帝阁所属一大群弟子全部出现，前去迎接。伴随着萧无望的到来，虚空之上今天的大事滚滚激荡。圣子萧无望映入众弟子眼帘，居然亲自迎接龙子的加入。无念道宫的一切，林隐自然是不知道的。清晨时分，大日初升，紫气东来。禁地的深处，林隐睁开眼睛，在这一刻，目光期待，终于拿出了天外神丹。天外神丹，林隐盯着手中的丹药，随后自言自语：逆天改命。这是一枚能够改命的丹药，乃是天地日月宇宙星空之精华孕育而出的无上丹药，不是任何炼丹师能够炼制出来的。自己这一世能够得到这一枚天外神丹，或许这是冥冥之中的气运导致。上一世自己受制于上界生灵，算是气运不济，俗称倒霉。但是这一世自己的运数已在无形中发生了改变。在前世记忆的加持下，大有一种类似于前世那些名震九荒的天才妖孽，只感觉那些天才往往气运强大，福泽惊人，修炼起来无比神速，走在路上随便踢碎一颗石头，可能里面都隐藏着一枚绝世丹药。但林隐很清楚地知道，与那些天才妖孽相比，自己只是因为前世记忆的加持才走到了现在，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得意，得意忘形那是会死的。林隐，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一枚天外神丹吗？小狐狸在此刻睁开了眼睛，好强大，好特殊的丹药，放在我们妖族都是顶级大丹。不错，林隐点头。小狐狸，你帮我注意点四周的动静，虽然不会有人来，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好，林隐你就放心吧。小狐狸警惕看向四周，吞。林隐一口把丹药吞下去，轰隆隆，天外神丹吞入腹，身躯内部居然直接传出了轰隆隆的震动声。林隐身躯一颤，顿时浮现出惊容。猛，好猛的力量！一下子，林隐感觉到身躯出现胀痛感，血肉、骨骼、经脉、神魂，这四样乃是人之生命核心根本，此刻居然全部都被天外神丹的药力所充斥。那滚滚的药力在流淌全身内外之后，居然还剩下一大部分，并未因此而消失，而是堆积在气海内外，难以控制。神魔炼体诀，林隐心中大吼。他知道不及时炼化，药力流失是小事，真把自己身躯撑爆，那都是有可能的。这枚丹药的药力猛烈程度超乎自己想象。不过这个时候，这种逆天功法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神魔炼体诀的运转之下，林隐体内的灵力运转速度一下子开始飙升，10倍、100倍，灵力运转疯狂100倍。在不断运转的过程中，体内的神丹之力丝丝缕缕开始融入灵力内部，融入血肉骨骼经脉之间，那种久违的身躯灼烧感再度出现了。每时每刻，每个呼吸过去，林隐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身躯体魄在壮大，甚至神魂在壮大，生命的本质在产生源源不断的提升。1刻钟后，林隐悄然松了一口气，天外神丹的力量稳住了。这次的确有些冒险，境界不够，强行炼化天外神丹真的会被撑爆。如果不是神魔炼体诀功法实在强大，哪怕换作这蛮荒大地中最顶级的皇级功法，自己都很难坚持，免不得身躯真的会被撑开裂痕、伤口，甚至暴毙。但修炼就是如此，逆天而行，与天争路，这条路上没有人能不冒险。时间流逝，体内的本质依旧在不断产生着变化，不断得到提升。1个时辰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就在一切本质提升的这一刻，魂海之中突然震动，量变产生质变，神魂的本质一下子蜕变，迈入了崭新的领域。同时，魂海之中储藏神念的神窍也在这一刻成功扩张1倍。五重天，林隐心中吐出3个字，他踏入了神窍境5重天，而体内的天外神丹之力仿佛根本没有减少一般，这让林隐无比欣喜。继续炼化，不知不觉2个时辰再度过去，轰，体内再度传出震动，一下子神窍再度扩张，神窍境6重天突破成功。境界突破不只是力量在增强，神魂在壮大，最主要的是灵隐的神念
飙升了不少，恐怕现在已经能够勉强接近一些金丹一重天的高手了。而炼化这种绝世神丹，境界只是顺带着突破而已，最重要的是身躯本质、神魂本质乃至生命本质的蜕变。这几个时辰，林隐的身上逐渐散发出愈发浓烈的紫色神光，那是血脉在裂变。到了此刻，似乎已经要开始产生质变，进行一次无上的升华。天外神丹之中居然存在着一股天地紫气之本源，这一道本源对我的血脉淬炼效果太惊人了。林隐心中震动，哗啦，也就在下一刻，体内血脉哗啦啦激荡流淌，似乎一条平静的小河一下子涌入了山洪，瞬间就变成了大江奔腾。什么？天地霸血！林隐瞪大眼睛，心中大吼：血脉蜕变了，竟然是传说中的天地霸血！上一世那个不弱于月清仙的绝世妖孽所拥有的天地霸血，真是太惊人了，太不可思议了。天地霸血，这已经是记忆之中九荒未来300年中所能够诞生出来的最强霸血了。这种血脉，就算是放眼那些降临者所在的世界，似乎都是顶级的血脉。伴随着天地霸血的诞生，体内的变化终于就此停止。但是那一枚天外神丹的力量，至少还有1半之多都沉淀在了自己的气海之中。林隐知道，这是因为自己的境界不够，其他各种底蕴也不够，以至于天外神丹的力量散发出来，在自己体内暂时饱和了。重生以来，自己也算蜕变神速，但是从小流浪九荒，自己并不像那些大宗门、大种族的后辈，人家从刚降生下来就已经沐浴各种顶级的血脉精华、灵液、丹药、大药，更有甚者，从小喝的都不是水，而是兽奶。一些强大妖兽的兽奶能够淬炼筋骨皮，壮大气血，壮大魂魄。那些生灵如果来炼化天外神丹，会彻底吸收掉神丹的力量，产生种种巨大的蜕变。不过自己现在也不算差，诞生出天地霸血，未来这种血脉如果能继续壮大，那么将不弱于昔日传说中那另外2个炼化天外神丹的强者。重要的是，剩下的药力沉淀在气海中，没有消失，不浪费就是好的。呼，林隐长长吐出一口浊气，很难掩盖自己激动的心情。他知道自己这次算是真的发达了。天地霸血，上一世林隐做梦都不敢想的顶级血脉，哪怕能够拥有天地霸血1/10强度的血脉，林隐上一次也不至于在遗憾中死去重生至今。到了此刻，天地霸血终于诞生，这种顶级的血脉流淌在体内，让林隐有一种如梦似幻之感。从血脉上而言，自己终于变成了曾经无比向往的那种人，那种天才。天地霸血的加持下，好处无限，哪怕简单的运转灵力、运转速度都是以前的好多倍。这些天，其他的蜕变全部都不算。从天地霸血诞生出来的这一刻，自己才拥有了对抗裴千帝乃至斩杀月清仙等上界天骄报仇雪恨的资格。不过我还是不能得意忘形，现在我斩杀元体境9重天的任何高手都手到擒来，实力处于元体境和金丹境之间。但是这还不够，这次裴千帝等一群圣子、真传弟子为了杀我，肯定谋划了许多，甚至有可能一些真传弟子、圣子要亲自下场。林隐念头运转，还有几天时间才是新弟子大比，我要继续努力。就这样，白天和小狐狸再次打坐闭关修炼神魔炼体诀，参悟其中的各种秘术。夜幕降临时，林隐就会带着小狐狸出去，在天葬山脉中四处行走，正好趁机寻找上古神木，可谓是如同苦行僧一般，在这人人畏惧的境地深处风餐露宿。但林隐却是无比的安心，因为整座天葬境地对于拥有万劫神石、无惧各种瘴气、阴气、毒气的自己来说，就是天然的庇护所。不夸张地说，要比在无念道宫中修炼更安全。眨眼间前来此地，已经是10天时间过去。第10天清晨时分，林隐和小狐狸同时睁开了眼睛。昨夜未曾外出，而是在此修炼打坐了一夜修炼与调息，此刻精神奕奕。小狐狸，我们回去了。林隐开口，这次的新弟子大比，你也跟我前去。好呢，林隐。小狐狸一跃而起，就跳到了一处树干之上。这几天我修炼你教给我的淬体秘术，壮大自身，境界也达到了神窍境9重天，比你还高呢。我现在也是高手了，不怕什么。看到小狐狸这副样子，林隐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知道小狐狸这些年来都小心翼翼，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只不过是经历了上次被周巡等几个弟子找上门来，身受重伤一事之后，小狐狸也不敢轻易在地岩峰独自待着了。小狐狸，我告诉你个秘密，那新弟子大比的地方蛮荒深渊之中有惊喜。林隐不禁开口。惊喜？林隐，你既然这样说了，
那肯定就是真的惊喜了，不知道是什么。小狐狸再度一个跳跃，再度来到林隐身边。上古神木。林隐开口道：那新弟子大比之地蛮荒深渊里面也会有上古神木，我们若是开启1-2座就暴富了，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嘿嘿，林隐，我感觉我很快就可以回去祖州了。小狐狸变得雀跃起来。还有，就在这时，小狐狸围绕着林隐转了几圈。怎么了？林隐好奇道。这2日我的境界增强，感觉到你身上的那种气息更熟悉了。小狐狸露出思索之色。什么气息？林隐疑惑地看着小狐狸，他可以笃定自己以前从未和小狐狸有过交集。祖州的气息。小狐狸有些懊恼地摇摇头，还是想不起来。但是林隐，你放心，我努力修炼到金刚境，等境界更强一些，或许就知道你的来历了。你肯定和我一样来自祖州。祖州吗？林隐表情平静。那雪梨，你要加油修炼，早点回家。祖州？对此林隐无感，而且也的确没有任何关于祖州的记忆。和每天想要回家的雪梨不一样，对林隐而言，九荒天地、师尊和几位师兄、师姐所在的地方才是自己的家。很快，和小狐狸雪梨一边交谈着，2道身影一边朝着天葬山脉之外走去。而便在此刻，无念道宫之中已然是热闹至极。放眼望去，群雄汇聚，几乎有一种人山人海的感觉。这也是每年道宫最为热闹之时。道宫收徒已经结束，各种武者、各种势力宗族所属的高手都护送自家那加入圣地的后辈前来无念道宫。这是蛮荒大地无数武者每年仅有的能够前来一次圣地观摩的机会。这是道宫默许，也是借此机会每年向蛮荒众生彰显自身的底蕴，以让明年、后年、未来有更多的天才少年在7大圣地中做选择时能率先考虑无念道宫。是的，按照惯例，道宫收徒结束之后，新弟子大比今日第一时间开启。在道宫很多老人的眼中，这次的无念道宫显然是比以往很多次更加的热闹，因为7大圣地这些天的收徒要数无念道宫收的天才最多。尤其是就在几日之前，大蛮王朝龙阁的2大龙子居然同时加入了无念道宫。龙子尹玄，龙子萧无望。没有人想明白，萧无望在灵界之中彻底溃败，差点就死在林隐这个无念道宫天才神念师的手中，为何反而主动加入无念道宫？是要前去无念道宫找林隐报仇？那岂不是自找没趣？星辰榜第1的天才和星辰榜第10，无念道宫肯定会选择站在林隐这边。龙子身份的确不凡，几乎是天赋、实力、背景的象征，但是放在7大圣地之中，龙子之身份倒也算不得太过尊贵。任何一方圣地也都不需要卖2大龙子背后那大蛮王朝的面子。道宫之中，一处广袤的广场，足足100多位参加大比的新弟子已经汇聚在此地，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个个意气风发，充满期待与斗志。这么热闹吗？林隐和小狐狸回到了道宫，就看到这诸般景象。林隐，你终于回来了，还以为你要食言，躲着不敢参加这新弟子大比。眼前广场边缘，一众真传弟子汇聚在一起，其中一个当日前去过地岩峰的弟子冷笑开口：区新弟子大比而已，我林隐已是金榜第1，放眼内门弟子中都没有谁能够和我一战，岂会惧怕这新弟子大比？林隐耸了耸肩，显得满不在乎，目光朝着眼前的广场扫过去。难不成这些新人弟子真有人能和我相比不成？不过话音落下的刹那，林隐的目光猛然凝聚在了那诸多弟子的一处，熟悉的身影浮现了出来。尹玄、萧无望。林隐目光一沉，没有想到这2人居然会站在那里。龙哥，2大龙子竟然也要参加这一次的新弟子大比。2大龙子神情冷漠，隔着一片真空，目光冷酷至极，眸中的杀意丝毫未曾掩饰，意图不言而喻。林隐不由得看了一眼地阁的方向，心中冷笑：裴千帝，你倒是看得起我。他知道裴千帝还有其他2大圣子，以及当日前去过地岩峰的那群真传弟子，这已经和自己明着来了。到了今日，想要避开这新弟子大比是不可能的。若是不去参战，那等于是被钉在耻辱柱上，不但短时间内无法晋升真传弟子，甚至在接下来任何时候都要受到刁难。一切的公平是建立在实力这2个字上面的，没有实力，就算莫长老这等地级长老都无法帮助自己太多。林隐的目光扫动之下，就看到诸多道宫强者神情各异，有的带有几分怜悯与可惜，有的则是神情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除却温长老、墨川长老等少数长老对自己投来鼓励的目光，
其他众人基本上都是尽可能选择避开与自己产生交集。林隐便明白自己这个星辰榜第一的存在，在这道宫之中，和那些真传弟子乃至各大圣子相比起来，威势还是不够。神念师的地位是一回事，但终究要面对现实。任何强大的神念师之所以受人敬畏，也是因为他能为各种强大的势力武者所用。九荒天地也罢，还是那些降临者所属的世界也好，都是4个字：武力至上。没有足够的武道实力，说什么都是假的。裴千帝，你倒是好手段，各种人都是被你利用的工具，连萧无望这位堂堂龙阁的龙子，背后站着一位降临者，居然都不得不被你所驱使。林隐心中默默道，看来这次的新弟子大比可是要比我想象的热闹10倍。心念电转之间，林隐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全场。2大龙子恐怕并非自己所要面对的全部，不出所料，那位降临者的确到来了。一行云，前世得到神魔炼体诀的那位上界生灵，果然在自己前去天葬山脉闭关的这几日，成功加入了无念道宫。不过此人隐藏的颇深，连面容都有些略微变化的迹象。如果不是有着前世记忆，加上体内的万界神识，绝对辨认不出这是一尊降临者。除却一行云之外，林隐的目光扫过，猛地一惊。太子，周太子。他看到了一名青年，面容普通，并不显山露水，可是化成灰，林隐都不会忘记，那是这蛮荒之中10大王朝之一大周王朝的当朝太子周太子周幽。前世记忆中在末法时代崛起的蛮荒顶尖强者之一，几乎算得上是这片大地中极其顶级的天骄。而且这周幽是少数得到善终的九荒本土生灵，因为他前去了上界。前世记忆中，这周幽并不是属于无念道宫的弟子，准确的说，他是7大圣地之一岁星书院的弟子。怎么这一世会出现在此地，参加无念道宫的新人弟子考核？难道我的重生冥冥中牵扯了一些因果，导致这九荒天地中的某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原本的轨迹？林隐不由得多想了一些。周幽前世猎杀过很多九荒的本土高手，据说岁星书院的一些长老甚至院主最终都死在周幽的手中，等于是以此向那上界投诚，最终获得了飞升上界的机会。林隐心中悄然掠过一抹杀意。前世300年九荒末法时代，最终众生濒临灭绝，见证了那无数残酷血腥悲惨的场面。林隐对周幽这种九荒的叛徒没有任何好感，纵然如今300年前的现在末法时代还未有到来的迹象，但并不能改变林隐对这周幽凡演出一缕杀心。这一世要无敌，但并不能代表着林隐能够忘记过往。热闹，真是热闹。前世的我是一个小人物，这一世没想到我林隐能够和周太子周幽、一行云这些未来站在九荒之巅的绝世强者共同角逐。林隐心中倒是对这一次新弟子大比期待了起来。就让我看看，我和这些未来注定要站在九荒之巅的生灵究竟有怎样的不同与差距。就在这时候，虚空之上一道道神光出现，从道宫深处破空而来，眨眼出现在了这片天地的上空，站在了9天之巅。见过6大院主。这一刻，诸多声音响起，汇聚在此地的无数道宫强者，哪怕是那些地级长老、天级长老，都恭敬开口。林隐抬头就看到6道身影身穿特殊的道袍站在上方的身影，随便一个都是武道凌天、气势非凡的顶级强者，放眼整个蛮荒大地，恐怕都算是绝世高手。天地人神域空，这就是6大道院之主，乃是这无念道宫之中身份无量，仅次于那位神秘公主的存在无数弟子，哪怕是一些聚在此间的真传弟子，眼中都不由得浮现出了尊崇敬畏之色。前来无念道宫这么久，林隐终于见识到了这道宫之中真正举足轻重的大人物，真是不凡。这6位的境界恐怕比师尊没废掉之前的元神境还要强。林隐心灵震动，暗暗思忖，更不用说那位神秘的公主，还有一些隐世不出，未必比6大院主弱小的古老长老了。也就这样的底蕴，才能够在上一世末法时代的后期，带领着一方圣地的一切全身而退，离开九荒。这还只是蛮荒的7大圣地之一，这九荒大陆还有其他8荒，那8荒之中还存在着不弱于无念道宫的庞大势力。既然林隐已经回归，那诸位准备一下，然后动身吧。6大院主之一的一位老者开口，便在给诸位道友一刻钟，对自家后辈最后进行吩咐：告别吧。告别。目光扫过，林隐看到不少站在广场中的新人弟子立即跑向了自家的长辈面前，诸多强者神情凝重，在对自己的子嗣、孙儿、后辈进行吩咐。这看着这一切，林隐的神情有些古怪。
灵隐，这新弟子大比是要死人的。小狐狸用神念传音，突然开口了。我藏在无念道宫好几年了，就知晓一些事情，好像每一次新弟子大比，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弟子死在大比之中。原来是这样。灵隐了然，这才明白为何要给这些弟子留一刻钟告别。对于某些弟子而言，这还真就是告别、永别。莫长老、温长老，突然灵隐看向前方，不禁开口，就看到几名长老朝着自己走来，远没有当日前去地岩峰替自己站台的数量多。瞥了远处一眼，有熟悉的面孔，当初前去过地岩峰替自己说话。不过此刻四目相对，那些人顿时转过视线，当没看到自己。灵隐便知晓，在一些长老的心中，自己这一趟或许已经是死定了，自然就没有来送自己的必要。为此，招惹裴千帝这个圣子自然没有必要。人性使然，灵隐倒是可以理解，并不在乎。对这偌大的无念道宫而言，一次新弟子大比或许只是每年都会开启一次的小事情，但对于每个参加大比的弟子而言，或许就是一次生死之旅。灵隐去参战之时小心一些。温长老认真开口，尽量不要远离，若是离开此次大比的范围，就会很危险。莫川长老低声提醒。我明白。灵隐点头。此次大比在那蛮荒深渊开启，但蛮荒深渊可是广袤至极，深渊的一部分甚至存在于蛮荒地底之中。这次100多名新弟子自然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行动，可以被无念道宫的各种绝世强者所能观察到的范围，否则的话危险至极，全军覆没都不是没有可能。同样是境地，蛮荒深渊和那天葬山脉其实完全不同。天葬山脉可怕的是各种诡异阴暗的瘴气、阴气、毒气，那些气息连金丹境的高手都扛不住多久。而蛮荒深渊的恐怖就在于其中生存着诸多的妖兽，甚至妖族，还有魔族。这诸天有万灵万族，可不仅仅是人族主宰天地。相较于那些上界生灵所在的世界，这九荒大陆便如同诸天的一处偏僻角落。但再偏僻再不起眼，除却人族之外，依旧有一些妖魔存在。那蛮荒深渊中生存的一些妖族、魔族，或许生命的本质都不算高，一些妖族的血脉或许远远无法和雪梨相比，但多年来未曾被灭掉，已足以证明其不简单。不离开道宫几位天级长老、神级长老的视线，就算龙子也不能轻易杀你。莫川长老低声道：你放心，灵隐，你这样的天才，道宫不会轻易看着你出事的。我知道的，长老。灵隐点头。虽是这样回应莫川长老，但灵隐自然不会放松警惕。这莫川长老也说的是不轻易看着自己出事，但如果是轻易呢？自己的命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灵隐只坚信这一点。一刻钟的时间眨眼即逝，一艘无比巨大的天地龙舟突然间出现了，悬浮在虚空之上，简直如同一条威势无双的真龙一般。龙舟出现，6大院主并未踏入其中，而是4位天级长老破空而起，眨眼站在了那龙舟之上。紧接着，一名白发白须的老者，气息浑厚，深不可测，同样从道宫深处而来，踏入龙舟。刚才和莫川长老、温长老几人的交谈中，灵隐得知这位是道宫一尊极其强大的神级长老九黎长老。这次前去蛮荒深渊开启的弟子大比，九黎长老负责亲自坐镇，乃是主心骨。入舟吧，灵隐，记住，排名不重要，活着才最重要。莫川长老认真提醒。灵隐点头，顿时之间带着小狐狸破空而起，眨眼来到了龙舟之上。无数目光注视着灵隐，自然也看到了他肩头乖乖待着的雪梨。雪梨也是神窍境，按理说这不符合规矩，不过道宫各种长老、院主并未因此而说什么。妖气容易外溢，往往隔着较远的距离就能被察觉到。前去蛮荒深渊那种妖魔横行的地方，随身带着一名妖族未必是一件好事。轰隆隆，不多时，天地震动。在那4位天级长老的一起催动下，龙舟破空而去，眨眼就消失在了无念道宫众人的视线中。成了！一群真传弟子相视而笑。从灵隐踏上龙舟的那一刻，就注定已经有去无回。弟子之间都是互相竞争者。无念道宫的各种高层对灵隐这个星辰榜第1的天才神念师无比看重，不代表着这些老弟子就喜欢灵隐。未来灵隐若是晋升真传弟子，必然要享受道宫的培养，消耗不少的资源。相对而言，其他弟子所能分享到的好处，无形中就减少了许多。现在圣子裴千帝既然要对付灵隐，其他一些真传弟子乐意站出来顺带踩一脚，这亦是人性。恭喜萧龙主将除掉灵隐这个心腹大患。诸多前来无念道宫的武者，一部分来到了人群一侧，谄媚般开口。
大蛮王朝如今的新任蛮师萧无望的爷爷萧长风，今日自然也来到了道宫。区区一个后辈，倒也算不得什么心腹大患。不过这次各大圣地的新弟子大比聚在了一起，又在那蛮荒深渊之中开启，危险至极。一部分弟子万一丢了性命，也只能怪他自己命数不济。萧长风显然心情不错呢，走吧，我们也动身前去那蛮荒深渊等着。诸多强者纷纷开口：“诸位，请。”萧长风笑着开口。进入汇聚在无念道宫的部分武者同样动身了，他们也要前往蛮荒深渊之外等着。不少武者都喜欢看这样的热闹，希望见证这次少见的新弟子大比盛景。虚空之中，龙舟前行，很快已经接近了蛮荒深渊。那是什么？无量剑宗的战车？那又是什么？居然是大梵寺的虚空莲台。接近蛮荒深渊时，很多弟子纷纷开口。远处天空中不同的方位，诸般景象出现。蛮荒深渊之外，似乎已经聚集了不少蛮荒大地的武者，虽是禁地之外，居然颇为热闹。此次七大圣地的新弟子大比全部在蛮荒深渊开启。九黎长老背负着双手，站在龙舟最前面开口道：“所以，你们要面对的竞争对手，不仅仅是身边的诸位。七大圣地共同竞逐。”林隐不禁有些意外，似乎有些不正常。这种情况倒是少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按着前世的记忆，这七大圣的现在相安无事，都是表面上的。而事实上，武道争锋，共享蛮荒这片大地的资源，怎能没有恩怨？比如自己加入了无念道宫，那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恐怕就恨不得把自己这个星辰榜第一扼杀摇篮中。同样，无念道宫也不愿看着其他六大圣地诞生出什么惊艳无双的妖孽。暗中的争斗，弟子之间的杀伐，从未少过。只是明面上还有个蛮神府掌控蛮荒，无形中维护着蛮荒的平衡罢了。而这种共同竞逐的新弟子大比，各家弟子在蛮荒深渊中相遇，彼此怕是和气不来，免不了有些弟子会在彼此猎杀中死去。那恐怕不是任何一方圣地希望看到的场面。不好，各大圣地同一日同地点开启竞逐，怕不是那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不会放过我。想到这里，林隐瞳孔猛然一缩，顿时就想明白了关键。可以说，这种情况下，其他弟子或许还好，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怕是增加了数倍。不过，这件事应该不至于和裴千帝有关，毕竟裴千帝在世大遮天，如今也不过金丹境，也不可能左右七大道宫共同的大事。在林隐诸般复杂的念头涌动之下，无念道宫众人已经踏出龙舟。无念道宫终于来了，眼前大地中诸多目光全部凝聚而来，诸强汇聚，各种高手的气息交织一起，各家都有什么神级长老之类的老一辈高手亲自前来坐镇。各大圣地的新人弟子几乎都有100位以上，此刻各自为营，都聚成了一团。来了，那便直接开启吧。各家的高层站在一起，开始迅速商议大比之事。不多时就已经商议结束。嗡！在这一刹那间，天地嗡鸣，一抹天地异象突然浮现，只看到8道大手同时破天而起，在探入苍穹之上的刹那，各自掌心蔓延出一道光芒，8道光芒交织在天空中心，顿时之间就有一道苍天大幕展开。那苍天大幕居然是一张榜位，榜位悬空，最上面赫然显化出4个苍劲的大字：蛮荒圣榜。什么？林隐神情大变。蛮荒圣榜！轰隆！死死盯着那4个字，林隐的心灵震动，脑海中如有惊天狂雷炸响。没有人注意到林隐的双瞳深处涌现一抹浓浓的惊骇，而后刹那间变成了无尽的戾气，杀戮与血腥的戾气。怎么可能？蛮荒圣榜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又怎么能够出现在这里？按照时间推算，至少还有2年蛮荒圣榜才会出世。林隐怎么都忘不掉前世蛮荒圣榜出世的那一日。那一日，蛮荒7大圣地天骄大战，已角逐出最强的10大妖孽，故而7大圣地的强者联手凝聚出了一道崭新的榜位——蛮荒圣榜。蛮荒圣榜有上百个位置，排名前10的最强妖孽，也便是这蛮荒年轻一辈的最强10人，将代表蛮荒参加9荒天才战。而剩下的90个位置，只要能够入榜者，也都能够得到来自7大圣地不同的功法、武器、秘术等各种宝物赏赐。而那是血腥的一天，是林隐终生都难以忘记的一天。当日死掉的人很多，几乎7大圣地都有一些极其出众、惊艳无双的天才身死道消，被一群突然冒出头的争榜者所斩杀。包括整个蛮荒大地中，其他一些惊艳无双的天才也死在争夺蛮荒圣榜排名的争夺战中。那是蛮荒无数势力乃至7大圣地不堪回首的一日。因为死去的天才、妖孽、
实在是太多了。一些未来注定能够超越金丹境、超越法相境，甚至超越元神境的7大圣地顶级天才，几乎死掉了一大半。尚且还活着的，几乎也是元气大伤，根基崩溃，活了没多久便几乎废掉。最终蛮荒圣榜角逐出来了，九荒天才战也如期开启了。但是各大圣地也元气大伤，从那之后，各大圣地便逐渐淡化在了蛮荒众生的视线之中，直到最后悄无声息，消失无踪，仿佛全部都避世了一般。也就是那一天，大师兄木仓生死了。不错，同样死在蛮荒圣榜的排名争夺战中。那种擂台大战、榜位排名大战不可能不见血，就如同这新弟子大比，每一届总会有弟子生死道消。但当时那件事也太诡异了。可是争榜规则就在那里，各大势力都不好追究什么。直到一些年后，一切彻底揭开，上界降临者彻底不装了，人们才知晓那些死在蛮荒圣榜争夺战中的蛮荒天骄，他们的对手都是上界降临的恐怖天才，败得不冤淡，死得冤。可惜等那一切揭开时已经迟了。然而此时此刻，本该在2年之后出现的蛮荒圣榜在此刻出现了，不过并不是记忆中蛮荒大地那些年轻一辈最强者的角逐，而是7大圣地的新弟子大比。那榜位上的排名也不是100个，而是上千个排名位置。此次7大圣地参加大比的新人弟子加起来总共有900多位的样子，这榜位正好可以将所有人容纳其中。或许真的是我的重生冥冥中影响到了某些因果，让某些人和事的轨迹已经发生了变化。林颖心中喃喃，周太子周幽的出现就让林颖难以置信。此刻看到这蛮荒圣榜，再度让林颖意识到或许以后要注意一些了。因为九荒未来的一切不见得会和记忆中的300年完全相同。7大圣地所有参战者各自用神念印记将名字刻印在蛮荒圣榜之上，各大圣地的长老都在开口，众多参战者闻声纷纷出手，将自己的名字隔空刻印在了那蛮荒圣榜之上。此次考核为期1月，诸位进入蛮荒深渊，将在其中寻找争夺圣旗，每得到一面圣旗，将之炼化，自然就会被圣榜所感应到，或许圣旗数量越多，排名越高。记住，此次大比，诸位只在7座天地乾坤大阵的范围内行事，在这般境地中不可乱跑，否则失去天眼的感应，出了任何事情，皆算咎由自取。各大宗门的高层这个时候才开始宣布此次新弟子大比的规则种种。不多时，终于有人已经动身了，一道道身影迅速朝着蛮荒深渊内部而去。小狐狸，我们进去。林颖对小狐狸开口，要跟好我。林颖，你放心吧，我会抓紧你的。小狐狸谨慎点头。林颖体内气血与灵力同时涌动，在下一刻就一步踏天而起，御空而行，带着小狐狸2道身影迅速朝着蛮荒深渊内部而去。走！大地一侧，萧无望神情冷漠。萧无望、尹玄，伴随着林颖的动身，这2位龙阁的龙子顿时破空而起，隔空锁定林颖，终于也出动了。滚滚杀意已然毫不掩饰。悄然之间，没有谁注意到，在几乎同一时间内，刚加入无念道宫并不显山露水的一行云同样动身。而在不远处，无量剑宗、清玄道门这2大圣地的不少弟子也纷纷朝着蛮荒深渊内部而去。唉，一名前来此地的道宫天级长老叹息，这一幕他们自然都察觉到了，但是新弟子大比，规则在此，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林颖这个星辰榜第1的存在，能够拥有不俗的气运，不求排名如何，只求能够在战场之中苟到最后。对于无念道宫的诸多高层而言，对林颖并没有多高的要求，毕竟他的神念师天赋足以傲视蛮荒。星辰榜第1的天才，对他的武道不应该有太多期待，否则那就太苛刻了蛮荒深渊。林颖和小狐狸进入蛮荒深渊的刹那，便已然感应到天地间的一切截然不同。虽无天葬山脉中那诸般可怖的气息，但在这蛮荒深渊之中，却多了一层无形的消杀之气，隐隐间甚至还能嗅到一些血腥气，以及妖气、魔气，乃至杀意。抓紧我，走！没有丝毫犹豫，林颖脚踏虚空前行，一身灵力几乎沸腾，简直运转到极致。在一个气海、2个窍穴的同时加持下，等同于有3大气海源源不断提供灵力，这让林颖的速度堪称夸张，迅速往蛮荒深渊深处而去。2大龙子来到此地时，林颖和小狐狸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边追！萧无望冷笑，同样是天级神念师，天赋强大，他第一时间已捕捉到了小狐狸残留的妖气，锁定林颖的方向。追！跟着那2大龙子，眨眼间，此间再度几道身影出现，全部都神情冷酷，
藏着浓烈的杀机。蛮荒深渊深处，林隐猛地回头，深深看了后方一眼。盯上自己的高手不少啊，这虽是新弟子大比，但未必都是弱者。各大圣地都有类似两大龙子一般，在蛮荒早已拥有一定名气，境界与战力不俗的弟子加入。林隐很清楚，从踏入蛮荒深渊的那一刻起，某些生灵想对付自己，并不会藏着掖着。这种七大圣地一起开启的新弟子大比，需要争夺所谓的圣旗，这无形中就是在鼓励参战者彼此厮杀。不过，林隐冷笑，带着小狐狸几乎是百无禁忌般，一路横冲直撞。林隐，我怕。小狐狸怯生生说道。不怕，有我。林隐说着，不过20多个呼吸，已经前行1000米之外。呼，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林隐驻足在一处断崖之上。不知道这个时候那家伙醒着没？林隐心中喃喃，目光不着痕迹地扫过山崖一处，若是没记错的话，就在那里。然后轰，林隐一拳轰出，滚滚灵力聚成一道硕大的拳芒，轰入断崖正中心。林隐这猛烈的一拳，居然就这样消失了。走！下一刻，林隐抓起小狐狸，一步踏入虚空中。几乎在他们离开100米之外时，哦！惊天的咆哮声响彻，那断崖中心竟然隐藏着一个可怕的天然洞穴。一只庞大漆黑的身躯愤怒冲出，竟是一只高达10几米的巨熊。嗜血暴熊，不是妖族，只是妖兽，但放在这蛮荒大地，也算是妖兽之一种，战力极强。不好！山崖前不远处，两道身影正好到来，不偏不倚，与那毫无征兆般冲出的庞然大物相遇。砰！漆黑的巨爪狠狠抽过去，鲜血漫天炸开，极其血腥。其中一个追到山崖的圣地弟子身躯怦然4分5裂，另一个人惊悚大吼着转身逃跑。巨熊目光凶厉，奔腾大地中，速度居然无比惊人，顷刻冲出几10米，而后高高跃起。砰！那名属于清玄道门的弟子胸膛瞬间破碎，就这样在半空中暴毙。这惨烈的一幕几乎发生在不到10个呼吸之间，简直是骇人惊悚。林隐，这对吗？小狐狸瞠目结舌。很对。林隐眯着眼睛扫了前方一眼，跟我斗，玩死他们。话音落下，直接转身带着小狐狸朝深渊更深处而去。这一场新弟子大比，想要自己死的比起初预想的多。不仅仅是裴千帝可能安排的一切，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这2大圣地就更不用说了，其中参加大比的弟子肯定得到了2大圣地的授意，而且都不可能藏着掖着。甚至类似大梵寺看似与之关系不错，但有些事情说不准。大梵寺下面的弟子若真有其他心思想要杀死自己，也在规则之内。从踏入蛮荒深渊的那一刻起，针对自己的猎杀便已经开启。但是不好意思，这次大比数百名武者的试炼猎人只有一个。片刻之间，林隐和小狐狸的气息就完全消失在这一片大地中。在这荒古般的丛林中前行，很快已来到深渊大比战场的深处。眼前大地中，一面小小的令旗竖在那里，颇为醒目，上面赫然写着一个字：圣。这就是圣旗，此次7大圣地弟子大比的争夺对象，也是关乎那圣榜排名的关键之物。林隐将这一面令旗拿起来，灵力打入其中，瞬息掌控。令旗中似乎就有一道印记钻入了自己的身份令牌。林隐知道，此刻蛮荒深渊之外的圣榜上面，自己的名字后面便已经显现出一个数字1。神木我要找。圣榜排名没有神木重要，但能争也要争，圣旗能夺也要夺。这次试炼，圣榜前10的妖孽都有大造化，能得到一件7大圣地联手准备的诸般赏赐，更重要的是还有一枚圣者果实。林隐心中默默道，上次灵灯金榜第1，道公奖励了自己一枚血灵果，那是淬炼肉身血脉的果实。圣者果实效用和血灵果是类似的，但效果可要好上10倍不止。林隐，那里还有圣旗。这时小狐狸突然开口，看向几10米开外。哦！林隐眼前一亮，迅速朝着小狐狸指引的方向而去。接近此地，几乎顷刻间，一杆小小的令旗再度映入眼帘之中。林隐隔空一抓，令旗就已经来到了面前。林隐极其意外，前世见过一些妖族，甚至见过上界降临的妖族天骄，并不见有太多特殊之处，似乎并没有小狐狸这种本事。小狐狸雪梨居然对天地间诸般气息的感应如此之精准，这算是极其吓人的天赋了。看来小狐狸的血脉不简单，在妖族之中恐怕属于极其特殊的一种了。小狐狸厉害！一边炼化这一杆令旗，林隐一边开口，心情大好，嘿嘿。小狐狸嘿嘿一笑，
似乎也是极其开心，绯红的双目闪烁着一道道光芒，顿时看向不远处。林隐，那里还有圣旗。好，林隐迅速过去，在一片丛林之间再度拔出一杆圣旗，两道身影在丛林之间穿梭，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林隐已经收取了足足19杆圣旗。这一次参加大比的武者900多位，而圣旗的数量更是不少，似乎是3倍出头的数量，足足3000杆圣旗。林隐几乎是最早来到这一带的一批武者之一，以至于此刻根本没有任何的竞争者。在小狐狸的帮忙下，迅速得到这19杆圣旗，这让此次的大比一开始，林隐已有了绝对的优势。按照这样的情况下去，林隐觉得根本不需要几日，自己就能收取数百杆的令旗。在林隐的推算之下，如果能够得到300杆令旗以上，那么几乎能够在圣榜上面稳前10。不出意外的话，这大比到最后，大部分参加大比的弟子手中都是不会有圣旗存在的，就算得到的圣旗也会被夺走。不过天机难测，这世上的事情大多时候往往不会如人愿。就在小狐狸继续指引之下，林隐再度找到一杆圣旗，朝着圣旗抓去的瞬间，吃了一道寒霜般的剑气如要撕裂真空，瞬间从天而降，危机袭来，压迫感十足。在千分之一个刹那，林隐急忙抽身而退。砰！剑气轰杀之下，刚才所立足之地已然炸开。林隐目光凝聚在一道虚空降临的弟子身上，这弟子身穿朴素道袍，灵力浑厚，气血雄浑至极，简直要比寻常同境界的武者强大太多。金刚镜9重天，林隐心中一惊，有些意外。金刚镜放在无念道宫之中，基本上已经是内门弟子的身份了，放在其他6大圣地自然也是一样，也肯定是内门身份，居然会参加这新弟子大比。你一个小小的神窍镜，有什么资格和我争？降临的弟子随手将那一杆令旗拔起，而后冷笑看着林隐。小狐狸，走！林隐神念涌动，沟通躲在不远处草丛中的小狐狸。两道身影当即转身，站住！身后传来森冷的声音。林隐转过身，这才感应到眼前这名金刚境弟子的气息，似乎和当初前去过清玄道门的那些强者有些类似。眼前这位多半来自清玄道门。林隐身为天级神念师，对各种气息的感应比不过小狐狸，其实也是非常精准的。看来我吕轩的运气不错。清玄道门所属的这尊弟子打量着林隐，浮现出玩味之意。身边跟着一只白狐，看来你就是林隐了。怎么？林隐淡淡道。死！自称吕轩的弟子手中长剑隔空一击而出，真空劲气缭乱，荡起风雷之音波，这是颇为狂暴的一剑，锋芒直指林隐，同时将小狐狸也锁定剑气之中。当，如同金铁撞击在一起的音爆声响起，狂暴的气浪在眼前炸开，所有的剑气被林隐瞬发的一拳尽数轰散。紧接着林隐踏出一步，身躯化作一道残影，轰隆，下一个瞬间拳头就抵达前方那吕轩的胸膛，噗嗤，嫣红的逆血喷洒，林隐朝着一侧躲开，免得鲜血溅在身上。骨骼碎裂的声音隐约传出，吕轩飞出数米，后背狠狠撞击在一株粗壮的古树之上，然后坠落地面，抽搐挣扎。你！吕轩面色痛苦，要开口，可是一个字吐出，胸膛剧烈起伏，似乎气息不够出声。你不太行。林隐摇了摇头，顿时一摁，吕轩脖颈咔嚓一声裂响，再无声息，死不瞑目，带着浓浓的不甘心。林隐抓起吕轩的空间戒指，和小狐狸几个跳跃，便眨眼消失在此地。离开千米之外，到了一处幽静之地，林隐才将空间戒指打开，里面赫然存在着3杆圣旗。才3杆圣旗，林隐略有些失望，不过想到自己是拥有小狐狸帮忙，倒也想开了。神念扫过空间戒指中的其他东西，2本简单的武技，还有一些丹药与杂物，几枚地级丹药勉强有点价值，剩下的人级丹药、玄级丹药对于林隐而言显然是垃圾。这是……林隐瞳孔一滞，猛然拿出了一道令牌，属于这吕轩的身份令牌，上面写着清玄道门4个字，果然是清玄道门弟子。不过在那令牌的另一面，赫然是2个醒目的字眼：内门。这吕轩是清玄道门的内门弟子，这是新弟子大比。怎么说，各大圣地都不该有内门弟子参加才对，这是破坏平衡、破坏规则之举。正常而言，就算是他们清玄道门自己人也不会同意才对。清玄道门公然破坏规则，林隐蹙眉。但吕轩已经死了，林隐并不能确定这种情况是否只有这一例，更不能确定这种情况出现是否和自己参加大比有关。清玄道门、无量剑宗、
不会真为了在大比中杀自己，暗自派遣出内门弟子吧？不对，快走！林隐突然色变，朝着身后看一眼，抓起小狐狸，瞬间踏空而起，在那里抓住他。身后几乎同时传来声音，林隐和小狐狸被锁定了。至少10几道身影迅速接近此地，全部都御空飞行，显然至少都是神窍境的武者。林隐甚至感应到了7、8位金刚境的高手。刚刚，林隐想起了刚才那吕轩临死前似乎捏碎了一道符箓，本以为是借助符箓之力对付自己，现在想来应该是在叫人。好快的速度，似乎借助了虚空神行符箓。林隐与小狐狸一边前行，逐渐脸色产生了变化。他感应到了熟悉的气息，准确说应该是前世熟悉的气息不该存在于九荒，唯有降临者手中才拥有的虚空神行符箓。催动那种符箓之下，速度能够暴增数倍，奇快无比。如此一来，10多个呼吸后，林隐来到了一座山峦之上，冷漠看着前方。这些人有虚空神行符箓，自己走不掉了。不过林隐也不想走，他的体内万界神石隐隐在震动。林隐神念蔓延之下，目光顷刻锁定了前方这群人之中的3个降临者吗？林隐心中冷笑，这3个降临者似乎分别加入了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隐藏成了新弟子的身份。这些降临者若是要隐藏身份，不出手暴露体内的血脉、武技、神通、功法这些的情况下，各大圣地还真难以发现。不过在林隐面前藏不住。林隐，你走不掉了，放弃挣扎吧，敢参加此次大比，你注定要死的。一名无量剑宗的弟子冷漠开口。金刚境3重天，和之前死去的那个吕轩一样，在无量剑宗之中多半也是内门身份，并不是普通的新人弟子。看来这场大比本身就不公平。林隐心中自语，想到今日蛮荒圣榜的出现本就诡异，林隐突然觉得这次大比没那么简单。一起上，杀了他！那尊无量剑宗弟子迈步而出，足足15道身影同时冲出，皆杀意毕露。林隐，你还不知道吧？蛮荒追杀令出来了，杀了你，奖励10万灵晶。一众身影冲向林隐，有一名金刚9重天的弟子得意开口：蛮荒追杀令。林隐目光一寒，来不及多想，林隐手中空间戒指一闪，一柄天蓝色长剑顿时浮现，一剑杀出，浩浩荡荡，在雄浑的灵力加持之下，如同一柄真空大龙一般破空而出。前方10几道冲过来的身影瞬间止步，被剑气阻挡在外，一大半的武技根本没有机会杀到林隐面前，就被一剑抹杀掉。轰！林隐右手持剑，左手轰然一拳轰出，真空激荡，剩下的几道武技光波被一拳打散。小狐狸，小心点！林隐留下一句话，身躯已经消失在原地，瞬间迈步真空，如同一道残影。嗡！真空剑气激荡，林隐从天而降，杀入15道身影之间。找死！一群武者面容狰狞，不禁冷笑。2个金刚境同时出手，一柄战剑，一柄战刀，朝着虚空刺穿而上。砰！猛烈的气劲碰撞在一起，虚空降临的剑气简直是一道凶猛的天地洪流，没有太多的技巧，唯有蛮横的劲气宣泄而下，淹没了这片大地。2大金刚境笑容顿时化作惊恐，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彼此力量碰撞交接的刹那，手中的武器就脱手而飞。照面之间，2道身影止不住暴退。去死吧！林隐来到其中一人面前，声音森寒彻骨，面容无情，手中的剑已经刺穿了其喉咙。不！另一人惊悚，发出尖锐的嘶吼，拦住他！这一瞬间，有几人还想上前阻拦。林隐冷哼，脊背猛然一震，一股强大的劲气冲出4肢百骸，浑身上下笼罩一层淡淡的血色光芒。他的本体横冲而出，外面的血光居然如同一道钢甲一般，显现出了惊人的防御。无视几人轰杀出来的武技，横冲直撞，将几人撞飞，瞬间就来到剩下那个金刚境的面前。赤！右臂如闪电般探出，一剑穿透其眉心。再死一个！我修行的武技和神通太少了，面对这么多人的围攻，倒是受到很多限制。林隐念头一闪而逝。不过无妨，这种弟子大比，好处便是磨练自身，在战斗与厮杀中弥补自身不足，发现修炼的问题，这是好事。今日自己体内如同3大气海同时存在，灵力雄浑程度是这些人的数倍以上，加上天地霸血以及强大的神念，就算是强行用蛮力压迫，都能压死这些人全部。就在这心念电转之间，林隐手中长剑连连刺杀出去，洞穿真空，几道身影惨叫着再度倒下。杀我！10万灵晶的悬赏，10万灵晶的确可观，
你们有命拿吗？林颖露出讥讽之色，身躯一个跳跃，一人一剑破开真空，刹那之间无与伦比的一击直接将空间破开，手中的剑居然离体而出，瞬间从又一尊金刚境的脖颈中间穿透而过。下一刻神念涌动，那剑体已经隔空飞来，再度回到林颖手中。剑术，昔日林颖并未苦修过，只懂得一些简单随意的剑招，但耐不住他的神念实在强大，隔空御剑，杀伤力也足够恐怖。看似是以神窍境对抗一群同境高手，甚至越阶挑战金刚境，可在林颖自己眼中，是这些人挑战自己。这是以上伐下，逃，只剩下2个人苟延残喘，惊悚逃离。林颖笑了起来，一步踏空，如同离弦之箭，瞬间来到前方，大手扣杀而下，轰在一人肩头，血溅这片大地。这尊来自无量剑宗的弟子惨叫着倒下。林颖转过视线，手中的剑体再度破空一击贯穿出去，吃了！真空传出刺耳的音爆声，速度太快了，几乎只是一道光影掠过，那另一尊反方向逃走的弟子踉跄几步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五脏六腑都已经被这一剑刺穿，暴毙而亡。好强的霸血！那3个将领者不慌不忙，似乎就是在等各大圣地的弟子死去。其中一人盯着林颖，眼中浮现出贪婪之意。放在我们大日道院中都是顶级的血脉。另一人眼中的贪婪更要溢出，将你的血脉夺了，我回去之后必能成为大日书院正式弟子，不必再当个外门杂役了。天外天，大日道院的外门杂役吗？林颖眯起眼睛，不疾不徐地说道。你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天外天？3人彼此对视一眼，全部露出警惕之色，甚至有些惊悚般盯着林颖。大日道院上界，也便是林颖口中天外天所属的庞大势力，在这下界之中不可能有任何生灵知晓才对，毕竟第一次天门开启并没有多长时间，关于上界的一切在这9荒天地之中并未暴露出分毫。但是现在林颖吐出了大日道院4个字，先拿下他，这小子不对劲。其中一人沉声开口，杀！3道杀音几乎同时响起，伴随着音波激荡，3人顿时散开，在顷刻间呈三角之势将林颖围堵其中。天地人3才杀剑，声音激荡，3柄杀剑同时刺杀而出。嗡！这是当面刺杀，却让林颖避无可避，剑气光波炸开，真空荡起了3道无形的涟漪。神魔钢甲！林颖冷笑，一身灵力狂速运转，瞬间在身躯表面堆积。奇异的一幕出现，居然在体外诞生出一道宛如晶体般透明的战甲。当当当，剑气同时轰杀在战甲之上，似有火花电光溅射而出，居然破不开这战甲的防御，只留下3道印痕。这林颖果然有古怪。3人神情顿时变得凝重，各自深吸一口气，如同吞吐天地灵气，一身灵力与气血完全运转到了巅峰，剑气缭绕天地间，再度朝着林颖袭杀而来。嗡！林颖手中剑体一震，一剑当空贯穿而出，瞬间将前方一人刺杀过来的剑气轰碎。便在下一刻，仰天长啸，林颖纵身一跃，便如同一尊人形猛兽扑杀而出。一人一剑，从天而降，闪电般一剑横扫而出。你！眼前这尊降临者神情大变，可惜来不及吐出第2个字，抽身闪避，勉强避开了被林颖一剑将脑袋斩了的后果。可是半边胸膛哧啦一声，鲜血渗出，身躯一个踉跄，连续退避10几步，几乎瘫倒在地上，差一点心脏都被一剑斩开。金刚9重天，甚至半步元体境，这已然是能够进入蛮荒深渊参加此次大比的境界之极限。再往上，真正的元体境弟子参加大比，那就太离谱了。就算各大圣地要搞一些黑幕，依旧离谱至极，不现实。可惜金刚9重天哪里是林颖的对手，不过是大日道院的杂役而已，奴才一样的东西降临到这9荒之中也敢颐指气使。林颖话音落下的时候，已经来到前方，一剑从真空定杀而下，无比精准。那尊降临者的脖颈中间一道血洞赫然出现，呵呵，喉咙中发出拼命喘息的声音，可惜只坚持了3个呼吸就彻底闭上了眼睛，身躯一动不动，好像被林颖活生生一剑钉死在地上。几乎在这同一刻，后背2道身影出现，无比凌厉的2道剑气轰杀在林颖后背脊梁之上。林颖身躯震颤，随后冷漠转身。什么？2个降临者神情同样大变，不是震撼，简直是惊悚。霸血不是体质，林颖有天地霸血在身上，但却是普通凡体，但是肉身防御怎么这么强？轰轰，2道拳头瞬息而至，同时轰在这2人的肩头。
面对面，两大将领者只感觉到自己好似承受了洪荒猛兽的一击，或许是一个呼吸，或许是千分之一个呼吸刹那，两人只感觉毁灭般的劲气透体而入，自己的身躯完全不受控制，竟然被林隐生生轰飞至半空。吃了！林隐挥剑，当空一剑斩出，如同一道半月形的剑光掠过，砰砰，坠落大地的两具身躯几乎二分为四，三大将领者全死，死不瞑目。未曾亲眼目睹林隐镇压宋长河的场面，即便知晓林隐是无念道宫的金榜第一，但终究不会相信林隐有那么强。毕竟能在神窍境随意猎杀金刚境甚至元体境的旷世妖孽，上百年未必能出现一个，而那种妖孽又不可能18岁还只是神窍境。可惜运气不好，偏偏就遇到了这种人，遇到了林隐这个不久前才重生而来的怪胎。厉害，林隐！小狐狸在丛林中窜出，顿时开口：不算什么，雪梨帮我把那些空间戒指翻一下。林隐开口，雪梨闻声顿时朝着之前那些死去的弟子而去，10几个空间戒指很快送到林隐面前，果然都是内门弟子。这些空间戒指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各大圣地的内门身份令牌，不过让林隐没想到的是，不仅仅是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居然还有一名来自蛮神道院的内门弟子死在这里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吗？林隐沉吟，师尊陆长空如今是蛮神道院的长老，自己虽是无念道宫弟子，但某种层面上也算半个蛮神道院的弟子。对自己这个星辰榜第一人，蛮神道院甚至不需要刻意拉拢，未来都能和自己走得很近。显然没有冒着与无念道宫翻脸的风险，在这场新弟子大比中对付自己，只能是死掉的这位私自贪婪因蛮荒追杀令而出手了。蛮荒追杀令，林隐闭上眼睛，记忆浮现。蛮荒有一座城叫暗城，顾名思义，这暗城就是一处黑暗之地，乃是秩序崩坏、规则不存的地方，亦是整个蛮荒最大的黑市所在之地。而暗城之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势力，叫做往生殿。这往生殿做的事情便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想要斩杀任何对手都可以前去找往生殿。不过往生殿要价极高，寻常武者、寻常势力负担不起。但是没关系，往生殿可以当中间人替你发布蛮荒追杀令。蛮荒追杀令发布出去，任何人都可以前去追杀目标，一旦攻城便可带着人头去找往生殿领赏，而往生殿只收取30%的中间费用，只是10万灵金。我林隐的人头倒是不便宜。林隐冷哼一声，只是10万灵金可是无比夸张的数目，能够出得起这般价钱的人会是谁呢？裴千帝、大蛮王朝、无量剑宗，或是清玄道门。无量剑宗和清玄道门堂堂两大圣地，要对付自己不至于会借助往生殿的力量，更不需要耗费10万灵金来发布什么悬赏令。往生殿要收取30%的中间费用，那加起来可就是13万灵金。灵金不是灵币，一枚灵金相当于10万灵币，算下来这可是相当于100亿的灵币，足以维持蛮荒的一座城池运转数年。放在无念道宫之中，100亿灵币也相当于上亿功劳点了，非常夸张。裴千帝肯定能拿得出10万灵金，同样拿得出上亿功劳点。不过这裴千帝可是无念道宫的最强圣子，实力强大，傲气无双，乃是当世少见的旷世妖孽。这种人心高气傲，要斩杀自己这么一个神窍境的武者，不可能愿意付出如此代价。林隐念头运转，开始不断推演。如此一来，推演的结果昭然若揭，就只剩下大蛮王朝了。若真是大蛮王朝，我和你们没完。林隐心中冷哼，随后隔空一抓，就把足足30杆圣旗抓捕到了面前，丢入空间戒指。这批生灵足足18人，但加起来也才拥有30杆圣旗，不过倒也不少了。现在手中的圣旗数量已经有了50多杆。收起令旗后，林隐神念再度一扫，这些人的空间戒指内其他一些丹药、药液、功法、武技等等一切都不值钱，在林隐眼中基本上都是一些杂物，连地级丹药都少之又少，简直是毫无价值。失望摇了摇头，林隐便看向3个降临者的尸体，隔空一抓，3道圣者印记顿时破空而起，眨眼进入林隐的体内。小狐狸，先离开这里。林隐带着3道圣者印记和小狐狸迅速离开这片场域，离开3里之外后，才和小狐狸待在了一处不高不低的峰峦之上。林隐盘坐此间，打坐调息，同时炼化圣者印记。圣者印记很快被万界神石所吞掉，不一会儿，万界神石已经凝练出了足足180地的天路。林隐将之储藏起来，
积攒下来，留着冲击境界。现在神窍境6重天，这个境界不算高，但比当初燃血境、血魂境强大了太多。再想要借助天路而突破的话，恐怕至少要上万滴的天路，甚至数万滴，那等于是要用金来算了。我的天赋还是不行啊！林隐由衷感慨，回想这些天进步的确神速。不夸张地说，就算是无念道宫的6大圣子之一，在这几个境界内，恐怕突破速度都没有自己快。但林隐很清楚，自己是借助了万界神石，靠着天路来突破，以及在那天藏境地中和琉璃宫圣女叶青衣以及魔女共度一夜，一起同修而产生了巨大的蜕变，还有之前得到的那一枚天外神丹，让自己连破几重天，都算是因缘际会。有今日之境界，并非自己苦修而成。林隐，你的天赋还差，放眼这整个无念道宫，天赋能超过你的，恐怕也就那极少数的真传弟子，还有6大圣子了吧。小狐狸雪梨轻声安慰道，而且你现在可是拥有了天地霸血，这种血脉我好像在记忆中知晓，在祖州都算是极其少见的强大血脉了。天地霸血在身上的确是不差了。林隐皱眉，但是我总感觉到哪里有些不对劲。在前世的记忆中，林隐可是知晓，基本上金丹境之前的境界都不叫境界，对于一些天赋强大者，突破起来都没有多艰难。正常来说，在神窍境这个境界之内，一尊拥有天地霸血的天才突破起来简直如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但自己显然不是这样的。现在让林隐冲击神窍境7重天，几乎没有什么把握，除非积攒几千滴甚至上万滴天路，或将体内天外神丹残留的力量炼化，才有突破的自信，但这明显不正常。然而自己的身躯明明没有问题，也没有任何伤势，这一世自己掌控万界神石的状态下，更不可能有什么封印、印记之类的存在于体内，以限制自己修炼。但是突破的速度、修炼的状态却并不尽人意。罢了，不想了，我有万界神石，怎么都不差。未来诸多神木开启，我的天赋还能蜕变。林隐不再多想，很快便调整好状态，和小狐狸在这蛮荒深渊中继续前行，四下寻找着圣旗。不知何时，夜幕逐渐降临，新弟子大比的第1日落下帷幕。诸多进入蛮荒深渊的武者也都不敢妄动，无形中这片大比的区域逐渐陷入了平静之中。而林隐和小狐狸却是例外，依旧在古老的陵墓中穿行着。夜幕之下，黑暗笼罩，清气退散，阴浊之气出世，这是最容易感应到大墓之气的时候。林隐的记忆中，5天之后，这蛮荒深渊会有一座上古神墓出世。不过林隐很清楚地知道，那座上古神墓大概率是5天之后被人发现，而并不代表着就注定会在5天之后出世，或许早就已经出世了，只不过暂时未曾被人找到而已。林隐，我感应到了大墓之气。小狐狸突然神念传音，谨慎开口。哦。林隐眼前一亮，带路。小狐狸急忙窜动而出，在丛林中穿行。林隐的速度也很快，2道身影悄无声息般前行近1000米之地，出现在一片古林之间。大墓之气消失了。小狐狸四下观望，一时间迷茫了起来。而林隐神念笼罩四方，同时暗自引动万界神石，同样没有发现异常。那里好像又有大墓之气。小狐狸突然看向林隐，指了指前方，去看看。林隐点头，2道身影片刻间前行数百米。小狐狸再一次迷茫起来。林隐，我不是故意的。小狐狸开口，有些懊恼。此地的确有大墓之气。林隐开口，盯着脚下的大地。月光笼罩下，隐约可见氤氲的气流溢出地表，在真空之间扭曲变换。但是很快，没等林隐仔细感应，气流就消散在天地间。那气流正是大墓之气，但万界神石却没有任何异动，代表着此地并没有上古神墓存在。林隐神念不断查探，感应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端倪。不对，这是地脉紊乱。沉默许久，林隐眉头皱起。地脉一旦紊乱，天地间的诸般气息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变化，比如正常是清气上升，浊气下沉，但地脉紊乱时就会出现清气下沉，浊气上升，截然相反的情况。山河大势也会因此而改变。这种情况很少见，往往只有在天象变化乃至天地产生某种巨大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地脉紊乱。7大圣地一起在此开启新弟子大比，应该会有各大圣地的高人提前感应天地变化，查看地脉天象，以确保大比之地不会出事才对。但这只是大比第1日落幕，怎么会出现地脉紊乱的情况？蓦然或许是心底的本能。林隐猛然抬头，神色在变，就看到
那夜空上方的月光好像突然蒙上了一层血色的面纱，而不知何时天眼消失了。在这场大比开启之时，大比所在的区域都有几座大阵笼罩，同时还有7大圣地的高手动用秘术，联手凝聚而出的一道天地之眼悬挂虚空中，俗称天眼悬空。那天眼时刻监察深渊中的一切，以确保大比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但此刻林隐骇然发现，那天眼已经消失了。地脉紊乱，天眼消失，不会封锁这片地狱的大阵也消失了吧？林隐突然色变，喃喃自语：诡异，太诡异了。几乎在林隐思忖着一切之时，轰隆隆遥远的大地之外，似乎隐约传来隆隆的颤音。大地在震动，如猛兽出巢，又如亿万匹烈马奔腾而来。大地的震动愈发强烈。不好！林隐大惊失色，血云遮月，天眼消失，大阵消失，地脉紊乱，加上此刻大地的震动，这让林隐顿时想到了前世看到过的景象。兽潮来袭，放眼整个蛮荒大地中，就属这蛮荒深渊之中生存的妖兽最多。这次的新弟子大比考核之所以几乎看不到妖兽，就是因为这片外围区域的妖兽都已经被清除掉了，即便有遗留，也是7大圣地故意遗留一些来锻炼这些参加大比的弟子，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危险。但现在笼罩这片场域的大阵在地脉紊乱、天象变化的状态下陷入了沉寂之中，那自然而然阻挡无数妖兽魔族的屏障消失了。原本对于那些妖魔而言，7大圣地弟子的历练场域本是禁忌之地，一旦闯入必死无疑。然而现在所有的危机麻烦全部都消失掉了。只是这种情况才刚刚发生，无数妖兽为何便直接侵袭而来？兽潮出世的情况几乎不可见，除非此地有什么逆天的神物，如同一些顶级的大药、特殊的果实，能让妖兽产生无上蜕变的宝物出世，才有可能让兽潮涌动。小狐狸，跟我走！林隐当即开口。小狐狸急忙点头，当即窜动到林隐的肩膀上，警惕看着蛮荒深渊的深处，不敢妄动。林隐转过身，脚踩虚空，顿时朝着蛮荒深渊的出口而去。这种兽潮简直危险之至，真陷入其中几乎要九死一生。林隐虽然对这蛮荒深渊非常熟悉，但也不敢逗留。什么新弟子大比，什么圣榜排名，都一边去，活下来才是硬道理。前行大约110米，林隐救我！下方林木之间有声音传来。林隐目光扫过，顿时就看到一道身影痛苦躺在那里。叶青衣。林隐看到了熟悉的面孔，好自为之。林隐冷笑，瞬间化作一道流光破空而去。他是谁？小狐狸好奇。不管他，逃命要紧。林隐开口。林隐，快救我！前方半空中一道声音再度传来。林隐目光一瞥，就看到又一道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居然是聂菲儿。救你！聂菲儿，你怎么会在这里？林隐开口。受伤了。林隐，我被妖魔所伤，重伤难治。聂菲儿顿时点头，轻视容颜之上浮现出2滴泪水。我见犹怜，没有人看到这一幕不生出恻隐之心。好吧，让我解救你，你不要慌。林隐止步来到聂菲儿面前。林隐，多亏遇到你。聂菲儿朝着似乎松一口气，朝着林隐的胳膊挽来。轰！真空爆炸，天地裂开，毫无征兆的一拳横空而出，寸劲瞬发，打出了一道天地极爆。这是何等狂暴的一击，恐怕无念道宫一些真传弟子都挡不住这样的一击。眼前的聂菲儿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刹那间被一拳打穿了胸膛，身躯踉跄，几乎被打得4分5裂。林隐，你……聂菲儿楚楚可怜，绝望而哀怨地看着林隐。你居然伤我！话音未落，俏脸之上顿时被恐惧所挤满。嗡！这片真空之中，空间传出了嗡鸣颤音，荡起了一道无法形容的诡秘波动。这是神念，属于林隐的神念，在这一刻如同一道席卷肆虐的风暴轰出前方。砰然一声，眼前的聂菲儿彻底爆炸了。更加诡异的是，那身躯爆炸之后未曾有任何的鲜血散开，居然成了一缕缕漆黑的雾气。这诡异的雾气甚至在这片场域内凝而不散，仿佛有着无穷的怨念与恨意，对林隐和小狐狸展开侵蚀。哼！林隐冷哼一声，沟通万界神识，当空一抓，居然将所有的黑雾全部囊括掌心，就这样吸收了进去。魂海之内，万界神识顷刻凝聚出10滴天路，不多，但也是惊喜了。要知道，炼化一道圣者印记也才5、60滴天路，这是什么东西？小狐狸露出惊悸之色。域外天魔。林隐神情凝重，
域外天魔生存在九荒之外阴暗星空角落中的诡异生灵，怎么会出现在九荒之内？而且正好出现在这蛮荒深渊之中。今夜的一切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诡异。就算有着前世的记忆，此刻林颖也有些捉摸不透。刚才那个女子是域外天魔变成的。小狐狸惊悚道：这太可怕了，防不胜防。你是怎么没被迷惑的？不要贪婪，保持清醒。林颖趁机教教小狐狸道：刚才域外天魔所变化的2个女子都是金丹境的高手，你要想想，连金丹境都沦落到向我求救了，就算他们并不是域外天魔伪装，我们也不能救，否则就是搭上自己。我懂了，林颖，金丹境都打不过的对手，我们上去更是送死。小狐狸眼中掠过聪慧的光芒。雪梨聪明。林颖不禁开口。嘿嘿，那是。小狐狸嘿嘿一笑。林颖，也就你教雪梨这些了，还能和我说说话。你不知道，这几年我自己藏在无念道宫，都快闷死了。雪梨，你一定要跟紧我，知道吗？听着小狐狸的碎言碎语，林颖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眉头再度皱起，目光已经凝聚在前方。那片大地中气息混乱，7、8个武者在互相厮杀，居然都是参加试炼的弟子，都被域外天魔迷惑了心智。林颖摇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而去。救命！前方大地中传来惊悚的声音。林颖来到此间时，2名神窍境的弟子胸膛都变成了空洞，5脏6腑都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神魂在挣扎，求救几声便已虚弱了下去，眨眼破碎消失掉。吼！妖兽怒吼惊天，足足10几头妖狼瞬间朝着林颖和小狐狸扑杀而来，凶残无边。林颖手中剑体出现，一剑斩杀了出去。吃了！真空被完全撕裂，足足4颗榔头瞬间飞了出去，喋血当场。啊！雪梨害怕。小狐狸突然大叫，一边开口却一边挥动爪子，一击轰出去，前方1头妖狼直接被轰飞。这些低等的妖兽好像打不过雪梨呢。杀死1头狼妖，雪梨仿佛对林颖开口，又似乎自言自语：雪梨，不要大意。林颖一剑横空，剑光宰杀着眼前剩下的妖狼，一边谨慎盯着前方黑暗沉沉的天地之间，妖异的血光时隐时现，朦胧的光雾深处似有重重幻影在闪烁。不，那不是幻影，而是真正的妖兽。兽潮前来的速度比想象的更快，深渊彻底乱了，四面八方都是妖兽的身影，疯狂冲击着一些7大圣地的弟子。诸多参加大比的弟子，或3、3、2、2，或10个8个，彼此簇拥在一起，暂时凝聚出人形战阵，勉强抵抗着妖兽的冲击。地上的鲜血聚成小溪，不知是妖兽之血，还是这些弟子的血。林颖根本来不及感应一切，就在这时，吼！浑厚的音波激荡，似藏着神秘的力量，能影响人的精神意志。林颖心震，猛然一剑轰出，几乎同一时间，眼前密林中3道身影扑杀而出，皆身形高大，漆黑的身躯之上布满了特殊而魔性的纹路，散发着狂烈的气血。魔族！林颖蹙眉，当一剑轰杀在中间的身影胸膛之上，居然一串火星溅起，如同轰杀在一颗亿万年的铁石之上。不等林颖反应过来，另外2道身影扑杀到面前，轰轰，2道钢铁般的拳头一左一右轰在林颖肩头。林颖的身躯本体几乎被这般蛮力打得横飞半空中，双肩一抖便将劲气卸掉。林颖暗暗震惊，魔族的肉身太强了，这拳头中的力量凶猛狂烈，正常的神窍境恐怕一个照面就会被废掉肉身本体。还好自己拥有天地霸血加持，加上修炼神魔炼体诀，肉身本就坚韧。顷刻间，林颖收起手中的剑，这柄剑只是勉强能用，却伤不了这3大魔族生灵的身躯本体，反而不如林颖的双拳有用。轰隆！林颖拳芒瞬发，而后轰然杀出，一击便是天妖拳，拳芒降临，如一尊大妖降世，蛮横狂暴。吼！眼前一尊魔族发出痛苦的低吼，被林颖一拳打得后退数十米。魔族气血旺盛，天生肉身强横，这种仅仅神窍境的魔族，肉身本质居然能和我们人族的一些特殊体质相比。林颖心惊，同境界之下，若是3个人族武者，自己简直能将之碾压。然而此刻面对3大魔族，只靠着天地霸血的加持，居然并无太大的优势。不过这世上的万灵种族各有擅长，魔族气血旺盛，论神魂可不够强。就在那3大魔族再度冲上来之时，林颖厉声开口，神念风暴。嗡！真空之中，一道无形的波动蔓延开来，如同一道席卷天地的虚无风暴，肉眼无法看到，只能神魂去感应。3大魔族的身躯在半途之中猛然一滞，然后下一刻
面容因痛苦而扭曲了起来。噔噔噔，身躯踉跄几步，不甘的怒吼声响起，而后轰然倒地，竟是当场暴毙而亡。三大魔族的神魂却是在一个照面之间被灵隐的神念给冲死。看着3具尸体，灵隐神情冷漠，天下公认，神念师借助阵法掌控天地风云，山河万道之力，可做到一念遮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单论自身战力和武道境界，若是正常上了擂台，往往战力羸弱，不可与寻常武者相比。其实都错了，只不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世上有剑圣，有刀圣，有枪圣，但未曾听说过有谁能在剑道、刀道所有领域全部精通，能全部达到极致巅峰。就是因为精力不够，时间不够，走上了神念师的路，武道修炼自然就少了精力。但不代表着神念师不够强，神念师不弱，反而比寻常武者更强，只是这天地之间，古往今来适合神念师的功法、神通、秘术都比较稀少罢了。这也是灵隐没有跟着师尊前去蛮荒道远，而前来这无念道宫的原因之一。无念道宫有一种神念师专属的功法，一念无限功，那是前世记忆中上界降临的顶级天骄都为之眼红的功法。此次大比之后，晋升真传弟子，灵隐就有资格去修炼了。一念无限功到手之后，修行其中的各种手段，那以后再面临这种情况，在战斗之时就不至于如此笨拙了。要知道，刚才斩杀这3大魔族的神念消耗，如果用来催动神念之道的神通，那么杀伤力、破坏力至少增强数倍以上，恐怕走不掉了。便在斩杀3大魔族之后，灵隐凝重看向远处，隐约间喊杀声震天，蛮荒深渊更加混乱，一尊尊参加大比的武者惨死。这里很多都是新人弟子，本来就境界不高，在这等境况下，恐怕都是九死一生。天地变化导致7大圣地的大阵失效之后，紧接着便是兽潮涌动，还有魔族，域外天魔不出意外的话，还有少数的妖族。这蛮荒深渊中生存的可怕生灵都在今夜出动了。冥冥之中，仿佛是针对7大圣地这一场新弟子大比的阴谋一般，又好像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这让灵隐的心情沉重，有种莫名的不安。灵隐，要解救他们吗？小狐狸怯生生说着，看向远处，那里一名同样加入无念道宫的新人弟子，此刻被一群妖兽围攻，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便要死去。不救。灵隐的回应很干脆，心中倒是意外，小狐狸心善，居然在这个时候想要救人。也怪不得，身为妖族，待在无念道宫数年时间，道宫的那些高层却并未为难小狐狸。但是灵隐看着小狐狸，我们也只是神窍境，今夜能否活着都不一定，留着灵力活下去才是重要的，救人是7大圣地该操心的事情。哦，我懂了，灵隐，不能把自己搭进去。小狐狸点头，对。灵隐回应着小狐狸，来到眼前3具魔族的尸体前，神念涌动，隔空一抓，3枚漆黑透亮、拳头般大小的晶体就被抓出来。这是魔核，不像是人族，气海特殊，能容纳无穷力量。魔族体内的气海并不强，容纳不了多少力量，最主要的力量源泉乃是魔核。灵隐沟通万界神识，力量包裹之下，几乎眨眼间3大魔核就变成了一堆碎屑粉末掉落，被万界神识吞噬了其中的精华。6滴天露，灵隐有些不满意，不过很快就想明白了，万界神识吞噬的乃是魔核本身的材质精华，而并不是其中的灵力，所以诞生的天露很少。只能说神窍境的魔族魔核本质不够强，但是好在今夜出动的魔族恐怕不少，若是能猎杀到不少高境界的魔族妖族，或许自己能够积累到大量天露，一举破开大境界，直达金刚境，甚至扣开原体境的那一扇门。祸福相依，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既然暂时出不去这蛮荒深渊，那就不出去了，先获取好处，等待7大圣地的救援。此间的一切，外面7大圣的肯定以第一时间知晓，接下来各种顶级高手应该都要到来。猎杀。灵隐看向远处，一缕战意开始激荡，而此刻的灵隐乃至被困在蛮荒深渊中的其他诸多武者，全部都没有发现那血云遮月的上方，幽暗诡秘的夜空深处，隐隐间出现了一道门户的轮廓。神秘的门户不断凝聚，逐渐成型。恍惚之间，在门户的内部似乎浮现出了天地山河日月乾坤的画面，那仿佛是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天地，其中蕴藏着无尽浩瀚与神秘。此时此刻，伴随着门户的不断诞生，似乎2个世界之间的通道正在不断的打开。只是这一幕9荒大地没有人发现。蛮荒深渊，血腥的气息弥漫，充斥在天地间每一处角落。远处传来惊恐而绝望的惨叫声，有人在仓皇逃窜，
很快被淹没在兽巢之中。有神窍境的弟子已能破空飞行，妄图御空而去。然而刚飞到半空中，就被一群飞禽猛兽的铁爪轰穿身躯，眨眼只剩下一堆白骨从天空坠落。兽巢彻底淹没了这一片大比的区域。按照林隐前世的记忆来对比推测，这兽巢加上其中的魔族、妖族，恐怕不下10万。和小狐狸穿行在丛林中，林隐也在肆意挥洒着手中的剑，不断猎杀着。一只只妖兽倒在血泊中，可是更多的妖兽接踵而至。虽然和小狐狸这般妖族仿佛是同种同源，实则几乎完全是2种不同的生命体。这些妖兽几乎都灵智低下，在这种天地间血腥气息的刺激下，如人失去理智，更多时候都是依照杀戮的本能来行事，简直悍不畏死，这才是最麻烦的。这样杀下去，就算没有真正威胁到我的妖兽，恐怕只需半个时辰，我的气海就要枯竭了。林隐心惊，其他那些弟子恐怕比自己好不到哪儿去。近1000名参加大比的弟子，恐怕最终能活下来的不会超过3成，甚至只有1-2成能活到最后。很多弟子不是实力不够，而是在无数妖兽的扑杀之下，最终灵力耗尽，被活生生耗死的。7大圣的弟子听令，不要各自为战，朝我这边聚集。蛮荒深渊一处大地中传来浑厚的声音，林隐很是熟悉，开口的正是无念道宫此次前来坐镇深渊的神级长老九离长老。几乎同时，还有其他各大圣地的长老纷纷开口，在召唤那些还活着的弟子。诸多参加大比的弟子分得太散了，坐镇在此的7大圣地长老数量不算多，自然不可能一一前去解救，只能看各家弟子自身的命数了。小狐狸，走，我们过去。林隐对小狐狸传音，知道了，林隐。小狐狸急忙跟上来。林隐不断出手清除着眼前的妖兽，一边与小狐狸朝着九离长老所在的方向而去。只是就在这数个呼吸之间，一道恐怖的大手带着煌煌天威突然从蛮荒深渊的遥远深处探出。这是何等狂暴的大手！漆黑的五指如同5根不灭的天柱，贯穿夜空，魔性的气息涌动在天地间。轰隆！这一刹那，大手降临下去，前方那片深渊场域中传出了愤怒的咆哮。林隐看到一道天蓝色的神光破空而起，那是同样可怕的5根手指，一掌破天而起，与那苍穹中的大手正面相抵，狠狠碰撞在一起。九离长老再出手，林隐念头涌动，但在随后瞳孔陡然一缩，视线尽头，约莫数里开外的夜空中，九离长老的那一道灵力大手裂开无数道裂痕，而后砰然一声，就这样爆炸了。天人！林隐惊悚，神窍、金刚、元体、金丹、法相、元神、天人、九劫、人王，天人境界。别说在这蛮荒，便是放眼9荒天地，都算是绝世强者了。林隐若没敢硬错的话，这尊疑似魔族的天人境，甚至是天人8重以上的绝世存在。轰隆！夜空震动，可怕的魔之大手再度出现。恍惚中，林隐看到夜空中出现了一道如同山岳般的身影，巨大无比，高达千百丈，探出如同天柱般的胳膊，5指铺天盖地般笼罩而下。前方那片深渊场域中，九离长老的灵力大手再现。除却九离长老之外，还有其他随行的几尊天级长老，包括其他各大圣地的绝世高手，在此刻一起动手了。足足10几道身影，居然全部破天而起，迎向那尊巨大的魔族强者。大战开启，夜幕的天空下，无数神通交织碰撞，神通的光辉似乎让夜空被短暂照亮。在这一瞬间，一股惊天的妖气冲天而起。林隐看到蛮荒深渊深处再度有一座如山岳般的身影踏天而去，加入战场。那是一头妖狮。林隐想到前世9荒大乱的时候，曾经有一头大妖出世，乃是体内蕴藏着一缕吕龙之血脉的龙血妖狮。龙血妖狮出世，口吞天地，可怕至极，但是最终被一群上界降临的绝世天骄联手围杀而死，最终被夺了体内的妖丹与龙血。林隐没想到那头妖狮的栖息地居然正是这蛮荒深渊，而且在今夜出动了，对着7大圣地的那些长老动手。几乎在片刻之间，战场便朝着夜空的远处挪移而去，只留下了那些希望破灭、一脸绝望与茫然的大比弟子。妖魔出世，7大圣地的那些高层都要被牵制，恐怕没救了。林隐止步，不敢再带着小狐狸轻易乱走。好在就在这一刻，猛然间，林隐发现诸多原本盯上自己与小狐狸的目光似乎消失了，放眼望去，诸多妖兽似乎被某种东西所吸引，兽潮居然朝着东部的一片大地涌动而去。那里好强烈的灵气！林隐一震，突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神念顿时爆发，滚滚延伸而去。延伸到10里开外时，顿时就看到
一片特殊的大地之间居然有地底冒出白色的液体，很快就已经汇聚成了一条小河，在丛林间流淌。灵河！灵隐睁大眼睛，居然是一条灵河！这世间万灵吸收天地间的灵气而修炼蜕变，灵河顾名思义便是无比纯粹的灵气汇聚在一起，成了液体组成的河流。这是如同是天地孕育出的顶级灵液，比很多修炼用的药液还要珍贵，在本质上类似于九荒地下的灵脉，但灵河之中的液体乃是灵脉中的精华所聚，比灵脉更珍贵。吞灵河之水能让境界突破，淬炼身躯，可谓是种种好处无比显著。今夜地脉紊乱的情况下，竟然有如此一条灵河出世，这就是兽潮涌动、妖魔出世的原因吗？林隐隐约推测到了一些什么。这蛮荒深渊中多半是有大机缘要出现，这些妖兽未必是受到驱使，不见得是进攻此地大比的7大圣地弟子而来，而是因灵河之类的机缘而来。轰隆隆，大地震动，诸多妖兽朝着灵河所在的方向奔腾而去，这让林隐和小狐狸的压力顿时就减少了许多，甚至压力几乎消失。林隐，我们快逃！趁此机会，小狐狸急忙开口。逃！林隐眸光电闪，朝着四周看去，他未曾回应小狐狸，而是摇了摇头。嗡！强大的神念顿时爆发出去，朝着八方四野开始了感应。所谓富贵险中求，灵河这种机缘轻易不会出世。今夜这蛮荒深渊地脉涌动，一条灵河出世，那就注定还有其他特殊之物。前世的记忆中，九荒任何一片大地中，一旦有灵河涌出地表，必然伴随着各种大药、果实等特殊之物现世，几乎都是最顶级的宝物，往往价值惊人。如同那一株大药，林隐的目光猛然锁定在一片大地中，仅仅1000米之外，一片大地中毫无征兆般，一株绿油油的药材破土而出，无比诡异，居然很快就生长到了1尺之高，上面繁衍出9片叶子，在其中花蕾张开，就好像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孕育完美，开花结果一般。9叶地灵果。林隐目光闪烁，直接带着小狐狸破空而起，2道身影赶往那9叶地灵果的所在之地。降临此间之时，这9叶地灵果居然已经花谢结果，中间的果实已经孕育出来，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果实由绿转红。怎么会这样？小狐狸瞪大眼睛，这种果实成熟的速度这么快？今夜这蛮荒深渊之中，地脉紊乱，大地内部的各种精华、各种气息都涌出地表，一切堆积之下，各种特殊的大药、果实都会迅速孕育出来，就会是这样的情况。林隐一边开口，一边盯着那一枚果实，在和小狐狸开口的这数个呼吸之间，那果实赫然已经变成了嫣红之色，在这幽暗的夜幕之下，散发出隐隐宝光，娇艳欲滴，无比诱人，让人一眼看过去就忍不住想要一口吞下去。就在这一刹，林隐闪电般出手，朝着果实抓去，一眨眼，嫣红的果实就已出现在林隐掌心之中。9叶地灵果这种东西一旦成熟，1刻钟之内就要采集下来，否则就会枯萎掉。今夜能再次遇到9叶地灵果，自己的运气不错。眸光电闪，看向四周远处，林隐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一口吞了下去。9叶地灵果入体，其中强大的精华顿时之间游走全身。滋滋滋，林隐的身上居然隐隐有血色的光芒不断闪烁，如同血色闪电一样不断的游走跳跃。这是9叶地灵果的精华正在被身躯所吸收而产生的异象。一时之间，林隐就感觉到自己气血壮大，体内的天地霸血在本质上开始产生精进。一呼一吸之间，林隐蔓延出来的气息波动就变得强烈起来。前不久刚突破的境界再度突破，神窍境7重天。呼，林隐吐出一口浊气，感觉到神清气爽。刚才与诸多妖兽魔族厮杀的压抑感消失了，反而四肢百骸都变得舒畅起来，全身上下诸多个毛孔似乎都在张开，自主呼吸吐纳着天地间的灵气，吸收掉一枚9叶地灵果的精华，加上境界的提升，自己生命的状态立刻提升到了无比鼎盛的地步。而且那枚果实其中的精华被吸收后，果实的血肉、本质等等一切则是同样没有浪费，全部融入了万界神石之中。一枚9叶地灵果居然让万界神石凝聚出了上百滴天露。那里还有，林隐神念涌动，目光扫过，顷刻之间就再度锁定了一片大地。数百米开外，一群妖兽围在一起互相厮杀，而那片妖兽战场的中间赫然又是一枚果实。灵元果和这9叶地灵果一样，也是天级果实。林隐眼前一亮，顷刻间与小狐狸破空而起，吃了。剑气寒光扫过，不过几剑
就宰掉了此地的几只妖兽，一把将灵元果也摘了下来。小狐狸吞了。灵隐直接丢给小狐狸雪梨。每种果实效果不同，刚才那9叶地灵果更多的是淬炼血脉与体质，提升天赋，而这灵元果和那条出世的灵核类似，炼化之后更多的好处则是增强灵力。对灵隐来说，增强灵力的果实吸引力就不大了。它有万界神石，凝聚出的天露可比灵河之水效果好多了。灵元果倒是可以让小狐狸吞了，增强境界。看着小狐狸吞下灵元果，灵隐神念滚滚激荡，再度朝着远处感应而去。神念的感应下，这蛮荒深渊四处之间，很多地方都有大妖出现，特殊的果实出现。可惜很多都已经遭践在各种妖兽的践踏之下，或是已经被一些妖兽吞掉。不过今夜的机缘依旧不会少。地气翻滚之下，很多地方萌芽出世，在大地内部各种特殊气息的加持中，生长速度极其惊人，往往都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生长。再吞掉一些特殊的果实，我必能继续破境。灵隐心中暗道，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对于自己的修炼道路而言，今夜这一切就是横财。其他那些参加大比的弟子，恐怕该死的死了，该逃的都想方设法逃了。有谁和自己争？而且这蛮荒深渊异变出现，这样下去，上古神木的出世已经是注定的了。灵隐再度思忖，小狐狸在身边本就能够感应大木之气，再加上自己体内还有万界神石，能在大木出世的第一时间就感应到。只是就在这时候，灵隐的面容突然变得僵硬起来，本来极佳的心情一下子受到了影响。门户，血色的天空中，在毫无征兆之间，一道门户突然出现。当灵隐看到的时候，那门户已经打开了，天门开启。那天门开启的地方不偏不倚，就在这蛮荒深渊的上方，一道道身影踏出了那一道门户，身上皆被神光包裹，被一股股力量守护着，踏出了门户，穿过了2界，在夜幕的天空中，如同天上的璀璨星辰降世，至少几十道神光眨眼降临到了蛮荒深渊之中。第2次天门还有1年才会开启，为何会在今夜出现？上界真正的天才与妖孽降临了。灵隐神情变幻，心中震动，怎么会这样？此次大比本该在2年之后出现的蛮荒圣榜出现在了深渊之外，此刻天门再现，再度有上界生灵降临，这和记忆中前世的一切都完全不同。我的重生不可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吧？灵隐眉头紧锁，无论如何，事实已经发生了。第2次天门在今夜开启，此次降临的生灵会有多少？几十、几百，甚至几千。前世第2次天门开启后降临的上界天骄足足有3000多位，这次就不知道了。灵隐只知道降临这蛮荒深渊的就有大约40多位。而就在这时，夜空之中无比可怖的场景出现，只看到那无垠的时空上方，天门之内一道大手探出。那是怎样的一道大手？五指展开，大如天幕，煌煌无极，弥天无量，如包裹了天地万道，涵盖了古今往来，幽暗的夜空都被照亮。纵然距离那大手至少100里之远，灵隐都不禁涌现出一股窒息绝望般的情绪。以灵隐前世300年的记忆，内心无比强大，就算最危险的时刻都能保持相对冷静，几乎不可能有这般情绪涌现。但是在这一刻，他真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压迫，恐怖。那一道大手实在是太恐怖，完全超乎想象，恐怕至少已经超越了天人之上，乃是入了劫的高手。若是记忆没错，上界生灵想要降临九荒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天门开启，最强也就是法相境的生灵降临下来，一旦超越法相境，便不可渡过那一道门户，除非跨界而战，隔着2个不同的世界，将力量从天门之中轰出来，轰入九荒。就如此时这一幕，不好！灵隐心中狠狠跳动，那大手降临的大概方位，若无意外，正是7大圣地诸多高层与那尊龙血妖师以及那尊天人境的魔族大战方位。7大圣地这些高层完了。灵隐闭上了眼睛。前世末法时代之后，7大圣地消失的无影无踪，本以为那7大圣地是离开了九荒天地，然而现在却让灵隐有了不好的预感，莫非自己昔日猜测的都是错的？这一刹那，看着那大手降临的方向，灵隐终于明白了当日师尊陆长空所说的一切。师尊说他乃是被上界生灵所伤，陷入虚弱状态，才被那萧长风有了可乘之机，而废掉了武道。当日第1次天门开启，伤了师尊的上界生灵也是如这般出手的吗？等待片刻，那片大战的场域伴随着那恐怖大手的降临，似乎陷入了平静之中。
也不知道七大圣地那些高层是生是死。林隐尝试着将神念探测出去，想要感应那片场域，可惜如今的境界所限，虽然是天级神念师，但想要感应到百里之外天地间的一切，还是不可能。倒是这一刻，林隐目光闪烁，眼中荡起了杀意神光。这一番感应，他无法感应到七大圣地那些高层的生死，但却看到了另外的一幕：那些上界生灵在动手。神念感应中，几名属于无念道宫的弟子被体内打入了生死印记，其中一名弟子誓死不从，想要反抗，却被无情抹杀。这些畜生！林隐捏紧了拳头，前世的种种画面再度浮现，让林隐杀意涌动。上界天骄向来视九荒众生为牲畜，这一世第二次天门开启的时间有些诡异，但这些该死的家伙行径与记忆中一般无二。前世刚降临之时还收敛一些，但这一次降临蛮荒深渊，简直一个个肆无忌惮。所幸也不是滥杀无辜，那些参加大比的弟子只要不反抗，被打入生死印记，倒是可以活下来。而就在这诸般场面出现之时，林隐猛然抬头，就看到苍穹之上两道天地巨影破空而过。龙血妖师！林隐心中自语，同时看向另一道身影，正是那尊天人境魔族生灵。林隐，好奇怪。小狐狸缩在林隐肩头，低声开口：大战结束的这么快吗？林隐盯着夜空，惊疑不定。何止是奇怪，简直是诡异。龙血妖师和这尊魔族就这样转身回去了。在林隐无声无息的注视下，两道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蛮荒深渊的深处。便在此时，林隐再度看到那些原本凶厉至极的妖兽魔族似乎逐渐变得平静下来，兽潮居然开始退去。紧接着他看到了诸多熟悉的身影。没死，九黎长老居然没死。林隐的心灵狠狠一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感应到的一切。也便在这一刹，小狐狸，跟我走。带着小狐狸，林隐头也不回，朝着蛮荒深渊深处而去。小狐狸紧紧抓住林隐的肩膀，一声不吭，无比乖巧。蛮荒深渊深处，天色已蒙蒙亮起，无数妖兽在退散，四处大地烟尘四起，一片混乱。在这混乱中，林隐的速度极快，破空而行，很快越过诸多妖兽的头顶。还好，这些妖兽的凶戾之气已经散去，没有那么疯狂。再加上雪梨身为妖族中的强大种族，不自然间散发出来的气息本就强大，对这些低等的妖兽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这倒是让林隐一路无比顺利。一路前行之间，时时刻刻林隐的神念都遍布四周天地，神念感应深渊中的一切，便能察觉到伴随着这蛮荒深渊的变化，各种地脉涌动出世，一些隐藏地底的大幕之气也终于出现了。前世关于这蛮荒深渊的诸多记忆不断涌动着，林隐时而看向一些特殊之地，那里大幕之气开始涌动变化。在记忆中，那片地底的确隐藏着上古神木，不过那些上古神木都不是现在该出世的。在哪里呢？前世就在这几日，一座上古神木出世，似乎就在这附近。逐渐林隐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神念的搜寻也变得更仔细了一些。时间流逝，等到天色彻底亮起，一轮大日初升之时，林隐出现在了一座高耸入云的峰峦中。前世九荒众生将这座峰峦称作接天峰，好浓的大幕之气。小狐狸终于开口：就在这里。林隐目光闪烁，突然开口这一刻，不只是感应到此间的大幕之气最为浓烈，而且林隐体内的万界神石隐约震动了数次。万界神石震动，要么是感应到了上古神木中的一切，感应到了墓碑中隐藏的神之印记，要么便是感应到了某种特殊的物质，可以被万界神石所吸收的珍贵物质，强大精华。总之，这座接天峰不简单，其中注定藏着机缘。林隐的记忆里面，万界神石从来都不会无缘无故震动。接天峰，一座孤峰，虽然高耸入云，但不算太大。对于现在的林隐而言，神念感应熟理之地，想要寻找到其中隐藏的神木并不难。入了接天峰后，林隐紧绷的气息也是终于放松下来。小狐狸也一跃而下，跟在林隐身侧，一人一狐就这样在风中前行，徒步丈量大地。时而小狐狸窜了出去，然后又失望而归，时而又朝着一些特殊之地窜出。前行之间，小狐狸倒是在这峰峦中挖掘采集到了不少特殊的果实大药，但是并未寻找到其他东西。林隐知晓，小狐狸也相当于一尊人族的天命之子，这种天命之子天生就拥有感应大幕之气的天赋，尤其对于一些特殊的神木，有着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感应力。在诸多上古神木相继出世之前，就能够感应到前去获取神木的传承。但天命之子
说白了也只是比正常人特殊一些，但是和拥有万界神识的自己比起来，还是差了太多。天命之子所能感应到的神木，自己更能提前感应到，而自己所能发现的神木，天命之子未必能够察觉。就这样，不知不觉中，一人一狐来到半山腰的一处地方。林颖猛然转过视线，就在这一刻，朝着前方几株生长了不知多少年的古木后方而去。古木后方因山河大地的变动，地底内部的一切翻滚，一块并不起眼的石头映入了眼帘。任何人看到这一幕都不会理会，只当是路边的一块破石块，甚至懒得踩一脚。但是林颖眼中金光炸开，这一刹，林颖掌指探出，没有丝毫犹豫，掌心贴在这石块之上。地上不起眼的石块，上面残留着岁月侵蚀的斑驳，原本没有任何特殊。可是伴随着林颖的掌心触及，神念侵入，石块突然间亮起了一道道古老的纹路，诸多的纹路交织，似乎组成了远古的文字，亦勾勒出了昔日的神秘图案。轰隆隆，这片大地突然震动了起来。在片刻之间，让小狐狸惊异的一幕出现，只看到地上的石块居然朝着地表不断移动而出。在大约10几个呼吸后，赫然一座古老的墓碑映入眼帘。光明，这碑体的正中心刻印着光明2个字。当这墓碑出世的时候，碑体内部一道神印同时进入了林颖的手掌心。收取神印，林颖的掌指变换，顿时诸多手印不断打出，反复交织，一股股特殊的气息夹杂着神念之力打入了墓碑之内。小狐狸，过来！某一瞬，林颖当即开口。小狐狸来到身侧，林颖抓起小狐狸的前肢，嗡，真空光明。墓碑之中诸多光芒闪烁之间，猛然外溢而出，将林颖和小狐狸的身躯包裹。站在这里的2道身影就这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等到下一刻，就已经被传送到了一片地下空间之中，准确的说是进入了这大墓内部。大墓内部，这是一片截然不同的震撼景象。相比较而言，昔日所进入的那几座上古神墓，简直就是穷乡僻壤之中的茅草屋。一座宫殿映入眼帘，隐藏在地下尘封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古老宫殿。光明神墓。林颖吐出4个字。这九荒大地内部的诸多上古神墓，很多都是无名大墓，甚至里面连尸体都没有，只有一些昔日古老的传承和机缘。而此刻所身处之地，便是九荒地下极其少见的有名有姓的神墓，叫做光明神墓。似乎这是一尊不知道什么时代叫做光明龙王的生灵所遗留的神墓。这座神墓之中藏着极其惊人的至宝。林颖推开了宫殿的门户，大殿内部一座大厅映入眼帘，雕梁画栋，到处都刻印着古老的纹路，其中仿佛蕴藏着无数的奥秘。但林颖扫了一眼，并未理会。正常进入这种地方的人，大多会被这般景象所吸引心神。然而林颖却知晓，不是每一座神墓内的雕刻装饰都蕴藏着什么武技、神通之类的。大部分神墓之中，这些雕刻的古老纹路并没有什么奥秘存在，也就是装饰用。很快来到了这大殿的上方，林颖的目光凝聚在那中央王座前面的案几之上，上面别无他物，只摆放着一部古籍。古籍上面赫然是醒目的字体：神龙九变，神龙九变。这一时被我林颖得到了。林颖心情复杂，前世打开这座光明神墓的乃是上界之中一尊来自九霄道院的绝世天骄。那尊上界天骄修炼神龙九变之后，展现出来了今天的战力，似乎连体质、天赋都产生了蜕变，亦是成为了前世上界降临天骄之中最显赫、最耀眼的生灵之一。但是这一世，这座光明神墓中的一切再与那尊上界天骄无缘，这是属于林颖的机缘，并没有翻开这古籍，而是丢入空间戒指。林颖未曾理会四周的一切，而是直接与小狐狸朝着内殿走去。记忆中，这座神墓里面除却神龙九变这种功法之外，最珍贵的就是一件武器。这座宫殿颇为巨大，除却前殿之外，还存在着诸多的内殿。进入之后，里面简直是四通八达。林颖神念时时刻刻遍布四周，感应着真空中不同的气息，辨别着一切。一些内殿中似乎有尘封的上古丹药，一些内殿中隐藏着一些古籍，似乎都是一些昔日强者遗留下来的手札、礼记。直到一盏茶后，林颖目光一闪，顿时进入一座内殿。这座内殿之中一切简单至极，似乎是一座闭关修炼密室，只有一处修炼蒲团和简单的桌椅。但除此之外，前方墙壁之中赫然挂着一幅图，古老的神图，上面刻画着一条栩栩如生、神态威严、霸道无边的金色神龙，龙生五爪，那是古老传说中龙族的至高龙皇。五爪金龙，找到了。
林颖心脏扑通扑通跳动了起来。光明龙图，前世那尊上借天交手中的大杀器光明龙图。光明龙图，真正的道器。这世上的武器论品质分为灵器、魂器、道器以及传说中的圣器。灵器顾名思义，便是用灵力加持，动用各种天材地宝来铸造的武器，便是林颖在清玄剑宗所吞噬的那些。魂器便是在铸造的同时，将神魂之力融入其中的武器，更为神奇强大。这灵器和魂器都有人级、玄级、地级、天级、皇级之分，但是道器就不一样了。道器就不分级别了，只分锻造次数，1段、2段、3段、4段等等。放眼整个九荒大陆，道器几乎都是最顶级、最强大的武器，哪怕只经历过一次锻造的一段道器，依旧称得上是大杀器。即便放在无念道宫这种7大圣地之一的势力中，一件道器都算是至宝。在藏宝大殿中倒是可以购买，但10亿功劳点都购买不来，而且就算有足够的功劳点，也需要神级长老的身份才能购买。至于那圣器就不可思议、不可想象了。林颖压根没见过圣器，前世300年的记忆中，九荒就没出现过真正的圣器。而且按照那些上界降临者的说法，据说那种武器就算如之前那尊天人境的魔族绝世高手都无法掌控。此刻这光明龙图近在眼前，一件真正的道器得手，这是发了天才。如果说收取那墓碑中的神之印记算是得到了这座上古神木宝藏的1/3，那么收取光明神图和神龙9变功法便是得到了另外1/3，而剩下的1/3便是这大殿之中那些古老的神石、神晶、神矿。顿时之间，林颖来到光明龙图的前面。嗡！林颖的神念同时开始爆发，滚滚神念不断涌入，包裹着光明神图，开始不断将之掌控。神念一遍遍在神图内外游走，不断的在其中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大约上百个呼吸过去，某一刹，林颖掌指翻转，掌心之中一滴嫣红的血液浮现，顿时打入了光明龙图内部。就在这一刻，原本挂在墙壁上的神图哗啦一声飞了起来，然后居然在真空之中不断缩小，最终出现在林颖的手掌上面，变成了巴掌大小。就在这一刻，一股对光明龙图的掌控感觉涌动，林颖一念涌动之间，光明龙图居然再度消失，进入了他的体内，蛰伏在了气海之中。念头再度涌动，光明龙图再次出现，而后开始扩张，顷刻就化作一道真空神图。在灵力的加持下，上面那原本栩栩如生的五爪金龙，流淌着如同电弧般的纹路，就仿佛将要活过来一般，简直是玄妙无边，不可测。这便是真正的道器吗？这件光明龙图一旦催动起来，便可召唤出其中的神龙印记，可镇压一切阴暗、血腥、杀戮、妖气。林颖目光闪烁，但是我现在的境界不够，还无法真正将光明龙图催动起来。不过境界有何难？手持光明神图，林颖很快离开内殿。踏出这座光明神殿之后，林颖眸光向天，就顿时看到了离开这座大墓的通道。上古大阵，给我开启！林颖声音滚滚，神念沟通龙图，沟通这片地下真空场域。轰隆！毫无征兆般，空间震动。猛然间，幽暗的地底空间被照亮，林颖就看到整座大墓内部一些特殊之地，一座座石台突然亮起。这些石台便是一座大阵的基础。阵基足足28道阵基亮起之后，光芒沟通在一起，一下子让一座完美的大阵运转起来。这大阵一运转，滚滚力量就诞生成了空间结界，将这片地下空间包裹在其中。力量传递出去，亦在无形之中加持在那外面的墓碑之上。可惜这座上古神墓特殊，墓碑与这片空间以及那座大殿如同是一体的，并不能搬走，否则的话，移开墓碑会让此地彻底隐藏起来。即便如此，在蛮荒深渊这种危险之地，尤其是第2次天门开启之后，那些上界妖孽降临在深渊之中的如今，这座地下的神墓依旧相当于一处净土。现在肯定是不能回去的，否则注定要被那些降临者发现。运气好点，当然是被打入生死印记；运气差了，可能被那些是九荒众生如蝼蚁的降临者直接镇杀。林颖自然不会将自己的命交给运气，便在这座大阵彻底开启后，林颖转身回到这座大殿。很快，按着之前所感应到的一切，带着小狐狸来到了又一处内殿中。这里附近足足3处内殿，里面全部都堆满了各种神晶、神石、神矿，其中一大半林颖都不认识，但是不妨碍他知晓这些神石的价值。每一种神石、神晶里面所蕴藏的神性精华简直是浓烈无比，恐怕全部都是顶级的炼器材料，能炼制一些强大的武器、宝物。3座内殿
如同3座大宝藏，里面的一切带出去，乃是一大笔横财。但林颖却知道，没有实力，再多的财物也守不住。就如同之前卖给藏宝大殿那功法武技一样，那几个长老敢明着宰割自己，就是看自己是个新人，境界不够高。顿时，林颖盘坐在此地，伴随着他掌指探出诸多珍贵特殊的神石之中，神性的精华不断消失，体内的万界神石彻底爆发了。自从林颖能够掌控万界神石，便从未如今日这般肆意的吞噬过。当初在清玄剑宗的剑堂之中，哪怕一次性吞噬几千柄战剑，那些战剑加起来都比不过眼前这些宝物的1/1000。吞，疯狂吞噬，一滴滴天露不断诞生出来，储藏在了林颖的魂海之中。1000滴，2000滴，3000滴，大量的天露在诞生，逐渐在林颖魂海中汇聚成了小小的天露之池。与之相对的，眼前的诸多神晶、神石等等，全部都逐渐失去了光泽，变成了一地无用的废料。体内的天露已经不能用多少滴来形容了，而是真正的用精，目测至少1-2万斤。舒服啊！林颖站起身来，看着这座内殿已经变得空空如也，全部的神石、晶体、矿石以及各种不知名的物质都变成了废料。这一刻，林颖的心情极佳，感应着魂海之中大量的天露，就有一种身怀巨款、家底殷实、彻底发家了的感觉。这世上的一切，至少9荒天地间的一切资源，在林颖看来都比不过天露。类似现在蛮荒深渊中突然涌现出的各种奇珍异果、珍贵药材，虽然都价值惊人，炼化之后能得到诸般好处，但所谓过犹不及，那些东西并不能够无休止地进行炼化。炼化多了，总归会在体内堆积各种杂质，或体内的某种气息太过旺盛，从而导致走火入魔，或武道根基损坏，或种种弊端。否则，天赋2个字就成为了笑话，变得毫无意义。如果那些天地灵物、奇珍异果可以无限制炼化，那一些大势力底蕴雄厚，只需要拿出各种顶级资源，硬生生去堆积，直接就可以堆积出各种绝世高手。但是天露就不一样了，天露是可以无限制进行疯狂炼化的，无需担心过量，不用担心走火入魔，不用担心在体内堆积杂质。小狐狸，你可以冲击金刚境了。林颖的神念滚滚。林颖，我冲击金刚境，现在还没有把握呢。小狐狸从旁边不远处的一处内殿之中走出来，啃着一枚上古丹药，开口道：在林颖炼化这座内殿中的一切时，这段时间小狐狸也穿行在各大内殿，寻找着一些上古丹药来吃。林颖倒是不怕小狐狸吃坏肚子，身为妖族，对于各种气息的感应精准，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小狐狸能轻易辨别，这是天赋。看着小狐狸没有自信，林颖笑着探出手掌，哗啦啦，顿时之间，诸多的天露如同从真空虚无之中流淌出来。小狐狸，快收着！林颖道。好。小狐狸张开口，只见滚滚的天露被小狐狸隔空吞了下去，在其体内似乎存在着一处空间一般，能够将大量的天露都储藏起来。这一下子，林颖足足拿出了3000斤的天露。林颖，这是什么灵液？太纯粹了，居然没有任何杂质，可以毫无顾虑放心炼化。小狐狸惊讶道：我的记忆里面，就算我们狐族是祖州的大族，都没有这么纯粹的修炼灵液。嘿，这叫做天露，放眼天下，只有我林颖才有。小狐狸，你开始炼化吧，你的底蕴已经足够强大了，只不过缺少的就是大量的灵力，这些天露正好帮你破境。林颖期待地看着小狐狸。好。小狐狸点了点头，顿时就进入了不远处的一处内殿中，将之当成修炼密室，前去冲击境界。随后，林颖来到了第2座储藏各种晶石、晶体、矿石的内殿。手臂一挥，眼前这座内殿里面的所有一切化作一条真空洪流，就这样进入了打开的空间介质里面。第3座内殿，林颖毫不犹豫，再度全部收取。这里的3座宝藏就这样全部落入了林颖手中。这座光明神墓里面的一切没有任何浪费。这次新弟子大比，本来是裴千帝和其他一些真传弟子针对我猎杀我的一场大比，不过现在出现了意外的情况，第2次天门开启，上界天骄降临，恐怕外面的大比已经宣布结束了。林颖目光闪烁，说不定7大圣地的高手都已经陆续退走，只剩下了那些刚降临的上界天骄在寻找机缘。我现在出去肯定危险至极，而且九黎长老没死，那几名天级长老也没死，甚至其他6大圣地的那些长老同样没有死。这件事诡异到了极点，比那莫名其妙出现而又退散的兽潮还要诡异。修炼这么多天路也足够支撑我突破了。林颖来到了大殿前殿，盘坐在上方的那一道王座之上，先把境界提升上去，再出去也不迟。
大量天路立刻涌入四肢百骸。林隐运转起了神魔炼体诀，开始疯狂吸收天路，开始了修炼。时间流逝，大量天路不断洗涤着林隐的每一寸毛发、每一根骨骼、每一条经脉，身躯如同在产生着源源不断的裂变。生命的本质，身躯与神魂的本质开始产生蜕变。1000滴、2000滴、9000滴，一口气足足9000滴天路就这样融入了身躯体窍之内，被林隐炼化。这是极其奢侈的举动，换作以前可没有这种修炼条件。轰！大约半个时辰过去，身躯轰隆一震，林隐目光一闪，双目金光四射，神窍进8重天，成了。继续，诸多天路再度被引出，再度开始了炼化。崭新的灵力在体内诞生，体内旧的灵力则是在不断的提纯，不断的压缩。在气海中无限压缩之后，气海空间空缺出来，而后再度被灵力占满。同时，全身气血一遍遍冲击着魂海，滋养着神魂。一个时辰再度过去，轰！这一瞬，林隐身躯一震，迈入了神窍进9重天。金刚境，给我突破！一口气，林隐继续开始冲击金刚境。炼化天路的好处显现出来，哪怕连破2重天境界，林隐都不怕走火入魔，修炼状态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大量天路不断从魂海溢出，对着身躯开始浇灌。上百斤、200斤、1000斤、2000斤，不知不觉1天1夜过去，林隐已经消耗了足足上万斤的天路。某一刻，林隐睁开眼睛，眼中浮现出一抹少有的戾气。怎么回事？林隐自言自语。除却给小狐狸的那3000斤天路，自己剩下的1万多斤天路已经全部消耗完毕，境界已经达到了神窍进9重天的极限之极，体内的力量早已经究极圆满，哪怕一丝灵力都无法再诞生出来。可即便这样的状态下，将这些天路全部消耗掉，居然依旧没能真正打开金刚境的那扇门。林隐，你……小狐狸在旁边开口了。林隐转过视线，才发现小狐狸不知何时已经突破成功，守候在自己身侧。金刚境，小狐狸用了3000斤天路就已经成功突破金刚境，而自己耗费了1万多斤的天路，到现在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那么多的天路就这样浪费了，我的武道天赋难道真这么差吗？林隐眉头紧蹙，几乎是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烦躁。而且这也就是自己在炼化天路，没有任何副作用。如果是炼化其他丹药、大药之类的，如此疯狂炼化，恐怕此刻都走火入魔了。从神窍进7重天突破至9重天还算顺利，但是这金刚境完全就是一道无法越过的天堑，这让林隐不能接受。林隐，你的身躯有大问题。小狐狸好像看出了什么，似乎和武道天赋没有关系。哦，什么问题？林隐立即紧紧看向小狐狸。林隐，按照我的记忆，这世上的生灵既然无法突破，要么天赋差劲，要么天漏之体，要么……说到这里，小狐狸顿了顿，担心道：身躯与神魂被封禁。小狐狸话音落下，这座大殿就陷入沉寂之中，万籁俱静，落针可闻，彼此仿佛能听到心跳之声。足足过了几十个呼吸，林隐开口：会不会有第4种可能？或许有，但是我不知道。小狐狸安慰道：林隐，你别担心，在祖州有逆天改命的传说。逆天改命？林隐目光复杂，有些落寞。小狐狸在妖族出身不凡，先天传承的诸多技艺自然不假。这虽是小狐狸随口一说，但林隐便已知晓。小狐狸说的不假，天赋，武道天赋或许差劲，但也不至于1万多斤的天路都不能帮助自己突破至金刚境。金刚境那个境界本身就是以气血淬体、神念淬体驱逐体内的杂质，最终成就无垢金刚之躯，防御无双，力量通天。说白了，金刚境与后面的元体境，这都是靠着大量资源就能强行堆积上去的境界，与武道天赋并没有太大的关系。1万多斤天路被自己炼化，修炼资源绰绰有余。要知道，雪梨突破至金刚境也才用了3000斤天路而已。至于说所谓的天漏之体，更是不可能。如果是天漏之体，压根就无法容纳一丁点灵气，完全无法修炼。那便只有小狐狸所说的第3种情况了，自己的体内存在着某种封禁之力。封禁？我4、5岁之时便流浪九荒，若不是运气好讨到一点吃的，当年饿都饿死了。林隐脸色难看，有谁会那般残忍，动用封禁之力毁掉一个孩子的未来武道之路？前世停留在炼体境无法修炼，并未想过这些，但是这一世，这些日子的境界提升虽然神速，可是林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拥有天地霸学者放在前世记忆中
于那些上界天骄之中都算是顶级天才了，但自己分明是例外。你放心好了，雪梨我不会丢下你的。小狐狸跳到林颖的肩头，一只爪子轻轻拍着林颖肩膀，安慰道：你还有我，终有一日，我雪梨城妖族大帝，手段通天，亲自帮你逆天改命。可是我若是一直不能突破，那恐怕不能带你回那祖州了。林颖强行压抑沉闷的心情，玩笑道：那又咋了？雪梨已经是金刚境。小狐狸道：我努力修炼，以后总有一天能回到祖州。林颖，你不是还能修炼神念之道吗？未来我雪梨是妖族大帝，你就是祖州最强神念师。哈哈，好，那一言为定。林颖大笑。只是雪梨自然不懂神念师是有上限的，神念师的上限不是天赋，不是资源，而是寿命。没有强大的武道支撑，寿命就无法延长。那再强的神念师也抵不过时间这把刀。那林颖，雪梨去努力修炼了，要回去的时候你就叫我。雪梨随后开口：行，你修炼吧，不过不要贪功冒进，否则根基不牢，未必是好事。林颖提醒道：放心吧。雪梨窜动出去，又回去那处修炼密室。林颖盘坐在大殿上方，目光逐渐变得深邃了起来。原来18年前便有人断我武道根基，可是我不信命呢。空间戒指内，那2座内殿里面的各种晶体、矿石、特殊物质全部都被林颖再度祭出，堆满了这座大殿。轰隆隆，体内万界神石开始了震动，眼前大量的晶体物质通通都被吞噬，每个呼吸，每个刹那，都有天路源源不断诞生出来，在魂海之中再度堆积。1000斤、2000斤、10000斤、2万斤，又是3日时间过去，足足5万斤的天路诞生了出来。给我吞！林颖心中大吼，在这一刻将神魔炼体绝运转到了极限之极，前世今生从未有过如此刻一般的努力修炼。冲击，拼命冲击，一身灵力，一身气血，已然陷入了一种堪称疯狂的势头，在4肢百骸中不断运转，不断淬炼着身躯体魄的每一寸。灵力与气血如烈焰，林颖的身躯如同一件武器，承受着无数次的锻造与淬炼，而天路便是柴火。大量天路支撑下，源源不断的灵力诞生，支撑着林颖如此疯狂且奢侈的修炼方式。1万斤、2万斤、4万斤，伴随着4万斤的天路消失，又是2天后的清晨。便在某一瞬，砰！林颖体内砰然一声，就好像冥冥之中某一层隔膜被打破。便在这一刹，体内一股崭新的力量哗然流淌。林颖的身躯表面诸多魔性的纹路闪烁变化，透出了强烈的气血神光。那每一道纹路都好似是力量的源泉，那每一道印记都好似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打破桎梏，得见真理。林颖双瞳暴睁，神芒四射，金刚镜成了。嗡！神念涌动，充斥天地真空。这一刹，得见崭新的天地，不只是境界提升，如同生命的本质都产生裂变，迈入了崭新的高度。林颖知晓自己的神念境界也终于比肩金丹高手。所谓一招地，一招天，这是一步登天。前后足足耗费了6万多斤的天路。林颖心中震动，幸亏这次的光明神墓不是之前那几座小墓，这里面储藏着大量的晶体、矿石，可供自己吞噬积攒天路，否则的话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迈入金刚境。我体内有封禁之力，那又如何？世间万道皆可登天，天无绝人之路，我拥有万界神石，未来的路不可能断掉。林颖面容坚定，不能修炼才是最大的折磨，而这一世我林颖还有无限的未来。带着前世记忆，林颖内心何其强大，怎会就此消沉下去？抛开一切不谈，重生以来就这么快踏入金刚境，这已堪称9荒千古难遇之奇迹。小狐狸，我们回去了。便在此刻，林颖起身开口：走走走，回去了。小狐狸从那处内殿走出来，挥了挥掌子：这次回去看谁敢欺负我雪梨。金刚境3重天。林颖心中一惊，短短几日时间，小狐狸居然在破3重天，天赋真的让人羡慕。咦，林颖，你居然突破到了金刚境。顷刻间，雪梨睁大了眼睛，打量着林颖的一切。难道是雪梨看错了？你没看错，我的体内应该确实存在着某种封禁之力。林颖笑道，不过那也不代表着我就不能突破，只是艰难一些而已，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我记住了，林颖，绝境也不要放弃希望。小狐狸似乎明了了什么，不禁点点头。一人一狐，2道身影踏空而起，沿着那出口通道迈入。
下一刻就已经踏出了这座光明神墓。正是清晨时分，紫气如烟，朝阳灿烂，金光洒遍了无尽大地。那一夜，妖魔出世，兽潮涌动的压抑似早已被冲散。在古老神墓中待了好些天的林隐，在这一刻恍如众生灵隐眸光扫过，居然发现光明神墓的碑体居然再度隐藏了下去。应该是自己进入神墓后掌控一切，开启了墓中的大阵，才使得这墓碑隐去了。怪不得这几日修炼未曾被打扰。嗡！灵隐的神念爆发出去，感应四周的一切。蛮荒深渊处处一片狼藉，都是兽潮涌动过以及战斗残留的痕迹。不少地方的确被挖掘过，与上古神墓无关，应该是一些武者挖走了各种深渊出世的宝物。这些天蛮荒深渊应该出世了不少好东西，各种大药、各种果实等等。自己和小狐狸倒是错过了，不过相比较一座上古神墓中的机缘，自己错过的那些都只不过是一些小打小闹、不起眼的破烂罢了。灵隐，新弟子大比看样子结束了。小狐狸看灵隐心情不错，这才开口：“你的排名恐怕不高，那又如何？”灵隐笑容灿烂：“区区一次大比罢了，在光明神墓破的不是境，破的是在无念道宫的未来。我们走吧。”灵隐一步踏空而起，小狐狸紧随其后，两道身影很快离开蛮荒深渊，消失在天穹的深处。无念道宫，灵隐和小狐狸回来了，诸多目光陆续投射到了灵隐身上，无形之中道宫开始了震动。有人皱眉，但也有人惊喜。如灵隐猜测的一般，新弟子大比的确已经结束了，但灵隐消失了，如那些死在兽潮铁骑之下、死在魔人手中的弟子一般消失了。道院有一些长老亲自前往蛮荒深渊寻找过灵隐的踪迹，可惜连可能存在的尸体都没找到。岁月长河的激流中，每天都有人生，有人死。武者的世界里，生死别离更是常态。对无念道宫而言，灵隐这般星辰榜第一的存在就这样消失，的确是不小的损失，只能说有些可惜。那蛮荒深渊可是禁忌之地，灵隐一个小小的神窍境消失在其中这么久，多半已经回不来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今日灵隐毫无征兆般出现了。这般消息宛如风暴一般，几乎顷刻间就席卷了整个无念道宫。在无形中，无数的目光似乎一下子出现在了天空之上，从天空投射下来，凝聚在灵隐和小狐狸的身上。灵隐，我们要回的岩峰吗？小狐狸一边开口，一边朝着四周远处怯生生看去。虽然在蛮荒深渊中嚷嚷着看谁敢欺负雪梨，但这终究是人族的世界，小狐狸也并非拥有道宫弟子的身份。真回到了这无念道宫，尤其此刻承受着无数明里暗里的目光注视，小狐狸还是非常不适应。不回，我们先去一趟藏宝大殿。灵隐不疾不徐行走在大地之间，同时对小狐狸开口：“藏宝大殿。”小狐狸眼前一亮，无念道宫的藏宝大殿可是有很多好东西。紧接着又黯然道：“但是我们没有功劳点，什么都买不起。”放心，小狐狸，我们有的是功劳点。灵隐朝着远处天地冷漠扫了一眼，然后笑着开口。很快便在与小狐狸交谈之间，藏宝大殿映入眼帘。第二次天门开启，形势所迫，我灵隐必要晋升真传弟子。凝视着藏宝大殿，灵隐目中杀意掠过。既然如此，就拿你们5个开刀吧。一路前来，灵隐未曾发现什么异况，回到这无念道宫也是一样。但灵隐知晓，无念道宫内部已经出问题了。这几日修炼之时，灵隐总在推演那一夜发生的事情，脑海终于清晰了。那尊隐藏在蛮荒深渊的天人境魔族与那尊龙血妖师的出世，并非为了对付7大圣地，只为了将7大圣地前往蛮荒深渊的诸多长老重创。虚弱状态下，天门开启，上界强者隔着世界而出手，但同样不会镇杀那些7大圣地的长老，而是趁着7大圣地那些高层在重伤虚弱状态下，将生死印记强行打入他们体内。被打入生死印记，生死被掌控，从此一切不由心，便是直接变成了上界的傀儡。前去蛮荒深渊的那些可都是各大圣地真正的高层，如同无念道宫的九黎长老可是神级长老的重要身份。将这种神级长老掌控之后，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起来，比如那些上界降临的天骄，便可在九黎长老等几人的安排下轻松加入无念道宫，且凭借着上界天骄的强大天赋与潜力，想要混成真传弟子，乃至成为生死，甚至未来成为无念道宫的真正传人，都不是没有可能。未来借着九黎长老和另外的4大天级长老，便足以一步步将无念道宫渗透，以至于最终前世的悲剧将会再现。而其他那些参加过新弟子大比的，死在混乱中的，只能说时运不济。
而剩下一些活着的，那些年轻的上界天骄对付不了七大圣地的高层，但对付他们还是很简单的。七大圣地内部的情况恐怕皆是如此。渗透了七大圣地，其实上和渗透了九荒之一的蛮荒没有太大区别。而自己如今归来，将是那新弟子大比中唯一一个未曾被上界生灵所掌控之人。接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切不言而喻。说不定此刻九黎长老等五大长老已经在商议着如何对自己定罪，找些什么临阵脱逃之类的，莫须有罪名，到时候把自己除掉。林隐知晓自己这内门第一人的身份，再加上星辰榜第一的身份，恐怕都不太够了。晋升真传，迫在眉睫，展现出强大的战力与潜力是有必要的，因为道宫自然会保护真正的天才与妖孽。藏宝大殿深处，坐镇在此的五大长老目光一闪，同时看向林隐。林隐，居然是你！余胜长老眯着眼睛，皮笑肉不笑。听说你死在了新弟子大比中，居然活着回来了，这次准备找我们售卖什么宝物呢？你是从蛮荒深渊回来的，听闻前几日蛮荒深渊出示了不少的宝物。另一名长老随之开口，上下打量着林隐。售卖宝物？那倒是不必了。林隐淡淡开口，2000多万功劳点，暂时足够我花销了。你说什么？五大长老脸色阴沉下来。大眼黄诀、紫电刀、青芒剑术，上次我卖给你们的2部黄级武技，1部黄级功法，加起来就算是3000万功劳点。你们给了我200万功劳点，剩下2800万，今天就转给我吧。林隐说完，就拿出自己的身份令牌，放在余胜长老面前的柜台之上。什么功劳点？你在说什么？余胜长老冷笑，手臂一挥，林隐的身份令牌刹那飞了出去，坠落在不远处的大地上。余胜长老面容阴翳至极，语气森森：林隐，上次你卖给我们功法、武技，买卖早已完成，你今天前来是想找事？滚！看来你们5个真是冥顽不灵。林隐手掌用力一拍，眼前的柜台刹那裂开。你放肆！5大长老全部起身。你们找死！林隐5指弯曲如龙爪，有仇报仇，有怨报怨。轰隆！就在这一刹，林隐大手猛然探出，煌煌威势激荡，带着风雷之势猛然抓向余胜长老。狂妄！余胜怒不可恕。身为长老，坐镇在此地，拥有无上的威严。平日里各种弟子门人，就算是某些真传弟子前来，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何时受到过这般挑衅？刹那起身，余成那枯槁的手掌猛烈探出，在这一瞬间，2道大手凶狠碰撞在一起。大地此间，林隐纹丝不动，眼前一道身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顿时被轰飞出去。砰！身躯撞击在墙壁之上，手臂传出断裂之声。一切只在顷刻之间发生。那些远处看过来的弟子甚至都不曾反应过来，就已经看到余胜长老凄惨坠落在墙角，身躯开始了不断的抽搐，不断的颤抖。什么？这是什么情况？这是林隐重伤了余胜长老。一下子，这座雄伟宽敞的藏宝大殿内如同炸开了锅，众多弟子纷纷眼瞳暴睁，如同看到了此生最为不可思议的场景。而几乎在这一刹那，林隐猛地一跃而起，将此地当成了战斗之台，瞬间来到余胜长老面前，一身灵力疯狂涌动，强大的气血散溢而出，一呼一吸如有滔天威势蔓延，如山洪海啸般碾压下去。地面上的余胜长老狠狠颤抖了一下，汗毛炸立。余胜瞪大眼瞳：林隐，住手！轰！大拳从天而降，摧枯拉朽。地上的余胜甚至在这般威势洪流之下没有反抗的机会，胸膛就这样坍塌下去，肋骨碎裂，五脏六腑全部爆开，鲜血四溅而出，浸染了这藏宝大殿的大片地面。余胜长老暴毙，死不瞑目。呼！林隐转身，脊背挺直，如大龙冲天，眸光睥睨，有无尽神芒绽放，妖邪拦路，碾死。这一刻，林隐畅意无限。自踏入这无念道宫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刻般念头通达。混账！无法无天！4大长老同时踏出，目光阴沉至极，杀意激荡。这4大长老几乎是本能般呈4角之势将林隐包裹在中间。一尊长老全芒出手，如雷霆炸开，气势压迫而下，直接锁定林隐脑袋。吃了！真空被撕裂，一道剑气惊现，炽盛的光照亮这片真空。只听到一声惨叫，就见鲜血在真空中散开。那是一道手掌，还呈现握拳的状态，却已断裂飞出。林隐悍然踏出一步，这片大厅的地板在震动，似要沉陷下去。眸光暴睁，林隐手持一剑，
猛地锁定前方那尊断手的长老。小人欺我，死！声音滚滚，在这片场域内爆开，振聋发聩。人未到，杀意先至。眼前的长老双目迷乱，精神恍惚，只觉得无边杀意萧萧，冥冥中从天地的无数个角落涌动而来，将自己淹没。嗡！一剑隔空斩杀而出，剑气迸射，剑光透着无尽的锋芒，瞬息斩在这尊长老的眉心正中间，一道血痕划开。长老身躯踉跄，连退5步。第5步时，灵隐如同瞬移一般，居然已来到面前。赤！锋利的剑体刺破这尊长老胸膛，贯穿了后背。你！长老身躯倒下，瞳孔瞪大。我给过你们机会。灵隐抽出血染的杀剑，转身看向剩下的3大长老。3大长老身躯隐约发颤，不自然间已聚在一起，死死盯着灵隐。你怎么敢？其中一人怒吼着开口。你们又怎么敢？灵隐盯着3人。我灵隐一个内门弟子便能够拿出黄级功法与武技售卖，你们又怎敢黑掉我的功劳点？远处很多人目光一闪，售卖黄级功法与武技，看来这灵隐今日杀人是有缘由的。证据呢？灵隐，你空口无凭，即便要敲诈我们这几个长老功劳点，也要找个合适点的借口吧。其中一个长老怒声训斥，在这藏宝大殿内杀人，你已经犯禁，这是要被赐死。轰！灵隐神念当空轰出，汹涌如潮，如海，如天地狂浪，要碾碎天地间的一切。那远处的诸多弟子仿佛听到一声天地音爆从自己魂海中炸响，神魂都在颤悸，心灵都在抖动。只在下一刻，就看到刚才开口要证据的长老身躯一震，踉踉跄跄，连续退避10几步，面容呆滞如木鸡，失了魂，破了胆。灵隐隔空一剑，剑气刺破真空，便轰入这尊长老眉心。神魂溃散，身躯倒地当场，已然再无声息，不可能。远处很多道宫的弟子惊骇开口，绝世强者以势压人，可灵隐只是神窍不对，只是金刚劲一重天，一股气势居然破了一名长老的魂，这是何等恐怖！已然是有了裴千帝那般天眼悬空，众生战栗之迹象。这便是天级7星神念师的恐怖吗？你自裁，还是让我亲自出手？灵隐看向剩下的2大长老，被灵隐目光盯上的长老神魂都在颤抖，只觉得那一双眼睛宛如上古凶禽猛兽，被其盯上，天地之间无处可逃，逃不掉。执法者何在？灵隐当众杀人，犯了大罪。终于在这极致的压迫下，这尊长老忍不住大吼，音波激荡传出大殿。这一刻，远处人群中才有2道身影走出来，皆身穿黑色战袍，面容冷酷，浑身透着血腥般的气机，令人望而生畏。这是执法者，并不属于弟子的身份，只为行殿做事。平日里往往坐镇于藏宝大殿这种特殊之地，算是维护秩序。扫了这2位一眼，灵隐心中笑了笑。灵隐，住手！其中一个执法者沉声开口。住手！灵隐淡淡道。你们要拦我吗？藏宝大殿重地，见不得血腥。这尊执法者蹙眉，藏污纳垢之地，怎会见不得血腥？灵隐深深看了这2位执法者一眼，2位若是没有其他事，便离远一点吧，免得刀剑无眼。2大执法者神情极其复杂，就这样凝视着灵隐，彼此目光碰撞。这尊执法者深吸一口气，我等身为执法者，定当维护道宫秩序，是吗？灵隐踏出一步，神念涌动，遍布这片天地。轰轰，2道虚无的神念风暴席卷而出，扑哧，2大执法者脸色大变，刹那间身躯同时被轰飞10几米外，皆逆血喷出。没必要演得这么假。灵隐瞥了那2大执法者一眼，而后便目光重新转移回来。怎么个死法？想好了吗？2大长老面如死灰，时间如停止了流逝，整座藏宝大殿内的一切如定格在了此刻。那些站在远处的道宫弟子，甚至一些长老，全部都表情复杂，纷纷沉默了。2大长老心中涌现出无法形容的压抑绝望感，乃还有以前见了灵隐时半点的调侃与不屑。灵隐，你现在只是内门弟子，便已如此霸道了吗？你可知晓，你今日将我们斩杀，需要面对什么？终于，眼前这名长老在绝望中最后鼓起一口气，盯视着灵隐。那当初你们刁难我之时，可曾想过未来需要面对什么？灵隐冷笑，你们身为长老，有恃无恐，欺我一个道宫新人，而今日我灵隐就要镇杀你，整个无念道宫谁能解救你？我不甘心。
长老深吸一口气，目光绝望我：10岁入道宫，30岁成内门弟子，40岁退居为长老。这一路走来，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好不容易有了坐镇藏宝大殿的机会，今日却要死在此地。道公，待我不恭。步步为营。林隐不禁摇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此人贪心不足，身为长老，却硬要站弟子之间的队，选择错了，死不足惜罢了。吃了。便在下一刻，长老手中一柄剑出现，对着自己脖子抹去，鲜血汩汩，一具身躯轰然倒地，逐渐失去了生机。远处不少弟子身躯震动了一下，简直不敢相信，一尊长老就这样自裁当场。别杀我！这一刹，剩下的最后一名长老惶恐看着林隐。林隐，我们的确欠你2000多万功劳点，但是因为调查你当初售卖的功法与武技来源，并非要克扣，是吗？林隐看着对方，王仲长老所说可是发自内心。当然。林隐，你的身份令牌给我，我现在就去帮你把剩下的功劳点转过来。这名叫做王仲的长老诚惶诚恐。林隐闻声将身份令牌拿了出来，丢给对方。这王仲长老匆匆进入了内殿之中，不一会儿便已经出来，将令牌还给林隐。林隐扫了一眼，令牌之上赫然是2800万功劳点。2800万。远处那些道宫弟子皆眼角一抽。林隐并未刻意隐藏，藏宝大殿内众人都能用神念感应到这令牌上面的一切，才知晓这5大长老居然克扣了林隐这么多的功劳点，这也太贪心，胃口实在是太大了，不胆子也太大了。看着地上那积具尸体，不少道宫强者忍不住摇了摇头，便再无半点怜悯之色，只觉得死不足惜。毕竟这次是林隐被克扣功劳点，如果这几个老家伙不死，难保下一次被刁难被克扣功劳点的不会是在场的其他某一位。我可以走了吧？王仲声音发颤，在此刻开口。走吧。林隐深看了王仲一眼。王仲听闻如释重负，顿时匆匆离开这藏宝大殿，眨眼消失在殿外。让我看看你背后是谁呢？裴千帝。凤蒙的慕容嫣然，还是那星盟之主孟星云。林隐盯着那一道仓皇离开的背影，念头涌动。没有人支持，这5大长老是不敢刁难自己的。念头涌动之间，林隐就来到了刚才那2个被自己轰飞出去的执法者面前。2位的身份令牌呢？林隐看着眼前2人，2大执法者皆露出疑惑之色。不过面对林隐这样的弟子，可不敢大意，谁知道林隐是什么目的。顿时之间，2大执法者手掌之中各自浮现出一道令牌，令牌上面赫然显现出醒目的字体。行，代表他们属于行殿，乃是执法者身份。和正常的弟子令牌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代表的身份不同，你做什么。突然间，2大执法者蹙眉，就看到林隐直接将2大令牌狙击而起。刚才我出手的确有些过了，2位身为执法者，一切为维护道宫秩序，并无过错。林隐兀自开口，然后大手一挥，顷刻间就朝着2大执法者令牌之中各自转过去上百万功劳点。这些功劳点，2位便各自买一些疗伤丹药吧。林隐说完，就再度将2大令牌还回去。2个执法者身躯隐隐一震，满脸的震惊，不可思议。显然到此刻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太多了。其中一个执法者不禁开口：不算什么。林隐摇了摇头，我加入道宫时间尚短，身上倒是没有太多东西，只能用功劳点来补偿2位了。话音落下，林隐就带着小狐狸朝着不远处的一处柜台而去。今日这2大执法者也算是给自己面子，那林隐自然也给他们面子，给行殿面子。200万功劳点勉强也算是巨款了，但是林隐并不在乎。道宫执法者和这种执法者打好关系肯定是没错的。柜台前方，目光扫过，林隐就看向了各种宝物的介绍。前2次来这藏宝大殿，只能看着各种宝物流口水，这次终于有足够的功劳点，好好购买各种圣地才有的奇珍异宝了。小狐狸，你需要什么丹药？炼体的，淬炼血脉的，淬炼神魂的。林隐看向小狐狸，雪梨想要淬炼神魂的丹药。雪梨开口，还有那种果实我一直想吃，都没机会。一盏茶时间后，林隐带着小狐狸离开了藏宝大殿，足足购买了2000万功劳点的东西。除却给小狐狸买了各种奇珍异果与丹药，林隐自己也是购买了3种特殊的血脉以及不少灵液，没有多浪费一丁点功劳点。其实上现在缺的是战甲、武器这些，但是林隐很清楚，自己就算耗费大量功劳点购买什么顶级的武器，如果实力不够强，那还是保不住。林隐，这次你可是杀了4个长老，会不会有麻烦？
一人一狐朝着地岩峰回归而去。小狐狸担忧开口：“不怕。”林隐神情平静：“4个人级长老而已，既然不长眼，那就是该死。”人级长老便是这道宫的普通长老，人级、地级、天级、神级。说白了，这种人级长老就是昔日的一些内门弟子，年龄太大，无法晋升，最终脱离了弟子身份，其中一些立下功劳的便可晋升为长老罢了。看似是长老，好像高高在上，事实上面对一些强大的弟子，大多时候都没有什么威信，甚至面对一些强大的真传弟子，更是敢怒不敢言，还需要依附于一些真传弟子的麾下。将之斩杀，林隐根本不在乎，反而林隐很清楚，只有将这几位长老当众宰杀掉，反而会让以后类似的麻烦少一些。道宫深处那些高高在上、实力强大的天级长老、神级长老，还有一些神秘的存在，反而更赏识自己这样的弟子。堂堂7大圣地之一，其实上并不缺少所谓的天才，但如果空有天赋，但内心不够强大，做事唯唯诺诺，那种弟子担不起大任，是不会被道宫真正培养的。我现在回来了，恐怕裴千帝还有那群真传弟子坐不住了。对了，那9离长老还有混入道宫的上界天骄，恐怕同样坐不住。回到地岩峰，林隐看向远处的云海群峰，目光深邃。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如今我迈入金刚境，战力已能比肩金丹，想要对付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念头涌动间地，岩大殿上方，林隐掌指探出，一道神印浮现了出来。那可是光明神木，算是上古神木中的大木了。林隐盯着这一道神印，不知道这神印是什么级别的。